太玄圣地，飞来峰上，一个云雾缥缈的洞府之中，一张浑然天成的通体白玉台上。徒儿别睁眼，我是你师妹。3天3夜之后，楚轩躺在白玉台上，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事实上，他也确实有点生无可恋。3天3夜啊，师尊你的瘾怎么就这么大啊？不过师尊不愧是师尊，懂得的东西就是比他这个徒弟多。3天3夜之内，楚轩成功见识到了玄幻世界中无尽岁月沉淀的。这3天3夜里面，楚轩也是乐在其中的，一手按住隐隐作痛的腰子，另一只手抚摸着身边那早已干透了的落红。楚轩有些恍惚，师尊啊师尊，你怎么能这样？要是给外人知道了，我们太玄圣的飞来峰日后还怎么见人啊？楚轩摸着身边的真传弟子令牌，喃喃自语道：师妹，山上明明就我们2个人，我哪来的师妹啊？吐槽了好久，楚轩才收起悠悠的目光，直至现在他还是感觉很不真实。明明自己只是出门买个菜，就莫名其妙的昏倒了，醒来之后就到了这飞来峰上，身边还是一个绝世丽人。飞来峰是太玄圣地的一个山头，人最少，但也是名气最盛的山头，因为他的山主大人乃是太玄圣地之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太上长老陆无。陆无是太玄道域公认的第一美人，同时也是公认的第一强者。楚轩是被他捡回山上的，听说楚轩出现的地方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那时候的楚轩刚刚穿越过来，还没有苏醒，对于这些事情已经不记得了。师父说是，那就是吧。3天前刚刚醒来的时候，楚轩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发现了眼前那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女子。女子用温和的声音询问楚轩是否愿意做她的弟子。一开始楚轩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回答，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听不懂。作为一个刚刚穿越过来的人，楚轩顺理成章的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连交流都费劲，就别说给出回应了。而且面前的女子如此美丽，那超凡脱俗的气质，完美无瑕的容颜，无时无刻不在俘虏着楚轩的心。如神仙一般的美人在前，单身了20年的楚轩怎么还能说得出话呢？再加上女子那无比温柔的声音，直接让楚轩愣在了原地，不知所措。直至女子指尖闪耀着神秘的光芒，一直点在楚轩的眉心，楚轩这才听懂了对方的话语。原来这个仙子竟然想要收他做徒弟。同时这位女子也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她还是太玄圣地的太上长老，名为陆无。如今四处游历，恰巧看见楚轩的资质不错，所以起了收徒的心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楚轩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穿越之后最难受的是什么？那当然是没有背景了。现在刚刚穿越过来，楚轩就有了一个拜入圣地太上长老门下的机会，这怎么可能错过能够成为圣地的太上长老？最起码也是整个道域里面无人敢惹的人物吧。太上长老收自己为徒，还有这种好事。于是答应了之后，就有了那3天3夜的事情。但是3天3夜过后，师尊又变回了从前那个无比清冷的绝世强者，光是看着都让人感觉这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躺在冰冷的白玉台上，楚轩沉沉睡去。半日之后，他才不情不愿地醒来。无他，被脑海中的东西吵醒的。叮，检测到宿主已经拜入宗门，前置条件已满足，词条系统激活中，绑定成功。我上早吧，哪个王八蛋在说话？系统的声音很是吵闹，那是一种直达心灵深处的声音，让人就算是在睡梦之中也无法忽略的声音。半晌之后，楚轩终于反应了过来，这吵闹的东西好像是系统啊。外挂到了，有没有搞错啊？都3、4天了，你现在才来？筒子，你这上班积极性不行啊，现在给予你一次严肃的批评教育。楚轩的声音有些幽怨，甚至到反天罡，开始给系统批评教育了起来。要是你能早点来，我就不至于一开始连师尊的防都破不了。要不是师尊可怜我，临时给了我大圣修为，我岂不是一辈子都对女人有阴影了？我的命好苦啊！楚轩脑海中刚刚觉醒的系统也被他这副不要脸的模样搞懵逼了。不是，哥们，你真当系统是修改器是吧？不过系统就是系统，并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功能，也没有情感模块，无法吐槽楚轩这种不要脸的行为。他能做的只有沉默，只有静静的等待着宿主的呼唤。终于，楚轩在毫不要脸的哭闹了很久之后，才发现这个事实。知道之后，楚轩瞬间就收起了那副可怜兮兮的嘴脸。系统，你有什么功能？楚轩在脑海中默念一句。叮，本系统名为词条系统，能够让宿主加在他人身上的词条哦。听到系统的介绍，楚轩也是来了兴致。哦，词条是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自己的词条，词条背后代表着此人的天赋、潜力、命运等东西。经过系统的帮助，宿主如今已经可以自由查看视野内所有人的词条，并且本系统主打的功能就是复制他人身上的词条，并将其加在到宿主身上哦。
听到这个功能，楚轩的心灵瞬间狂躁了起来。好家伙，这就是自己作为穿越者的金手指吗？还真是简单直接高效啊！不过这个系统能够查看到自己的词条，这个功能吸引了楚轩的注意力。毕竟他也很好奇，自己在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开局。怀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楚轩点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楚轩，年龄20，修为5，词条他乡客唯一，大地之姿，金色，悟性逆天唯一，魅力逆天唯一。看到面板的那一刻，饶是楚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也是被吓了一跳。好家伙，大地之姿，悟性逆天，自己这算不算是天胡开局？还有这魅力逆天，怪不得师尊刚刚带自己回来就折腾了自己3天3夜。看着系统面板，楚轩好奇地点开了词条的具体介绍。悟性逆天唯一，唯一级词条，你拥有着令人惊叹的逆天悟性，在修行之路上能够以超乎常人的速度理解和领悟各种功法秘籍、天地法则。无论是复杂晦涩的神通法术，还是深奥玄妙的大道至理，你都能迅速洞察其本质，找到其中的关键所在。魅力逆天唯一，唯一级词条，你的魅力如同璀璨星辰，耀眼而不可阻挡。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成为焦点所在。你的魅力可以影响他人的情绪和行为，让他们愿意为你付出，为你效力。他乡客唯一，唯一级词条，你是从遥远时空而来的陌生人。你前来的时候穿过了无尽岁月时空，所以因果与记忆被锁定，从此没有人能够窥探。大地之姿，金，你拥有正道大地的潜力，修炼速度、人生气运与少年大地一般无二，只要不陨落，你有很大的可能成就大地。看着自己身上这些最次都是金光闪闪的词条，楚轩很满意。但是这个大地之姿让楚轩有点不满意。没办法，这4个字让他一眼就想起了王腾。不过很可惜，楚轩可不是反派，有着魅力逆天，楚轩就算混得再差，也不会变成孤家寡人。意念一动，楚轩关闭了脑海中的系统面板，走出自己的洞府。楚轩来到陆无的身边，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是陆无第一次给楚轩授课，他兴致勃勃地给楚轩讲解起了太玄圣地的大地经文，丝毫没有考虑到楚轩还只是一个刚刚接触修炼的小白。所以陆无讲了半天，楚轩始终都是有些走神的样子。小轩，你在看什么呢？飞来峰上古色古香的宫殿之中，陆无看着面前发呆的楚轩，温柔地说道。说着，那双仿佛能够勘破世间万物的眸子之中，还带着一丝火热。真不愧是自己看上的男人，天赋简直高得恐怖。明明是凡人之身，就有这种战斗力了。要是以后修行有成了，那还不得上天？等他以后成圣了，自己怕不是1个月都下不了地吧？没看什么，我只是突然觉得师尊您很好看而已。楚轩迎上陆无的目光，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藏了起来，一副看着心爱女子的做派。那当然，你师尊我可是天下无双的大美人。说到这里，陆无就骄傲地挺起了胸膛，捂嘴轻笑，花枝招展。霎时间，天地失色。这突如其来的绝世美景与脑海中那3天3夜的火热记忆，让楚轩不由得更加痴了。楚轩这副模样也让陆无有些无奈，轻轻弹了弹他的眉心，将其心神拉了回来后，才继续给他讲道。听着耳边的道法，楚轩双眼有些迷离，心神有些摇曳，因为他还在沉浸刚刚的震惊之中。刚刚他跟系统再三确认自己查看师尊的词条不会被发觉之后，就偷偷打开了系统，观察了一下面前的师尊。结果不看还好，一看直接被吓了一跳。姓名陆无，年龄现世501岁，修为圣人王巅峰，词条天命贤师唯一，绝世仙王之姿红，万法通明红，绝世仙王之姿红。此人拥有成就绝世仙王的潜质，如果不陨落，大概率能够成为仙王级别的强者。天命贤师唯一，此人传课授业能力突出，所以被天道委以重任，是个大天命之子，命中注定的师尊。万法通明红，作为天命之子的师尊，自然是要通晓万法，天道赐予了此人万法通明，修炼任何功法都事半功倍的效果。隐藏词条无法解读。在看到师尊的面板的时候，楚轩差点就忍不住爆粗了。我彻草会母。虽然楚轩不知道什么是仙王，但这并不影响他大为震撼。好家伙，自己的这个师尊可真是太牛逼了，身上最落魄的词条都是红色的，而且还有着一些系统现在都无法解读的隐藏词条。师尊这也太变态了吧。忽然之间，楚轩感觉自己身上的大地之姿都有点不香了。绝世仙王之姿听着就比自己的大地之姿厉害，而且
师尊还有着万法通明的词条，这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力爆法。不过没事，这玩意自己马上也有同款了，自己绝对不能放过这两个这么香的词条。系统加载词条仙王之姿，万法通明。至于那个天命贤师的词条，楚轩一点想法都没有，自己可没有那种给人当师傅的臭毛病，他乐不得自己一个人修炼到死。而且楚轩记得天命之子都是命途多舛之人，当他们的老师，怕不是嫌自己命长哦。定，正在复制中。定，成功复制加载词条。绝世仙王之姿，红。定，成功复制加载词条。万法通明，红。系统的速度很快，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将陆无的词条复制加载好了。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楚轩能够清晰感受到自己身体之中发生的变化。那一刻，楚轩只感觉自己浑身轻松了很多，整个人都仿佛升华了一般，无比舒畅。在加载完成的瞬间，那股强烈的舒适感让楚轩直接失神了片刻。面前不远处，只穿着一件宽大衣袍的陆无发出了一声惊疑。陆无看着面前气息忽然变化，他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徒儿，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啊，大不了我以后都不会这么过分了。下次为师一定忍住，绝对不会再次出现3天不让你休息的情况的。温润的声音之中满是急切，甚至带着一丝哭泣的意味。陆无还以为是前几天的疯狂行径，让楚轩有点承受不住了。没有过多的思考，一只玉手迅速抬起，抓住了楚轩的手臂，仔细检查了起来。良久之后，他才瞪大了双眼，如桃花一般的眸子中满是不可思议。徒儿，你的资质提升了。此刻楚轩已经回过神来了，正好对上了陆无那双满是深情的大眼睛。楚轩也没有否认，大大方方的。听到自家徒儿承认之后，陆无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甚至心里还觉得理所应当。楚轩可是自己的徒儿，有一点点小秘密不是正常的吗？感受着楚轩体内的变化，陆无一双美目瞬间瞪得大大的。要说世界上谁最了解楚轩的身体，那恐怕就是陆无了。那3天3夜的缠绵之中，陆无早就将楚轩的身体了解了个透彻，里里外外都很透彻的那种。今天之前，楚轩的天赋在陆无的眼中还算是一般的那种，区区大地之姿并不能让陆无另眼相看。楚轩真正吸引陆无的地方是楚轩这个人，不愧是自己看上的男人，就算是肉体凡躯也能如此坚挺。而且楚轩的资质提升了，对于陆无来说可是一件大喜事，自己的乖徒弟能陪自己更久了。你听懂了吗？半天之后，陆无看着楚轩，眼中一点底气都没有。毕竟自己刚刚只是稍微讲了一遍太玄经，这本太玄圣地的大地经文，而且自己的好徒儿还有一半时间魂游9天，一看就不像是在认真听讲的样子。要是这样就能学会大地经文，那世界上这么多天才都可以找块豆腐撞死了。然而楚轩的回答却出乎了陆无的意料。大概听懂了。楚轩一脸认真的说道，不似作假。为师还是第一次授课，乖徒儿你听不懂很正常。正当陆无有些愧疚，正准备道歉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刚刚楚轩说了什么。你说什么？你真的听懂了？陆无惊奇地抓着楚轩的肩膀问道。问话的时候，陆无还将自己的脸颊贴到了楚轩的眼前，两人的鼻子都快碰到了。第一时间，楚轩就能感受到自家师尊那温热的鼻息，一股诱人气味瞬间就充斥了楚轩的鼻腔。那气味之中有着宛如少女一般的芬芳，也有着成熟女人的沉稳。师尊，你犯规了。半天之后，楚轩紧紧握住陆无的眉眼盈盈处，满脸骄傲。师尊，我就说我听懂了吧。感受着身上的温热手掌，陆无这才回过神来。这时候他看向自己的乖徒儿的眼神有点不对劲了。好家伙，自己刚刚收的这个徒弟是个怪物吧？这可是太玄经啊，大地经文之中难度名列前茅的太玄经啊。这家伙只是听自己讲了一遍就直接学会了，而且看他刚刚那娴熟的技巧，造诣好像还不低。是，不愧是我的好徒儿，这阴阳交太偏的东西根本就是无师自通啊。看着楚轩那得意的神情，陆无忍不住打趣了起来。就是不知道乖徒儿之前是祸害了多少个女子，才有这般本领啊。陆无的话酸溜溜的，其中还夹杂着一丝寒意。这句话直接让还在暗自得意的楚轩蔫了下来。虽然楚轩是转世而来，但他前世的经历可太干净了，做了10几年的题，然后转行当牛马，一刻不得闲。哪有什么前女友呢？说起来，师尊还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呢。一想到这里，楚轩看向陆无的眼神就有些羞怯。谁家好人刚见面就折腾3天3夜的？看着楚轩的表现，陆无也不是傻子，顿时就将楚轩心中的想法摸了个七七八八。楚轩刚想说话，但却被陆无打断了。乖徒儿，你刚刚运转功法这么久，
快让师尊看看，如今的修为如何了。陆无退开一步，给楚轩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他很好奇，楚轩在接受了自己原因之后，还经历了这么多次共同进步，能修炼到怎样一个地步？听到陆无的话，楚轩也是一愣，随即点了点头，盘膝坐下，心中默念法诀，开始运转太玄经。轰！一股浩瀚的能量凭空出现，不断冲刷着楚轩的肉体。同时，楚轩的身边无数草木疯长，眨眼间就已经将楚轩埋没在其中。看着楚轩修炼的异象，陆无也是惊讶地捂住了嘴巴。虽然他知道自己的乖徒资质发生了变化，但没想到变化居然如此巨大。之前楚轩不过区区大地之资，这个资质在他眼中只是勉强能看，而现在陆无感觉楚轩的资质都快赶得上自己了。这种念头一出现，陆无就感觉有点荒谬。自己是谁？这方天地有史以来天赋最高之人，就算放到仙界，亘古以来自己的资质都是排得上号的。楚轩的资质相比之前那平平无奇的大地之资，可是增强了万倍都不止了。更加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楚轩的身上阴阳二气不断流转，并且随着时间越发清晰。怎么可能？他明明才刚刚修行太玄经，怎么就到快要大成了？没错，这不断流转凝实的阴阳二气，正是太玄经由小成转变为大成的标志。半天的时间就将大地经文修炼至大成，这是何等恐怖的悟性啊！想当初我前前后后也花了1个月，才将太玄经修炼到这个地步。看着那彻底凝实下来的阴阳二气，陆无喃喃自语着，美目瞪得大大的，里面充满了震惊。在这一刻，陆无都有点怀疑人生了。我 TM 看到了什么？我练的太玄经怕不会是假的吧？能让一个震古烁今的最强天骄怀疑人生，只能说悟性逆天的作用确实挺逆天的。楚轩感受着自己体内的功法运转，并在脑海中不断思考太玄经的经文，几乎没有丝毫阻碍。每一个能够困住无数天骄一辈子的问题，在楚轩面前都是迎刃而解，仿佛是天生就该知道一般。楚轩几乎第一眼就能知道那些晦涩的经文该如何理解。多少天骄求而不得，为此癫狂一辈子的东西，在楚轩这里却成了一种理所应当。这就是悟性的作用，不是粗暴的推演计算，而是抓住问题的核心，瞬间找到其中的关键。对此，楚轩只有一句话：懂不懂为一级词条，悟性逆天的含金量啊！展示完自己的成果后，楚轩躺在陆无的怀中。师尊果然是身负绝世天知的人，巨大的天赋直接遮住了楚轩的双眼，如泰山压顶，不见日月，太凶残了。然而置身峰峦之下，楚轩的脸上却流露着一丝悲伤。师尊，你能不要走吗？温柔乡中，楚轩小声喃喃道。闻言，陆无娇躯一颤，像是在紧张。然而他并没有回答楚轩的问题。楚轩见状也没有继续追问，只是双手早已经紧紧握起。他知道师尊避而不谈的原因只有一个，自己还不够强。短短1天的时间，楚轩就将太玄经修炼到了第9重。太玄经一共分为12重，每一重代表了准帝之前的一个大境界：炼体、通脉、聚灵、化元、助胎、金身、神火、真一、神王、圣人、大圣、圣人王、准帝。这就是这方天地的修行线路。准帝之后就是大帝了。如今楚轩将太玄经修炼到了第9重，这也就代表着他在成就圣人之前都能通过运转太玄经来提升修为。作为9天10地中首屈一指的大地经文，第9重的太玄经效果拔群。短短1天的时间，楚轩的身上就散发出了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他体内的12正经全部贯通。轰！一声巨响传出，楚轩身边顿时飞沙走石，那些刚刚长出来的野草顿时被拦腰斩断，四处飞舞。果然是我的乖徒儿，修行的第1天就修炼到了通脉巅峰。陆无看着面前气息出尘的楚轩，捂着嘴巴惊叹道：哪里，都是师父教的好，我只是按照师父所说的修炼而已。楚轩则是连忙自谦了几句，并顺便夸了陆无2句。这2句夸奖直接让陆无喜笑颜开。那当然，你也不看看你师尊我是什么人物。说着，陆无一双勾人的美目回到了楚轩身上，两人四目相对。乖徒，你都修炼这么久了，也该帮师尊修炼一下了吧。说完，陆无袖口一吐，一道气息将楚轩定在了原地。气息明明只是有点温热，却撩拨起了楚轩心中最炙热的火焰。乖徒儿，你就这么等不及吗？随后玉手一挥，天地瞬间变换，两人回到了白玉台上。1年后，飞来峰上，那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一道白色身影盘坐其中。她容貌俊美，身材挺拔，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让人第一眼就能将其深深记住。翩翩少年，宛若谪仙。骤然间，白衣人影灵光大绽，
将他整个人变得空灵而出尘。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宛如契合天地大道一般自然而神圣。这一刻，这个白衣少年仿佛真的成了一世而独立的仙人。随后，白衣身影的气息迅速暴涨，一股恐怖的气息猛然爆发，席卷天地。那灵气几乎要凝成水雾的宫殿，在这一刻竟然都被他瞬间吸空。砰！一道闷响从那男子的体内传出，仿佛打破了什么桎梏一样。随着这道声音的传出，宫殿之内的气息越发恐怖，良久后才逐渐平息下来。呼，这就是金身镜吗？还真是了不得啊！楚轩那紧闭已久的双眼倏然睁开，无数神秘符文在其中闪烁，但片刻之间又消失不见。如今已经是楚轩进入飞来峰的第2年了，也是他正式开始修行的第2年。短短1年的时间，他就已经修炼到了修行路的第6个境界金身境，这也是超凡6境的最后一个门槛。如果能够更进一步，那他楚轩就是神级强者了。哈哈，不愧是我陆无的好徒儿，1年金身，要是被那些凡人的老头知道了，还不得过来求着你出山？我倒想看看，这回还有谁敢说老娘眼光不行？突破成功后，一尊美丽高挑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楚轩的身边，高兴地拍打着楚轩的肩膀。一对宽大道袍都无法遮掩住的史莱姆也十分高兴，随着陆无的动作上下荡漾着。楚轩看着面前放荡不羁的师尊，也是无奈地捂了捂额头。师尊，你就不能注意一下形象吗？如今的楚轩已经对师尊那偶然，不对，是每时每刻都乍泄的春光丝毫不在意了。毕竟2人已经激情双排很多次了，对于这曼妙的身姿已经有了一点抵抗力。怎么，乖徒儿，你怕别人看见吗？听到楚轩的话，陆无心中一喜，将食指放在嘴唇上，就像是一个高兴的怀春少女。说着，陆无还直接扑到了楚轩的身上，用你自己巨大的资本肆意掩埋着楚轩的脸庞。乖徒儿，师尊帮你修炼完了，现在该轮到你帮师尊了。陆无在楚轩的耳边轻声呢喃着，说着还轻轻舔了一下楚轩的耳垂。在这温香软玉之中，楚轩感受着耳边那只通心底的瘙痒，可耻的心动了冷静点。楚轩，你身负绝世仙王之姿，要好好修炼，不能沉迷女色。似乎是看到了楚轩的窘迫模样，陆无眼底噙起一抹捉弄的笑意。小徒弟，你可逃不出师尊的掌心，这次可以试试其他地方哦，就当是我给宝贝徒弟突破金身境的礼物了。耳边再度响起的天籁，彻底击碎了楚轩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事实证明，在绝对的诱惑面前，抵抗力毫无作用。楚轩很满意师尊陆无的礼物，一个美到不可方物的绝世仙子如此主动，楚轩怎么可能不满意呢？虽然楚轩很疑惑，师尊明明已经圣人王巅峰了，这太玄经的阴阳交泰篇对他来说作用不大，更别说自己的境界如此之低，根本帮不上他什么。为什么师尊要天天拉着自己共同进步呢？但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问出口的，要是真问了，自己还怎么跟师尊共同进步啊？虽然师尊每一天都不会放过自己，粘人的有些夸张，但爽是真的爽啊！而且楚轩能够感觉到师尊对待自己是真心实意的，他是真心喜欢自己。不过这么热烈的师尊让楚轩心中隐隐有着一丝担忧。果然，这次耳鬓厮磨后，陆无看着楚轩的面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师尊，怎么了？在看到陆无这副面孔之后，楚轩就知道师尊有话要说了。我要暂时离开了。陆无看着面前那张无比英俊的脸庞，满心不舍。听到陆无的话，楚轩也是一愣，不过也没有无理取闹，声音很是平静。毕竟他早有预料。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其实从他在看到师尊面板的那一刻，就已经有预感了。面板上这么多问号，自己的这个师尊怎么可能被自己束缚一辈子呢？能带我一起吗？虽然知道了结果，但楚轩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听到楚轩的问题，陆无那古井无波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意，一双美目弯成月牙状，似乎他对楚轩的表现十分满意。不过嘴上却说出了最伤人的话：现在的你还不行？现在不行。陆无看着面前的俊秀少年，心中也是暗暗下定了决心。那个地方很遥远，现在的你还去不了。陆无抬头望天，目光炯炯。小轩，你知道的，生命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我回来好吗？我向你保证，最多500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楚轩承认他有点破防了。自己2辈子加起来都也才21岁，现在你跟我说要等500年，这是否有点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确实有点太久了。我也知道你很急，不过你先别急，为师可不是那种舍得让你独守空房的人。这段时间我心有所感，可能会找到几个命中注定的弟子，你做好准备。你要是介意的话，就让他们挂一个记名就好了。陆无轻轻整理着楚轩的衣袍，那纯白的发袍配上英俊的面容，让他一阵失神。
体香肆意侵占着楚轩的鼻腔与大脑，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不介意的，楚轩认真的说道。正好这飞来峰也空着，多几个人挺好的。那好，你等我消息，到时候好好迎接你的师妹们。听到楚轩的回答，陆武展颜一笑，随即消失在了楚轩的眼前。不是，真的就这么急吗？还有，师尊你好像还没有洗澡呢，真不怕让别人知道吗？不过看着面前空空荡荡的宫殿，楚轩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也缺了一部分。师尊，我会去找你的。少年的目光坚毅。太玄圣地，龙门峰中，一座无比高大的宫殿矗立在山巅之上，其中还不时传来讲道的声音。好了，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吧。众人身前，那个端坐蒲团的身影微笑着说道，结束了今天的授课。楚轩师兄再见。上千名弟子齐齐鞠躬，向着这位看着比他们都年轻的师兄道别。楚轩对此也习以为常了，这1个月里面，每一次授课都是这种情况。转身离去时，楚轩眼中是掩盖不住的高兴。来此授课，自然不是真的想为人师表，而是为了复制太玄圣的普通弟子的词条。太玄道域数万亿的百姓，而太玄圣地之中却只有几十万人，其中9成9的还是用来干杂活的杂役弟子。可想而知，能进入外门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说楚轩如今眼中的那个男弟子，词条就相当不错。姓名：季伯达，年龄88岁，修为通脉5重。词条：成神之姿，蓝，气运不俗，蓝，烂桃花，绿。前面2个都中规中矩，唯独一个烂桃花让楚轩有些迷茫。于是楚轩好奇的点开看了看，烂桃花，绿，此人的桃花运不错，但对象不行，物理意义上的烂。啧，果然是身负季伯达这个名字的男人，果然是有点特殊之处的。不过回想起穿越前在某个短视频平台看过的这么多视频小说，楚轩就有点同情这个人。毕竟这个名字可是跟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常一起出现的。还没等楚轩思考多久，季伯达身边就多出了一个相貌不错的女子。伯达，你终于下课了。看到面前那美丽的面孔，季伯达也是喜笑颜开，话语之间还有点娇羞。如烟，你来了。虽然已经很克制了，但那发自心底的喜悦是掩盖不住的。于是楚轩怀着好奇看了一眼那女子的面板。姓名：柳如烟，年龄85岁，修为通脉2重，词条：成神之姿，蓝，识人不明，白。看到此条的那一刻，楚轩就明白了这2人后面的结果。看来这2个名字果然是一起出现的，孽缘啊。楚轩吐槽了一句，随后也就没有留意这2人了。成神之姿在其他宗门可能算不错的，但在太玄圣地之中也只能算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圣地之中10万弟子，最少有2万人是这种天赋。不过这也不代表着圣地有着2万的神级强者，毕竟天赋只代表着一个人的潜力，最终的成就还是看这个人的各方面因素。看着自己的面板，楚轩很满意。在这几个月的授课之中，他已经复制了上千个蓝色词条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这词条系统是能够融合同类词条的。比如说成神之姿与大地之姿，这2个都是天赋潜力类的词条，楚轩都复制了。那么楚轩的面板上就只会留下一个大地之姿，因为这2个是同类型的词条，复制后的成神之姿直接就融合进了大地之姿中。不过融合词条升级的速度很慢，要求很高，100万个白色同类词条才能合成更加高级的同类蓝色词条，1万个绿色词条能合成一个蓝色词条，1000个蓝色词条就能够合成一个紫色词条，100个紫色的合成一个金色，红色合成条件未知。至于红色后面还有没有更高等级的词条，楚轩现在还不知道，毕竟他接触过最高级的词条就是师尊的红色天赋。整整100万个白色词条才能合成一个稍微有点用的绿色词条，这也太夸张了吧。摸索出这个规律的第一时间，楚轩就有点啧舌了。不过稍微思考了一番后，楚轩倒也理解了这个比例。毕竟这里可是无比广袤的玄幻世界，光是一个太玄道域，纵横之间就有着足足数亿里之遥，其中更是着数百亿生灵。要是比例低了，随便去一座大城市就能弄出一个大地之姿，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想到这里，楚轩都有点庆幸自己开局就有着大地之姿了。要是光靠自己复制词条，那不得攒到猴年马月啊。师尊跟他说过，收他做弟子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楚轩好看。他在看到楚轩的那一瞬间，就被楚轩的相貌所深深俘获了。虽然楚轩觉得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但看着师尊那深情的目光，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叮，词条加载成功。
检测到也有同类型词条，正在融合，融合成功。宿主楚轩，年龄21，修为金身6重。词条：他乡客为1，悟性逆天为1，魅力逆天为1，绝世仙王之姿，洪家金家八子，万法通明洪。感受着自己体内细微的变化，楚轩满意的点了点头。看着面板上的变化，楚轩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之中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虽然很微不足道，但是他还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天赋提升了一点。不枉我找师尊要来这个讲课的机会。这个机会是楚轩找自己的师尊要来的。师尊虽然说是要走了，但目前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只是去了一些地方而已。他说这是为了让楚轩先习惯分开，实际上这也是让陆无习惯分开。不过还在同一个世界，总归还是能够联系上的。陆无作为太玄圣的战力最强的传奇老祖，话语权自然不会低。一开口，如今的太玄圣主直接就将这件事情拍板了下来，生怕这位老祖找自己的麻烦。至于楚轩讲课能力不行，那就说明这些前来听课的弟子悟性不够。陆无老祖的弟子讲课怎么可能不行？而且圣地中的高层其实都知道，这个给杂役与外门开设的课堂之上，几乎所有讲师的水平都不怎么样，他们大多数其实都是一些前来完成任务的闲杂人等罢了。圣地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子弟进来，也会有不少人出去。内门之后的宗门贡献是很严格的，要是连续5年没有达标，就要离开太初圣地了。而前来这里讲课，累计1年的时间，正好就能够满足一个内门弟子的贡献要求。所以外门讲师这个职位，其实大多是一些不愿冒险的内门弟子担任的。进一步来说，圣地其实就没有奢望过这个讲堂能够造就一些强者，不过是用来安抚那些弱者的手段罢了。真要有本事有天赋，不用听课就能够直接进入外门了。回到飞来峰上，楚轩悠闲地躺在自己的椅子上，速度不错，1个月就突破了6重境界。距离师尊离开已经1个月了，楚轩也独自修行了1个月。没了师尊那没日没夜的纠缠，楚轩修行的速度快了很多。短短1个月的时间，楚轩的境界就已经来到了金身6重的地步。如果被外界的人知道了，恐怕会直接过来抓楚轩解剖了。因为如今修炼界最快的金身境修炼记录都是10天1个小境界，而在楚轩这里，每一次突破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楚轩的成绩都直接将之前的记录甩了1倍多了。接下来就好好参悟太玄剑诀吧。当太玄圣的深处，太玄悟道中的声音悠然响起，瞬间传进了每一个弟子的耳中。几乎是一瞬间，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间过得真快啊，怎么又到了招收新弟子的时间了？上次的入门大典我感觉就像是在昨天，怎么今天又开始了？你别说，上次进来的弟子中有几个师妹长得挺不错的，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呢？内外门中无数弟子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有人在感慨时间飞逝，有人在期待从未谋面的新鲜血液。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修行之路十分漫长，迈入筑胎境之后，修士的闭关动辄几个月，对于一些人来说，恐怕上次大开山门的时候，恐怕真的是在昨天，在这寂寞的大道之上，有一个养眼的师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算吃不到，能够看看总是好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看美女让我浑身舒畅。山门之下，一个身穿黑衣、神情淡漠的少女走了过来。她看着面前的一幕，那张冰冷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怀缅，似乎她是在故地重游一般。事实上，她也确实在故地重游。看来我是真的回到这里了。真不愧是当今9天10地最为昌盛的宗门，这般气象实在不凡。不过可惜数百年后师尊离去，这虚伪的繁荣就会毁于一旦。沈凝冰看着面前熟悉的山门，心中暗暗感慨。不过既然我回来了，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再次发生。这一世我一定会登临9天10地，横扫所有禁区。曾经他就是在这里成为师尊的开山大弟子，也就是在师尊的手中，他激活了自己的太古元皇体，最后成为9天10地的一方霸主。但是在师尊离去8000年后，他却死了。说来也是可笑，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了。死前唯一的记忆就是他迈入了禁区之中，所以他觉得自己的死亡与那亘古长存的神秘禁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如今最重要的是通过师尊的考验，然后努力修炼，替家族报仇，然后争取在师尊离去之后将这个圣地守护下来。想到这里，沈凝冰一双美目中满是痛苦与愤怒。他重生的时间节点并不美妙，他回到了自己父母惨死，家族数千人被全部屠杀之后。准确来说，他是在父母的头七上重生的。重活一世，沈凝冰自然知道覆灭自己家族的凶手是谁，但对方的实力不俗，不是自己现在所能招惹的。刘家、范家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心中暗暗发誓后，沈凝冰义无反顾地踏入了太玄圣地的山门之中。叮！恭喜宿主成功踏入宗门，系统激活成功。一步踏出，沈凝冰直接愣住了。谁？几乎是第一时间，沈凝冰的识海中就出现了滔天巨浪，在不断翻腾，搅动着他神魂的每一分每一处，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前世作为一个绝世强者，沈凝冰自然对自己的神魂无比重视。如今灵魂深处忽然传来这十分古怪的声音，让他心中很是警惕。这莫不是前世那些仇敌留在本座脑海中的手段吧？然而，即使是沈凝冰浑身上下都检查了一次，他都没有发现异常，似乎自己的神魂没有丝毫问题。不过，刚刚的声音绝不可能有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似乎是知道了沈凝冰的疑问，他的脑海中那奇怪的声音再度出现，与之一起的还有一个光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沈凝冰如今的状况，还有一道提示：本系统为绝世天骄系统，宿主若是完成系统挑战，可获得成仙契机。冰冷的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不带丝毫的情感。但听到这句话的沈凝冰却不由得呼吸都粗重了几分。这神秘的东西什么来头？居然能弄到成仙契机？要知道，这可是仙啊，一个仅仅存在于传说与太古典籍之中的词汇。这才是9天10地修行路的终点，也是沈凝冰上一世苦苦追寻的东西。没想到这一世刚刚开始就找到眉目了。没等沈凝冰继续发问，系统就像是知道了他的心思一般，声音继续响起：本系统将会统计一定范围内的同辈天骄武者，并每个月根据实力进行排名。排名公布之后，系统将会根据宿主的名次发放奖励。当前统计区域太玄圣地。经过系统的一番认真讲解，沈凝冰终于明白了这个系统的作用。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只有他能看得到的天骄排行榜，系统每个月会根据自己排名给他发放奖励。哼哼，我前世可是横扫9天10地的女帝强者，9天10地历史上最为亮眼的天才之一，一个小小的排行榜，这不是手拿把掐吗？沈凝冰心中满是憧憬，他本就身负绝世天赋，如今更是拥有着前世那无比真切的记忆，重新踏上修行路，只会比曾经的他更加强大。如果这个系统所言不虚，那么他重回巅峰的时间应该就可以大大缩短了。师尊，我一定要知道，您到底去了哪里？提示：宿主是否开启奖惩机制？奖惩机制开启后，宿主每次排名后获得的奖励将会翻倍，但是若宿主不是榜首的话，将需要向榜首完成一定的惩罚。注意，一旦开启不可更改。后面半段字体还特意加大了，注意后面的字甚至还是血淋淋的红色。然而这些并没有对沈凝冰产生丝毫的动摇。上一世我是太玄圣地有史以来第2年轻的圣人王巅峰，第2年轻的大地强者，一直遥遥领先同时代的所有天骄，怎么可能会不是榜首呢？自己一直都会是榜首，惩罚什么的不存在的。沈凝冰自信满满。开启。所以沈凝冰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就选择了开启奖惩机制。做出了选择之后，沈凝冰开始闭目养神，养精蓄锐，调整状态。毕竟很快就要参加收徒大典了，就要回到自己那个神秘师尊的身边了。就像是一个离家已久的游子一样，沈凝冰很想让自己稍微体面一点。沈凝冰入山后，入门大典很快就开始了。宽阔的广场上，无数青年傲立其中，许多被人簇拥的华贵公子们脸上都流露着一丝自得，仿佛他们很快就会大显神通，从此成为人上人一般。远方无数外门弟子看着这一幕，也不由得发出了年轻真好的感慨。等他们进了外门，不知道还能不能如此自信呢？这个问题直接让一片人都沉默了，因为曾经的他们也是如此，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曾经的梦想在迈入太玄圣地的外门之时就彻底被判了死刑。收徒大典其实很简单，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天赋就行了，天赋过关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太玄圣地当杂役弟子。同时天赋异禀之人也有机会受到长老等高层的邀约，拜入他们的门下，成为外门甚至是内门弟子。无烦恼，白色不通过，李清风绿色通过。检测的速度很快，只需要在一块石头上按一下手印就好了。手印按下之后，石头会发出各种颜色光泽，不同颜色的光泽代表着天赋的不同。白色最差，绿色稍好，蓝色则是属于外门种子选手了。然后是紫色与金色，不过紫色与金色天赋的人一般也用不着过来参加入门大典，毕竟这种级别的天赋出生之时一般都会有异象相随，根本用不着前来参加入门大典，10几岁就直接被各大宗门预定了。由于沈凝冰来的比较晚，所以他需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前去测试天赋。不过有句话说得好，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半天之后，沈凝冰终于来到了那块测量天赋的石头面前。然而，还没等沈凝冰将手放上去，远处那群外门弟子就发生了骚乱。那是谁？圣地里面居然还有这么俊朗的人！这位师兄长得太好看了，人间何德何能出现此等男子？不行，我已经爱上这位师兄了，我一定要给他生孩子。冷静点，你是男的，你生不了，这个任务交给我就行了。我身体好，一胎能生8个。这位师兄的气质也太高贵了，难道是某个地族送来的少主不成？一群百无聊赖的圣地弟子看向天空中的身影，纷纷发出无比动容的感慨。即使是临时过来维持秩序的几个宗门执事，此刻思绪也是难以平静。虽然他们早就已经听说过最强老祖的飞来峰多出了一个绝世美男子，但是传言终究是传言，远没有眼见为实来的震撼。在看到楚轩的第一时间，那几个执事就知道陆无收徒的原因了。这么一张帅得惨绝人寰的脸，只怕没有一个女子能够忍住吧。老祖他只是犯了一个任何女人都会犯下的错误罢了。恭迎楚真传。10几个执事同时弯腰朝着楚轩拱手行礼道，言语之中满是恭敬。与此同时，那个负责此次入门大典的长老在云端之上也朝着楚轩微微颔首。听到执事们的话，外门弟子顿时炸开了锅。什么？楚师兄居然是真传弟子，怪不得他气质如此出众，光是看着我就已经自惭形秽了。不，小弟不才也曾经见过几个真传弟子，但他们的气质可比不上楚师兄。你们没有发现吗？楚师兄与那位新来的教习长得一模一样。你们瞎了吗？那位教习就是楚真传。短暂的惊呼过后，终于有人发现了，楚轩似乎还在圣地中担任过授课讲师。哈哈，我贺强何德何能，居然能够听到真传弟子的课程。楚真传在哪里讲课？我也要去听。在得知楚轩开班之后，无数女弟子纷纷开始打探消息，想要过去倾听楚轩的课程。没别的，只是单纯的馋了而已。感受着自己身上那无数火热的眼神，饶是楚轩已经被师尊狠狠压榨了1整年，仍是有点害怕。自己这里真的是太玄圣地，不是什么花痴收容所吗？如果不是师父离去之前特意给楚轩留了宝贝，能够遮掩一下楚轩的容貌气质，今天楚轩怕不是要被这些女弟子拉扯成8000块了吧？楚轩没有理会身上炙热的目光，而是给一众执事回了一礼，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观看着这次的入门大典。脑海中还回荡着师尊刚刚发来的传音：小轩轩，你的师妹就要到了哦，记得去接一下。这可是为师帮你精挑细选的好师妹，你要是耐不住了也不是不行哦。放心，为师可不是什么小气的女人，这点度量还是有的。听着师尊那有点风骚的传音，楚轩顿时地铁老人手机脸。看见楚轩一直没有回话，陆无的玩笑更加恶劣了。还是说我的乖徒儿希望师尊与师妹一起上阵呢？虽然之前也听说过师尊的这种语气，但远没有这次诱惑，更何况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听到的，就更加刺激了。还好师尊给他的传音玉牌是单向的，别人听不到。而且楚轩如今一心向道，这些小伎俩已经完全撩拨不到他的心湖了，要不然自己就真的社死了。虽然师尊说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楚轩的脑子真的很不争气地幻想了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师尊就已经够香艳够令人头疼的了，要是再来一个，自己不得被折腾到散架啊！真当自己是太和金老牛是不是？况且他如今都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师妹呢，怎么可以有这方面的想法呢？清理干净心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查看了一下师尊传来的相貌图后，楚轩也对自己的这个师妹有了点了解。仅仅是一眼，他就看到了人群中那个即将开始测试的黑衣少女。饶是楚轩已经看惯了师尊那美得无法形容的面孔，此刻也是被远处的沈凝冰惊了一下。师尊的眼光果然不错，是一个美人胚子，看来我飞来峰就要多出一个仙子了。少女静静站立在队伍之中，如墨一般的长发自然垂落，在阳光的照耀下，长发上闪耀着摄人心魄的光芒。虽然少女拥有着一副绝色容颜，但身边3丈之内一个人都没有。显然大家伙都被这个少女身上那股令人窒息的冷意镇住了，根本不敢靠近。看到这一幕，楚轩当即查看起了少女的面板。姓名沈凝冰，年龄18岁，修为通脉3重，词条大地之姿，金，横压一世，金，黄天血脉，金，黄天血脉。此人身负太阴圣皇体，天资绝世，肉身无比强横，只要彻底激活，修炼速度就能够一飞冲天，堪称圣体之最。不过该体质需要大量资源打开太阴绝脉，未打开之前通脉境修炼十分缓慢，无法突破到巨灵以及之后的境界，而且还要定期承受极寒之力的侵蚀。横压一世，此人身负天骄排名系统，而且是女帝重生，如无意外，
这一世的他将会盖压一个时代的天骄，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登仙者。果然是天命贤师看中的徒弟啊！这3个金色词条都看得楚轩都有些恍惚了。这还是他几年来第2次看到金色词条，这家伙还是女帝重生。这样看来，我的这个师妹妥妥就是一个天命之子啊！楚轩心中暗自感慨。系统，这个横压仪式我复制了之后有什么用啊？楚轩心中问道。我能直接将师妹的系统复制过来吗？还是说会给我多一世的记忆？下一刻，系统那冰冷的机械音在楚轩意识深处响起。叮！不可以，本系统虽然比那个破烂更加高级，但没必要。复制该词条后，宿主只会获得一缕无敌翼。无敌翼，通关无敌路的证明，能够帮助宿主成为真仙。看到这个提示，楚轩忽然感觉这个金色词条有点累赘了，自己都绝世仙王之姿了，还缺这点无敌翼。不过总比没有好，反正没有副作用，先复制了再说。然后看到这个体质词条上面的副作用，楚轩心中有些好奇。系统，我看这个词条介绍中说，这是太阴圣皇体的效果，我复制了之后也有用吗？这也是楚轩一直真好奇的一件事情。他在穿越之前可是看过不少玄幻小说的，因此他也深知很多特殊体质虽然有着十分强大的效果，但也有着一些十分烦人的副作用。如果复制词条之后连带着副作用一起复制了，岂不是得不偿失？比如说复制到一个奇奇怪怪的体质，莫名其妙变成美少女，那就这段时间里面楚轩也没少看见一些特殊体质的词条，但副作用都有点大，所以才选择了放弃。有用，而且因为本系统的缘故，宿主能够只获得该体魄的正面效果，并且免疫该体质的负面效果。楚轩上一次觉得系统的声音如此动听，还是他刚刚发现系统的时候。既然系统都开口了，楚轩也不再犹豫。系统加载词条。叮，正在复制词条。横压仪式，金大地之姿，金黄天血脉，金复制成功，加载中。加载成功，已将同类词条融合。叮，无敌翼已发放，境界不足无法查看。宿主楚轩，年龄20，修为金身6重。词条，他乡客唯一，悟性逆天唯一，魅力逆天唯一，绝世仙王之姿，红加3金加8子，万法通明，红黄天血脉，金。横压仪式直接就被融合进了修炼天赋之中，无敌翼也直接发放了。感受着自己修炼天赋的提升，楚轩满意的点了点头。而且楚轩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肉体强度提升了不少。之前的他肉身强度在同境界之中只能算是名列前茅，但现在楚轩感觉自己的肉身强度好像直接翻了个倍，直接在同级之中遥遥领先了。呵呵，我这一拳下去，只怕那些已经点燃了神火的老东西都受不住吧。楚轩心中暗暗得意，变强爽。然而这份爽感很快就被打破了。山门广场之中，黑裙少女正准备动身前去测试自己的根骨。正当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在大殿之上响起。慢着，这位执事大人请慢。这个女子根本没有拜入山门的资格。衣着华丽的范仁贵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大声说道。说完还走到负责测试的太玄圣地弟子身边，手中一个锦囊一闪而过。执事大人，这个贱人可是魔门之后，她是前段时间被满门诛杀的沈家嫡女，按照正道联盟的约定，此人不能拜入太玄圣地啊。范仁贵是范家家主的小公子，而范家正是设计陷害沈家的凶手之一。那负责主持测试事宜的弟子摸着锦囊，感受着其中沉甸甸的手感，一时之间有些异动。而且在看到沈凝冰的相貌时，他心中还生出了一些其他的想法。不过是一个没有了靠山的女子，如果进不了圣地山门，自己岂不是看着执事脸上的表情，作为当事人的沈凝冰杀心大作。有着前世的记忆，沈凝冰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人在想什么，敢对自己有非分之想？找死！那张本身就无比冰冷的脸上，此刻更是能够冻结亘古时空。虽然这件事情沈凝冰前世经历过一次了，但此刻的他还是怒火中烧，甚至在被两人联手为难的那一刻，他的心里有种将这些人当场击杀的欲望。不过他还是没有轻举妄动，因为他如今仅仅是一个通脉3重，虽然在这些拜师的人之中算是不错的了，但跟眼前的圣地弟子还是有着不小差距的。圣地之中随意一个外门弟子都是通脉境，实力远超自己，更别说这个少说也是内门弟子的执事了。有着前世记忆的提醒，沈凝冰自然知道入门大典上的执事都是圣地的弟子，也就只有那个负责总体调度的是圣地的长老，还只是一个外门长老。可是如果不动手的话，他今天该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呢？还有，明明前世自己走到这里的时候，师尊会过来帮自己说话的，
这次怎么没有过来呢？难道说这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师尊错过了今年的入门大典？正当沈宁冰纠结的时候，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踏空而立，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此人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操，这是谁？怎么这么帅？我在做梦吗？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帅的男子？这位师兄，你缺小妾吗？我很会的。这么高贵帅气的师兄，真是便宜于右威那妮子了。于右威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不才，正是在下。楚轩一出现，顿时引起了无尽的动容与欢呼。无数女子发了疯似的在楚轩的面前表现着自己，有些甚至特意撩拨开了自己锁骨之下的衣物，让楚轩卡这角度能够看到里面的壮丽风光。这些人也就是生错地方了，要是放在穿越前，只怕都是卡视野的高手。不得不说，能够前来圣地拜师的女子，大部分都是家里有实力的，从来不缺少营养。这尺寸，楚轩一时间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国度了。可是这些人都是黑发黄皮，也不像是大洋马的样子。看到楚轩的瞬间，那个刚刚起了歪心思的肥胖直视眼中闪过一丝阴翳，但很快就消失了。下一刻，他与其他弟子一起齐齐拱手向着楚轩行礼，见过楚真传。刚刚楚轩只是在云端观察，也就只有那几个长老看到他了。如今这些内门弟子自然要对着楚轩行礼。楚轩虽然这一年来深居简出，但开始的时候陆无还是带他举行了收徒仪式，让整个宗门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的。而且楚轩这段时间里面经常露脸，在外门充当教习，讲课十分优秀，让不少内门弟子也知道了他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楚轩实在是太帅了，就算有着师尊留下的宝物遮掩，依旧是圣地中颜值最出类拔萃的弟子。魅力逆天虽然不是只有颜值，但如果长得不好看，还能叫做魅力逆天吗？即使是早已下定决心水泥封心断情绝爱的沈宁冰，在看到楚轩的那一刻，也是不由得呆住了。就算他前世已经成为了9天10地之中最强的几人之一，他也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男子，真好看。见到楚轩的第一眼，沈宁冰的口水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正当这个时候，楚轩扫视全场的目光落在了沈宁冰的脸上，恰巧看到了他的窘况。沈宁冰的那张冷若冰霜的俏脸顿时红润了起来，那颗无比沉寂从来没有出现过波动的心脏也欢快地跳动了起来。怎么回事？我记得上一世根本没有这个人的。一时间沈宁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他的记忆之中，这个时候应该是自己的那个冰美人师尊出来才对。说起来，沈宁冰的性格如此冰冷，有一半还是托了师尊的福呢。不过他真的好帅啊，别的不说，这长相这气质简直不要太完美。如果我真的是一个18岁的少女，恐怕真的会忍不住爱上他吧。想到这里，沈宁冰在心头叹了口气。很可惜，他早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了，如今的他眼中只有大道。楚真传，您这是要？沉默片刻之后，下方一个稍微老成一点的执事开口问道。他说话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了眼前的楚轩。毕竟眼前的楚轩乃是真传弟子，在等级森严的圣地，只有太上长老、老祖与圣主的徒弟才能被称为真传弟子，其他长老的弟子最多也就成为核心弟子。也就是说，每一位真传背后最少都站着一位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众所周知，太玄圣地的太上长老都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最少也是一个圣人。这种大人物的弟子，远不是他们几个没有背景的内门弟子能够招惹的。这个弟子看得很透彻，楚轩既然出面了，那就一定有事情，自己只管帮忙就是了。要是这位楚真传高兴了，结下善缘，自己日后在宗门内可就顺风顺水了。有这个想法的不仅是这个内门弟子，还有楚轩的身边也出现了几个中年男子。定睛看去，正是负责这次入门大典的内门长老们。没错，楚真传，你有什么事情，只管告诉我们就好。看着那曾经高高在上的内门长老，如今这副谦卑的有些谄媚的模样，前来观礼的无数人只感觉到了头皮发麻。要知道，这些内门长老修为高深莫测，最差的也是真一境，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强大的道语。就算是这样的人物，在楚真传面前也只能毕恭毕敬的。这就是圣地真传的含金量吗？听到众人的问题，楚轩温和地笑了笑，说道：各位长老辛苦了，我是奉了师尊的命令，特地前来接我那新入门的师妹的。楚轩的话语轻柔，但却能清晰地传入所有人的耳中，让人如沐春风。师妹，那位传奇老祖他又收了一个徒弟吗？听到楚轩的话，长老与执事顿时眼皮一跳，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样震惊的还有场下的想要拜入太玄圣地的少年少女们。此刻他们心情无比激动，十分渴望知道到底是谁有着如此逆天的福分，会是谁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无数人左顾右盼，想要找出那个幸运儿。然而
只见楚轩缓缓降落，来到了测试石面前。广场中，数万少年少女眼中闪过激动的神色。这可是一位真传弟子带师收徒，也就是说，又出现了一个真传弟子。每一个人在这一刻都无比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中。这可是一个保底圣人境界的师尊啊！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之下，楚轩走到了沈凝冰的身边。莫非她就是楚真传所说的那位被老祖看中的师妹？看到楚轩的动作中，几乎所有长老都有了猜测。不可能吧，这女子也就是好看了一点，但修为仅仅是通脉3重，同龄人中比她厉害的大有人在，老祖为什么会看上她呢？或许此人身上有着什么大秘密，还是说楚真传贪图此人美色，擅作主张将她收下？不仅是一众长老，就连同样在做入门测试的少年少女们眼中也充满了疑惑。正当众人疑惑之际，楚轩已经走到了沈凝冰的身前。这位妹妹，你可愿意拜入我师尊门下？楚轩温和地发问，眼中满是温柔。听着面前楚轩的温声细语，沈凝冰的心脏不争气地抽动了起来。可是沈凝冰并不想答应，因为她前来此处是为了前世的师尊，而不是面前的男子。虽然说沈凝冰对面前这个男子很有好感，气质高贵，容貌俊朗，礼教得当，几乎没有挑剔的地方，但相比起一时的欢愉，沈凝冰更希望拜入师尊门下，因为他认可的师尊只有一个，那就是太玄圣地的传奇陆无老祖。除了陆无，他不希望自己有其他的师尊。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也是沈凝冰坚定不移的内心。既然他前世没有见过面前这个男子，想来此人的师尊就不可能是陆无了。而且陆无师尊出了名的不近男色，飞来峰上连只公兔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收下男弟子？多谢师兄，可是我……沈凝冰犹豫片刻后，刚想说什么，但直接就被楚轩打断了。哼，师妹先不要拒绝，师尊有话对你说。说着，楚轩手中抛出了一个玉牌，正是师尊给他的传音玉牌。听完之后再做决定吧。沈凝冰拿着玉牌，犹豫再三，还是将其激活了。看着沈凝冰的动作，无数人露出了痛心疾首的神情。这小丫头是不是小地方出来的？不知道圣地真传的含金量啊！要是我，肯定一句话不说就统一了。这丫头糊涂啊！拒绝吧，拒绝了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了。场下纷纷扰扰，无数不同眼光不断扫来，羡慕嫉妒恨，汹涌的群情几乎要将黑裙少女淹没。然而对于这些，沈凝冰浑然不在意，只是沉浸在玉牌中的甜美声音中。小凝冰，好久不见啊！放心，我还是那个师尊，但这一次你可不是大师姐了哦。这一次啊，我给你找了一个很帅很帅的师兄，保证你看着就很有感觉。不用谢，这是师尊应该做的。好好修炼，师尊等着你哦。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时，沈凝冰愣住了。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这声音的主人就是自己曾经依赖了数百年的师尊，那个如母亲一般温柔，犹如姐妹一般亲密的师尊。上一世，师尊在200多年后就神秘失踪了。从那以后，沈凝冰独自修炼数千年，却始终没有找到师尊的踪迹。就算他已经是9天10地之中最顶级的强者了，也无济于事。如今久别重逢，再度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他差点就潸然泪下了。不过在短暂的感动后，沈凝冰心中更多的是震撼。师尊他似乎知道自己是一个众生者，不过这样也好，以后黏着师尊的时候就不用循序渐进了。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单身了数千年的冰山美人，沈凝冰的脑子多少少是有点不正常的。他对陆无有着一种超乎师徒的情感，恨不得一直黏在对方身上。这也是陆无这辈子有点躲着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别误会，我陆无对宝贝大徒弟一心一意，绝对不会男女通吃的。怎么样，师妹考虑好了吗？楚轩看着面前眼眶有些湿润的沈凝冰，语气很是亲切，就像是他已经笃定了沈凝冰不会拒绝一样。那声师妹里面带着无比真挚的感情。沈凝冰没有第一时间回话，而是继续消化脑海中的信息。几个呼吸后，他才缓缓点了点头。凝冰拜见大师兄。沈凝冰说完，还给楚轩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这才将玉牌还给了楚轩。与此同时，他那张几乎要结冰的漂亮脸蛋上终于有了一点变化。在靠近楚轩，感觉到对方身上那熟悉的气息后，沈凝冰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这味道跟美人师尊身上的一模一样，不会有假的。那就好，师妹随我来吧。楚轩颔首说道，随后转身升空，想要带着沈凝冰离开。然而就在此时，人群中却传来了一道不识时务的声音：楚真传且慢，此人不能拜入太玄圣地。此人乃是魔门之后，而且天赋十分一般，怎么可能与您的师尊扯上关系呢？小子怀疑此人乃是魔道细作，特地来此冒充您的师妹。人群之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走了出来，眼中满是惊恐，正是刚刚阻碍沈凝冰的范仁贵。
此刻的范仁贵已经汗流浃背了，他不知道沈家都被灭门了，一个流亡在外的嫡女居然有着如此机遇。他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沈凝冰成为圣地真传，否则他与他身后的范家都要完蛋，而且刚刚的话也是他的心里话。沈凝冰根本不配成为真传弟子，一个鼎盛时期跟范家差不多的家族，最强者不过是沈火镜，凭什么嫡女能拜入圣地老祖门下？此话一出，偌大一个广场瞬间平静了下来，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站出来的范仁贵，那眼神跟看马戏团里的猴子没什么两样。此人是不是脑子不太正常，居然敢怀疑圣地真传的师妹？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怀疑，都直接给沈凝冰扣上魔道细作的帽子了，这是要置其于死地啊！不过也有不少人眼中出现了一丝期待，万一呢？如果沈凝冰出事了，那泼天的富贵岂不是有机会？一想到即将有一个真传的位置空出来，大伙心里就激动了起来。这可是真传弟子啊，师尊最少是一尊圣人的真传弟子啊！在场过来参加入门大典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大势力出身，家中修为最高的能有真一境都很了不起了。什么？你问为什么那些大势力的人不来参加？那肯定是因为他们不用参加。家中有着圣人以上修为的势力，太玄圣地一般也会卖个面子，每年给1-2个保送名额。那些天赋卓绝的更是一群太上长老亲自去收徒，就像楚轩一样，这种明摆着的大地苗子哪里需要参加入门大典啊？然而太玄圣地的执事与长老听到范仁贵的质疑之后，却是纷纷后退了几步，眼中还闪烁着不可置信的光芒。不是，哥们，谁给你的勇气质疑这位爷的？你可知道他的师尊是哪位？那可是太玄圣地史上最强老祖，仅仅修行500年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超级狠人，你居然敢怀疑他看错人，不要命了！楚轩也很好奇，这个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张嘴就怀疑沈凝冰的身份。他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好看，所以是个好好先生？那不好意思，他失算了。师妹，这位是？楚轩没有立即发作，而是转身看向沈凝冰，问道。沈凝冰看着不远处那病急乱投医的范仁贵，眼中闪过一抹恨意。师兄，此人是范家族长的小儿子，范家与我沈家世代交恶，前不久更是直接串通外人，将我沈家灭族。若不是有贵人相救，师妹恐怕已经成为荒野枯骨了。沈凝冰的话说出来，众人瞬间了然，原来是仇家，怪不得这么激动。沈凝冰如果真的成为真传，那么这个范家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只有那所谓的勾结魔门。听听就好了，这种借口太过拙劣，都被用烂了。能成为大家族，谁家没被诬陷过勾结魔门了？一想到这里，所有人看向范仁贵的眼神都变了，嘲弄、可怜、戏谑不一而足，但大部分人是满脑子的迷茫。沈家是什么？范家又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说过？太玄道域太大了，纵横数亿里，城池不计其数，光是沈家与范家估计就有好几十个，9成9的人都不知道这两个家族。听到沈凝冰的话后，楚轩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如此，这位脑子不太好使的少爷，原来跟我师妹有仇啊！楚轩再度降落，来到了范仁贵身前。看到楚轩的动作，范仁贵与其身边的侍卫长瞬间浑身紧绷，整个人紧张到了极致。跟我师妹有仇，那就是跟我有仇了。楚轩不紧不慢地说着，言语中还透露着一丝杀意。而且，你刚刚的话可是冒犯到我了。听到楚轩的话，范仁贵瞬间满头大汗。楚真传，您千万不要信他的谎话，此人乃是魔道细作，嘴里根本没有一句真话。范仁贵疯狂解释着，试图让楚轩相信自己，但是回应他的只有2个字：聒噪。只见楚轩伸出右手，在空中猛然一握，霎时间，恐怖的天地压迫朝着两人汹涌而来，就像是有着一只无形的大手朝着两人狠狠捏下。看到这一幕，范仁贵的侍卫长脸色大变，不好，公子小心！他瞬间甩出10几个法宝，同时还凝练出一个土黄色的光幕挡在两人身前，然而并没有多少作用。轰隆隆，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那些被侍卫长丢出的法宝瞬间爆裂，化作满天齑粉。下一刻，那由天地压迫凝聚成的无形大手轻易的就将护盾粉碎。不！侍卫长那不甘的怒吼很快就戛然而止。砰砰，3道爆炸声传出，刚刚还站在原地的2道人影瞬间消失，一同爆掉的还有刚刚威胁沈凝冰的那个胖子，居然敢在入门大典上动歪心思，找死！空气之中，3团血雾缓缓散去，但此刻没有人敢出声质疑楚轩。走吧！击杀3人后，楚轩没有停留，直接就带着沈凝冰离去。沈凝冰离开之前，还看了那天赋测试10一眼，
心中有点失望，怎么这一次还是没有机会测试自己的天赋啊？直到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场中人这才反应过来，我擦，这位楚真传这么猛的吗？一位金身境巅峰就这么死了，长得又帅，实力又强，爹爹，我这辈子就赖上他了，这天赋也太可怕了，看来太玄圣地又要出现一个传奇了啊。十几万前来参加入门大典的弟子齐齐惊呼，眼中是无法掩盖的震撼。对于他们绝大部分人来说，金身境巅峰已经是一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境界了。入门大典毕竟是太玄圣的留给普通人的机会，这些前来参加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小门小户出身。对于那些偏僻的地方，金身境已经是了不得的高手了。可是，即使是这么一个顶梁柱级别的强者，在楚轩的手下都走不过一招，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撼？对于这些事情，楚轩并没有多少了解，因为他正忙着带师妹走流程呢。虽然说拜入飞来峰并没有很繁琐的礼节，但该走的流程可不少。一通忙活下来，半天就过去了。师妹，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住所了。傍晚，楚轩带着沈宁冰来到了一个偏殿内，说道：“这里是师尊之前就安排好的，楚轩仅仅只是照做而已。”看着面前熟悉的宫殿，沈宁冰久久才回过神来，轻轻嗯那一声。上一世他也是在这里住下的，没想到这一次也是，这是巧合吗？还是师尊刻意为之？沈宁冰不知道，但根据师尊的表现，他觉得很可能是后者。对了，师妹你家族的仇需不需要师兄我帮忙？楚轩离去之前好奇地问了一句。如果需要的话，师兄我可以帮你摇人的。这一年里面，楚轩虽然深居简出，但好歹也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真传，请几个圣人出手还是做得到的。更别说自家师尊可是圣地的第一老祖，凶名赫赫，他的面子太玄圣地之内没人敢不给。只是沈宁冰没有答应这件事。师兄，我想亲自动手。这件事情是沈宁冰心中永远的痛，前世他没来得及查明真相，这一次他不会错过了。对此楚轩并没有丝毫意外，毕竟自家师妹可是天命之子，这种满门被灭的大仇当然要自己亲自动手的。虽然楚轩很不理解这种心态，要是换做自己，入门第二天就直接找师傅动手了。不过既然是师妹的意思，那就随她去吧，好好休息，明天师兄再给你讲解功法。楚轩说完就转身离去，走向自己的宫殿。看着楚轩离去的背影，沈宁冰的眼中满是惊愕。师兄别去那里，几乎是惊呼出来的。沈宁冰说着还直接跑上去拉住了楚轩，似乎是生怕他走进去。师妹还有什么事情吗？忽然被拉住了，楚轩很是不解，这新入门的师妹怎么回事？刚进来就动手动脚的，难道说这家伙只是看着高冷，事实上比师尊还能干？仅仅是沈宁冰的一个动作就让楚轩对他有了敬意。没办法，实在是师尊给他留下的阴影太深了，谁家冰山美人会直接对刚入门的徒弟动手的啊？而且这第一次动手还持续了3天3夜，如来佛看了都得迷糊。虽然楚轩还挺乐在其中的，但他可不想再度复刻这种情况。师兄，这里不能进。沈宁冰倒是没有察觉楚轩的眼神变化，而是认认真真的说道。看他那严肃的表情，还以为在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宫殿，怎么就不能进了？闻言，楚轩也是一愣，随即反问道：“这里是师尊华夏的禁地。”师兄你说什么？沈宁冰刚想给楚轩解释事情的原委，但说到一半却愣住了。什么？这是师兄的宫殿？可是沈宁冰明明记得上一世的时候，这里可是师尊多次重复强调的禁区。每次询问缘由的时候，师尊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悲伤，就像是一个被渣男抛弃的女子一般。有一个师妹好奇进去探索过，结果刚走2步就直接被师尊打断腿丢了出来。走2步看2眼就换来了卧床半年的沉重代价。所以沈宁冰对这个神秘的宫殿印象很是深刻。然而这一世怎么就不一样了？这怎么就成了师兄的领地了呢？难道说这一世的师尊转性了？可是师尊明明都知道自己重生的事情了，怎么可能与前世大相径庭？但除了这个理由，沈宁冰完全想不出其他说法。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我就先回去休息了。看着发呆的师妹，楚轩问道。说着还伸手在沈宁冰的眼前晃了晃，查看他是否在听。没事了，师兄先去休息吧。思考良久也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来，沈宁冰也就没有继续执着这件事情。万一呢？万一真是师尊性子变化很大呢？不过看到楚轩没事，沈宁冰也就懒得管了。毕竟这一世自己才是后来者，里面可能有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以后再慢慢了解吧。在看到沈宁冰离开后，楚轩也没有继续修炼，而是美滋滋的睡了一觉。没办法，
之前被师尊压榨得太狠了，现在的楚轩沾枕头就睡。第二天一早，楚轩就看到了在山上修炼的沈凝冰。这丫头果然是女帝重生，进飞来峰就跟回家一样，一眼就知道了修炼密室的所在。不过可能是因为太阴绝脉尚未打通的缘故，她的修炼速度有点慢。有多慢呢？假如说楚轩的速度是猎豹，那普通弟子的速度就是蜗牛。沈凝冰呢？沈凝冰的速度估计比单细胞生物快不了多少。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沈凝冰的主脉都没有丝毫的进展。看着对方这模样，楚轩心中不禁有点心疼。这可是自己的师妹啊，修炼这么慢，像话吗？师妹，你需要什么？师兄，我都快要帮你。还有，这些是我作为师兄给你的见面礼。说着，楚轩拿出了一个储物袋，放在了沈凝冰的手中。看到储物袋中的物品，沈凝冰也是一愣。这是巧合吗？储物袋中的东西几乎全都是沈凝冰激活太阴圣皇体所需要的东西，虽然还不齐全，但已经足够他打开大半的太阴绝脉，将自己的修炼速度提升到天骄级别的了。除此之外，还有这几个十分适合他的武器，可以说这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有了这些东西，自己就能激活太阴圣皇体，从此以后修行速度飙升，就算与那些大地苗子相比，也不会有多少的差距。想到这里，沈凝冰看着楚轩的眼神终于变了，里面充满了感动，还有些不安。师兄，这些东西太过贵重，我怕承受不起。沈凝冰的语气有些冰冷，大师兄莫名的友好亲近，让他很不适应。事实上，他说的也没错，这些东西确实很贵重，里面的资源几乎足够硬生生砸出一个神王了。前世激活太阴圣皇体的资源，还是师尊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从各位长老的手中抠出来的。如今这些东西却直接就凑齐了，还送到了自己的手中。可越是这样，沈凝冰就越是不安。如果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这个师兄手中，恐怕他甚至能够成就圣人吧。沈凝冰两世为人，自然知道楚轩的天赋也很恐怖。20多岁的金身境巅峰，这天赋比起前世激活了太阴圣皇体的自己也不遑多让。那他为什么要送自己这么贵重的东西呢？这个师兄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些非分之想？人生3大错觉之一，他是不是喜欢我？就这样出现在了沈凝冰脑海中。师妹多虑了，师兄我不缺天才地宝，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作用不大，师妹你放心，拿去就是。楚轩淡淡说道，似乎是害怕沈凝冰拒绝。说着说着，他还投影了自己的一个储物戒。虽然只是一个照面，但沈凝冰看的是心惊肉跳。好家伙，自己的这个师兄怎么这么富？刚刚的那个储物戒都快比得上一些圣人势力的库房了。这家伙不会是去那个圣地盗窃了吧？看到那个储物戒后，沈凝冰这才心安理得地收下手中的东西，就当是弥补师兄刚刚给我留下的心理创伤了。狗大户的东西拿着就是爽。看见沈凝冰的动作，楚轩也是笑了笑。他的身家自然是太玄圣地的各位长老送出来的。当初上山的时候，师尊把所有人都叫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楚轩成为他的弟子。由于楚轩身上那爆表的魅力，再加上师尊那毁天灭地的绝世武力，各大长老纷纷给他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当然，绝对都是大家伙自愿的，师尊绝对没有威逼恐吓，绝对没有。直到现在，楚轩连那堆东西的1/10都没有用完。还有，师妹你等下跟我走一趟，各位师叔师伯有东西要给你。看着储物戒中满满当当的东西，沈凝冰有些失神。什么时候宗门的这些老祖们这么好说话了？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上辈子这些人可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当初沈凝冰能够收到他们的礼物，还是美人师尊一家一家打过去的。陆无，就你是铁公鸡是吧？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么铁。可是在自己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师兄面前，沈凝冰感觉自己来错圣地了。那个一贯以铁面无私著称的邀月老祖，怎么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奶奶了？那个从来没有给过别人好脸色的扶风老祖，怎么看到楚轩就好像看到了亲孙子一样？不对，应该是看到亲爹才对，哪有人拼了命给孙子送东西的？师妹，怎么样？我们圣地的风气很和善吧？楚轩笑眯眯地对着沈凝冰说道。这句话更是让沈凝冰怀疑人生，心中一阵恍惚。我上辈子遇到人都是假的吧？这还是我熟悉的9天10地吗？沈凝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呆呆地跟在楚轩身后，慢慢走向圣地的一座宫殿。那是圣地处理事务的地方，昨天刚刚将沈凝冰接进圣地，还未来得及登记，如今正好过去补办手续。一路上，沈凝冰看着面前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大师兄，心中五味杂陈。师尊到底是从哪里找到这么一个神人的呢？长得如此英俊，让人看着就有一种上去拥抱的冲动。这并不是沈凝冰的本意，而是他那少女身躯的本能反应。没办法，楚轩的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感受着身体的强烈欲望，
沈凝冰的脸蛋不由得红润了起来。呸呸呸，自己在想什么呢？这可是我的大师兄，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呢？还有，大师兄的人缘也太恐怖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向他问好，拜见楚真传。就像现在这样，几个弟子看到楚轩的第一时间就行礼了，有几个穿得比较清凉的女修还刻意弯下了腰，一对史莱姆摇摇晃晃，十分惹眼。呸！下贱！沈凝冰心中暗骂了一句，同时一种异样的感觉出现了。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些女弟子看向楚轩的眼神很不对劲，充满了占有欲；看向自己的眼神也很不对劲，充满了敌意。同时，沈凝冰不知道的是，他自己的眼神也很不对劲，他也对这些妖艳贱货有着莫名的敌意。这就是楚真传的师妹吧？能够有楚真传这个大师兄，他可真是太幸运了。我当真羡慕的要紧啊！酸死我了！两人走过之后，刚刚行礼的弟子当即交流了起来。当然，大半部分都在表达对沈凝冰的羡慕嫉妒恨，还有一些则是在探讨楚轩的实力。我听说楚真传昨天为了他的师妹，一击灭杀了一个金身境巅峰。什么？如此说来，楚真传岂不是已经成神了？否则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实力？就算没有成神也不远了，毕竟他可是真传，随手灭掉同境界之人很正常。不愧是那位老祖看中的弟子，短短1年时间就从毫无修为修炼到了金身境，实在是太夸张了。我修炼1年的时候才刚刚化元吧，当时我还洋洋自得，现在跟楚真传比起来，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啊！炼体、通脉、聚灵、化元、筑胎、金身，这是这个世界的超凡6境，每一个境界分为9重，金身圆满之后就有资格点燃神火，彻底褪去凡人身躯圣地，大部分弟子也都处于后面4个境界之中。听到众人的议论，沈凝冰的心中也是十分震惊。什么？师兄他仅仅修行了1年，而且看他的早上的样子，好像还不是那种刻苦之人。1年金身，这个速度比我前世见过的所有天才都快上不少。不过还好，我激活体质的东西已经集齐了，又有着前世记忆，日后不会比他慢多少的。1年金身，我也可以。看着楚轩的背影，沈凝冰暗暗发誓，日后一定要好好修炼。谁知道路上人越来越多。师妹，你果真没骗我，真的是楚师兄。楚师兄真帅啊！吸溜吸溜，1年了，1年了，我终于见到楚师兄真人了。你知道我这1年里面都是怎么过的吗？每天都对着楚师兄的画像，手上水肿就没停过。吸溜吸溜，师姐你矜持一点，口水都快糊我脸上了。嘶哈嘶哈，你不也是？吸溜吸溜，楚真传太帅了，气质又好，要是我能成为他的道侣就好了。要是成了，让我明天就突破到神火境，我也愿意啊。臭丫头，连吃带拿是吧？你想的可真美啊。不过楚真传的道侣可轮不到你，要来也是我先。路边多出了无数女弟子，看向楚轩的眼神里面满是火焰，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恨不得将楚轩绑走，吃干抹净。不过应该是碍于楚轩的身份，这些人也只敢在远处看看了，根本不敢靠近楚轩2人。看着这幅画面，楚轩也是有点无奈。没办法，长得太帅又不是他的错，魅力逆天也不是他想要的，要怪就怪这系统乱来吧。叮，温馨提示，词条魅力逆天是宿主自带，本系统的新手奖励为悟性逆天，请宿主不要误会。此时此刻，系统很不合时宜地拆穿了楚轩。看着自家师兄那越来越慢的步伐，沈凝冰忽然心中涌出一股郁气。在郁气的驱动下，他拉着楚轩的手，快步走进了宫殿中，来到了真传弟子的登记处。霎时间，沈凝冰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幻移。明明是走进一座宫殿之中，他的眼前却是一片无边广袤的天空，头上无数的宫殿耸立云端，宛如9天仙宫。这里是太玄界，是圣地的掌控的小世界。楚轩给身边发呆的少女解释道，然后将手指指向其中一个宫殿。走吧，那里就是真传弟子的登记处了。登记过程很是顺利，登记信息、烙印气息、点燃魂灯，一气呵成。那熟稔的动作差点让楚轩以为自己的这个师妹是个老手了。不对，师妹是女帝重生，那可不就是老手吗？沈凝冰看着自家的真传令牌，笑了起来。楚轩看着长老的系统面板，也笑了起来。姓名：南宫舒宁，年龄3342，修为圣人境巅峰，词条圣人之资，子，丹道宗师，子，圣人之资。顾名思义，此人有着修炼到圣人的潜力，机缘巧合下有可能更进一步。丹道宗师，炼丹天赋很高，并且丹道造诣已经到了宗师之境，快要出神入化了。姓名：顾北川，年龄
4135。修为圣人境后期。词条：圣人之资，子，阵法宗师，子，阵法宗师。此人阵法天赋出众，并且阵法造诣十分恐怖，对阵法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看到两人的词条，楚轩也是心情大好。一共4个紫色词条啊，这可以抵过多少蓝绿词条了啊！金色词条极为珍贵，楚轩入门1年也没怎么见过，所以紫色词条对于他来说也极为珍贵。圣地太上长老不少，大概100-200个左右，所有人都复制一遍，还是能够合成2-3个金色词条的。词条越多，他修炼速度也就越快。定，正在复制词条。圣人之资 X2。定，正在复制词条。丹道宗师。定，加载成功。转眼间，系统就将两人的词条全部加载完毕，同时他的脑海中也瞬间多出了许多东西，许多关于炼丹与阵法的基础知识悉数涌入楚轩的脑海中，再加上师尊词条万法通明的加持，楚轩感觉自己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追赶上2位长老的水平。南宫长老、顾长老，你们这是干什么？楚轩好奇地朝着2位长老问道，同时心中也有点纳闷，不就是一个真传弟子登记吗？怎么出动了2个太上长老啊？什么时候圣地的真传弟子这么值钱了？不过说实话，楚轩还是第一次见到这2个太上长老。修行者寿元漫长，超凡6境之人最多就已经能够拥有1000年寿元了，神境强者寿元更是最多可达4000年之久，圣境强者就不用说了，寿元在4000到1万年之间。所以对于这些圣境强者来说，3年甚至都不够他们一次闭关的。因此楚轩就算上山3年了，见到过的太上长老也不到1/10。我们2人刚刚出关，听说你小子出来了，特地来看看。南宫舒宁笑眯眯地看着楚轩，一双杏眼中满是桃花。楚轩被他看得头皮都有点发麻了。太上长老对自己图谋不轨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真不愧是陆无师叔的弟子，短短1年时间就快成神了。顾北川也开口了，一句话直接让南宫舒宁老实了起来，那双原本桃花潋滟的漂亮眸子直接清澈了起来。哈哈，对啊，我怎么忘了，这可是陆无师叔的弟子，都怪这双狗眼睛，看到帅哥就啥都忘了。没错，说起来我这个当师姐的还没有给你入门礼物呢。南宫舒宁说着就掏出了一个储物戒，直接塞到了楚轩的手上，生怕楚轩不接受。动作之快让楚轩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同时顾北川的礼物也一同出现在楚轩的手中。对了，这位就是师叔刚刚收下的小师妹吧？还没等楚轩说话，顾北川就转移了话题，丝毫不给他拒绝的空隙。体内经脉宽大，但无比阻塞，师妹你是有着什么特殊体质吗？不愧是圣地的太上长老，见多识广，一眼就能看出沈宁冰体内的问题。没等沈宁冰回应，楚轩就开口了。不错，师尊说师妹她应该是太阴圣皇体，只是眼下还缺少些激活体质的宝物罢了。楚轩说着，看向2位长老的眼神也变了，就像之前的南宫舒宁那样，双眼中满是火热。攻守之势一眼，小子，现在轮到我图谋不轨了。2人自然是听得懂楚轩的话的，只是脸上多少有点不情愿了。好说好说，师兄我这里正好有些宝物，就当做是给这位师妹的见面礼吧。说着，顾北川与南宫舒宁又各自拿出了一个储物戒，交给了沈宁冰。只是2人的表情怎么看怎么不情愿。沈宁冰，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啊？明明这2个老登拼命给师兄塞东西，到了我这里就不情不愿的。我怕是个假传。2世为人的冰霜女帝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参差。还有，你们没听到吗？我可是太阴圣皇体啊，那个名列10绝体之一的太阴圣皇体，那个曾经出过10几位大帝的太阴圣皇体啊！你们这不感兴趣的眼神是怎么回事？还是师兄开口，2人才想起来沈宁冰应该有着特殊体质。师妹她的体质特殊，不能按照一般真传对待，还请2位太上通报圣主一下，请他们前来定夺。楚轩继续开口道，他既然将事情挑明了，那就要为师妹争取更多的东西。没办法，谁让她是自己的师妹呢？而且楚轩也有私心，这个体质一旦通报上去，肯定一堆太上长老与老祖都会被惊动，到时候他们的词条不就手到擒来？这可是批发的紫色词条啊！一想到即将到手的词条，楚轩看向沈宁冰的眼神都满意了不少。真不愧是我的好师妹，简直就是师兄的福星啊！不知道为什么南宫舒宁扭扭捏捏的，到最后还是顾北川通报的圣主。很快圣主就赶了过来，身后还有20-30道强大的身影，清一色的都是圣境威压，20余人竟然全是太上长老。
楚轩见过诸位太上长老。楚轩微微颔首，行了一礼。看到楚轩的瞬间，圣主李长青也是十分高兴。好好好，楚师侄都金身6重了，这速度可真够快的。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个月才刚刚突破金身吧？诸位太上长老也是有一嘴没一嘴的讨论着，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自己过来的目的。沈凝冰，你们的注意力是不是有点放错地方了？眼下的主角不应该是我吗？怎么全在讨论大师兄啊？这一刻，沈凝冰确定了自己真的是个假传。不过他听到众人的讨论的话语，眼中也是异色连连。什么？自己的师兄居然1个月连破6次境？沈凝冰忽然有点理解这些人了。天赋这么恐怖的大师兄，大伙很难不关注啊。人群中，楚轩也很高兴，因为那气质平平无奇的圣主面板却给他带来了惊喜。姓名：李长青，年龄2399，修为大圣境后期，词条：圣王巅峰之姿，天生健体，圣王巅峰之姿，有着成为圣人王巅峰的潜力。如果没有陨落，几乎一定成就圣王，成为圣王巅峰的概率也很高，甚至有一定概率更进一步成为准帝。天生健体，此人体质特殊，对剑道有着独特的亲和力，剑道修炼速度十分恐怖，还能对剑招有着一定的威力加持。果然是一个圣地的圣主，这天赋简直了！不仅潜力恐怖，身负圣王巅峰之姿，能够轻松成长到圣人王的地步，未来有望准帝。而且身负天生剑体，与太玄圣地的功法十分适配。太玄圣地的至高杀伐神通，名唤太玄剑诀，乃是时间1等1的剑道神通。剑道是诸多大道之中战斗力前5的大道，双重加持之下，只怕李长青的战斗力在同境界中难逢敌手。也难怪他仅仅2000多岁就能稳坐太玄圣地的圣主之位。如果没有师尊的横空出世，只怕他就是太玄圣的最传奇的老祖吧。没有丝毫的犹豫，楚轩直接开始了复制加载。然而这一次却是有了不一样的反馈。定，复制成功。复制完圣主的，楚轩将目标放在了其他太上长老身上。场上一共20个太上长老，人均2条紫色词条，这下要发达了。定，复制成功。定，复制成功。定，复制成功。直至楚轩复制一个关于悟性的词条时，发生了意外。定，加载失败。检测到宿主依旧拥有了悟性方面的唯一级词条，悟性逆天，无法加载词条。超凡悟性。看着脑海中的提示，楚轩也是有点懵。我操，这悟性逆天这样牛逼的吗？在这一刻，楚轩忽然明白了唯一级词条的含金量。原来唯一的意思是已经满级了。虽然感觉不太对，但楚轩此时也想不到其他解释了。没有纠结多久，楚轩继续去加载其他词条。悟性的加载不了，但其他的可以啊。很快，所有长老的词条都被楚轩复制了个遍。等楚轩加载完词条，李长青也确认了沈凝冰根骨资质，确实是太阴圣皇体不错，陆无老祖果然了得。说出这话的时候，李长青酸溜溜的，这可是出过10几个大帝的太阴圣皇体啊！陆无老祖修炼厉害也就算了，怎么收徒弟的眼光也这么毒辣？一个楚轩就已经快压的这个圣地抬不起头了，如今再加上一个沈凝冰，这可让他们怎么活啊？不过这些话他也就在心里说说而已。李长青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可万万不敢跟陆无抢徒弟，他还想多活几年呢，怎么可能去招惹自家老大呢？最终沈凝冰抱着几十个储物戒，跟着楚轩慢慢回到了飞来峰上，甚至连传功殿都没有去，沈凝冰就得到了太玄经的完整传承。原地，圣主李长青看着两人的背影，叹了口气：小王他生不逢时啊，有这2个怪物在，只怕他是没有机会了。圣主何必气馁？王腾龙的天赋也不差，而且有着阴阳玄体，最为适配我太玄圣地的传承，未来未必比这2人差。旁边一个太上长老安抚道：就算不如他们，接您的班还是轻轻松松的。老黎，你怕不是再过个100-200年就要退休了？不说话还好，此话一出，李长青的心里就更加惆怅了。是啊，这一次的年轻人太多怪物了，自己终归是老了啊。好你个老兄，我罚你回去禁地扫地3年。李哥，不要啊，今天走动1天了，师妹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再给你讲宗门内其他的事情。楚轩将人打发了回去。在自己的房间里，沈凝冰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储物戒，心里满是震惊。自己真的没有走错地方吗？如今他这里的资源已经完全超过真传弟子的范畴了。前世他也曾经是太玄圣地的亲传弟子，但前世入门太玄已经是3年之后了。这一世刚来就拜入到了师尊的门下，还得到了如此庞大的资源，灵石灵药多到可以堆满一整座山。除此之外，
还有着许多太上长老的修炼感悟与各类的功法神通，以及数量庞大的法宝。超凡6境的法宝数不胜数，神器也不在少数。最为夸张的是，圣主给他的储物戒中还有着2个圣器。要知道，外界的散修圣人可是连一件圣器都不一定能弄到的。如今沈宁冰一个通脉境居然就拥有了2件，这让沈宁冰有些如梦似幻。这真的不是幻觉吗？不管了，先激活体质要紧。有了这些资源，本尊这一世绝对扶摇直上，提早100年证到大帝。沈宁冰没有犹豫，直接拿出了数量庞大的天材地宝，开始激活自己的体质。很快，偏殿之中就闪烁起了5颜6色的光芒。渺渺太阴，鸾凤和鸣，灵山不渡，天地冰清。12主脉开，惊人的气息轰然爆发，5颜6色的光芒汇聚，最终化作一道蓝光冲天而起。这一次，沈宁冰不仅要激活太阴圣皇体，还要一次性贯通自己的12主脉，一口气冲到通脉境巅峰。蓝色光柱之内，依稀能够窥见一只冰晶凤凰在其中翱翔嬉戏，凤鸣袅袅，久久不散。如果不是飞来峰上有着不俗的大阵防护，只怕这动静整个圣地都听到了。不过如此惊天的动静还是瞒不过圣人们的眼睛。主峰之上，李长青看着这一幕也是心头大震，不愧是那个传奇看上的子弟，这修炼速度简直了。老兄啊，你当年通脉境用了多长时间啊？李长青看着那冲天而起的蓝色光柱愕然问道。3个月。熊伟大是蛮兽体，天生经脉通畅，所以通脉境修行速度可以堪称圣地之最。今天进门的那丫头已经通脉巅峰了。什么？她不是才刚刚贯通第3脉吗？没错，但她现在确实已经通脉巅峰了。此话一出，熊伟大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跟他同样感受的还有几个在这里一起喝茶的太上长老，他们都是与李长青一个时代的老人，天赋不俗，但还是远比不上飞来峰上的那2个怪物。看着老熊那怀疑人生的表情，李长青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把楚轩的情况说出口。李长青可是知道楚轩的修炼速度的。当年李长青帮楚轩办理入门登记的时候，楚轩还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谁知道5天之后帮楚轩点燃魂灯的时候，这小子就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通脉巅峰了。那时候李长青也是这么怀疑人生的。这就是特殊体质的好处，在一些境界上，特殊体质得天独厚，只要有资源就能够畅通无阻。就像沈宁冰一样，现在资源管够，境界直接疯长，仅仅是1晚上就直接贯通了体内的所有经脉。这速度，要是楚轩没睡着，估计也会有点羡慕他。因为楚轩身上可没有什么特殊体质，他的通脉境也需要一步一步向前走。当初可是花费了整整4天的时间，才将所有主脉打通的。不过也就是短暂的羡慕罢了。对方能有这种速度，一来是因为太阴圣皇体的特殊之处，二来则是因为沈宁冰已经在通脉境卡了很久了，底蕴深厚。第2天一早，沈宁冰再度来到楚轩的卧室门前，然而这一次他却感受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怎么回事？这里哪来的天人合一的气息？天人合一是一种特殊的修炼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修行者能够不自觉地引动天地之间最精纯的元气，与那不断吐纳天地浑浊灵气、吸收丹药灵石的修炼相比，这个状态下的修行者能够直接吸收最为温和精纯的元气，如此一来，修行速度何止快了100倍。所以这也是无数修行者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就算是前世修为至高的沈宁冰，如今也没有把握能够稳定触发天人合一。这气息是从师兄房间传出来的，难道说，看来这个师兄运气挺不错的。推开门，沈宁冰确认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了，因为面前的楚轩正躺在太师椅上悠哉悠哉，静静享受着飞来峰清晨的阳光。无比俊朗的少年此刻静静坐在椅子上，双目轻轻闭着，整个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天地之间躺着的少年如同一个低洼，不断吸引着四周游离的能量。那被引动的无尽精纯元气则是如同飞湍瀑流一般，朝着那个低洼倾泻而去。看那架势，沈宁冰都差点以为天地元气跟自己的师兄有仇，想要撑死他了。不过最令沈宁冰吃惊的是，在这天地元气的狂暴灌注之下，楚轩没有丝毫的异样，他只是像一个无底洞一般不断吞噬着，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不知道是阳光的照耀还是金身镜的异象，此刻的楚轩身上竟然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光，金光给这个本就出尘俊逸的少年身上平添了几分圣洁的感觉。看着看着，沈宁冰就有些吃了，这就是师兄吗？怪不得师父会将他收入门下，我们2个是同门，这样岂不是就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此情此景让沈宁冰那颗已经冰封了1000万年的心
忽然恢复了一点情感。砰！许久过后，一声轻响将沈凝冰从孩子的名字中拉了回来。师妹，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楚轩好奇地看着面前变化很大的沈凝冰，问道。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很大。入门时的沈凝冰似乎是在隐藏自己，虽然眉清目秀的，但并没有给人那种惊艳脱俗的感觉。如今的沈凝冰则完全不一样了，那绝美的五官丝毫没有收敛，加上那冷若冰山的气质，让人想不记住都难。一双美眸恰若秋水，清冷澄澈，摄魂夺魄。柳叶眉中含韵，似青山远黛。在一身黑色衣裙的衬托下，浑身肌肤显得更加白皙，如同美玉一般，通体洁白无瑕。身材更是凹凸有致，曲线玲珑，多一分少一分都有遗憾。光是站着就已经惊艳了时光。唯一的美中不足，可能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这个师妹的数值没有师尊的雄厚。不过少女嘛，才18岁，以后还能发育。这就是师妹你的真正面目吗？这么好看？楚轩说着，还打趣了她一下。我差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大师兄。被楚轩这么一夸，沈凝冰的脸直接就肉眼可见的红润了起来。明明之前也不是没有经历过这种夸奖，但这一次他却发自心底的开心，甚至心中还有点羞涩与骄傲。可能是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不一样吧。师兄，你刚刚突破了吧？感觉到自己心底的情绪不对，他连忙岔开话题询问道。刚刚有所领悟，就顺手突破到金身7重了。听到楚轩的回答，沈凝冰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记得昨天圣主说过，师兄上个月才刚刚突破到金身境吧，1个月的时间就修炼到了金身7重了。写话本都不敢这么写吧。前世沈凝冰也算见多识广，大地苗子见得不少，可就算是最顶级的体质，单纯修炼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速度。自己的这个师兄也太恐怖了吧。不过自己完全激活了太阴圣皇体，也不是不能与之一较高下。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地强者，沈凝冰心中有着足够的自信，完全踢的太阴圣皇体修炼速度比起师兄只强不弱，这可是能让他在大地境界走到极致的体质，不可能输的。师妹，你怎么了？楚轩看着面前少女，好奇问道。这丫头刚刚明明还在害羞，这会怎么又不说话了？难道说师尊收了一个傻子上山？不行，这样子的话就更加不能听师尊的话了。欺负傻子可是会损阴德的。大师兄你是怎么做到的？终于在楚轩的一声声呼唤中，沈凝冰回过神来了。他震惊地问道，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明明没在师兄身上感觉到特殊体质的气息，为什么他修炼速度能这么快？你是说修炼吗？这个月我正好没事做，就稍微努力了一点。楚轩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这个月没了魅魔师尊的骚扰，他确实没事做，所以也就只好努力修炼了，一点都没有偷懒。不然一直没有实力的话，他怎么去寻找魅魔师尊呢？楚轩的话说完，沈凝冰的心灵就有点承受不住了，赶紧转移话题。要是继续让这个变态说下去，自己只怕真的会被打击到的。对了，师兄，我正好有些事情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少女平静地拿出了那本崭新的太玄经，看着面前崭新的太玄经，楚轩也是愣了。师妹，你要不先看看上面的内容？楚轩弱弱地说道。至少你也先把这个火印去掉吧。每一本太玄经上都有着一个火印，这个火印需要太玄圣地的弟子凭证才能打开，这也是防止外人偷学的小妙招。听到楚轩的话，沈凝冰顿时小脸一红，差点化身争气机。不过毕竟是曾经的女帝，调节能力就是强，短暂的一个呼吸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师尊曾经传授过我前面3重的内容，所以我才……沈凝冰平静地解释道。虽然是刚刚现编的话语，但他还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完了。更何况这也不完全是谎话，上一世的师尊确实传授过这一部分的内容，上一世的事情怎么就不是事实了呢？不过楚轩并没有等他说完。好了，有什么不懂的你直接说吧。楚轩直接来到白玉台前开口说道。这时候沈凝冰才发现自家这个师兄的房间内十分的空旷，偌大一个宫殿之中只有一套简单的家具跟一张白玉台。白玉台通体无瑕，沈凝冰一眼就认出这是玉台通体都是凝神玉，能够平心静气，加速神魂修炼。此等宝物可以说价值连城也不为过，若是放在外界，就算是圣人也要眼热。不过一想起来昨天那群太上长老的热情，沈凝冰也就不奇怪了。昨天沾了师兄的光，沈凝冰收到的礼物里比这白玉台贵重的都不在少数。宫殿周围还有着一些铭文，不断聚集着天地间的灵气，这显然是聚灵阵了。师兄，是这样的，太玄经上说。沈凝冰也没有犹豫，
赶紧询问了不少太玄经上的细节，这些都是一些十分晦涩难懂的内容。上一世如果不是师尊耐心教导，沈凝冰只怕都无法理解。如今重来一世，正好用来考究一下这个师兄。而且沈凝冰隐隐之中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上一世他的理解似乎有点偏差，不然正道之后的他也不会有一种晦涩感。如今有机会重新修行，他自然是要将其中的问题找出来的。仔细听完沈凝冰的问题，楚轩也是低头沉思了起来。不得不说，不愧是曾经的大地强者，这些问题都十分的刁钻。这里应该这样理解，太玄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而是高低结合，阴阳共济。片刻后，楚轩才开始慢慢给师妹讲解经文。楚轩仔细回答了沈凝冰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疑惑，每一次他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立体解读，全面回答。如此详尽的答案，直接让沈凝冰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半天后，沈凝冰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太玄经的理解居然比前世更深了。要知道，前世自己已经将太玄经修炼到了极致，并凭此证到大地。本来沈凝冰还敢说自己是当今世界上最了解太玄经的人，如今看来是他唐突了。这个便宜师兄的悟性太离谱了。沈凝冰自然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楚轩的悟性绝对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恐怖，很可能楚轩光靠悟性便已经完全掌握了太玄经前面的内容。看来师兄的身份很不简单，我如今看不出来，是因为师父故意替他遮掩住了。沈凝冰心中暗暗猜测，毕竟这就像是师尊会做出来的事。对于自己的师尊，沈凝冰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在他的心中，师尊就是强大与神秘的代名词。即使是上一世沈凝冰已经证到大地，亲手镇压不祥动乱了，还是没有能够追上师尊的步伐。说起来，距离师尊失踪的时间已经不到100年了，自己该努力了。没错，在沈凝冰上一世的记忆里面，他的师尊陆无同样也失踪了。100年后，师尊正道成帝，然后剑开天门，从此在9天10地之中消失。师尊，等着我，这一世我一定努力修炼，一定要与您并肩作战。经过半天的讲解，沈凝冰对于太玄经前3重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越了前世，甚至他有预感自己接下来1个月里面都不会遇到什么修炼上的问题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里面，两人各自修行，进步神速。在这1个月里面，楚轩可以说是修行的十分认真，修为也是突飞猛进，直接来到了金身境巅峰，距离点燃神火成就神位只差1步之遥了。楚轩长出一口浊气，心中暗暗思考，凡俗6境的修炼就是锤炼肉身，引动灵力入体，从而一步一步变强。炼体、通脉、聚灵、化元，这4个境界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到了筑胎，就是初步开辟魂功，开始接触精神层次的力量了。金身境则是灵、肉、神3者合一，彻底激活身体的潜力，让自己的凡人之身达到无漏之境。所以到达金身境后，肉身无漏，能够自由调动体内的生机，断臂重生不在话下。接下来就是神火了，点燃神火后，就彻底迈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层次——神灵。神火境顾名思义，就是在体内点燃神火。神火具有强大的炼化和提纯能力，可以将修炼者的真元、灵魂等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在神火的煅烧下，修炼者的身体和灵魂不断得到净化和强化，最终找到真正的自我。太阳浩浩，太阴渺渺，太素真，神火燃。楚轩轻喝一声，当即开始尝试点燃神火。对于别人来说，这个人与神的界限也许十分难以突破，但是对于楚轩来说，这却没有丝毫难度。对于绝世仙王之姿来说，突破到神境的难度跟吃饭喝水没什么区别，更别说他早就已经将太玄经彻底掌握了，将其修炼到了第12层。准地之下，一片坦途。功法的等级更多的是一种熟练度，跟境界没有必然联系。功法运转间，炙热的火焰转瞬之间就出现在了楚轩的丹田之中，不断灼烧着他体内的杂质。1天后，楚轩的气质彻底变了。从前的楚轩身上或多或少还有着一些凡俗的气息，这是由生命层次决定的，因为那时候的楚轩还是一个凡人，一个比较强大的凡人。如今经过神火的煅烧，楚轩身体内那些浑浊的部分已经彻底消失，他本就超凡脱俗的气质，如今更是增添了一丝神圣，令人看着就会产生一种不可冒犯的感觉。这样也好，圣地中许多女弟子会收敛一点，她们的手指终于不用遭罪了。每次出去看到她们手指皱巴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这就是神火境吗？果然是脱胎换骨啊！楚轩停止了功法运转，此刻他的修为赫然已经到达了神火境1重。神境分为3个大境界：神火境、
真一境与神王境。每个境界依旧是分为9重，其中真一境又被世人称为天神境，神王境又称圣迹境，则是一个逐渐完成圣人祭炼，一步一步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圣人之力的过程。不过也就只有神王境中那些已经圆满了的人能够被称为准圣。我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够担任外门长老了。太玄圣地太过庞大，外门长老的标准并不严格，而且圣地在外界的产业众多，无数的外门长老在外面任职，门槛自然不高。不过一个神境强者在许多地方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这个世界的资源并不均衡，许多地方十分贫瘠，就连神境强者都无法培养出来。还好我没有流落在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不然还要晚上几年才能成神。感慨了一句后，楚轩开始评估自己的实力。如今我的太玄经与太玄剑诀都已经大成，神火境内我无敌。这句话并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因为他已经将太玄剑诀修炼到了第9重。要知道这可是大帝级别的杀伐神通，威力极端强横。圣地之中许多太上长老也不过才修炼到第7、8重，真一境的3重以内也有这一战之力，3重以上也不是不能打，不过需要动用一下武器了。至于神王境，那就不是目前的楚轩能够对抗的了。神王强者跟真一境的战力都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不过我身上的手段不少，真遇到了也无妨。对此楚轩也不是很担心。没错，他确实打不过神王境强者，但不代表他的宝物打不过对方。师尊给楚轩留下了一大堆东西，其中神器、圣器数不胜数，就算是整个圣地都没几件的圣王器，他的储物界中都躺着好几个。可以说抛开宗门库存的话，楚轩就是如今太玄圣地中最富有的人，就算是圣主李长青也完全比不上他。也不知道这些玩意上面有没有带魂环，按照师尊的性格多半是有的。楚轩看着储物界中的众多宝物，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些奇思妙想。话说带魂环的圣器威力有加成吗？对自己的战力做了一番评估后，楚轩开始继续修炼，将自己的境界稳固下来。9天十地之外，一片猩红之中，这里是9天十地的旧土，也是如今的人人讳莫如深的生命禁区。这里浑身红色毛发的生物比比皆是，如行尸走肉一般活动着，接近散发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他们这些行尸走肉般的生命在9天十地中有着一个统一的称呼，不祥生物。而这诡异的一切被9天十地的人们称之为不祥。轰隆隆，禁区边缘惊天动地的碰撞接连发生，无边血红大地龟裂连连。许久，猩红深处传来一道气急败坏的精神波动。姓陆的，你到底想怎么样？作为一个曾经吞噬过许多大地的存在，他已经很久没有受过这种屈辱了。但此刻他偏偏无法反抗，因为对方的身份不一般。猩红的天空之上，一个高贵清冷的身影出现，正是9天十地的超级传奇飞仙老祖陆无。陆无一出现，周围无边的血雾全部消散，恢复了最初的纯净。我想怎么样，你还不清楚吗？现在还不是你们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给我滚回去！明明已经越界了，还这么理直气壮，果然是一群不要脸的怪物。说着，陆无抬起手，朝着猩红深处一掌推出，天地之间骤然出现了一股不可违抗的至高伟力。那股力量裹挟着漫天猩红，风卷残云一般，瞬间清空了无尽猩红。不仅是猩红，就连天地中的一切都在这一掌之下悉数清空。长空数万里，顷刻间就化作了一片真空。片刻后，无数天地元气不断涌入，试图填补这大片的真空地带。一群苟延残喘的废物，还没轮到你们登场呢，老老实实待着就好，否则我不介意提前将你们解决掉。陆无看着禁地深处，眼中满是轻蔑，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群蝼蚁一般。说完，陆无再度抬起那只白玉无瑕的修长右手，对着生命禁地又是一掌打出。这次的攻击不再局限在禁区边缘，而是长驱直入，直接打入了生命禁地的最深处。轰！惊天响动传出，无边干涸的大地再度土崩瓦解。禁区之中，千万里的土地都在这一掌之下尽数毁灭。禁地深处，那个神秘存在的精神波动再也没有出现。显然，这一掌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然而，面对如此羞辱，禁区深处那位曾经击退了无数大地的禁忌存在，却没有丝毫反抗的意思。若是被之前在此丧命的无数天骄大的看到了，只怕会惊掉下巴。哼，算你识趣，否则本座一定斩了你。见状，陆无一声冷哼，身影消失在了天际。呵，许久之后，禁地深处的存在才发出一声无能狂怒的大吼。陆无，又是你，100万年了，还在阻挡吾等的大计。声音无比愤怒，恐怖的音波将附近千万里的虚空震得粉碎。
嘶吼持续了很久很久，终于在半个月后，那无上存在终于停了下来。不是因为消气了，而是单纯的累了。一连吼上半个月，是个人都得累。虽然他并不是人，但并不妨碍他的嗓子冒烟，发出无声的抗议。猩红不断朝着禁忌存在涌去，将9天10地最近的所有事情报告给他。一同报告的还有不祥之力最近的成果与收获。细细感受着漫天猩红传来的消息，那禁忌存在眼中忽然出现了一丝光亮。呵呵，陆你挡不住吾等的。听说你这一次收了几个弟子，那我就先找他们玩玩吧。正好最近那个吞天魔体就要完全腐化了，本座倒想看看你的那些弟子能不能有你1%的本事。结。远去的陆无对这一切虽然并不知情，但也能隐隐感觉到什么。啧，这一次居然这么迫不及待吗？看来回去的时候得说一声了。时光流逝，一晃神，将近1个月就过去了。这段时间里面，圣地的真传几乎来了个遍，许多人都是咬着牙过来的。楚轩不用想也知道，这些人是被自家师尊加着过来的，目的就是在自己面前混个脸熟。作为一个圣地的好弟子，楚轩自然也没有推辞。最主要的是，这些真传的词条实在是太香了。21个真传弟子，楚轩足足复制了50个紫色词条，人均2个多的紫色词条，怪不得圣主之前说过，这一届的真传质量是前所未有的高。这个词条质量能不高吗？这代人的天赋已经超过很多太上长老了。宿主楚轩，年龄20，修为神火3重，词条他乡客唯一，悟性逆天唯一，魅力逆天唯一，绝世仙王之姿，洪加5金加3八子，万法通明洪，至尊体魄2金，阵法宗师3子，剑道天才15子。看着自己这无比豪华十分全面的词条面板，楚轩十分满意。其中体质相关的词条已经被系统融合成了一个至尊体魄。虽然词条被融合了，但之前单独词条的效果依旧存在，只是省了一点系统面板的空间而已。很好，不愧是9天10地最为强大的圣地之一，还没有全部复制一遍，就已经有了如此收获了。如果能将圣地中所有人的词条都复制一遍，那这面板上岂不是全是金色词条？光是一个圣地就有如此收获了。如果自己将所有圣地走遍，岂不是能连红色词条都不缺了？正当楚轩怔怔出神，任由体内的修为肆意奔腾的时候，储物界中的传讯玉牌忽然有了动静。宝贝徒儿，你跟那小妮子相处的如何了？你这么英俊，想必已经将她拿下了吧？还是说这款冰山美人不是你的菜？不过没关系，下一个马上就来了。为师这段时间正好又看到了一个合适的小美人，就帮你收下了。不过这次的师妹因为一些原因还无法自行过来太玄圣地，需要你去找她。也正好你可以帮她解决一些凡俗的事情。友情提示，这次的师妹可是小鸟依人那一款的哦。师尊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妩媚动人，但是如今却多了一丝陌生感。对此楚轩也毫不意外，这并不是师尊的问题，而是自己有点记不清了。之前的那一年欢愉就如梦境一般，让如今的楚轩有些不真切。唯一真切的只有掌心残留的师尊触感。师尊，你先不要急，我马上就去找你。哼，你有这份心就不错了。不过师尊如今可是过得十分潇洒啊，没了你这个禽兽的纠缠，师尊一天也是多出不少时间用来感受世界的美好。虽然是埋怨的话语，但楚轩能够感受到师尊心中的不舍，虽然自己确实有点不对的地方。一天总共就12个时辰，自己与师尊一见面，一日就是4、5个时辰起步，好像确实没有其他的时间了。这也难怪楚轩修行整整1年才到金身境，主要的时间都在锻炼身体呢。好了，现在师尊给你说一下新来师妹的情况吧。在陆无的仔细介绍下，楚轩终于知道了自己这个师妹的具体情况。这个师妹并不是不想来太玄圣地，而是不能。她名为萧雨嫣，乃是西方万国州燕国人士，今年16岁，原本是燕国首屈一指的天才，而且从小就被指定与燕国5皇子联姻。然而2年前，她的修为到达炼体巅峰后，再也无法突破，沦为一众天才口中的笑柄。实际上这是因为她的血脉特殊，激活了一个藏有一尊天妖的符箓，那天妖不断吸收她修为，借机恢复。不过为师已经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了，那尊天妖也被我封印收服，作为她的护道者。只可惜世人目光短浅，看不出你雨嫣师妹的厉害之处。那个与雨嫣联姻的皇子，因为他的修为问题，已经有了退婚的心思了。徒儿，你可要赶紧过来，这种好戏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说着说着，陆无还催促起了楚轩，让他赶紧来吃瓜。楚轩在听完师尊的讲述之后，心中只有4个字：
果然如此，真不愧是盯着天命闲师词条的师尊，一出手随随便便就能找到一个天命之子。这故事，这模板，这不妥妥的炎帝吗？结，本座的那金光闪闪的师妹，本座来喽！而且这次不仅仅能多出一个保底金色词条的师妹，还能近距离享受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故事，这种机会上哪里找啊？果然还是师尊对我最好了。听完师尊的话，楚轩当即就起了吃瓜的心思，没别的，他就想亲耳听到那句莫欺少年穷。师妹，别修炼了，赶紧动身去接新的师妹去。楚轩不管3七21，直接就踹开了沈凝冰的大门，将他拉了出来。沈凝冰只觉得一脸懵逼，师妹？什么师妹？前世自己不是师尊唯一的弟子吗？一路上各种各样的法阵不断鸣叫着，万丈霞光不断侵袭着楚轩的身躯。作为女帝寝宫的安防措施，这些都是上等货色，都是沈小女帝花费了大量心思布置的。沈凝冰有信心，就算是真一境巅峰的强者闯入，也只有死路一条。别闹了，有急事。然而楚轩只是轻轻一点，周围就顿时安静了下来。那些能够轰杀真一境强者的法阵宝物，在楚轩面前犹如一只瑟瑟发抖的弱鸡，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甚至一个开了灵智的法宝已经开始屁颠屁颠地抱着楚轩的大腿了，仿佛楚轩才是他的主人一样。看着这一幕，沈凝冰真的破防了，破大防了。曾经叱咤9天10地的最强女帝，如今忽然觉得修炼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累了，毁灭吧，赶紧跌！万国州处于太玄道域的边缘，天地灵气匮乏，是名副其实的蛮荒之地。在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楚轩更加兴奋了。是不是还有一个统治整个国度的宗门？齐了，要素都齐了。这次的师妹妥妥的炎帝模板啊！正当楚轩摩拳擦掌，拿出自己压箱底的跨域方舟，正准备启动的时候，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动作。楚轩师侄，你们这是要去啊？李长青看着兴冲冲的楚轩与一脸生无可恋的沈凝冰，好奇地问道。师尊刚刚跟我说又找到了一个弟子，让我过去万国州接一下。楚轩如实说道。听到这句话，李长青也兴奋了起来。飞仙老祖又找到新弟子了。飞仙老祖的眼光有目共睹，第一个弟子就是楚轩这样的王炸，第二个弟子也不差，入门的时候才通脉3重，如今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到宗门登记楚化元境了。这种天资已经远远超过自己那个宝贝徒儿了。有这么一个老祖在，我太玄圣地何愁不能稳定9天10地？到时候我作为9天10地第一圣主，一定能够名垂青史。想到这里，李长青那素来稳重的脸上罕见地出现了激动的神色。看起来李长青比楚轩这个当大师兄还激动，这情况看得楚轩都有些懵了。不是，什么情况啊？怎么李老头你看起来比我都兴奋啊？难道你也是爽文爱好者？万国州那地方很远，你们用飞舟的话有点浪费时间，不如直接动用宗门的传送门吧。李长青看着楚轩诚恳地说道。其实他的目的只是让宗门在飞仙老祖收徒这件事上有点存在感。无论是楚轩还是沈凝冰，几乎都是凭空出现的，宗门一点动静都不知道，这让李长青心中很不踏实。万一这些天骄对我们太玄圣地没有归属感怎么办？如今看见楚轩的新师妹来了，他便赶紧出来帮忙。师侄放心，一切开销由圣地承担，你只管最大功率用就是了，不用心疼传送阵的。李长青说着拿出了圣主信物，有了此物，楚轩才能无偿动用圣地所属的传送阵。看到李长青如此懂事，楚轩也就收起了手中那个小巧的跨域方舟，反正速度差不多，有人送羊毛上门，不要白不要。多谢圣主，那我们师兄妹这就启程了。楚轩接过令牌，道过谢后就打算离开了。他的吃瓜之心已经压抑不住了，他怕晚上1秒就过错了那句经典台词，真真切切的莫欺少年穷，他可舍不得错过。怎么总感觉忘了什么？看着楚轩转身离去，李长青挠了挠头。直到楚轩与沈凝冰的身影消失不见，他也没想起来，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偌大一个传送阵转眼间变得空空如也。下一刻，万国城中最高规格的传送阵忽然运转了起来，一男一女从中走出。女子身着黑裙，裙袂飞扬，肌肤胜雪，身姿婀娜，黑发如瀑垂落，面容绝美，眉似远带寒霜，眼眸如寒潭，冷傲逼人，如一尊万古不化的绝美冰雕。而那男子更是令人惊艳，他一袭白衣，身姿挺拔如松，他面容英俊非凡，剑眉斜飞入鬓，星眸璀璨如星辰，其中似乎蕴含着无尽大道。那如丝的黑发随意束在脑后，气质出尘若仙，优雅飘逸。他光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足以惊艳万古。两人的到来
在万国城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两人使用的传送阵，乃是最为高级的传送阵。哇，好美的仙子，看得姐姐我春心都荡漾了。这位公子也好帅啊。李姐姐，我们不合适。我如今想明白了，我还是更喜欢男子。小丫头，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这两位大人一看就大有来头，你这野丫头怎么可能攀得上他们的高枝？无数人看着两人的面容，瞬间就被惊艳到了，嘴角的泪水在不争气的汩汩流。有些人的嘴巴太多，泪水的分量也是十分重量级。不过有人花痴，有人愁，赶紧回去提醒家中的那些不孝子孙，城中来了大人物，让他们都别犯贱，否则今晚就给他们埋土里去。玄幻世界，活得久的家族一般都有点眼力见。看见楚轩使用的传送阵那一刻，许多在万国城中位高权重的人都知道有凶猛无比的过江龙来了，而且对方用的还是那个太玄圣地高层专属的传送阵，这还不是简单的过江龙，是荒古巨龙。这次来的人绝对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人物，或者说整个万国城都惹不起对方。万国城乃是万国州的中心，也是太玄圣的在此处的附属城池。说起来，这城池还是太玄圣地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更好的管理万国州。久远年代前，这里还是一块叫万国之地的蛮荒角落。即使在从前那些极尽辉煌的时代，这里也未曾走出过圣人以上的强者。要是没有太玄圣的派来的坐镇圣人，这里可就真的成了彻彻底底的荒芜之地了。这位师弟，师兄刚刚有事，没能及时前来迎接，还请见谅。楚轩刚刚好奇地打量了万国城几个呼吸，面前一个带着无上威压的强者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见那人身边的气息，沈凝冰骤然屏住了呼吸。这是一个圣人，一个在此的说一不二的圣人。这种存在，即使在太玄圣地也不是什么弱者。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存在，面对楚轩却如此低声下气，这一时间让沈凝冰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的实力还不够，没听到李长青说的最后一句话，自然也就不知道此人为什么如此热情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刚刚李长青已经给这个圣人施展了夺命连环扣，还直接放出了狠话：楚轩失职没少了一根毫毛，你就得去镇守1年的无名城。一想到无名城外那铺天盖地的诡异与不祥生物，这个圣人就打哆嗦。看到楚轩出现，立即就赶了过来，生怕对方出什么事情。结，李长老，你这万国城还挺民风淳朴的吗？楚轩带着沈凝冰走出传送阵，看着周围老实的行人，笑着对那个迎接他的圣人说道，同时也催动系统查看了对方的面板。姓名李金羽，年龄1932，修为圣人境前期，词条圣人之资，子阵法天才，安。过来之时，李长青就跟他说过，万国城的镇守圣人是李长青的一个远房亲戚，对方的资质还不错，而且对于阵法有着不错的理解，按理说是能够留在圣地之中的。不过不知为何，他主动申请外调，来到万国城镇守。这一镇守就是几百年的时光，没有冲撞楚师侄就好。这些刁民性格顽劣，此刻不敢胡来，想来是楚师侄的王霸之气镇住他们了。楚轩师侄真不愧是我太玄圣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啊！别的不说，这个李金羽说话是有一点艺术细胞在里面的，一句话就直接让楚轩的心情美妙了起来。怪不得这么多反派被拍马屁拍迷糊了，别人天天圣人，姿态放这么低，说话还这么好听，这么甜的嘴，搁谁不迷糊啊？不过这些人现在没动作，不代表着以后都没有。心中想着，楚轩的眼神看向了身边的沈凝冰。众所周知，气运之子都是一些很能招惹麻烦的存在，就算沈凝冰什么事情都不做，麻烦都会主动送上门的。楚轩记得沈凝冰的家族好像就在万国州旁边来着，说不定回来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人来挑衅他。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去接新的师妹。楚轩将纷飞的思绪收回，转身看向李金羽，师叔，请问严国的传送阵还开着吗？我们需要借用一下。师侄稍等片刻，我这就让人将地方腾出来。李金羽恭敬地说道，随后便转身离去，开始安排相关事宜了。这次李金羽说出师侄二字时，几人身边已经多了不少人了。师侄，此人竟然是李圣人的师侄，那岂不是说此人最少也是一个真传？看李大人那恭敬的态度，此人的师尊定然地位十分恐怖，最起码也是一个老祖级别的人物，否则李胜不可能如此低声下气的。我就说此人气质如此不凡，定然不会是一般人，没想到居然会是圣地的老祖真传。还好我赶紧传音回去了，这位真传身边的女子如此美丽，若是不警告一番，我的那些不孝子孙定然会惹出大祸。
作为万国城中唯一的圣人，绝对超标的存在，李靖宇的命令很是管用。正当众人还在惊愕的时候，李靖宇就已经将传送阵准备好了。楚轩与沈宁斌走进传送阵后，李靖宇还感觉到了两股隐秘且强大的气息，而且这两股气势十分熟悉，里面全是太玄圣地的独特气息，是圣地里面的大圣。叔祖，李靖宇刚想说什么，其中一个大圣就竖起手指放在他的嘴边，示意李靖宇不要多嘴。然后李靖宇就只能老老实实看着传送阵运转。等到几人气息彻底消失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刚刚神火境出行时就有大圣护道人，看来圣地对这个储真传很是重视啊。不过也是，拥有如此气质，此子必定不凡。其实李靖宇也知道，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重视了。刚刚成神就拥有大圣护道人，这件事情在整个圣地的历史上都未曾有过先例。可以说，在圣地高层的眼中，此子恐怕注定能够问鼎大帝果位。传送阵那惊人的亮光熄灭，李靖宇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他是真的怕刚刚有什么不开眼的东西在这里动手，虽然不会对楚轩的安全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会让他在圣地里面彻彻底底的颜面扫地。本来因为自己的深情舔狗行为申请驻守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李家就已经在圣地之中丢光脸面了。如今要是再闹出什么个一二，只怕自己那个表哥圣主真的会大发雷霆吧。有的时候贵总是有贵的道理的，就比如说这个10几万极品元晶才能启动一次的传送阵。不过1刻钟的时间，楚轩两人就已经到了燕国了。燕国在万国州并不算最弱小的那一批国度，在数十任君主的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之下，燕国已经从那个弹丸之地逐渐发展壮大成如今大一点的弹丸之地了。不开玩笑，在太玄圣的眼中真是如此。燕国如今虽然纵横近万里，人口数千万，但是这个连神级强者都稀缺的王朝，在太玄圣地眼中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弹丸之地。不仅是燕国，哪怕万国州最大的王国也是同样的地位。在这个玄幻世界，一个至强者的作用远远比无数弱者加起来都要大。太玄圣地驻燕国办事处，几个管事恭敬地站在一个执事长老身后，耐心地等待着传送阵亮起。他们刚刚接到消息，圣地内有2位贵客来访，其中一人还是某个神秘老祖的真传。虽然他们也不知道神秘老祖是哪位，但这话是李圣人说的。李圣人可是当代圣主的远房亲戚，有着第一手消息，他的话不会错。听到消息后，执事长老立即将办事处的所有人都叫了过来，而且3令5申，不断强楚轩的重要性，免得有些人当土皇帝习惯了，不长眼冲撞了他。前段时间我有幸见到王真传了，真是风流倜傥，霸气侧漏。这次的楚真传又会是何等风采呢？真是期待啊！别想这么多有的没的，老老实实等着便是。无论如何，那都是圣地真传，你我只能仰望的存在。众人窃窃私语间，传送阵的阵纹亮起，嗡随着一阵低沉的大道梵音，2道身影出现在了传送阵之上。看到这一对青年少女，过来迎接的弟子全部都呆住了。这2人实在是太好看了。长老手中的画像已经很帅气美丽了，但还是不及真人的分毫。而且楚轩本人的气质更是惊艳绝伦，贵不可言。楚轩一出场，所有人都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将自己放在卑微的一方，因为他们在面对楚轩的时候，光是看着就觉得对方是一尊仙人，忍不住自惭形秽。师兄，燕国到了。只能说楚轩的运气还是不错的，至少他心心念念的上门退婚，眼下才刚刚开始。燕国白云城天空中几艘带着龙纹的飞舟静静在半空漂浮，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这不是皇族的流云舟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看那旗帜，好像是五皇子的人，难道说五皇子过来看他那未婚妻了？哼，我看啊，是过来退婚的才对。那姓萧的女人如今只是一个废物，而且他那战绩彪悍的上柱国爷爷也已经去世，有什么资格嫁给五皇子？没错，一个在炼体圆满卡了2年的废物也想攀上高枝，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对了，你们听说了吗？五皇子好像已经拜入了天蓝宗，不知道这次前来是否有着天蓝宗的授意呢？白云城中也不乏消息灵通之辈，看着这一幕窃窃私语。2道身影从非洲上走出，然后进入了萧家之中。萧家大堂上，萧和平脸色铁青。五皇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任谁被退婚，脸上也不会好看，更何况萧家这种曾经无比辉煌的家族。萧家与燕国皇族陈家乃是世交，而且萧家上一任族长萧善战乃是燕国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一生戎马，将燕国从一个中等偏下的王国生生抬到了如今的上等王国。没错，是真的抬。
萧善战以一人之力征服了3个同等国力的国度，将他们全部纳入了燕国的版图。后面他还凭借着手中的兵马，生生将一个觊觎燕国的上等王国拒之于国门之外。凭借着如此赫赫战功，萧善战也成了燕国的白云王。不过因为外姓王不能世袭，所以如今的萧家主萧和平只是一个侯爵而已。然而萧和平身后那个容貌绝美、倾国倾城的少女，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波澜，仿佛这件事情跟他无关一般。哼，白云侯既然知道了本宫的目的，又何必明知故问呢？五皇子陈云山居高临下的说道，同时眼睛不自觉地瞟了一眼那个本应该属于他的少女。果然是一个惊世美人，这副皮囊就算是在父皇的后宫之中也能艳压群芳。可惜了，是一个耗尽潜力的废物，一辈子都无法修炼。不过光是如此，陈云山并不会放弃这么一个美人。如此尤物，收入宫中做一个小妾也是不错的。而且这样不对等的地位，他还能尝试更多过分的东西。此等角色的绝望面容一定会很诱人吧。然而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已经与天蓝宗老祖的孙女有了婚约。虽然那个女人是一个身宽体胖的正宗正方形极美，但是她可是一个真一境强者的孙女，身份地位远高于面前的这个花瓶。那位老祖答应过他，成亲之后就会将她收入门下，作为天蓝宗的真传弟子。那可是天蓝宗啊，拥有着一个真一境的超级势力。就算燕国晋升为上等王国，如今最强者也不过是金身境。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真传身份，那陈云山就真的实现了阶层跨越，前途一片光明。为了自己的未来，陈云山欣然应允了这门婚约。至于凡俗世家出身的萧雨嫣，自然就成为了陈云山彰显深情的工具了。殿下，这是陛下的意思，还是殿下自己做主？萧和平冷声问道。此事我已经通知过父皇，他没意见。陈云山依旧是那副鼻孔看人的态度。这桩亲事本就是爷爷乱点鸳鸯谱，更何况如今萧雨嫣就是一个废物，怎么配得上本皇子？陈云山说着，愤恨地看向了一旁静静站立着的萧雨嫣。他愤恨为什么萧雨嫣如此的平静，一想起自己马上就要成为那个肥猪的男人，整天曲意逢迎，说着一些违心的话，陈云山心中的恨意就更深了。甚至他有了一种暗中将萧雨嫣囚禁，不断折磨羞辱的冲动。凭什么我想用不到此等角色？感受着陈云山的眼光，萧雨嫣平静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波动。他能感觉到对方眼中的怨毒。本来他对退婚这件事情还是没有什么意见的。陈云山说的不错，这件事情本就是老一辈乱拉关系的结果，他本身也没有想着被这个所谓的婚约困住。就算陈云山不来，日后他也会去帝都退婚。不过萧雨嫣的手段可比这个陈云山温和多了，至少不会让陈氏皇族面子上过不去。想到这里，萧雨嫣的眼神就冷了几分。他脑海中的那块石符中更是传出了一阵愤怒的声音。甘霖良，这个劳什子五皇子是不是脑子有病？他这个癞蛤蟆也配评价我的好妹妹？不行，老娘一定要出去把这狗东西大卸八块。听到这豪放的叫骂声，萧雨嫣也是一阵无奈。求姐姐不要生气，这种事情我能处理好。既然五皇子殿下如此决绝，那我萧家自然也就不自取其辱了。萧雨嫣淡淡说道，脸色平静，看不清楚喜怒。退婚一事我萧家答应了，这是你我的婚书，此刻烧毁。说着，萧雨嫣拿出了一纸婚书，将其投入了面前的火炉中。从今以后，你我一别两宽，各不相干。话语决绝，掷地有声。婚书本就是凡俗材质，投入火中后，顷刻间就化作了飞灰。如此干脆的动作，让陈云山身后陪同而来的天蓝宗长老都是一愣。看着炉中灰烬，陈云山不由得长舒一口气。终于，阻碍他抱大腿的最大障碍不见了。从今以后，他就能抱着那180斤的大腿，修为地位两开花，走向人生巅峰了。还算你这个废物有点眼力见，如此干脆就答应了下来，算是省了本宫不少功夫。小废物，你这干脆的举动，本宫很喜欢。陈云山放肆的大笑着，那态度再也不加掩饰，言语间尽是高高在上。不过，你的态度，本宫很不喜欢。没了婚约的束缚，陈云山终于不再收敛心中的扭曲。他看着萧家，看着脸色淡漠的萧雨嫣，脸上露出了一抹狞笑。吴长老，给我杀了他们了！萧家上下一个不留。遵命。站在陈云山身边的老者拱手说道。其实就算没有陈云山的命令，他也会这么做的。这是小姐的意思。小姐说老祖一辈子都注重名声，自然不会让他这个做孙女的留下画饼，所以这个萧家天蓝宗是万万不会留下的。武长老没有考虑命令的真实性，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执行就好了。
一个小小王国里的小家族，一群无关紧要的蝼蚁，死了也就死了。就算命令是假的，事后最多也不过2句斥责而已。轰隆隆，吴长老一步踏出，高悬9天，他身边瞬间乌云密布，雷霆大作，百里长空瞬间变了颜色，数百里白云城尽数陷入了昏暗之中，黑云压城，雷霆震慑，霎时间，整个萧家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这是什么境界的力量？我怎么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这下萧家完了，此人实在是太恐怖了。看这毁天灭地的架势，不会牵连到整个白云城吧？白云城中，无数人看着充斥着毁灭气息的天空，肝胆欲裂。作为一个最高境界不过化元的小城，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强者。高空之中，吴长老看着城中慌乱的人群，心中快意迸发。他十分享受这种玩弄他人生命的快感，这与他的出身有关。吴长老年幼时也是一次修士屠杀的幸存者，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修为的强大之处。长大后，他也终于有了修为，将仇人尽数斩杀。但他也走上了仇人的老路。无他，就是那种随意决断他人生死，肆意玩弄他人希望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那种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人性就是这样，在拥有了力量之后，往往会沉溺于那种随意决断他人生命的快感之中。吴长老并没有急着出手，而是慢慢将雷云压下。他要仔细欣赏这末日之下万民哀嚎的美妙画卷。看着下面那些形形色色不断逃窜求饶的蝼蚁，吴长老此刻的快意达到了顶峰，仿佛他就是此刻天地之间的唯一主宰。萧家之中感受着天空中的威压，萧雨烟识海中也是发出了一连串的警告。该死，金身欺众，这种大一点的蝼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妹妹，如今你的境界太低，我只能替你出手一次。要对付眼前的这个老杂毛，还是帮你逃出去？脑海中的声音响起，给了萧雨烟一个两难的选择题。不过萧雨烟并没有多少犹豫，把这个老杂毛杀了。萧雨烟一咬牙，做出了决断。我不能丢下我的亲人不管。对于少女的选择，她脑海中的存在没有丝毫讶异。这就是少女的性格，这就是她选择眼前少女的原因。如果萧雨烟选择独活，她反而会看不起这个少女。没事，就交给我吧。妹妹，把意识放松，把身体交给姐姐，姐姐会帮你料理好一切的。不过后面一段时间我可能会陷入沉睡，妹妹不要担心，我会醒来的。我沉睡的日子里面，妹妹你可不要轻信他人，没了我把关，你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萧雨烟只感觉身体一轻，然后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控制。她能做的就是静静看着自己的身躯行动，还有仔细记下脑海中的劝告。明明与九姐姐相识不久，但双方却已经情同姐妹。下一刻，萧雨烟抬起头，看向天空中的百里乌云，眼中满是愤怒。该死的家伙，老娘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又要被你这杂碎消耗殆尽。老娘一定要给你来一记狠的。老狗，老娘记住你了，日后一定杀上那什么天蓝宗，一个不留。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被知识污染过的九尾天狐公主，萧雨烟的九姐姐此刻很是生气。大荒裂天爪，萧雨烟的手中一道金芒亮起，给老娘破！咻，白光一闪，惊鸿冲天，直接就刺穿了空中的无尽雷云，天空中的百里乌云就骤然消散，万里混沌天转瞬复清明，仿佛刚刚的一切都只是幻觉一般。怎么回事？我刚刚是在做梦吗？白云城中无数人此刻都一片愕然，包括天空中的师兄妹二人楚轩。说好的炎帝模板呢？怎么变成灵武组了？大荒裂天爪，一个不留，毫无素质。你确定这不是灵动转世？沈凝冰，师兄，我怎么感觉这个师妹有点野啊？怎么说呢，就挺突然的。期待了好久的那句莫欺少年穷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嘴脏话的女流氓。楚轩的心情有些复杂，不过场下的情况更加复杂。天空中看见自己的攻击轻易被破，吴长老瞬间警觉了起来。何方高手？吾乃天蓝宗长老，奉丁老祖之命前来办事，阁下切莫自误。他完全不相信这是刚刚那个少女的手笔，对方能轻易破解他的攻击。吴长老知道来者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第一时间他就搬出了天蓝宗的名头，希望能够镇住对方。说完后，他的掌中又再度酝酿起了一道攻击，威力远胜方才。如果说刚刚的攻击是黑云压城的话，那么这次攻击就是毁天灭地。对于对方是否会继续出手这件事情，吴长老丝毫不担心。以往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般都是无往不利的，因为丁老祖乃是这附近10余个国度之中唯一一个真一境强者。只要说出丁老祖的名号，
对方就算是过江猛龙，也一定会投鼠忌器。然而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放心，交给我就好。萧雨嫣听到了耳边的话语，将手中光芒散去，只是静静地看着上空的攻击落下。不过吴长老手中的还是攻击再度破灭，一道剑光破空而来，如惊鸿一般，瞬间穿透了天空中的巨掌。到底是谁？吴长老惊怒交加，在空中不停张望，想要找出出手之人。很快他找到了，天空中出现了一艘极尽奢华的飞舟，飞舟之上金碧辉煌，琼楼玉宇，光是看着就知道这新来的飞舟跟陈云山的破烂飞舟有着云泥之别。下一刻，豪华飞舟上就下来了几个人影。吴长老脸色铁青地看着几人，说道：“这位公子，我们乃是天蓝。”话还没有说完，他就闭嘴了，因为他在那群人的末席看到了一个自己惹不起的人物。不光是他，就算是整个天蓝宗都惹不起对方。此等人物，吴长老也只是在万国城参加庆典的时候远远见过一面。此人当时乃是庆典的主持者，而且对方的身后可是整个太玄道域的主宰，9天10地中最强大的一批圣地，太玄圣地。师兄，此人如何处置？沈凝冰收起了手中的剑意，问道。刚刚就是他出手破除了吴长老的第2次攻击。虽然他如今只是刚刚进入筑胎境，但是拿捏一个犄角旮旯的金身境还是没问题的。毫不夸张地说，就吴长老这种投机取巧成就的金身境，他沈凝冰能打10个。先留着，等小师妹亲自动手。楚轩淡淡说道，然后伸手轻轻一拂，陈云山与武长老便定在空中，不得动弹。两人这才缓缓落下，来到萧家之中。老夫萧和平，多谢2位大人出手相助。萧和平第一时间就朝着楚轩道谢，一双老眼泪水纵横。多谢2位大人。萧家其他人在此刻也纷纷行礼，感谢着楚轩与沈凝冰的恩情，包括那个身体掌控权还在九姐姐手中的萧雨嫣。萧雨嫣看向楚轩的目光之中带着狐疑，虽然面前这个男子长得很好看，就算在青丘狐族之中也没有对手，但多年颠沛流离勾心斗角，让他不愿意轻易相信任何人，除了之前遇到过的那个神秘女人。原则上他确实不想相信对方，可是在对方显露出圣王巅峰修为的时候，他知道原则在对方手上。这位公子是？萧雨嫣小声问道，一副怕生模样。本身萧雨嫣的外表就已经足够惊艳了，身姿纤细，面庞白皙娇嫩，眉如新月，眼眸清澈，再配合上如今故意做出的娇弱姿态，就算是女子也会被勾起心底最深处的怜惜，任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好一个我见犹怜的大美人。你就是我们的雨嫣师妹。楚轩还没有开口，沈凝冰就一步上前，对着萧雨嫣温柔笑道。在路上，楚轩已经将这位师妹的大致情况告诉他了，所以沈凝冰也能猜到面前的这个女子就是自己的小师妹。虽然在沈凝冰的前世记忆中自己并没有什么同门师妹，但这一世明显有着不一样的地方，都莫名多出一个师兄了，再多几个师妹也正常。听到沈凝冰的话，天空中的吴长老心头忽然咯噔了一下，哦吼，完蛋了！能让一个太玄圣地的高级管事如此恭敬，这对男女一定有着十分恐怖的地位。能有如此派头，他们保底也是太玄圣地的核心弟子，这种级别的存在，未来几乎一定能够成为真意境强者。一个来自圣地的真意境，已经足以碾压整个天蓝宗了。别说什么老祖也是真意境，这散修真意境跟圣地的真意境能比吗？别人圣地出身，随手一个神通都是老祖8辈子接触不到的高等货色，光是见面自家老祖就得乖乖跪下了。这就是大势力对散修的降维打击。看样子这2个太玄圣地的大人物好像还跟萧雨嫣相识的样子。完了，全完了。这一刻吴长老求遍了心中所有的神灵，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否定答案。然而萧雨嫣口中的回答却让他彻底绝望。小女子正是雨嫣。萧雨嫣怯生生地应了一声，声音阴凝，仿佛在他人心头抓挠，无比酥麻。不知为何，看着萧雨嫣这副病弱美人的模样，沈凝冰有些急了，眼神中满是戒备，有点将这个师妹视作大敌的味道。有着这么一个娇媚可人的绿茶师妹，楚轩那个呆子如何能够把持得住？一想到楚轩与萧雨嫣日后腻歪在一起的画面，沈凝冰就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心中一股郁气顿生。明明是我先来的，不行，作为堂堂二师姐，我要亲政非来风气。你们就是师尊所说的。还没等萧雨嫣的话说完，沈凝冰的声音就打断了他。哈哈，萧师妹，可算找到你了。不错，我们就是你的大师兄与二师姐，还不过来相认？说完，不由分说的将萧雨嫣拉到了楚轩的身前。叫大师兄吧。
萧雨嫣拜见大师兄。少女认真地朝着楚轩行了一礼，然后恭敬地说道。此刻萧雨嫣的九姐姐已经回到了石符之中，身体回到了萧雨嫣本人的控制之下。这惊人的一幕也彻底让武长老与陈云山变了脸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位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个贱人资质如此低下，已经将潜能耗尽，怎么可能有资格进入圣地啊？陈云山慌乱说道，极力贬低着萧雨嫣，企图破坏他在两个大人物心中的印象。虽然他不知道眼前的一对俊男靓女是什么身份，但他绝对不能让萧雨嫣跟对方扯上关系。而且这也是陈云山的真心话。在他眼里，萧雨嫣修炼3月炼体圆满，就是通过耗尽潜能得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皇子妃的身份，好巩固萧家的地位。自从萧善战老爷子去世后，萧家的实力就一落千丈。为了维持住家族的地位实力而用出下三滥的骗术，这种操作在万国州中并不罕见。吴长老心中有着同样的疑问，但他完全不敢说，因为他知道双方的地位差距过大，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份。然而楚轩并没有理睬陈云山分毫，只是看着萧雨嫣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是个好苗子。姓名萧雨嫣，年龄17岁，修为炼体9重，词条大地之资，金丹道至尊，金大道所中，红丹道至尊，天生的炼丹圣体，炼丹天赋举世无双，稍加努力就能够成为最强的炼丹宗师，炼丹有额外加成，说不定还能将丹道炼成丹道。大道所中，天道眷顾，气运超群，逢凶化吉，有惊无险，究极锦鲤体质，算卦从来没有下签。这么明晃晃的红色，能不好吗？而且这个师妹还在炼丹上有着十分恐怖的天赋，看来以后飞来峰的丹药不用愁了。看到这么好的词条，楚轩也是第一时间就出手了。系统启动，复制成功，加在中，词条加在成功。你先跟家人告别一下吧，日后你就要到山上修行了。楚轩说着拍了拍萧雨嫣的肩膀，温声说道。听到楚轩的话，萧雨嫣顿时小脸一红，低着头走回了自己父亲身边，自始至终几人丝毫没有回应陈云山的意思。见状，陈云山也知道自己今天是没办法动萧雨嫣了。不过萧雨嫣能跑，萧家能跑吗？这些人不可能保护萧家一辈子的，过段时间再派人来全部灭杀便是。反正自己已经快要成为天蓝宗老祖的亲传弟子了。哼，吴长老，我们走。陈云山冷哼一声，大袖一挥，正欲离去。吴长老也连忙跟上，他也知道留在这里也没有用了，赶紧离开，说不定还能躲躲风头。只是真的能走吗？吴长老的眼皮直跳。果然下一刻，两人齐齐撞到了一堵透明的结界。如此对待我们的师妹，居然还想走，你是不是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清冷的声音传来，明明嗓音如9天仙乐，美妙的让人耳目暂明，但其中的含义却让人如坠冰窟。欺负了我师妹，还想就这样一走了之？你们是不是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沈凝冰冷冷说道，一股彻骨寒意瞬间笼罩了整个萧家。虽然沈凝冰修为没了，但是他前世养成的那股子上位者的气息并没有消失，如今光是杀意就让整个萧家下降了不止10度。作为杀意的主要承受者，陈云山与吴长老此刻更是浑身战栗，几乎就要伏倒在地。一时间两人都在思考，这究竟是哪里来的杀神？哈哈，那你还想怎么样？极致的恐惧之下，陈云山选择了最有可能活下去的一条路。我可是天蓝宗老祖的亲传弟子，亲孙女婿，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啊！真意境强者的孙女婿，你有这个胆子杀吗？陈云山强装镇定，哈哈大笑着说出了自己的靠山。在皇家的思维里面，这是最有机会活下去的办法了。只可惜这一招对面前的一行人来说完全没有用。武长老看到这一幕，也知道陈云山犯蠢了。要知道对方可是太玄圣地的人，在太玄圣地的眼里，天蓝宗算个屁。虽然吴长老不知道那对男女的身份，但他知道男女身后那个仆人的身份啊，那可是太玄圣的在万国城的高级管事，就算是自家老祖也要尊敬一手的存在。能让高级管事如此恭敬的存在，在太玄圣地中最少也要是个核心弟子，还是那种有着大背景的核心弟子。太玄圣地的核心弟子需要派一个真一境吗？显然是不用的。别说如今老祖不在，就算老祖在场，面对这几个人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也就是陈云山眼拙，认不出这个万国城背后的主宰者。不过也不怪陈云山，毕竟武长老都经深境了，一辈子都也才去过一次万国城，陈云山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呢？大人，刚刚的事情我都是被他逼迫的。
他仗着丁老祖孙女婿的名号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话，就让老祖废了我。我这才出手的。大人您大人有大量，就饶我一命吧。还没等陈云山反应过来，武长老就已经跪在地上磕了80个响头了，一边磕头还一边将所有的过错全部推到陈云山身上，企图保住自己性命。刚刚还在叫销毁灭整做城池的狠人，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条摇尾乞怜的蠢狗。这反差如此之大的一幕，冲击力实在是有点大，大的萧和平都揉了揉眼睛，看看是不是自己眼花了。那强撑着气势的陈云山此刻更是大脑彻底宕机。怎么回事？吴长老怎么就直接叛变了？难道说这几人真的来自一个巨无霸势力？还没等陈云山质问吴长老，楚轩身后的高级管事就回答了他的问题。呵呵，天蓝宗好大的威风啊，居然敢欺辱我太玄圣地的弟子，真一境强者的孙女婿。你猜我们楚真传敢不敢杀？要不你传音给那姓丁的，问问他敢不敢在我苏无忧面前放肆。青衣管事苏无忧冷笑一声，淡淡说道，他本来是过来燕国度假的，正好被老李拉过来当苦力，陪着楚轩办事。此话一出，场上顿时一片寂静，无数人都呆立在原地，脑海中万雷轰鸣。什么？太玄圣地？那可是这片土地不可动摇的绝对主宰，别说天蓝宗了，就算整个万国之地加起来都不够给太玄圣的提携的。苏无忧更是万国城出了名的铁面阎罗，近年来无数万国州有着不臣之心的宗门国度都是此人亲手清除的。原来这两人是太玄圣地的弟子，怪不得。不过既然这两人是太玄圣地的弟子，那岂不是说萧雨嫣也是？一瞬间无数人看向萧家的眼神都变了，从前的恨不得上去咬一口，瞬间变成了忠诚的巴结与讨好。不过还有变化更大的。咚，双膝下跪，掷地有声。陈云山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向前爬行，想要来到萧雨嫣的身前。这位大人，我错了，我也是被迫的，您就饶了我吧。这一切都是那丁老祖逼我的，我也不想跟雨嫣决裂的。可是那丁老祖说，如果我不退婚，他就会亲自动手将整个萧家血洗，我也是没办法。我恨啊，我恨自己太过弱小啊，明明知道这一切却无法反抗。雨嫣，我是喜欢你的，我一直喜欢你的，你真的忍心看着你的未婚夫死去吗？雨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跟你成婚。陈云山没有犹豫，直接就将自己的靠山卖了，还不断的打起感情牌，希望用之前的情谊换取自己的活路，甚至还妄想着抱上萧雨嫣的大腿。如果是之前的萧雨嫣的话，可能还真会放他一条生路。只可惜现在的萧雨嫣脑海中有着一个狠辣的灵魂九姐姐，这小妮子这就心软了，这可要不得。唉，萧雨嫣脑海中一声长叹响起，下一刻萧雨嫣的身体就被强制接管了。没办法，这丫头年纪太小，心肠太软，根本不知道这些修士为了活命到底有多没有底线。这些绝情的事情还是让她这个当姐姐的做吧。可是我看你刚刚下令的时候分明还乐在其中呢，那开心的嘴脸可没有一点被胁迫的样子。萧雨嫣冷冷说道，直接断绝了陈云山最后一丝希望。师妹，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沈凝冰问道。这毕竟是师妹的事情，还是尊重一下她的意见比较好。虽然这两人也不可能活下来了，杀了吧。萧雨嫣淡漠说道，那语气就像是在决断两棵草芥的性命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沈凝冰都有点错觉，眼前的人不是一个16、17岁少女，而是一个杀人营野的大魔头。不过就算是也无妨，有自己在，翻不起什么风浪。听到萧雨嫣那毫无感情的话语，陈云山与吴长老脸色大变，两人瞬间化作了两道流光，想要逃离此处。然而有一道剑光更快，咻，银光划破长空，在天空中留下一条细细的血线。100丈之外，陈云山与武长老捂着自己的喉咙，死死盯着沈凝冰，眼中是极致的绝望。你不过10几岁，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武长老想不明白，自己苦苦修炼800年，为什么还是敌不过面前少女的一剑？明明此人身上的气息不过筑胎3重，而自己可是金身7重啊！两人之间足足差了1个多的大境界啊！这就是普通人与天骄之间的差距吗？7，蝼蚁岂知皓月之辉？沈凝冰嗤笑一声，随后收剑入鞘，回头看向自己新入门的师妹。他刚刚的这一剑其实也有着警告萧雨嫣的意思，不过萧雨嫣的眼中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情绪。妹妹，你的这个师姐可不简单，刚刚的一剑已经近乎入道了。不过这才有意思。萧雨嫣的眼中反而是出现了一丝狂热，似乎就像是终于找到了目标一般。沈真传居然这么强。相反，
震惊的眼神却出现在了沈宁斌身后的高级管事苏无忧脸上。此刻苏无忧双眼皮直跳，他完全没有想到，刚刚入门1个月的沈宁斌居然有着轻易斩杀金身境的实力。要知道，这位真传弟子1个月入门前仅仅有着通脉境的修为啊，如今不仅摇身一变成为了筑胎境，还拥有着跨境杀敌的恐怖战力。怪不得飞仙老祖会将他收下，原来此子居然恐怖如斯。这个师妹都这般恐怖了，那楚轩作为飞仙老祖的开山大弟子又该有多恐怖呢？想到这里，苏无忧的眼神看向了楚轩楚真传，我已经派人去将天蓝宗与炎国皇室围起来了。早在几人出现前，苏无忧就派人过去了，如今估计已经围住很久了。楚轩自然不会放过那陈云山的家人与天蓝宗，他可没有给自己留下仇人的习惯。陈云山赶来退婚，说明他那皇帝老子也是默许的，光凭此，整个皇室就有了取死之道，也就简简单单灭个门吧。做得不错。楚轩淡淡点头道，这个管事有点眼力见，知道该干什么，不愧是有着一个蓝色词条的男人。八巧玲珑，蓝，社交恐怖分子，做事滴水不漏，最佳手套。虽然是社交类词条，还是工具人属性的，楚轩用不上。师妹，你先跟家人好好聊一下吧，上山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转头，楚轩对着萧雨嫣轻声说道。虽然飞来峰并不禁止下山省亲，但修行无岁月，日后说不定一次普通的闭关就……闻言，萧雨嫣也是心中一紧，赶紧拉住自己父亲的手，不断呜咽着。明显，对于这么一个花季少女来说，这种生离死别的话题很是沉重。半日之后，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的父亲。雨嫣，你没必要这样，楚真传不是说了吗？以后还有机会回来的，过去记得好好修炼，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啊。好了，赶紧走吧。直到萧和平赶人，萧雨嫣才一步三回头地登上飞舟。飞舟启动，瞬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原地无数人看着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传令下去，赶紧备好礼物，我要去萧家拜访。不仅仅是白云城，整个炎国无数家族在这一刻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因为有着萧雨嫣的存在，萧家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了。飞舟上，萧雨嫣看着手中2个硕大的储物戒，一阵恍惚。作为小城市出来的修士，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储物戒。师妹，这些都是给你的见面礼，就收下吧。直到楚轩温和的声音传来，萧雨嫣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是给我的。萧雨嫣惊喜地说道，2只眼睛已经弯成了月牙，眼中那欢喜的光芒更是藏都藏不住。脑海中九姐姐的声音更是颤抖了起来，这是丹神残卷，还有这是万年灵芝，还有超灵老木。最后一个名字，萧雨嫣都已经不知道自家九姐姐是不是爆粗口了。根据九姐姐的素质，很有可能。经过2天半的相处，萧雨嫣可是对自己脑海中的这个九姐姐有了深刻的了解了。只能说，九姐姐虽然看上去是一只野蛮的狐狸，实际上她不仅野蛮，而且文盲。在九姐姐身上，萧雨嫣能够感受到一股完全没有被知识玷污过的纯真。自己的脑海中的这个灵魂是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啊，小丫头，你有福了。这些东西价值连城，都足够买下上百个炎国了。有了这些东西，你的万药神体马上就能激活了，到时候配合上我祖传的炼丹秘术，你就是下一个以丹正道的大帝。九姐姐在萧雨嫣的脑海中不断扑腾着，就像是一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高兴小孩。9条狐狸尾巴疯狂舞动，叫声更是吵得萧雨嫣头痛欲裂。怎么还要养魂伞？难道说你的那个师尊跟他说了我的存在？不过一回想到那个女人的恐怖实力，九姐姐就释然了。虽然同是圣王，但那家伙比自己的巅峰时期强大太多了。就算肉身还在，天湖血脉全部激发，涂山99也不觉得自己能够与对方叫板。说个不好听的，那家伙一巴掌下来就得跪下来求着自己不要死了。要不是对方看见他对萧雨嫣没有恶意，这才饶他一命，将他的神魂与萧雨嫣绑定在一起，让他日后负责教导萧雨嫣。算了，就当是欠这丫头的吧，我好歹也是蹭了他这么久的力量才苏醒的。其实涂山99正是萧雨嫣这2年来修为无法突破的罪魁祸首，这算不算是一报还一报呢？神魂深处，涂山99双目幽深，喃喃道。听到手中储物戒的价值后，萧雨嫣反而有点不敢收下了。师兄师姐，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心性纯良的萧雨嫣看着面前的巨款，弱弱说道。师妹，你就收下吧。沈宁斌倒是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不要不好意思，你的大师兄可是个狗大户，这些东西他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大堆。没错，
这些东西不算贵重，师妹放心收下便是。闻言，楚轩也点头同意道：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看见两人那不容推辞的眼神，萧雨嫣这才乖乖收下2个储物件。师妹可有修行的功法？需要跑一趟传承大殿吗？多谢大师兄，我已经有了修行的功法了，名为真言9变，是九姐姐传给我的，师尊也说很适合我。萧雨嫣有些受宠若惊，恭敬地回答道，甚至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刚刚的话已经将她体内的另一个灵魂卖了个干净。对此，楚轩丝毫没有意外，毕竟这炎帝母板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专属功法呢？所以楚轩刚刚也就是那么随口一说而已。既然师尊已经说了很适合师妹，那自己也就懒得掺和了。这门功法对他来说意义也不大，太玄经本就是9天10地之中最为强大的功法之一，无敌之路已在脚下，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既然师妹心中有数，那就好。楚轩点了点头道，对了，师妹，你要去看这天蓝宗与陈氏一脉的下场吗？本着尊重的原则，楚轩问道。听到楚轩的问题，萧雨嫣也是听到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师兄如此说来，想来无论自己去与不去，对方都是一定会覆灭的了。这样的话，自己去不去又有什么区别呢？萧雨嫣这般想着，刚想要拒绝，脑海中涂山久久的娇媚的声音就打断了她的思绪。妹妹，姐姐我想过去看看，你就不要拒绝好吗？涂山久久此举是想让自己这个天真的妹妹真正见识到修行的残酷。萧雨嫣自小就是萧家这个温室中的花朵，虽然天赋不错，但可以说是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所以之前面对陈云山的求饶，心中才会有点恻隐。被自己九姐姐的声音磨得受不了，萧雨嫣终于松了口，那就过去看看吧。楚轩的飞舟很快，也可说是这万国之地实在太小。话音刚落，不过几个呼吸就到了燕国皇都之中。皇宫中，几个身穿太玄圣地长袍的青年闭目养神，手中剑隐隐作鸣，浑身剑意蓄势待发，似乎只要有人一声令下，整个皇宫都会被瞬间清洗。感受到天空中飞舟的气息，几人起身行礼。楚真传好。听到这个称呼，坐在龙椅上的燕国皇帝终于变了脸色。真传大人饶命啊！一向高高在上，气吞万里如虎的燕国皇帝，此刻无比卑微地祈求着，就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可怜老人。然而非洲之上，那个如仙一般的人物只是冷漠地挥了挥手，没有任何回应。下一刻，整个皇宫瞬间沦陷，数十名皇子当场暴毙。龙椅之前，刚刚还磕头求饶的皇帝更是尸首分离。非洲上，萧雨嫣看着这一幕，心中满是不忍，可是他的双眼却不受自己控制，只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的身体此刻的控制者已然变成了涂山久久。雨嫣妹妹，不要觉得这很残忍，你要知道，如果你没了我，没了你那个师尊，今天死的人就会是你，会是你们萧家的所有人。涂山久久冷漠的声音响彻心湖的同时，萧雨嫣的耳边也多了一道清冷的声音。这特殊的语气，他第一时间就能认出来是自己的二师姐沈凝冰。这就是修行界的残酷。沈凝冰拍了拍萧雨嫣的香肩，淡淡的说道，如果你不想你的家人也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那就好好修炼吧，至少你还有机会保护他们。说着，沈凝冰眼眸闪动，偏过头去，不让任何人看到他脸上的情绪。听到沈凝冰那与九姐姐如出一辙的劝诫，萧雨嫣也是鼻头一酸。明明是一个年龄与自己相差仿佛的少女，却能说出如此冰凉的话语，看来这个师姐的身世十分悲惨啊。一瞬间，萧雨嫣就给沈凝冰脑补了8000个悲惨身世。少女的想象力确实十分惊人。二师姐我知道了。萧雨嫣对着沈凝冰重重的点了点头，道。看着这一幕，楚轩也知道自己的目的达成了，于是他转头看向了身边静静站着等候命令的苏无忧。老苏，天蓝宗那边我就不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吧。不过要记住，与那个丁姓老祖有关的所有人，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其他的那些人，只要自愿废除修为，我可以饶他们一命。没办法，谁让我这个人心软呢？楚轩淡淡说道，瞬间给天蓝宗这个万国州一霸判了死刑。是。苏无忧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滴，恭敬地应承下来。天蓝宗的实力不差，弟子众多，不然也不可能发展到如今的这个地步。这下有的忙了，不过也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要是通知圣地，这个所谓的霸主宗门，只怕不用1刻钟就会彻底化作飞灰。听着楚轩的话语，沈凝冰点了点头，确实心软了，换作是他，早就全部诛杀了。凝冰女帝可不管他们废不废修为，直接杀了了事。而刚刚入门的萧雨嫣则是愣住了，
都全部杀光了。大师兄，您这还叫心软？您是怕他们黄泉路上情绪不稳定，专门让他们一起上路是吧？这么说来，您确实是个大好人啊。有这么一瞬间，雨嫣师妹单纯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走吧，先回圣地。1刻钟后，非洲就到了万国城。2个时辰后，师兄妹3人就回到了飞来峰上。此刻，万国州天蓝宗山门处，血流飘橹，赤的百里。天蓝宗的数十万弟子，此刻都双目无神地跪倒在地。他们的修为就在刚刚全部都被废了。天蓝宗最高处，丁振霄看着面前的李金羽，满脸谄媚：“李胜，不知道我天蓝宗何处得罪了您呢？居然劳烦您大驾光临。”就算门下弟子全部被废，宗门核心被杀到只剩下了自己跟孙女，丁振霄还是心怀希望地试探着。其实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招来这么恐怖的阵容。明明自己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来没有做出太过出格的事情，怎么会招惹到太玄圣地的李圣人呢？最近做的最过分的事情，不过是让人去退个婚而已。他是真的吩咐了，让武长老去和平解决这件事的。但是他的孙女有自己的想法，暗中给了武长老许诺。任凭丁振霄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自己那个长相十分肥美，得配上10斤粉条的孙女，居然会惹出这般大祸。就算没有楚真传，我也会过来一趟的。李金羽看着面前的500斤正宗肥猪，心中嗤笑2声。明明是讽刺的笑容，但却带着一丝悲凉。毕竟我的灵儿当初也是如此，至少他没有这么好运遇到楚真传而已。圣人出手，就算丁振霄有着通天之能，也无法凭借着真一众的境界逃出升天。不过短短1个时辰的时间，整个天蓝宗就已经尽数沦陷。等楚轩他们回到圣地的时候，事情甚至已经结束了。楚真传，天蓝宗解决了。李金羽传音禀告道：“效率不错。”楚轩满意的说道：“只能说不愧是老李的亲人，这效率杠杠的。”玉牌之中，李金羽的声音继续响起：“另外，我在天蓝宗内找到了一些楚真传感兴趣的东西，已经差人送回圣地了。没想到区天蓝宗内居然收藏着一种天地异火，还有那陈氏皇族的一个旁系弟子也献出了一种奇异火焰，已经一并送回去了。在非洲上，萧雨嫣曾经说过，奇异火焰能够促进他的修行，所以楚轩也就让李金羽帮忙留意一下。虽然楚轩对此不抱什么希望，如此贫瘠的地方出现奇异火焰的概率并不高，不过这也不代表着一定没有。奇异火焰通常有自己的想法，万国州说不定就产生了合适的异火呢。全程萧雨嫣都静静听着，果然背靠大势力就是好啊，这别人不知道要搜集多久的异火，妹妹你半天就找到了2种。脑海中响起了涂山99那满是羡慕的声音。说真的，我都有点羡慕雨嫣你了，有个这么厉害的大师兄，要是给我早就以身相许扑上去了。大师兄，您的恩情师妹无以为报，师妹只能以身相许了。听着脑海中涂山99那肆意挑逗的话语，萧雨嫣顿时涨红了脸，心中不停啐骂着自己这个口无遮拦的9姐姐。不过骂的同时，心中也有些异动，毕竟大师兄长得是真好看，如此英俊的，就算是仙子来了也得多看2眼吧。自己只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罢了，就是大师兄的气质有些太好了，高贵神圣，光是看着都有点让自己有点自惭形秽。师妹，这里就是你的宫殿了。楚轩带着萧雨嫣上山走到了一处偏殿面前，说道。萧雨嫣怀着好奇踏入其中，一步走出便恍如隔世。明明外面看着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却另有乾坤。师兄，这也太大了吧，这个房间比整个萧府都要大了，这真是我能够拥有的地方吗？萧雨嫣看着面前宫殿，张大了自己的嘴巴，俨然一副村姑进城的样子。也不能全怪他，光是这宫殿就已经比整个白云城都要大了。这副模样看得旁边的楚轩与沈凝冰都有些哑然失笑。好了好了，别震惊了，这就是你的地方。楚轩没好气地调笑道，只是看到一个行宫就这么失态，日后看到太玄城的时候岂不是要走不动路了？行了，凝冰你带着小师妹好好熟悉一下吧，我还有事先回去了。说完，楚轩就回到了自己的练功房中开始修炼。二师姐，大师兄他是怎样一个人啊？闺房之中，萧雨嫣看着楚轩消失的身影，忍不住对着沈凝冰问道。经过半天的相处，萧雨嫣对于自己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大师兄充满了好奇。二师姐既然是二师姐，那想必跟了大师兄很久吧，应该很了解对方吧。不过沈凝冰的脸上却出现了一丝僵硬。要问这个，你可就找错人了。说着，沈凝冰摇了摇头。我上山也不过1个多月，对于这个师兄的了解也不深，我只知道他很强大，天赋十分恐怖，
日后绝对能够成长到绝世强者的地步。不过，你如果修炼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请教他。说着，沈宁冰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事情，语气有点不可思议。大师兄他人很好，而且对修炼有着独特的见解，一般的问题难不倒他。他的悟性有点逆天。说完，沈宁冰就对楚轩的其他事情闭口不提了。经过沈宁冰的解释，萧雨嫣这才知道，其实对方也才刚刚上山1个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头有些欢喜。原来二师姐与大师兄也不太熟啊，那太好了，这样自己的机会岂不是大了很多？同时又有些失落，自己对于这个大师兄还是太不了解了。对了，二师姐，你们都来自哪里啊？萧雨嫣没心没肺地问出了最戳心窝子的话。不过沈宁冰毕竟不是那个刚刚出逃的少女了，对这个也并没有多少避讳。你大师兄的来历，你去随便找个长老问问就知道了。我也是来自一个小家族，不过……沈宁冰平静地讲出了自己家族的遭遇，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就如同一个局外人一般。听完沈宁冰的故事后，萧雨嫣连忙给他道歉。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传上二师姐那句话的含义，至少你还有机会保护他们。一想到这里，萧雨嫣就更加愧疚了。为什么自己就这么嘴贱呢？知道自己做了错事的萧雨嫣胆小的像一只鹌鹑，一直点头道歉着。不好意思，二师姐，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说起这件事的。不过有着2世经历的沈宁冰显然对此并不在意，数千年的修炼生涯早已经冲淡了他心中的痛苦，如今提起只剩唏嘘。没事的，些许风霜而已，日后修炼有成，报仇便是了。沈宁冰笑着说道。不过雨嫣师妹，你可要吸取教训，好好珍惜身边人啊。修炼界风绝云诡，说不定什么时候太玄圣地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会轰然倒塌。说着，沈宁冰眼底出现了一抹异色。萧雨嫣并没有看到沈宁冰的异常，只是点头应道：知道了，师姐，我一定好好珍惜你与大师兄。年方28，正值花季的少女展开了那张如花一般的笑脸。众所周知，太玄圣地如今能够在一众圣地之中名列3甲，有着2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太玄圣地的太玄经与太玄剑诀乃是顶级的大地功法，尤其是那太玄剑诀乃是9天10地之中威力最为恐怖的杀伐神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们有这一个飞仙老祖。400年前，太玄圣地忽然冒出来一个飞仙老祖，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如今天下公认的第1圣王。相传此人甚至有着硬汉击到地兵而不败的恐怖战绩。飞仙老祖就是沈宁冰的师尊陆无。就算沈宁冰前世修炼到了大地的尽头，但还是回想起曾经的师尊，还是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因为师尊实在是太神秘强大了。如今又有人给了沈宁冰同样的想法，那就是自己这个大师兄。虽然沈宁冰没有见过楚轩出手，但他能感觉到楚轩的实力绝对十分恐怖。这件事情从之前他闯入自己的宫殿之中就能窥见一二。那些足够诛杀镇一境巅峰的阵法布置，在楚轩的手下如同玩具，毫不费力就破解了。这件事情给沈宁冰18岁零10万个月的幼小心灵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1个月前刚刚入门的时候，沈宁冰还只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师兄仅仅只是普通的天骄而已。也许是这一世发生了什么波折，机缘巧合下让此人拜入师尊的门下。只要他努力，早晚有一天师兄会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的。不过此时此刻，沈宁冰才知道自己错了，还错得还很离谱。此人的天赋远在自己之上。蓦然沈宁冰想起了那个所谓的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的系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的师兄都会牢牢占据住榜首的位置吧，那自己岂不是死？对着楚轩做出惩罚这种事情，光是想想就让他头皮发麻。沈宁冰忽然后悔了，系统爸爸，我不玩了，我要解绑。叮，这句话请不要对系统说，宿主喊爸爸的对象应该是榜首哦。许是知道沈宁冰的心中所想，沉寂已久的系统再度出现，给他那千疮百孔的心补了最后一刀。师妹你自己找点事做吧，我先回去修炼了。楚轩的声音刚刚响起，他的人影就不见了，显然他回去修炼去了。叮，本轮天骄榜统计时间已经结束，正在进行排名。由于宿主刚刚进入宗门，本次排名为新手保护的定制排行榜，不具有参考性。为了激励宿主，本次的天骄榜照常公布。太玄圣地驻胎境以下天骄排行榜公布。第50名柳如烟，第49名于右威，第35名季伯达，第1名沈宁冰。结果毫无悬念，沈宁冰高居榜首。面对这个结果，沈宁冰笑了，不过是气笑的。这系统还挺人性化的，
给他弄了一个自欺欺人榜是吧？他现在已经化元7重了，柱胎以下的排行榜，他指定是第一啊！果然是定制排行榜啊，只要定语够多，狗都能排第一。不过天骄榜倒也同时公布了，不知道师兄能够排到哪一步呢？仔细翻动真正的天骄榜，沈宁斌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柱胎金身左右，这让他不由得松了口气。果然，像楚轩这种变态还是不常见的。直到榜单最后，沈宁斌才在上面看到了2个熟悉的名字：太玄圣地天骄榜第2名王腾龙，太玄圣地天骄榜第1名楚轩。在看到自家师兄名字的那一刻，不知为何，沈宁斌那悬着的心忽然就放了下来。还好，果然榜首是自家师兄，这样一来，这惩罚的事情就可以松口气了。就算过分一点，看着楚轩那张英俊无比的脸，自己心中也好受一些，好像也不是不行。甚至自己那少女怀春的身躯有点蠢蠢欲动。叮，榜单已公布，恭喜宿主登临榜首，登顶奖励：冰晶神凤金魄1枚，天柱石床1张，天品玄冥珠3克。看着这丰厚的奖励，沈宁斌都有些恍惚，刚刚被自家师兄伤害的心灵顿时被修补好了。没办法，这些东西都太适合他了。冰晶神凤金魄正是彻底激活他那太阴圣皇体的关键。太阴圣皇体怎么可能没有凤凰金魄就完全激活呢？这也是他前世在证到大地之后才在一个禁区之内知道的。吸收神凤金魄后，前世的他修炼速度再度上了一个台阶，短短2000年的时间就修炼到了大地之巅。只可惜不知道在他追寻登仙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竟然陨落重生了。而且还有着天柱石床与天品玄冥珠，足够我1个月成神的了。系统给的另外2个奖励也是好东西。天柱石床极品修炼辅材，能够增加修士5成的修炼速度。天品玄冥珠其中蕴含大量的天地元气，1颗就已经足够沈宁斌修炼到神火境了。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他前世也得省着用的奇珍。本来沈宁斌已经对自己不抱有希望了，楚轩实在是太变态了，他根本追不上。如今吸收了神凤金魄，再加上这恐怖的资源，这让他忽然又觉得自己行了。不知为何，在看着眼前的东西时，沈宁斌忽然想到1000年后太玄圣的那莫名其妙的大劫。不过这些东西也给了沈宁斌保住太玄圣地的信心。这一世我不会让太玄圣地重蹈覆辙的。叮，温馨提示，宿主的新手保护期已过，下一次就会是真正的天骄排名了哦。叮，下一次的惩罚已出炉，1个月内给榜首宽衣1次。看着脑海中的界面，沈宁斌的修行欲望就更加强烈了起来。他选择开启惩罚的时候，可不知道这惩罚这么变态，居然让他堂堂一个曾经的大地强者主动去脱别人的衣服。由于沈宁斌那强烈的情绪波动，霎时间整个房间里面都挂上了一层冰霜。如果不是房间内有大阵保护，只怕半个宫殿都会被冻成冰渣子。许久之后，沈宁斌终于长出一口浊气，挂满冰晶、满目晶莹的绝世面容上出现了一丝紧迫。不行，我一定要赶紧修炼，狠狠地超过大师兄。我堂堂一个女帝，怎么可能给他洗脚？不过到时候超过他了，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让他给我洗脚。大师兄长得这么好看，被打得哭鼻子的时候一定也很帅吧？想到这里，修炼的欲望也就更加强烈了。沈宁斌也没有注意到自己那颗曾经冰封了数千年的心，在遇到楚轩后已经渐渐开始活跃了起来。入门1个月，情绪波动比上一世一辈子加起来都多，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连当事人都没有察觉到。自从入门大典以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太玄圣地并不平静。飞来峰多了一个石绝体的消息不胫而走，霎时间无数的势力都为之震撼。这可是石绝体啊，要是能够解决半生的问题，那就是比圣体还强大的存在。石绝体代表着10种大道坦途，如果修炼到了准地，正道的难度比一般人低上不少，甚至可以说石绝体只要成长起来就必定称帝。不过也有不少人幸灾乐祸，毕竟石绝体的背后也代表着无穷无尽的麻烦，有些石绝体甚至有能耐将一个大地传承克死。这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太玄圣的注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楚轩已经将沈宁斌的体质说出来了。太阴圣皇体并不是那种招来灾厄的体质，只是需要大量资源激活的体质而已。如此体质在石绝体中已经是上千了。也正是因此，太玄圣主李长青这1个月里面天天大设宴席，喝得酩酊大醉，好不快活。正当他今天纵酒狂歌，正在兴头上的时候，天空之中空间破碎，几只火红的麒麟缓缓从虚空之中走出，身后一辆战车十分耀眼，所过之处虚空震颤连连。
如果不是战车上散发着独特的波动，不断修复着虚空，只怕虚空早就大片塌陷了。看到这辆战车，山门的弟子连忙弯腰行礼，见过王师兄。战车没有丝毫的停滞，只是径直驶入太玄圣地中。自始至终，战车中的男子都没有露脸。太玄圣地内，看到这熟悉的战车，许多弟子都发出了惊呼。这是王师兄的麒麟战车。王师兄回来了，好厉害的宝物，不愧是地族少主，出门都是圣气做车马。还有那几个麒麟，每一个都有着神王级别的气息，这也太气派了，不愧是太玄道域首富啊。王家乃是太玄道域的最富有的家族，当然要除开太玄圣地，裁判肯定不能下场比赛的，所以王腾龙作为王家的少家主，自然也财大气粗。这样一个人回到圣地，话题度自然应该拉满的。甚至为了听到更多的好话，王腾龙故意露出了自己面容。然而想象之中的吹捧并没有出现。这个就是王真传吗？怎么没有记忆中那么帅了？没错，感觉跟楚真传差了不少啊。我就说了，楚真传 YYDS， 王真传根本比不上他。远处少女的议论让王腾龙心头有些烦躁。又是这个人，他不过离开圣地2年，这个人就将所有本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抢夺干净了。明明自己也很帅，这些花痴怎么就看不懂呢？王腾龙作为一个地族的少主，可不仅仅是背景强大，他有自信，在容貌气质这方面，他在一众地族接班人中都算出类拔萃的，与一个毫无背景的人相比，更是遥遥领先。不过他明显想多了，比较也是要看对象的。如果说他跟其他真传弟子比的话，也许确实无敌，然而他如果要跟楚轩比的话，那就是自取其辱了。光是论相貌，楚轩就能够将他秒得渣都不剩。战车缓缓移动，朝着飞来峰而去。忽然有人发现了王腾龙前进的方向，王师兄朝着飞来峰走去了。你们说他是不是想去找那个石绝体？放屁，王师兄肯定是为了楚师兄而来。不错，沈真传虽然体质特殊，但终究没有成长起来，还入不了王师兄的眼。无数好事的弟子也跟着王腾龙来到了飞来峰前。看着面前高高耸立的山峰，王腾龙脸色复杂。作为王家的少主，他自然知道这座山峰主人的恐怖之处，那可是一个真正的传奇，短短300年便无敌于天下的超级老祖，甚至这座山峰都是那个存在搬来的。没错，在陆无没有成名之前，太玄圣地并不存在飞来峰，这整座山峰都是陆无200年前搬来的。火麒麟恭敬地在山脚停下，王腾龙从战车上走下。楚师弟与沈师妹可在？在下王腾龙，特来拜会。王腾龙缓缓开口道，声音平静。楚轩将萧雨嫣接回来的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连真传令牌都没有申报，他自然不知道此事。声音传入护山大阵中，随后如泥牛入海，渺无音讯。足足片刻，其中才有回应传来，原来是王师兄，幸会幸会。随后护山大阵中出现了一个缺口，一条道路在其中浮现。王师兄请进。王腾龙闻言也没有再犹豫，直接一步踏出，走进其中。下一刻他便感觉到天旋地转，眼前顿时变成了琼楼玉宇，宫阙华庭，一男两女站立在宫殿之中，有着难以言喻的般配感。那女子一袭黑裙，五官精致，容貌绝美，黑色长裙之下，身材更是显得玲珑有致，宛如天仙一般，绝美无瑕。即使王腾龙出身地族，见识过不少的天骄美人，但气质如此华贵清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面前的这个女子就仿佛是天生的上位者一般，令他无比惊艳。另一边，一个娇小玲珑但媚态天成的女子惴惴而立，似乎有点害怕王腾龙。只不过王腾龙并没有在意那两个女子，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傲然而立的男子身上，此人才是他前来的目的。男子一袭雪白长袍，如流云般飘洒，身姿挺拔如苍松，一呼一吸之间道韵连绵。他的发丝如墨，随意地束在脑后，几缕发丝在微风中轻轻飘动，面庞如刀削般棱角分明，剑眉斜飞入鬓，双眸深邃似长空，无尽星辰尽在其中。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便散发出一种超凡脱俗到极致的神圣气质，宛如神奇降临，又似谪仙降世，令人心驰神往，不敢逼视。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王腾龙这才知道，原来那些弟子说的都没错，这是哪来的变态啊，居然能够这么帅。光是看着王腾龙都快要自卑了，回想起之前那些弟子所说的话，此刻的王腾龙都有点得意了。我居然能够跟这么一个谪仙人相提并论，我太强了。当双方的差距足够大的时候，败者甚至连嫉妒的情绪都无法升起。如今的王腾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早就听闻楚师弟相貌无双，气质非凡，犹如谪仙人下凡。我从前还只当是弟子们的玩笑话，
觉得他们目光短浅。片刻后，王腾龙才反应过来，开口赔罪道：“今日一见，这才知道是我心胸狭隘了。师弟，你这个谪仙人果然名不虚传啊！”在如此大的差距之下，王腾龙已经断绝了比较的心思了。他可没有自取其辱、自讨没趣的习惯。王师兄谬赞了，不过是一副皮囊罢了。对此，楚轩倒是毫不在意，摆了摆手，这事就算过去了。随后，一副龙纹木打造的桌椅出现，上面还有着半坛子好酒，一个小炉子不断加热着，一副要煮酒宴客的模样。来吧，师兄试一下我这新弄来的好酒。楚轩一挥手，一股醇厚的芳香瞬间充斥了整个宫殿。见状，王腾龙也没有推脱，直接随意的坐下，等待着美酒。王师兄此次前来，所谓何事？楚轩也趁机直接问道，同时眼底光芒亮起，开始查看对方的属性。姓名：王腾龙，年龄28，修为神火境9重，词条：龙血战体，金，大地之姿，金，龙血玄黄。龙血战体拥有者，龙血战体是一种圣体，身上流淌着真龙血液的人族，肉身极端强横，堪称铜镜无敌，恢复力与根基也十分牢固，远超一般人族。然而龙性本淫，拥有这种体质的人一般都会比较放浪形骸，年纪轻轻就是洗脚成常客。看到词条的那一刻，楚轩直呼好家伙，不愧是王腾龙，果真有着大地之姿。双金词条，他还是第一次在不是天命之子的人身上看见，而且对方名字里多了个龙，天赋也多出了个龙血战体，怪不得能够成为圣主的真传，这天赋确实顶级。年仅28岁就已经神火9重了，仅差一步就能够迈入真一境，成为神境之中的佼佼者了。这种修行速度放在整个9天10地都不算慢的了，不对，应该是最顶级的那一批了。只能说不愧是从小就开始修炼的地族接班人，而且有着龙血战体的加持，他几乎是同级无敌的存在，越阶而战都是家常便饭，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你的词条很好，不过我马上就有同款了。系统复制粘贴，定，正在复制词条。龙血玄黄，大地之姿，复制成功，正在加载，定，加载成功。随着提示音的响起，楚轩的身体内发生不小的变化，那本就十分强横的体魄，如今再度增强了几分。有着黄天血脉与龙血玄黄的双重加持，如今的楚轩体魄十分恐怖。他有自信，同境界之下能够将面前的龙血战体打成麻瓜。同时，楚轩的潜力也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太小，感受并不明显。不过也是一个大地之姿，对绝世仙王造成不了多大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转化体质，但我该得的好处一个不少，爽。体质的缺点则是一个没有继承，更爽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楚轩的脸色也和善了不少。这可是给自己千里送词条的大好人，能不和善吗？师兄前来所为何事？哈哈，我此番前来并没有什么事情，单单是想过来拜访一下楚师弟而已。说来惭愧，师弟入门1年多，师兄都还没有见过你呢。王腾龙笑着说道，一副豪迈洒脱的样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王腾龙2年前就因为一些家事回家族中修行去了。楚轩是1年前入门的，没有2人也确实没有见面的机会。师兄你这话说的，过来就过来嘛，还带什么礼物啊？楚轩友善地拍了拍这个师兄的肩膀，手中还不停比划着手势。师兄你也真是的，明明是师兄妹见面，你还带这么多礼物，这也太破费了。王腾龙听到楚轩的话都差点懵逼了，什么礼物？他在说什么？不过看着楚轩真挚的眼神，还有沈凝冰绝美的面容，王腾龙的上头了。不就是一点小小的见面礼吗？给了。哼，没事，都是我这个做师兄的一番心意，你们2个就不要推辞了。2块晶莹剔透的玉石分别飞入了楚轩与沈凝冰的手中，仅是一眼，沈凝冰就认出了这是什么东西。天象归玉晶，圣器的主要材料之一，看着像玉石，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奇异金属，这小小的一块就能够换取数十件神器了。王腾龙看着这2块奇晶，心中十分肉痛。其实有的选的话，他也不想将这2块东西送出去的，但是他手中能拿得出手的就这玩意最便宜，其他的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垃圾而已。没办法，作为王家的少主，他手上的东西就没有差的。楚轩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给他额上一笔的。太阴圣皇体，陆老祖还真是好运气啊，居然能收到这样一个弟子。送完礼物，王腾龙看向沈凝冰，笑着说道，作为圣主的弟子，他自然有资格知道沈凝冰是什么体质。一番寒暄后，王腾龙话题一转，问道，对了，楚师弟如今什么修为了？
楚轩身上有着宝物遮掩，除非是大圣亲至，否则也看不穿他的修为。不过王腾龙心中隐隐有着一种感觉，楚轩如今已经有着威胁他的实力了。闻言，楚轩也没有隐藏，师弟不才，1个月前才刚刚点燃神火，比起王师兄还是差远了。明明是自谦的说法，但王腾龙却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插了一刀。这是什么新型炫耀手段吗？你那张37度的嘴巴是怎么说得出这么冰凉的话的？王腾龙记得自己的这个楚师弟入门不过1年多而已，修行1年多就点燃了神火，你管这叫差远了？我给你跪下磕2个还差不多。忽然，从来不冲浪的王腾龙忽然学会了一个新兴词汇，楚师弟是在凡尔赛吧？一定没错。同时学会这个词语的人还有旁边煮酒的沈宁冰。在听到楚轩已经点燃神火的时候，沈宁冰手中的酒壶都差点掉了，他心中的震惊一点也不比王腾龙的少。师兄上个月不才刚刚金身7重吗？怎么转眼间就点燃神火了？这还是人吗？沈宁冰女帝在这一刻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有这么一个变态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真的还有机会登顶天骄榜吗？本座下半辈子是不是都要被大师兄压在下面了？大师兄这么帅，被他压着好像也不吃亏。就算沈大女帝有心管控，但少女的心思总是跳脱，一瞬间就跳到了一些不能播的领域。瞬间，沈宁冰那青涩冰冷的脸上就有了温度，还挺高的，都红透了。红温之下，他连手中的美酒洒落了许多，都未曾注意到。不过还好，面前的2人注意力并不在他的身上。师弟，你已经点燃神火了？这么快？王腾龙强行忍着心中的痛苦，惊讶地说道。不过1年的时间，师弟居然就已经走完了超凡6境，这速度简直快得可怕。只怕再过不久，楚轩师弟就要超过我了。说到这里，王腾龙的那股来自血脉深处的战斗欲望终于克制不住了。师弟，我们来打一场吧。修行无岁月，我怕下次相见你就将我远远甩在身后了。此话一出，沈宁冰愣了，楚轩也愣了。好家伙，原来是来打架的。不过刚刚收了这家伙的礼物，楚轩也不好拒绝。然而楚轩那若有所思模样却让王腾龙产生了误会。师弟你别误会，师兄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想要跟你切磋一下。而且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我们打过一场之后就是朋友了。圣地的未来还要靠我们呢，如今趁早交流结识一下也不是一件坏事。放心，师兄我不会动用神火巅峰的力量的。王腾龙连忙说道，眼神中只有最纯粹的战意。看见这一幕，楚轩也知道对方说的是真话，而且楚轩知道对方是龙血战体，天生好战。没错，2种意义上的战斗王腾龙十分热衷，不然他也不用跑回王家修炼了。要是留在圣地之中，按照他的风流程度，只怕会被圣主打死。既然如此，楚某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王师兄请。楚轩答应了下来。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楚轩如今也很好奇自己的实力究竟几何，而想要验证实力，那些前路断绝的弟子长老自然不可信，唯一的标杆就是类似于王腾龙这种天骄。不愧是陆老祖的弟子，楚师弟果然痛快。王腾龙举起手中滚烫的热酒，一饮而尽。楚轩也同样仰头，将手中一碗酒水悉数鲸吞。砰砰，2声清脆的声音响起，刚刚装满了美酒的白瓷碗砰然落地，瓷片飞溅。再度看去，刚刚饮酒的2人已经消失不见。2人再度出现时，就已经是在演武场中。2大真传就要进行对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圣地。霎时间，无数双眼睛都紧紧盯着演武场，没想到今天只是心血来潮出趟门，就能看到这种级别的战斗。对啊，这2位可是圣地中最有天赋的2人，他们的战斗一定很精彩。长老呢？长老呢？赶紧做好安全措施啊！万一我的楚师兄被伤到了怎么办？演武场本就是圣地中的一个人气设施，每天都有着无数的弟子前来此处切磋比试。2人一进门就直接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有些女弟子甚至已经开始替楚轩担心了起来。不过他们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放心吧，这2位真传可不是什么软柿子，不会有事的。就是这2位爷，一个是地族少主，另一个是那位老祖的开山大弟子，实力深不可测，怎么可能会出事？说出这些话的是一位外门中有着不少赞誉的长老，似乎是怕众人不信，他还特地补充了一句，就算是老夫上去，在这里2人的面前只怕也讨不到好处，你们这些担心纯属多余。这也是不少长老的想法，毕竟他们有可能胜过2位真传，但绝对杀不死他们。不管是楚轩还是王腾龙，都是备受那些大能瞩目的存在，身上的保命手段只怕比他们手中的法宝都多。
这种背景的天骄，也是他们这些区外门长老能够杀死的。快看快看，终于要打起来了！也不知道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弟子们那亢奋的声音将长老们拉回到了现实，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演武场，生怕错过一个细节。与此同时，无数道莺莺燕燕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楚轩师兄加油！楚轩师兄必胜！楚轩师兄加油！楚轩师兄必胜 ！XN 看到那群穿着奇装异服、曼妙身姿尽数展示的师妹们，楚轩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些家伙哪里学来的，连啦啦队都整上了，而且这布料还这么少，这不是在考验他楚老干部吗？谁家好人能硬吃这亏啊？还好，楚轩并不是什么好人。楚师弟在宗门里面的人气可真高啊！看着台下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恨不得将自己的优势全部展示的女弟子，王腾龙感慨道，话语中有着一丝嫉妒、一丝羡慕和一丝茫然。明明是我先来的，为什么这些师妹都被这个新来的师弟拐走了啊？他王腾龙入门10几年，还没有这么多师妹给他投怀送抱呢。别说投怀送抱了，王腾龙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太玄圣地女弟子，居然有这么热情似火的一面。那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师妹，从来没有穿过那些不太传统的服装，甚至她连脚脖子都没给自己看过，如今却肆意展示着自己的美腿。那衣物，王腾龙都不知道穿了跟没穿没有区别，那跳脱的兔子都快藏不住了。果然，女人说暂时不想，都是骗人的，只是你不是她的菜，但她不想拒绝你而已。一旦她遇到了自己的菜，她一定会恨不得把这个世界都给对方的。这一刻，心死如灰的王腾龙忽然悟了，怪不得父亲总喜欢洗脚，原来足道才是真正的大道啊！楚轩不知道这一场比试居然会造就未来的一个拔刀无情的足道大帝。楚师弟，开始吧！王腾龙伸手行礼，随后身上气息轰然爆发。他看向楚轩的眼神里也带着一丝冷意。虽然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楚轩的问题，但他就是生气啊！今天我王腾龙，王家少族长，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师弟。楚轩也没有废话，浑身气息同样爆发，瞬间占据半边演武场，与王腾龙的气势分庭抗礼。看着双方的气息，9天之上，一个太上长老顿时目瞪口呆了起来。圣主，你这弟子了不得啊！年仅28岁就已经达到神火巅峰了，这个速度在大地苗子之中都不算慢的了。大地苗子是各大圣地高层常用的称呼，一般用来形容那些有着大地之姿的弟子。不过，就算是顶级和牛，也不是所有肉都是一个价格，所以大地苗子也分3、6、9等。有些人被称为大地苗子，是因为他有可能正道称帝；有些人被称为大地苗子，是因为他一定能够正道。所以，大地苗子之间的差距，有可能比人与狗的差距都大。就比如说，如今场上的2人，哪里，楚轩这小子才厉害，1个月不见，他就已经点燃神火了。圣主李长青看着底下的2人，语气平静地说道。虽然语气没有多少波动，但他的心中却是无限的惊愕。什么？这小子居然到了神火境了？他上个月入门大典的时候，不才金身6重吗？对啊，这小子才修行1年多，怎么就点燃神火了？老夫当年可是花了10几年才修炼到这个地步的，现在想想，老夫的青春真是为了狗啊！9天之上，许多长老直接被楚轩的修炼速度破防了，这也太离谱了！他是不是嗑药了？不太可能是嗑药，老夫亲身经历过，嗑药也没有这么猛。目瞪口呆的太上长老们开始对楚轩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伴随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震惊与巴掌声。有些人对此发出了怀疑人生的质问，有些人则是狠狠地给了自己老脸一个大逼斗，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感受着脸上的痛楚，一众太上长老终于确认了，这是真的。好了，脸上有痛觉，这就说明是真的。最终，李长青确认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旁边，熊伟大捂着自己的脸，看向李长青的背影，敢怒不敢言。好你个圣主老李，你确认就确认，打我的脸干什么？打就算了，你还动用了武技，你这不是在欺负老实人吗？黑脸汉子熊伟大此刻脸色更黑了，如果外国有人到来，只怕会忍不住给他2鞭子。好了，他们2个已经开始了，好好看吧，这2人可是我圣地的未来啊！随着李长青的发声，一众太上长老、几十个圣人大圣这才安静下来，老老实实的看向演武场。楚师弟，我也不欺负你，我已经把修为压制到了神火1重。王腾龙笑着说道。楚轩说自己1个月前刚刚突破神火，他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楚轩是神火1重了。毕竟神境的修炼速度十分缓慢，1年突破1次也是常有的事。他王腾龙20岁就点燃神火了，如今还不是神火9重。说完，
王腾龙身边无量金光瞬间爆发，一股桀骜骤然出现，冲天战意暴露无遗。他王腾龙今天一定要给楚轩一个深刻的教训，他要让这个新入门的师弟知道什么是兄友弟恭。楚师弟小心了。说完，他一剑挥出，演武场上顿时金光闪耀，数之不尽的剑气顿时充斥了整个擂台，无比恐怖的气势瞬间就席卷了整个演武场。这恐怖的攻击让场边观战的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王师兄的这一招只怕已经能够威胁神火巅峰了吧。一个弟子看着王腾龙的攻击，心神俱震，连手里的剑都拿不稳了。不错，老夫正是神火巅峰，但在这一招之下也只有一个重伤的下场。此话一出，观众顿时一片哗然，因为刚刚说话的是外门出了名的一位长老，修为早已真至神火9重，而他的战力在外门长老中能够排进前3，可以说他在外界甚至能够与一些真一境的存在分庭抗礼。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居然会承认自己根本接不住王腾龙真传的一剑，还是来自神火1重的一剑，这如何不让他们震惊？同时所有人看向楚轩的脸色也都变了，无数人此刻都为这个可怜的对手祈祷。楚轩师兄，你一定要躲开啊！然而擂台之上，楚轩却一动没动，这动作甚至让天上的太上长老都为之皱眉。这小子虽然也是神火1重，但他也太托大了吧。没错，这小子可能是刚刚突破，还不知道神火境的攻击有多恐怖。许多太上长老脸上都流露出了惋惜的神色，在他们看来，如此表现的楚轩很可能只是一个修行的天才，战斗方面应该是指望不上了。不过也正常，这么高的天赋，要是战斗能力还10分了得，那这小子还不得上天。然而圣主李长青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呵呵，万一呢？好好看下去便是。台上楚轩轻轻呢喃了一句，无妨，我自会让师兄使出全力的。然后他看着这铺天盖地的金色剑气，也只是轻轻摇了摇头，脸上没有丝毫慌乱。下一刻他负手而立，一步踏出，白色气息不断流转，将他整个人衬托得无比圣洁，宛若谪仙。随手一挥，同样是万千剑气出现，腾空而起，精准地找到每一道金色剑气，撞了上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白色与金色正好完全消融，没有相差丝毫。刚刚还无比凶险的擂台，顷刻间居然就恢复了平静，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还没等台下的观众反应过来，第2轮的进攻又开始了。这一次是由楚轩发动的。只见楚轩的身影一闪，逐渐变得虚幻了起来。下一刻，他就突兀出现在了王腾龙身后，犹如瞬移一般。最起码在那些修为低下的弟子看来，与瞬移没有区别。不过那些神火境的外门长老拼尽全力，还是能够看到几个残影的，也就只有闲来无事过来此地凑热闹的几个内门长老能够看清楚楚轩的诡计。忽然间，楚轩身上白色气息大放光芒，如同一轮大日，令人不可直视。随后在白色气息的加持之下，楚轩向前一拳打出，轰隆隆，这朴实无华的一拳直接将这个擂台的都抽干了。王腾龙身后的空间更是已经泛起阵阵涟漪，楚轩的这一拳竟然快要将空间都轰开了。感受到身后那恐怖的力量，王腾龙也是变了脸色。在封印了修为之后，他甚至看不清楚轩是怎么消失的。可是楚轩明明是神火1重，他是怎么做到的？猝不及防之下，他还能仓促应对，急速转身，双手交叉在胸前，浑身上下金光大作，其中还有着星星点点的红光。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演武场上瞬间出现了厚厚的烟尘，将场上的情况遮挡得一干二净。我操，这2人是什么怪物？居然将神火境的擂台生生打烂了！这就是真传弟子的含金量吗？足足有用着跨越一整个大境界的战斗力。不，只是他们2人是这样而已。前面的许多真传我也见过，远没有这般恐怖。不愧是楚轩师兄，区区地族少主轻松拿下。场外正在一众震惊的人群中，不知混进了一个什么东西。看样子他们还没有分出胜负啊。等待了很久，那光幕仍然没有落下。终于有人发现2人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一开始就这么激烈了，后面岂不是要打出一个天塌地陷？烟尘散尽，场上的战斗还在继续。此刻王腾龙已经不复之前的从容，他的头发已经被刚刚突如其来的一拳打散，如今随意地披散在肩上，脸上更是出现了一辈子都未曾经历过的伤口。一道横贯额头的伤口出现在了他的脸上，上面还流淌着红中带金的血液。这是龙血战体特有的血液，是他高贵体质的特征。楚轩师弟果然了得，明明是初入神火，居然就有了如此战力。看着面前的楚轩，王腾龙心头大骇，他已经完全被楚轩的战斗力震撼到了。明明都是神火1重，
他刚刚甚至连楚轩的尾气都看不到，方才挡下那一拳，他甚至需要动用本来的修为。不过这也才有意思，自己终于不用束手束脚的了。楚轩师弟，我接下来不会留手了，你可要小心点。王腾龙桀桀怪笑了2声，随后身上气息不断增强，转眼间他就恢复到了神火9重。师兄言重了，擂台之上，各凭本事。楚轩淡淡说道，心中却泛起一股满意。很不错，刚刚仅凭肉体的力量就能轻松压制同境界的圣体，看来自己的根基已经远远超过这位王师兄了。随后楚轩的话语之中也带着淡淡的兴奋，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的尊重。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楚轩的气息却始终是神火一重，丝毫没有动用真实修为的意思。说得好。听到楚轩的话，王腾龙也是大笑了起来。他如今已经彻底忘却了2人战斗的原因，眼中就只剩下了战斗。我辈修士，何惜一战？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师弟小心了。说完，王腾龙身上瞬间金光升腾，其中还有着丝丝缕缕的红光缭绕。太玄剑诀，10步杀1人。王腾龙全力运转太玄经，整个人的气势疯狂提升着，玄之又玄的奥义在其手中不断涌现着。下一刻，一柄由神力凝结而成的金色巨剑骤然出现在了演武场上。巨剑长数百丈，甫一出现就遮蔽了半个天空。巨剑之下更是无尽剑光缭绕，不断围着王腾龙，犹如一群护主的忠犬一般。面对这铺天盖地的一剑，楚轩也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他同样全力运转太玄经，身上黑白2气缭绕。下一刻，天空中也出现了一柄巨剑，一股撕裂天穹的桀骜骤然出现，瞬间就将现场的气氛点燃到了极致。太恐怖了，这就是真传弟子的实力吗？我感觉我一道剑气都扛不住。别说你了，就算是外门长老来了也扛不住。你看到蹲在那里瑟瑟发抖的张长老了吗？2位真传的太玄经恐怕已经到了第9层了吧。我觉得楚轩师兄的可能还不止。你没看到楚师兄仅仅是神火一重就能够与王师兄分庭抗礼吗？无数弟子长老这一刻都看着演武场中的2人倒吸了无数口凉气。这么大规模的凉气流失，弄得整个太玄圣地的温度都高了几分。场中双方的剑气不断碰撞，期间无尽的金色流光与黑白2色流光明灭不定，短短几个呼吸就闪烁了上万次。2人的身影更是随着流光不断闪烁着。王腾龙携着无量剑光朝着楚轩杀来，2人瞬间纠缠在了一起，数个时辰过去了，双方依旧没有分出胜负的迹象。感受着面前之人的气息，王腾龙的脸色也是难看了起来。他能感受到眼前的男子在太玄经上的造诣竟然隐隐胜过自己，不然凭借着他那神火一重的修为，根本不可能与自己势均力敌。可是这怎么可能啊？他明明才进圣地1年而已，怎么可能比得上自己的10几年苦修呢？然后他就感受到了太玄经第10层的气息，以及楚轩那带着淡淡微笑的帅气面容。在这一刻，王腾龙的千疮百孔的心终于安静了下去，不是想开了，是想死了。他是真的破防了。不是哥们，凭什么？老子是龙血战体，妥妥的大地之姿。你知道什么是大地之姿吗？放在以往，那可是横推一切无敌手的超级天才啊。可是现在怎么连一个入门1年的师弟都拿不下了？含怒之下，王腾龙挥出了自己毕生以来威力最大的一剑，万丈金光拔地起，不裂天穹誓不休。见状，楚轩也是挥剑回击，阴阳2气不断汇聚，仅仅是瞬间便出现了一柄古朴巨剑。明明是刚刚凝聚，巨剑上却散发着一股来自蛮荒的古老气息。轰隆隆，2道巨剑碰撞在了一起，演武场上虚空处处崩灭，恐怖的虚空乱流肆意流动，不断冲击着擂台的屏障。然而那足以抵挡真一境冲击的屏障，此刻最大的压力并不是这些虚空乱流，而是那席卷而来绵延不断的恐怖余波。2人交手的余波不断冲击着屏障，那最高能够抵挡真19重的屏障，此刻居然摇摇欲坠了起来。老张，还在发什么呆？赶紧去加固一下啊！已经加固过了，谁知道这2个小子这么生猛啊！那个说话的张信真一境9重长老，看着面前那个如同气球一般膨胀的膨胀，脸上写满了绝望。谁能想到2个神火境的弟子切磋，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余波呢？一旦屏障被破，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在这余波之中根本活不过一个呼吸。在这一刻，张长老终于知道了自己跟天才之间的差距，就这点本事还想当内门大长老？赶紧回去好好修炼几年。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张长老的怀疑人生。转眼望去，屏障已然恢复了正常，面前是一个张长老熟悉的背影。多谢师祖。张长老俯身鞠躬，
同时心中满是震惊。不愧是真传弟子，一次切磋居然将太上长老都引出来了。此人可是张长老的师祖，1000年前就已经是太上长老的老牌圣人。谢什么谢，还不是你学艺不精，连累了师祖我这把老骨头。这位太上长老嘴上不饶人，但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擂台。良久之后，擂台之上的余波终于散尽，对战的双方也终于停了下来。楚师弟果然了得，这手太玄剑诀实在是出神入化啊。王腾龙率先开口道：师兄没有猜错的话，师弟你的太玄剑诀只怕已经到了第11层了吧。太玄剑诀与太玄经一样，一共分为12层，到达了11层的太玄剑诀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圣人杀招了。对此楚轩只是笑笑，并没有否认，他已经在尽力放水了。事实上是对付王腾龙，只需要他使出第11层而已。这是王腾龙的极限，而不是楚轩的极限。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看到楚轩并未否认的那一刻，王腾龙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虽然自己的境界有优势，但也无法抵抗第11层的太玄剑诀。刚刚看起来势均力敌，是因为楚轩在故意相让的缘故。明明自己才是刚刚入门的那个人，明明自己的悟性也十分恐怖，冠绝群雄，为什么在太玄剑诀的感悟上会被楚轩甩开这么多呢？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王腾龙破防了，破大防了。多谢师弟手下留情，师兄此次败得心服口服。不过毕竟是王家少主，王腾龙在楚轩面前并没有失态。说完，他直接离去，回到自己的战车上后才抱头痛哭。操！在见识过楚轩的恐怖之后，王腾龙的心累了，他的龙血战体也累了。有这么一个活爹在，打个鸡毛，老子累了，爱咋咋地吧，回去继承家产去咯。父亲说的不错，足道也是道。楚轩不知道自己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动作，就直接深深破防了一位大地苗子。圣主李长青也不知道，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关门弟子，堂堂王家少主会倒在一个修行不过1年的少年身上。而且看这样子，王腾龙好像还隐隐有着自暴自弃的迹象。有时候李长青也挺迷惑的，明明都是人，怎么差距这么大呢？400多年前横空出世的陆无是这样，如今陆无的大弟子楚轩也是这样，明明上一秒还名不见经传，下一秒就直接成为当时最耀眼的存在了。说起来，李长青这个圣主之位还是陆无不要的呢。擂台上，楚轩看着直接认输潇洒离去的王腾龙，心中也是有点疑惑，他怎么感觉这个师兄的气息有点不对呢？就好像王腾龙马上就要彻底发挥他那圣体的优势一样。但是楚轩又能感觉到对方并不是那种痴情种，难道说这人想要以足道正道成帝？9天10地第一个玉皇大帝要来了，不过龙血战体龙性本吗？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师妹走了。楚轩也没有过多的逗留，拍了拍还愣在原地的沈凝冰，带着他离开了。楚轩师兄这样牛逼的吗？圣地之中无数弟子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们虽然知道楚轩是真传弟子，但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厉害到这种程度。要知道他的对手可是地族少主圣主真传王腾龙啊，那个出生开始就享受着王家有史以来最高待遇，宝药仙丹当饭吃的王腾龙啊。听王家的人说，王真传乃是王家有史以来天赋最强之人，未来板上钉钉的王家之主。龙血战体的威名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如雷贯耳，什么铜镜无敌，横推一世。所以王家甚至已经有好事者将王腾龙称为少帝了。可就是这么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天才，今天居然败了。击败他的居然还是一个修行不过短短1年少年，这实在是夸张了。我有一种预感，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无上存在的崛起。9天之上，看着这一幕，一群偷偷观察的太上长老也是陷入了沉思。王腾龙的天赋他们都是知道的，一身实力就算放在真一境中也难逢敌手。可以说在他们的眼中，此人已经有了问鼎大帝的资格。而楚轩呢，他们其实知道的不多。他们只记得当初陆无老祖将其带回通告全宗的时候说过，楚轩有着问鼎大帝的资质。这1年来，虽然他们对楚轩很不错，但那也仅仅是出于对一个乖巧晚辈的喜爱罢了。在他们的眼里，楚轩应该是比不过王腾龙才对。圣主，如果说腾龙他有着大帝之资，那楚轩他是不是？这是李长青第一次对陆无的话产生了质疑。修炼1年就把一个大帝苗子打得怀疑人生，道心破碎，你管这叫大帝之资？报答大帝之资才对吧？壮哉我太玄圣地，陆无老祖有后了。原来楚轩就是陆无老祖给我们留下的后手啊。李长青大笑着，心中满是幸福。只要假以时日，1000年之后，不对，500年，500年就够了。500年后，
我太玄就能够拥有2位陆武老祖了。说着，李长青圣王境的恐怖气息瞬间将所有太上长老笼罩住。今天之事言境外传，话语之中是森森杀气。诸位在场的太上长老此刻毫不怀疑，如果自己敢说一个不字，当场就会被李长青击杀。李长青就是这么一个杀伐果断之人，不然他也无法成为太玄圣地的圣主。霎时间，9天之上鸦雀无声，所有太上全部弯着腰，恭敬地看着李长青，示意自己已经领命。不行，我要去找一下其他几个老祖，我要将楚轩封为圣子。其他圣地的圣子最多也就是腾龙这个层次的，我们太玄圣的直接能暴打这个层次。还有谁？哈哈哈哈！还有那几个女娃娃，一并封作圣女。一番仰天长啸后，李长青匆匆离去，消失在宗门禁地之中，生怕耽搁片刻。没办法，如今宗门之内忽然冒出了3个大地苗子，这就说明了预言之中的那个黄金大事已然到来，而且规模甚至比预言之中更加庞大。以往王腾龙这种级别的天才都是万年难遇的，即使在以往的黄金时代中，这种级别的天才一个圣地都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如今直接就来了3个了。还有一个是 TM 的暴打大地苗子。回想齐楚轩战斗时的身影，李长青似乎已经看到了他强势君临9天10地，将太玄圣的推向诸天顶峰的模样了。9天万古谁为峰，一剑楚轩到成空。看着圣主离去的兴奋模样，所有在场的太上长老都是一脸错愕。圣主是不是脑子放自己弟子身上，伴随着弟子一起被打傻了？怎么一点不生气的模样，反而还要给楚轩圣子之位？要知道，自从100年前太玄圣地的圣子外出莫名死亡后，太玄圣地就再也没有过圣子了。不过圣主说的话向来一言九鼎，既然已经说了，此事就已成定局。飞来峰中，沈凝冰还是没有从心中的震惊之中回过神来，自己的这个师兄实在是太厉害了，这还是沈凝冰2世以来第一次被人如此震撼。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大师兄实在是妖孽的离谱啊，此等天赋只怕已经远远超过我了。不对，他的天赋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高，除了师尊。沈凝冰前世遇见师尊的时候，师尊就如同现在一样已经圣王巅峰了，更别说师尊在100年后就会神秘消失，穷尽9天10地也找不到。所以沈凝冰根本不知道自家的师尊天赋几何，而且没看错的话，师兄的太玄剑诀已经修炼到圆满了。沈凝冰前世作为女帝，也将这门神通修炼到了圆满，自然能够看出其中端倪。刚刚出手之时，楚轩收放有度，进退自如，明显留了力气，根本不像是卡在太玄剑诀11层的样子。所以沈凝冰猜测楚轩已经将整门杀伐神通修炼到了圆满。他的悟性到底有多强大？居然1年时间就将世间最难的杀伐神通修炼到了圆满。想到这里，沈凝冰忽然间有点理解王腾龙了，这搁谁身上都得破防啊。王腾龙打了这么久才道心破碎，那都算心态好的嘞。唯独萧雨嫣因为境界太低，根本看不懂楚轩这一波战斗的含金量。九姐姐，师兄他很强吗？很强，非常强，强到变态。嘿嘿，那就好，不愧是我的大师兄。小丫头那傻乐的表情让涂山99都是一阵无语。好家伙，这丫头是真的把文化程度不足的红利吃满了。不知道楚轩有多厉害，就不会破防。近半个月以来，飞来峰上多了一个真传弟子的事情，一直是太玄圣地之中最热议的话题。同时，那个新来的小师妹也成了太玄圣地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无论是高层还是普通弟子，无不在念叨着萧雨嫣这个名字。高层们此刻是在好奇，这个新来的弟子会是怎样的特殊体质。众所周知，飞仙老祖慧眼如炬，而且收徒门槛十分夸张，也就只有特殊体质才能拜入他的门下。如此下来，以圣主李长青为首的高层们纷纷兴奋的睡不着觉，开始猜测萧雨嫣到底有什么特殊体质。至于普通弟子，则是因为她成了楚轩的小师妹。为什么这种好事轮不到我啊？我也想跟楚圣子当师兄妹啊。就是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怎么就轮不到我呢？楚圣子，是我不够主动吗？不行，我今天就去爬飞来峰，我一定要爬上楚轩师兄的床。在这半个月里面，萧雨嫣终于知道了自己这个师兄到底有多受欢迎。圣地之中，师兄的画像随处可见，不少画像有着奇奇怪怪的褶皱，甚至有些还带着口水渍，上面的颜色也褪去不少，一看就知道被舔了不少次。只能说这些人不愧是活了上百年的女人，这些事情都快不躲着人了。这种随处可见的竞争对手也让萧雨嫣的压力大了起来。我喜欢的大师兄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好多不要脸的投怀送抱怎么办？在线等，
挺急的。对此，楚轩浑然不知，他只知道自己对于太玄经的理解似乎到了一个了不得的地步。有多不得了呢？假如说太玄机是一幢12层高的大楼，能够爬到12层的人，就已经代表着将太玄经吃透了，有着挣到大地的潜力。而爬上12层之后，还能够更进一步，站上楼顶的人，则是代表着对太玄经有了自己的理解。这种人一般都是已经半只脚迈进大地境的人了。而楚轩呢，他现在只感觉自己已经在9天之上了。在他眼里，太玄经就跟一篇小学生作文差不多，自己随便看看就能够将其完全掌握，而且心头兴起的时候，还能帮其延伸补充无数深奥的内容。如今楚轩身上的太玄经已经完全圆满了，甚至不少部分都被他稍加改动，化繁为简，让这门功法更适合自己。不过练到这个地步，楚轩总感觉这圣地传承中的太玄经好像有点不全。在楚轩的感觉中，太玄经似乎总共有着15层才对，这是一种无端的直觉。不过这并不妨碍楚轩，不就是少了3重的内容而已吗？补上就是了。甚至楚轩有种感觉，自己补上的部分因为量身定制的缘故，威力只怕比原版更加惊人。懂不懂什么叫悟性逆天啊？懂不懂为1级词条的含金量啊？如此想着，楚轩体内忽然爆发出了一股浩瀚的气息。轰！瞬间，楚轩体内的修为开始暴涨，无尽的元气以一种十分恐怖的势头，不断从4肢百骸涌出来，疯狂冲击着楚轩的丹田。仅仅是一个眨眼的功夫，楚轩的丹田就壮大了10几倍，其中那亘古不灭的神火更是化作了滔天怒焰，直接吞噬了他的整个丹田。随后神火似乎还不满足，直接开始了朝着楚轩的主要经脉涌去。毫无意外，楚轩的一条主脉瞬间就化作了火海。不过楚轩对此却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神火境的修行。神火境开始的3重是在煅烧丹田，将元气提纯为神力，中间的3重则是在煅烧肉体，将躯体化作真正的身体，后面的3重就是将神火引向灵台，让他锻炼自己的神魂。最后3者合一，才能晋升真意境。随着楚轩身边的虚空一阵波动，他的气息才平稳下来。呼，半个月的苦修，终于神火6重了。楚轩舒了口气，淡淡说道：再加上这登峰造极的太玄经与太玄剑诀，只怕我在真意境内都没有敌手吧。神王4重天以下的也不是不能碰一碰。楚轩双眼开合之间，其中仿佛有着无尽神光流转，又似绝世剑道在其中演化。感受着自己体内强大的力量，楚轩的心情也好了不少。别的不说，就这个速度，10年之内有着很大的希望去找师尊。师尊也真是的，走就走了，干嘛非要给我弄这么多师妹啊？我对这些他们也没有多少想法。师尊啊师尊，我从头到尾心中就只有你一个人啊！师尊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去找你的。楚轩看着面前空空荡荡的石壁，发了好一会呆，才缓缓站起身，朝着宫殿外走去。该出去收集词条了，还有顺手指点一下自家2个师妹。人呢？很不巧的是，出门之后他并没有看到沈凝冰与萧雨嫣。不过楚轩也没有过多纠结，同在一山中，早晚会见面的。现在是中午，见不到也正常。说来自己下午正好有一堂课，先去授课再说吧。一步踏出，楚轩消失在了飞来峰中。太玄峰乃是历代圣主坐镇的主峰，此刻太玄峰上却莫名聚集着10几个老祖级别的人物，每一个身上都透露着浓浓的圣王威压。这些都是太玄圣地的最究极底蕴。平日里这些老东西都是老老实实躺在棺材板里的，生怕自己活得不够久，无法回报圣地。如今这些人却心情激动地看着面前的少女，就像是在看一个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宝。果然飞仙老祖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我就知道飞仙老祖不会收普通人。万药神体，居然是万药神体，这下我太玄圣地登顶9天指日可待啊！李长青看着面前柔弱的少女，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去了。这副模样的也不止他一个，在场的老祖们有一半都是这个表情，有些甚至因为太久没有活动，嘴巴都笑抽筋了。那僵硬的笑容看着甚至有点诡异，也不怪他们如此激动，毕竟这可是一个万药神体啊！9天10地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万药神体最后都会成长为一个丹道至尊，无一例外。也就是说，有着萧雨嫣的加入，若干年后太玄圣地必定会多出来一个能够凝练地丹的绝世丹尊。先是一个楚轩，后面又来了一个太阴圣皇体，一个万药神体，有如此天骄，我太玄圣的如何能不崛起？李长青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他顶着灿烂的笑容将萧雨嫣送回飞来峰。回到太玄峰后，他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着身边的一个老祖问道：“既然飞来峰上的这几个女弟子都这么优秀，我们不如顺便把她们册封为圣女吧？正好，我太玄圣地的圣女之位也空悬多年了。”闻言，许多老祖都是一愣，不过大部分人都是陷入了沉思。显然，这个提议对他们来说十分具有诱惑力。几个圣女之位而已，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圣地之中的真传弟子数量是一定的，而且还有着年龄限制，所以他们这些老东西如今加起来也没有几个弟子，更别说女弟子了。既然跟自己没有利益关系，他们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只有少数的几个老祖脸上有点阴晴不定，他们门下可是有着几个真传的，不过大多天赋不够好，根本无法与这些特殊体质竞争。可是如今直接将晋升的路堵死了，却也让他们有点不甘心。楚轩当圣子，他们同意，毕竟那可是隔着8个小境界能够暴打大地苗子的狠人天骄。可让这些小女孩当圣女，那他们就有点意见了。几个连神境都没有进入的小屁孩也能当太玄圣地的圣女。不过有这想法的人终究是少数，而且也没人敢真的说出来。那2个女娃子里面可是有着一个万药神体的，真说出来了，几百年后你的延寿丹药还想不想要了？既然大伙都没有意见，那就这么说定了。半个月后圣子大典上将，这些事情一并宣布了吧。诡异的安静之中，李长青直接拍板了。因此半个月后的圣子册封仪式也更加浩大了起来。不过这些事情楚轩并不知情，他如今在忙着驱逐心中的邪念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的那堂课上全是女弟子，而且她们像是约好了似的，全部穿得十分清凉。虽然不知道这些数值有多少是临时的，有多少是永久的，但养眼啊。楚轩今天的授课可是来了上万人的，其中有着将近70%都是女弟子。这么多人的怒海浪涛动起来，直接让楚轩有些目眩神迷。只能说不愧是修士，确实很大。而且这没有科技的世界，款式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美好。系统，能帮我把魅力逆天关掉不？我眼睛有点花。楚轩第一次觉得原来魅力太高也不是一件好事。该词条为宿主自带词条，系统无法调整。然而冷冰冰的系统音让楚轩彻底没了办法。就这样吧，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偶尔看2眼心情还能愉悦不少呢。只是不能多看，容易被人讹上。他可不想像前世的某个第一深情那样，随便找个人就碰到一个恶男毒体，啥都没做就被人扣上了一个炎帝的帽子。自己可不会什么大荒求天旨，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火火模板的师妹了。这个机会还是留给其他人吧。授课一结束，楚轩连忙离开，没有给学生们丝毫反应的空间，他的身影直接就消失了。我夫君呢？什么你夫君？你这个小贱人怎么这么不知羞呢？带到一个男人就喊夫君，下贱。就是，那明明是我夫君，你叫什么叫？楚圣子怎么走这么快啊？我的画卷还没有拓印完呢。楚师兄，虽然知道楚轩很可能已经走了，但还是有着不少不死心的女弟子四处张望着，试图寻找到楚轩的踪迹。只可惜他们失败了。一群最多不过金身境的弟子，根本连楚轩的车尾灯都看不到。等那1万多图谋不轨的学生反应过来的时候，楚轩已经回到了飞来峰上。怎么会有股狐味？一回到山上，楚轩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药材味道。很显然，这里有人在炼丹。沈凝冰是个冰块，而且是女帝重生，绝对不会这么笨手笨脚的。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人了，刚刚入门的萧雨嫣。果然，刚走2步，楚轩就看到了盘坐在地，身前放着丹炉的萧雨嫣。明明师尊留下的宫殿中有着充足的空间，这丫头却偏偏要在广场上炼丹，也是没谁了。作为师兄，楚轩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秉持着一种替师妹排忧解难的原则，静静看着事情发展。不过楚轩看着萧雨嫣的动作以及脸上那有些慌乱的表情后，心中隐隐有点担忧。果然不出片刻，萧雨嫣身前的丹炉剧烈抖动了起来，看起来里面就好像装了一个齐天大圣，在不断的尝试破炉而出一样。看到这一幕，萧雨嫣瞬间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跑到了一个白玉柱子后，熟练地躲了起来。终于在萧雨嫣躲好后的又经历了几个呼吸，丹炉承受不住了。砰！震天巨响响起，刚刚还完好无缺的丹炉瞬间化作了一个破片手榴弹，无数碎片飞溅。叮叮叮！还好这个丹炉的材料不算太好，碎片打在带着山上静置的物品上时瞬间扭曲了起来，随后化作渣子掉落在地。看着这一幕，楚轩忽然有点明白萧雨嫣为什么不去室内炼丹了，原来是因为不好跑路啊。不用想，
一定是小师妹脑海中那家伙传授的经验。呸呸呸！大师兄你来了！再呸了半天，终于将嘴里的黑灰吐干净后，萧雨嫣这才看到了一旁站着的楚轩，回想起自己刚刚的表现，萧雨嫣不好意思的把手放在头顶那凌乱的鸡窝上挠了挠，试图以此掩饰自己的尴尬。见状，楚轩也是有点忍不住。噗呲！对于自己的这个小师妹，楚轩是有些了解的，他可以肯定萧雨嫣的身上一定有着某种关于丹药的特殊体质，至于具体是什么，他则不太关心，反正自己已经有了同款了，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听到师兄的笑声，萧雨嫣瞬间就红了脸，被师兄看到了，好丢人好丢人，师兄不会觉得我笨吧？不只是脸，他整个人都红扑扑的。不仅如此，萧雨嫣整个人都开始颤抖了起来，一副水开了的蒸汽机模样，甚至她的2只玉足此刻已经将一双绣鞋抠烂了，脚趾头深深嵌入了地板之中。也就是师尊路无心善，山上的大阵并不会伤害弟子，不然凭借萧雨嫣这奔着3房1厅去的势头，只怕她的脚趾头早就可以截肢了。看着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的红温少女，楚轩也是有些好笑。果然，少女的红温便胜过一切。这副模样，楚轩都有点不好意思取笑她了。萧师妹，你这是在研究什么新型武器吗？楚轩一开口就是王炸，心里确实不好意思，但嘴巴还是很老实的。楚轩可是货真价实的师兄，调笑2句怎么了？听到楚轩的话，萧雨嫣就更不好意思了。本就红温的少女，此刻只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缝钻进去。她此刻心中的报名声被又高了一个量级。我那温柔聪慧的人设啊，九姐姐，都怪你，你把我的形象全毁了。石符之中，涂山久久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五感全部封闭了起来。然而，因为陆无设下的封印，2人的灵魂都已经深深绑定了，这点手段也无法逃脱那死亡高音的折磨。萧雨嫣这个蒸汽机足足沸腾了1刻钟，依旧没有任何平静下来的迹象。看到这一幕，楚轩也是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了。自己新入门的萧师妹，脸皮子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薄一点。想到这里，楚轩也是不再逗弄这个小师妹了。好了好了，师兄刚刚什么都没看到，萧师妹你放心好了。稍微安抚一句后，楚轩立即转移了话题，将萧雨嫣的注意力转移开来。对了，师妹你为什么要在外面练习啊？我记得你的宫殿中有炼丹房啊。听到这句话，萧雨嫣脸上的温度这才下来一点。师兄，那个宫殿太大了，又有点黑，我害怕。不过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萧雨嫣的温度又上去了，甚至这次的红温还带上了沉默效果。原来如此，师妹你开启里面的阵法便是，山上一切阵法的消耗都是圣地负责，不用我们的元晶的。楚轩笑着说道，但却没得到萧雨嫣的回应。低头看去，萧雨嫣已经蹲在地上不停画圈圈了。接下来任凭楚轩怎么问话都没了回应。无奈之下，楚轩只好拿起旁边那本书籍翻看。炼丹基础入门。楚轩看着典籍的名字，瞬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估计是这丫头想学炼丹，然后她的药老怕她啥也不懂，直接在炼丹房里面练习出事，于是就让萧雨嫣来到广场上练习。目前看来效果确实不错，至少这丫头的性命是保住了。虽然在宫殿内练习炼丹的话，有着大阵保护，也不至于当场身亡，总归还是能够留下一口气，等楚轩过去救人的。不过如此一来，这丫头估计会对炼丹产生心理阴影了，不敢炼丹的丹道神体，只怕他是历史上头一个吧。事实上也确实如楚轩所想的那样，是涂山久久让萧雨嫣到广场上炼丹的。因为萧雨嫣实在是无愧于万药神体的拥有者，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将涂山久久所讲授的基础知识牢牢记住了，甚至就连很多3阶药材的药理他都已经记住了。这惊人的速度都有些惊到涂山久久了。较无可较之下，涂山久久只能让他开始实践课程。不过如今涂山久久就只剩下了一个灵魂体，还不能离开萧雨嫣的身体，所以根本无法准确指点萧雨嫣的动作。为了防止这丫头把自己炸死，就只能诓骗她去广场上练习了。至少在空旷地带出事，威力不至于这么大。迅速看了一遍这本炼丹基础入门，楚轩对其中的东西瞬间了然。本身在之前复制那个词条丹道宗师的时候，楚轩就有种感觉自己脑海中似乎多了一些记忆，但是当时也并没有多想，只觉得是错觉。今天在看完炼丹基础入门后，他能感觉到自己脑海中有着无数相关的知识涌现，而且他都能迅速掌握，就好像那些事情是他本来就会的一样。师妹，借你这个丹炉用一下。楚轩说着就抄起一个完好的丹炉，随后直接开始炼丹。开始
看着楚轩那稍显粗糙的手法，萧雨嫣是很不以为然的。哼哼，师兄你根本就不懂炼丹，这生疏的手法分明就跟刚刚的自己没什么两样嘛。少女的心思总是跳脱，而且想象力极强，转眼间萧雨嫣的思维就歪到天上去了。难道说师兄看我炼丹失败了，特地也出一次糗，让我也开心开心？大师兄人真好，大师兄我爱死你了。这副花痴模样听得识海深处的涂山久久一阵无语，他忽然有点后悔认这么一个妹妹了，太丢人了。无语之下，涂山久久只能看起了不远处那个正在炼丹的男子，也不怪雨嫣妹妹这么激动，这般赏心悦目的美男子，谁又能不心动呢？更何况世间师兄妹结成道侣的也不少，长久相处之下，雨嫣妹妹机会确实不小。看着楚轩那英俊迷人的面孔，涂山久久只觉得今天一整天的劳累都是值得的。但是忽然间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怎么楚轩的手法这么娴熟了？而且他那流畅有序的动作能够给人一种诡异的安心感，就像是站在那里的是一个成名已久的丹道宗师一样。大师兄控火的姿势好帅，大师兄闭着眼睛的样子好有男人味啊，大师兄的掌控力好强啊，这么强的掌控力，掌控欲也一定很强吧。不过没关系的，我除了大师兄不会喜欢其他人的。看着认真炼丹的楚轩，萧雨嫣眼里满是小星星，心湖之间更是爆鸣不断，一些过分的少女心事不断翻涌，那大尺度让狐族出身的涂山久久都有些面红耳赤了。这丫头难道不知道姐姐还是一个黄花大狐狸吗？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好妹妹居然是这么一个大花痴，心里还有点变态，不就是一个长得帅点的人类吗？不至于这么激动吧。好奇心的驱使下，涂山久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楚轩身上，他很想知道这个男人究竟有什么魔力，居然能让萧雨嫣这么激动。然而第一眼涂山久久就比萧雨嫣更加激动了。雨嫣，你把我教你的手法说出去了。萧雨嫣的识海内更加尖锐的报名出现了，瞬间萧雨嫣的思维就被涂山久久拉了回来。没有啊，九姐姐，你不是昨天才教我的吗？我都还没有练会呢，怎么可能教别人啊？萧雨嫣将嘴角的口水擦干净，然后才在心底开口说道。那你师兄为什么会用我的独门手法？涂山久久的声音虽然软下去了一点，但里面的愤怒依旧。听到涂山久久的话，萧雨嫣这才反应过来，连忙仔细观察师兄的手法。只见不远处的楚轩此刻两手上下翻飞，一只手控火，另一只手操控元气，控制丹炉中的药液流动，双手的动作十分奇怪，根本不像是人类能够做得出来的动作。果然这正是涂山久久昨日传授给萧雨嫣的独家炼丹手法。九姐姐，师兄他的手法远比我熟练，我说是我教的，你信吗？萧雨嫣心底弱弱说道。听到自家好妹妹的话，涂山久久也是一愣。对啊，这个小丫头虽然天赋异禀，但也没有这么恐怖的悟性，能够一天之内将这独门手法完全掌握。而眼前的楚轩刚开始还有点瑕疵，但转眼间就手法娴熟，每一次处理都恰到好处，游刃有余。而且那力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每一次都刚好将药物的所有精华提取出来。难道说他只是刚刚看了两眼就学会了？此刻涂山久久心中出现了一个十分荒谬的猜想，不过第一时间就被否决了。开玩笑，自己可是狐族有史以来最强的炼丹师，那独门手法无比繁复，就算是天生炼药圣体的萧雨嫣也需要练习好几天才能入门。现在你跟我说有人看两眼就能学会了，应该就是这样。我听二师姐说大师兄的悟性堪称恐怖，这手法我都能上手，师兄怎么就不能当场学会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师妹直接就接受了这说法，而且师兄的动作好像又熟练了几分，现在看上去简直就是艺术啊。听到萧雨嫣的话，涂山久久再度看向楚轩，果然楚轩如今的动作十分连贯，一丝一毫的瑕疵都没有，迅速地完成着炼丹的每一个步骤。他竟然已经将自己的独门手法练到完美了。涂山久久此刻竟然有着一种错觉，仿佛那个炼丹的人就是曾经的自己。看着楚轩那华丽夺目的炼丹手法，再配合上那俊秀的脸庞，那完美的气质，看楚轩的炼丹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啊。忽然涂山久久有点理解自己的好妹妹了，这个男人真的太有吸引力了。身体内的两个灵魂再也不说话，静静看着楚轩那完美的动作。半个时辰后，楚轩终于停了下来。最后的最后，楚轩双手举起，朝着丹炉狠狠一拍，丹城，砰！丹炉的盖子直接飞出，瞬间冲天而起，飞出了数百丈之外。随着丹炉的开启，一股沁人心脾的芬芳也随之传出。萧雨嫣闻到后，瞬间心旷神怡。怎么可能？浓香不散，闻之顿喜，这是六纹丹药的标志。
第一次炼出丹药就是6文。萧雨嫣还没说什么，闻到香气的涂山九九瞬间就不淡定了。雨嫣，你这个师兄真的是第一次炼丹吗？这一刻，涂山九九真的有点恍惚了，甚至他有着强烈的冲动，我要换一个弟子，我要成为楚轩的师尊。涂山九九活了上千年了，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天才，看2遍就能学会别人的独家手法也就算了，第一次用这个手法炼丹就直接出大祸。相比之下，涂山九九都有点嫌弃萧雨嫣了，一个手法都学了2天，你是真的废物啊？应该是吧，我听说师兄上山也就1年多，应该没有时间去学习炼丹的。萧雨嫣不确定地说道。九姐姐，我是不是有点笨啊？这么简单的手法居然2天才入门。姐妹连心，一人一狐狸，想到一块去了。2人说话间，楚轩已经调动元气，将丹炉中的丹药取了出来。13颗圆润无缺、通体金黄的丹药出现在了广场之上，每一颗都莫约拇指大小，上面散发着无穷的诱惑力。整整13颗一阶丹药，回气丹。然而这回气丹上却没有涂山九九所说的丹纹。九姐姐，这丹药上怎么没有纹路啊？你不是说丹药上都会有纹路的吗？萧雨嫣好奇地问道，双眼中满是疑惑。丹药根据品质共分为9纹，其中1纹最次是公认的半成品，9纹最高是无数炼丹师所追求的极品。听到这个问题，涂山九九沉默了。本来他也是为了萧雨嫣好，让他不要好高骛远，才没有说出后面的内容，如今却好像有点害了他了。其实9纹之上还有一个被称为完美的品质，但是完美丹药太难炼出来了，就算是前世的我也只能妙手偶得。可为什么大师兄第一次炼丹就是完美品质呢？萧雨嫣小小的双眼中充满了大大的疑问。涂山九九一双狐媚眼里也满是呆滞。别问我，我也不知道。雨嫣，要不咱们不炼丹了吧？姐姐，我想去你师兄那里了。看着楚轩的天赋，涂山九九心里有了叛变的冲动。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再也无法抑制。你看看别人楚轩，第一次炼丹就直接炼出完美丹药了。你再看看自己，也挺厉害的，效果很好。花钱挺厉害的，花了半个身家买的丹炉，1天就炸掉大半，爆炸效果也确实很好，这威力都快赶得上化元气的全力一击了。一个刚刚迈入通脉境的小修士能弄出这样的动静，只能说确实是有点天赋在里面的。要不是有着大阵保护，涂山九九十分怀疑自己今天指定是要在这丫头身上魂飞魄散，生死道消了。两相对比之下，涂山九九那叛变的欲望更加强烈。不过他也只能口嗨2句而已，这件事根本轮不到他做主。陆无在他的身上设下了禁制，将他与萧雨嫣的生命彻底绑在一起了，而且还是那种单方面的绑定。如果萧雨嫣死了，那么涂山九九就会跟着一起陪葬，但涂山九九死了，萧雨嫣反而没有什么事情。想到这里，涂山九九心中的悲戚更甚，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这辈子这般颠沛流离。姐姐，我真的有这么笨吗？听到涂山九九的话，又感受到他的情绪，萧雨嫣有点破防了。九姐姐昨天不还说这个手法很难，能够1个月入门的都算是天才吗？今天刚刚将这手法练到入门的时候，九姐姐不还说她已经是最快学会这手法的人了吗？九姐姐甚至还夸奖说自己就是万古不出的炼丹奇才，当世第一天才炼丹师。这些话也让萧雨嫣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在炼丹一道上一骑绝尘，无人能及。直到大师兄出手，看着那13颗完美品质的回气丹，萧雨嫣有点绝望。难道说自己在炼丹上面真的很没有天赋吗？你师兄是个例外，不用跟他比的，你只要比其他人都厉害就行了。涂山九九温柔地说道。看着自己的好妹妹这么失落，他也不舍得继续打击萧雨嫣了。只要把你师兄踢出统计名单，你的天赋还是当世第一。其实涂山九九此刻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去，毕竟他的炼丹天赋还不如萧雨嫣呢。不过他经历多了，看开了而已。两人交流了整整半刻钟，在外人眼里，萧雨嫣只是在原地发呆。不过楚轩却知道对方是在跟他的气灵老爷爷交流，毕竟那么强烈的灵魂波动，想不注意到都难。师妹，你刚刚看懂了吗？看着萧雨嫣一直没有动静，楚轩忍不住问道。没办法，这丫头傻站了1刻钟了，一句话也不说。要不是萧雨嫣的眼神依旧那么清澈，楚轩都怀疑她是不是出问题了。没看懂。听到楚轩的问题，萧雨嫣连忙摇了摇头，说道。随后似乎是怕楚轩生气，又连忙补充了一句道歉。不好意思，大师兄，我刚刚走神了。没事，看不懂也是正常的，我慢慢教你就是了。楚轩温和地说道，说完还微微一笑，让人如沐春风。
看着楚轩的笑容，萧雨嫣的心脏瞬间活跃了起来，心跳不断加速，甚至一度逼近300大关。如果萧雨嫣不是通脉镜，恐怕都承受不了这个心跳速度。妈呀，大师兄他对我笑了，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九姐姐，你说我跟大师兄的孩子叫什么比较好？思琪，不行。湘俊，不行。楚轩那完美的笑容直接让萧雨嫣的思维飞升，不知飞到何处。看着萧雨嫣的模样，涂山久久也是抚额长叹，这家伙一时之间是回不来的了。无奈之下，涂山久久只能接手了萧雨嫣的身体。那就有劳大师兄了。萧雨嫣轻声说道，随后展颜一笑，笑容如春日暖阳，带着无尽的温柔与暖意。微微上扬的嘴角勾勒出一抹醉人的神韵，笑容绽放的瞬间，一双美眸光芒四溢，令人目眩神迷。一人一笑，万物失色。看着面前的笑容，楚轩也是有点恍惚，这个小师妹简直美得有点超标了，这笑容绝对足够俘获任何一个男人。这就是师尊严选的含金量吗？但很可惜，这对楚轩作用不大。更加美好的笑容他都见过，不仅见过，还用过。只能说师尊的美是完全无死角的，就算是那么死亡的角度，师尊都美得让楚轩窒息。仅是刹那，楚轩就恢复了过来。我给你仔细讲解一下吧，你刚刚的手法里面。恢复过来后，楚轩开始给萧雨嫣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刚刚的感受。他也是刚刚根据萧雨嫣的动作将这个手法推演完全的。推演完心法后，他感觉有点不太对，这手法的运功路线似乎有点奇怪，就像是给什么妖兽用的一样，这路线在人族体内十分的不顺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门手法的创始者涂山久久乃是一只九尾天狐，一只十分离经叛道的九尾天狐。狐狸创立的炼丹手法自然不太合适人族修行，于是他在悟性逆天的加持下，他就做了一点点小改动，让其更适合人族使用。这里可以稍微改进一下，这样的话更加符合人族的习惯。这里也可改改，这样效率更高。还有这里，本来涂山久久只是打算假装听一下的，这些东西在他眼中都是笑话而已，不就是一次运气好而已吗？雨嫣妹妹的这个师兄真当自己是一回事了。我可是这手法的创始人，还有人比我更了解这手法。还有，我当年可是丹道第一人，我的手法会有错误，别开玩笑了。不过当楚轩开始仔细讲解并将优化的方案说出来后，涂山久久被整沉默了，好像似乎的确是有那么几分道理啊。他在脑海中仔细推演了一下，又上手实际操作了一番。好像还真是。在确认了楚轩话语真实性的瞬间，涂山久久忽然觉得炼丹有点没意思了，他真的有点破防了。修炼速度快，悟性绝佳，炼丹天赋遥遥领先，那我还修炼什么？练个锤子的丹，没意思，不玩了。楚轩的天赋今天凭 A 似乎带着顺劈功能，眨眼间就直接让萧雨嫣两姐妹破了大防。这里萃取药物精华的时候放轻松点，不用这么着急，这的火候不够。这里挺不错的，就是这样，不错，果然是我的好师妹，执行力一流。广场上，楚轩的声音不断响起，不远处，一个少女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眼前的丹炉。终于，在楚轩的手把手教学下，少女双手一拍，丹炉高高飞起，随后丹炉之中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丹香，元气流转，7、8颗丹药从炉子里飞出，每一颗上面都至少带有着6道丹纹。成了，成了，居然还是6纹以上的丹药。看着面前的一幕，萧雨嫣高兴地跳了起来，直接就挂在楚轩身上。那浑圆无瑕的丹药，那密密麻麻的纹理，让萧雨嫣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什么时候炼丹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萧雨嫣的脑海中，涂山久久也是有点妈了。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好像要失业了，自己辛辛苦苦教了这丫头这么久，效果还比不上楚轩的几句指导，这还活鸡毛啊，跳了。还有这个叫楚轩的家伙，悟性到底有多恐怖？回想起楚轩之前的话语，涂山久久感觉那是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想到的问题。能够找到这些角度，那就说明楚轩的悟性远远比自己高。要不我以后就提供一点教材算了。涂山怀疑人生中久久有了想要给自己降职的冲动，感受着身上那活泼的柔软，楚轩低头看去，一张绝美的脸蛋上，鼻涕与眼泪交错在一起，配合上那本就有些柔弱的面相，此刻的萧雨嫣简直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病弱尤物，估计是个正常男人都会忍不住心中想要欺负她的冲动吧。楚轩自然也不例外。还有大师兄你干嘛啊？萧雨嫣捧着脸颊，连忙后退了好几步，拉开了与楚轩的距离，同时他还满脸通红的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娇羞脸红的少女。可事实上，她并不是。大师兄，你这么捏得我好痛啊！萧雨嫣使劲揉着自己的脸颊，声音中满是哀怨。刚刚楚轩可是揪着她的脸颊狠狠蹂躏过了一番，那力道差点就让她昏迷过去了。师兄真坏！萧雨嫣越想越气，还想把脸贴到楚轩身上，试图用他的衣服当毛巾清理干净脸上的东西。哎呦！楚轩自然不会让萧雨嫣得逞，迎接他的是再一个暴扣。你少来！你那口水都快滴到我脖子上了。楚轩自然不是无故出手的，实在是这丫头太没有分寸了。明明只是纯洁的师兄妹情谊，萧雨嫣刚刚竟然想对自己动嘴了，这可不行。楚轩可是坚定的师尊党，而且这丫头才17岁，都还没发育完呢，一点意思都没有。楚轩可没有从小玩到大的习惯。嘿嘿，这不是师兄身上太香了吗？对于自己那昭然若揭的心思，萧雨嫣也是从不掩饰。自己就是喜欢大师兄，怎么了？师兄妹之间本就很容易发展成道侣关系，自己这叫顺应潮流。而且大师兄这么帅，外面可多人喜欢他了呢。与其便宜了那些浪蹄子，不如关起门来自己享受。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只可惜某些人好像个瞎子啊。大师兄，我恨你像块木头。对于萧雨嫣的心思，楚轩多少也知道一点，不过他并没有回应的打算。先不说对方未成年的问题，虽然这里是异世界，这里的男女12、13岁就开始谈婚论嫁了，14、15岁就开始带娃，更是十分正常。但楚轩还是过不去心中的那个坎。最重要的是，楚轩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无可取代的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在楚轩已经深刻理解了这2句话的含义了。他已经见过世界上最美好的风景了，又怎么可能会在其他次一等的地方沦陷呢？后面找个机会跟这丫头说清楚吧。沈师妹，你出关了。就在楚轩与萧雨嫣打闹期间，旁边的宫殿中一道倩影走出，看着沈凝冰身上的气息，楚轩也是吓了一跳。不过半个月，这个师妹都筑胎圆满了，这就是女帝重生的修炼速度吗？简直都快比得上自己了。不过楚轩当时是被动修炼的，平日里的时间都在被那个女魔王全力压榨呢。沈凝冰淡淡应了一声，然后看向空中悬浮着的丹药。小师妹的炼丹天赋还真是恐怖呢，居然这么快就能炼出6文以上高品质的丹药了。说着，沈凝冰的目光顿了一下，哼，师妹这天赋只怕称为亘古第一也不为过，如此短时间内就炼出了完美丹药。虽然话语还算是平静，但沈凝冰的心中已经是惊涛骇浪。刚刚接触炼丹，萧雨嫣就直接炼出了完美品质的丹药，看来这个师妹的天赋已经远远超过她的想象了，怪不得师尊会将她收为徒弟。瞬间，沈凝冰看向萧雨嫣的眼神就变了，从之前的那种随意与倨傲变成了一种平起平坐。在这一刻，他终于将这个师妹放在了一个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听到沈凝冰的话语，萧雨嫣有些尴尬。那个，萧雨嫣弱弱说道：“二师姐，那个完美丹药是大师兄炼出来的。”不骄不躁。沈凝冰刚想夸奖一下，片刻后才反应过来萧雨嫣说了什么。你说什么？这是大师兄炼制的。大师兄，你还会炼丹？沈凝冰转头看向楚轩，一脸惊奇地问道：“我怎么没见过你炼丹？”对于自己这个冰块师妹的问题，楚轩只是轻轻一笑：“今天之前还不会的，看一遍就懂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让沈凝冰哑口无言，开始怀疑人生。看一遍就懂了，这真的还是人话吗？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不过还好，炼丹这个技能不会影响系统的天骄排序。但说起来，好像系统下一次放榜的日子就是今天吧。沈凝冰似乎想起了什么，稍微聊了几句后，又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宫殿中。对此，楚轩也没有在意。沈凝冰这个二师妹一向这样，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又指点了萧雨嫣几句，楚轩就回去休息了。洞府之中，楚轩看着自己现在的面板，宿主楚轩，年龄20，修为神火7重，词条他乡客，唯一悟性逆天，唯一魅力逆天，唯一准先帝之姿，双红加15子，万法通明，红至尊体魄3金，15子阵法宗师8子，剑道至尊金，丹道至尊1金，18子大道所中红。看来应该是10个金色词条就能合成一个红色词条了。楚轩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暗自说道。凑够10个金色词条后，楚轩亲眼看着面板上的变化发生，10金的字样消失，然后词条的红色加深了不少，再然后词条的品质就变成了双红。
这么多词条的加持，再加上我这已经登峰造极的太玄经与太玄剑诀，神王6重天以下，只怕已经没有我的对手了。楚轩看着系统面板，也是十分的满足。这么多高阶词条，让他如今光是凭借肉身力量都能匹敌真一境6重的强者，更不用说动用太玄剑诀这个3000道域第一杀招了。要知道，就算是太玄圣地的许多圣人，也没有将太玄剑诀参悟到第10层。无他，太玄剑诀实在是太难了，能够参悟到11层的人都寥寥无几。即使是圣王巅峰的老祖们，也就只有一人能将太玄剑诀修炼到圆满，那就是楚轩的师尊，太玄圣地的一代传奇飞仙老祖陆无。凭借着圆满的太玄剑诀，陆无也横压一世，成为这个时代最恐怖的存在之一。然而楚轩却在神火境生生将整个太玄剑诀领悟到了圆满的境界，甚至还登峰造极，将剑诀中缺漏的3层补充了上去。这种悟性，恐怕陆无来了都得甘拜下风。不过还是不够。楚轩感受着自己的修为，叹了口气：“放心吧，师尊，我很快就能够跟上你的脚步的。”飞来峰上另一个宫殿之中，虽然是深夜，但宫殿中依旧灯火通明。充满少女情趣的闺房内，沈凝冰看着脑海中的倒计时，心中十分紧张。虽然他知道自己这次很可能不是榜首，但他也很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水平。太玄圣地天骄排行榜公布倒计时时间1分1秒过去，终于沈凝冰的脑海中的面板发生了变化。叮，本次排行结果公布。太玄圣地天骄第50名，庄雪；太玄圣地天骄第35名，南宫雅雅；太玄圣地天骄第8名，沈凝冰。终于沈凝冰在第10名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名字其实不太理想，但已经超乎沈凝冰的意料了。毕竟这里可是太玄圣地，汇聚了诸多天骄的太玄圣地，自己不过修炼了2个月的时间就能杀到第8名，已经很了不起了。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能将所有人都超越。就是不知道第一会是谁呢？沈凝冰对于第一的归属十分好奇，毕竟自己还要给他宽衣。想到这里，沈凝冰的脸就有些红润。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沈凝冰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太玄圣地天骄第3名，王腾龙；太玄圣地天骄第1名，楚轩。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第一的名字后，沈凝冰松了口气。还好，至少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恭喜宿主在本次排名中获得了第8名的好成绩。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本次奖励为飞仙诀、神品玄冥珠3克。检测到宿主的败北惩罚尚未完成，奖励暂时封存，请宿主完成惩罚后再前来领取。看着系统的提示，沈凝冰有些生气，这狗东西居然还不给自己奖励，难道说自己堂堂女帝会是那种拿了东西不办事的人吗？沈凝冰可从来没有考虑过，东西到手后这次的惩罚就直接不做了。没想到这狗东西居然来这么一手，这是对自己人品的质疑。生气了半天后，沈凝冰也是平静了下来。不就是宽衣吗？谁怕谁？老娘前世杀过这么多人，处理过这么多尸体，难道还怕看见一个男人的身体不成？而且如果宽衣对象是楚轩的话，好像也不是不行，甚至好像还有点赚了。一想到这次的惩罚，沈凝冰的内心就隐隐有着一丝期待。不行，沈凝冰你要冷静，情是烦恼丝，你不能沦陷其中，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你没有资格心安理得的享受温柔。关键时刻，沈凝冰直接将一枚天品玄冥珠放在自己的心口，将那颗有着自己想法的少女心强制冷静了下来。不愧是极寒凶兽的内丹，这玄冥珠的效果是真不赖。仅仅是瞬间，沈凝冰的心脏就直接冻结了。真强制冷静，先别说什么会不会死人，你就说冷不冷，静不静吧。不过沈凝冰身负太阴圣皇体，这点伤势还不足以让他毙命，最多也就虚弱几个时辰而已。这少女时期的身躯真是喜欢胡思乱想啊。经过1刻钟的冷静，沈凝冰终于抛去了脑海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开始思考如何完成惩罚。对了，过几日就是师兄的册封仪式了，到时候说是帮忙就好。飞来峰上空，一个伟岸的身影忽然出现。拜见圣主。楚轩将人放入山后，行礼道：不错，2位新入门的师侄这段时间进步不小啊。李长青看着沈凝冰与萧雨嫣两女，心中满是震撼。这才入门几天啊，萧雨嫣就化元期了，而沈凝冰更是恐怖，不声不响都金身境了。果然是飞仙老祖看上的天骄，这修炼速度简直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十年，太玄圣地就要多出好几个老祖了。沈凝冰不用说，
有着好几颗天品玄冥珠，修炼速度自然恐怖。而萧雨嫣进步这么快，则是因为那2朵异火。那2朵异火的品级不算高，但是对于萧雨嫣来说已经很超纲了。炼化之后，萧雨嫣的真言9变直接来到了第4变的境界。这个境界的真言9变已经足够支撑他修炼到神火境的了。甚至因为已经炼化了火焰的缘故，神火境对于萧雨嫣来说也不存在任何阻碍。接着李长青看向楚轩，然后这个名震天下圣主就说不出话了。楚师侄，你神火器重了。这一刻李长青感觉自己几千年有点白活了。我刚刚神火七重没多久。楚轩微微颔首说道，虽然他现在已经神火7重巅峰了，不过他也确实是前几天才突破到神火7重。几天对于李长青这种圣人王来说，不过眨眼间的功夫，确实没多久。没毛病啊。听到楚轩的回答，在一旁窃窃私语的沈凝冰与萧雨嫣脸色一致。不是，哥们，因为楚轩之前身上一直有着秘宝遮掩，两人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境界如何。他们只知道楚轩2个月前刚刚点燃神火，成为一个神境强者。本来沈凝冰已经觉得自己的实力进步飞快了，可是知道楚轩神火7重后，他忽然觉得自己修炼有点慢了。要知道进入神境之后，境界突破就会慢很多的。比如说圣地中的那个王腾龙，此人天赋异禀，20岁就点燃神火了，可是到如今28岁了也才神火巅峰，而且这已经是9天10地中修炼速度最快的那批人了。大师兄点燃神火才2个多月吧，怎么就7中了呢？萧雨嫣脑海中一向健谈的涂山九九也是沉默了。九姐姐，神境之后很难突破吗？怎么二师姐不说话了？萧雨嫣小门小户出身，又没有前世的记忆，自然不了解神境之后的情况。大师兄2个月突破7重境界，是快还是慢啊？萧雨嫣问完后，涂山九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很难，你大师兄的修炼速度亘古无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变态的人。许久之后，他才缓缓说道。李长青倒是没有震惊太久，毕竟他已经习惯了楚轩的变态。变态好啊，再变态点那就更好了。我太玄圣地成为9天10地第一圣地的日子快了啊。对了，楚师侄，你的圣子册封仪式过几天就要举行了，这是你的圣子服饰。李长青一挥手，一套镶金嵌玉的白色衣袍出悬浮在空中，上面满是各种各样的大道铭文，玄奥莫测，一看就知道不简单。衣服正面更适合有着2个无比气派的阴阳鱼，这是太玄圣地的标志，也是圣子的标志。楚师侄，你仔细试试看看是否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我让老李改改。李长青有些紧张地说道，明明是堂堂一个圣地之主，此刻却如此表现。他口中的老李是圣地中的一位，楚轩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没事，我很满意，不必麻烦李老祖了。楚轩接过圣子袍，仔细看了一番后说道，对于这件法袍他也很是满意。这件法袍一看就知道是圣地花了大代价打造的，上面密密麻麻的大道铭文，每一道都是一个独立的阵法，力量加持、防御加持、静心安神，反正几乎所有正面效果的阵法都镶嵌进去了。而且这件法袍还很结实，就算是圣人出手也无法破坏其分毫。就这，楚轩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哈哈，那就好。看见楚轩没有问题，李长青心情大好，直接回去找人喝酒去了。师侄，我先走了，圣子册封仪式记得来啊。还有，记得带上你的师妹，仪式上也会将她们册封为圣女。说完，李长青的身影就消失了。又仔细打量了一番这圣子袍，楚轩才打算将其收起。就在这时候，沈凝冰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大师兄，需要我伺候你更换衣物吗？说完，他的头就低了下去，差点就掉进沟里了，真一头扎进沟里。此刻说完话的沈凝冰也是无比慌乱，完蛋，怎么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了？本来看到圣主递出圣子袍的那一刻，沈凝冰直接眼前一亮，他好像找到给师兄宽衣的机会了。但是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有点太亲密了，让师兄误会啊？一番天人交战后，沈凝冰也就莫名其妙地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看着面前已经红成大虾的二师姐，萧雨嫣也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一向冷冰冰的二师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这种事情不是道侣之间才会做的吗？难道说二师姐也喜欢大师兄？忽然间，一向没心没肺的萧雨嫣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觉，酸、紧迫，还有一点理所当然。大师兄这么好看，气质也超凡脱俗，喜欢上他很正常啊，就像自己也喜欢大师兄一样，这不是正常女人都会做的事情吗？但想到沈师姐刚刚的话，萧雨嫣还是有点不可置信，这也太大胆了吧，换作是自己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这也太羞人了。对此，楚轩也是有点惊讶，这沈宁冰怎么回事？平日里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也就对自己稍微温和一点，这怎么一开口就给自己来了一个大的啊？张嘴就要给自己更换衣物，好家伙，这是要展开攻势的节奏吗？要知道，这个世界或者说太玄圣地领地内的人其实都比较保守，伺候他人更衣这种事情，一般都是道侣或者下人做的。我把你当师妹，你把我当道侣，这目的好像有点不纯啊。要是想发展成主仆关系，那这师妹的目的就更不纯了。想到这里，楚轩瞬间清醒了过来，刚想要开口拒绝，他也很传统保守，目前可没有脚踏好几条船的想法，更何况那种有点进阶的玩法。只可惜楚轩还没有开口，沈宁冰就有了下一步动作。开玩笑，女帝大人的执行力很强的好吧？虽然刚说出口的时候，沈宁冰自己都愣住了，但是他很快就说服了自己，这一切都是那个什么系统惩罚搞的鬼，非要把系统奖励锁定了，要完成惩罚任务才解锁，自己这也是为了奖励才说出刚刚的话的，绝对不是觉得那圣子袍十分好看，非常适合大师兄，更不是想要看看大师兄的躯体，绝对不是。如此想着，沈宁冰没给楚轩拒绝的机会，直接就上手了。楚轩见状也没有办法，别人都动手了，自己哪里还有拒绝的空间？不过沈师妹看上去冰冰冷冷，但动作还是很温柔的嘛。一双冰凉的手在楚轩身上不断摩擦，虽然没有多少出格的动作，但手的主人明显有着复杂的情绪，不然也不会整整1刻钟了才堪将楚轩最外层的衣服脱掉。沈师妹，这样就行了，反正圣子袍够宽大，里面这件就不用脱了。最终还是楚轩有点忍不住了，出声打断了内心十分纠结的沈宁冰。哦，好。听到楚轩的话，沈宁冰这才恋恋不舍地抽回自己的双手，心中暗暗松了口气，但脑子里却充满了惋惜。明明只差一点就能看到师兄那结实的身躯了，真可惜啊。师兄也真是的，身材明明这么好，为什么要用这么厚的衣服掩盖住呢？沈宁冰心不在焉地给楚轩穿上了圣子袍，两人并肩立，郎才女貌，看着十分般配。尤其是沈宁冰在看着楚轩的背影时，竟然罕见地露出了一丝笑意，这画面看得旁边的萧雨嫣都有些呆住了。师兄师姐真的好般配啊，不过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呢？我真的好酸啊。一想到向来冷酷如冰山的二师姐都这么主动了，萧雨嫣心里的危机感瞬间就起来了。不行，我也要主动一点，不然师兄的道侣位置就真的一个都不剩了。大师兄，我也来帮你更衣。在那该死的危机感驱使下，萧雨嫣也加入进去，两女一阵手忙脚乱，针锋相对，终于将楚轩的衣服穿好了。叮，惩罚已完成，计算评级中。惩罚完成评级，丁级，完成程度较低，未获得额外奖励，奖励已正常发放。师兄，你真的好帅啊！看到效果的第一时间，萧雨嫣就捂住了小嘴。换了圣子袍的楚轩实在是太帅了，他本就容貌俊朗无双，气质脱俗如仙，如今再换上这一身华贵的圣子袍，整个人就更加高贵了。即使是见过无数俊艳强者的沈宁冰，如今也不得不承认，楚轩是他数千年记忆中见过的最好看的男人。仅是看着楚轩，沈宁冰的心跳就开始不断加速，即使是心脏都快要炸裂了，他仍浑然不觉。看着两个师妹的花痴模样，楚轩也是无奈地笑了笑。魅力逆天这词条是真的有点害人了，唉，都怪这个破系统。再次严正声明，该词条为宿主自带词条，与系统无关。系统冷漠的声音再度响起，只是这次不知为什么，楚轩竟能从中听出一丝委屈的意味。看来以后出门得戴个面具了，不然走到哪里都一堆女人跟着。楚轩这一刻是真的理解那些小说中戴面纱的美人了，这不戴个面纱，估计能被过来搭讪的人烦死。相貌可以用面具掩盖，但气质呢？对于这个深刻的问题，楚轩陷入了沉思。对了，师兄听说了吗？圣子册封仪式好像有个狠角色要过来。良久后，萧雨嫣的声音将楚轩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有就有呗，我太玄圣的还能不准他过来观礼不成？楚轩有些疑惑地问道。他不知道这来了个狠角色是什么意思。师兄，那人是冲着你来的，那人已经开启了无敌路，专门过来找你麻烦的。看见楚轩不以为然，萧雨嫣有些急了，极力解释着这件事的严重性。听到无敌路3个字，沈宁冰也是有些错愕。师妹，你说的人是不是江家的那个吞天魔体江无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沈宁冰也是懵逼的。怎么，这次的发展轨迹好像不太一样？前世此人可是在数年后才开启的无敌路，今年怎么这么早就开始了？这时候他才40岁吧？
无敌路就是一路挑战同辈，然后用一路上的圣迹给自己构筑无敌道心的过程。吞天魔体能够吸收万物能量，化为己用，境界天然就比别人高。走这条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前世此人甚至还是师尊最后收拾的，能闹到师尊面前的人都不简单。不错，正是那个人。萧雨嫣点了点头，道：连二师姐也知道那个人了。那个姓江的是真臭不要脸，走无敌路还专门限定对手的年龄，专挑50岁以下的打，仗着吞天魔体修炼快欺负人，太不要脸了。沈凝冰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只是那双柳叶眉却始终蹙起。大师兄，那个姓江的挑战你千万不要答应啊！要是你输了，整个太玄圣地都会丢脸，而你更会成为一众圣子中的笑谈。我听说那人已经真一进6中了，甚至还将自家那个9重的少主江长歌打败了。萧雨嫣喋喋不休地说着江无尘的信息，刚刚那打败江长歌的消息更是让沈凝冰都吓了一跳。好家伙，江长歌可是乾隆榜前50的存在，今年刚刚60岁便已经是真一境巅峰的强者了，真实战力更是能比肩神王。这样一个年轻天才居然败在了比自己年轻，境界还比自己低的江无尘手中，看来这个江无尘的体质已经接近大成了。想到这里，就算是沈凝冰也有点替楚轩担心了。神王级别的战斗力，楚轩真的打得过吗？只可惜作为准受害者的楚轩却好像没什么自觉，甚至在萧雨嫣说了一大堆之后，也还是毫无反应。哦，楚轩淡淡的哦了一声，这副模样让萧雨嫣更急了。师兄，那可是上了乾隆榜的天才，就这样打败了，你不惊讶的吗？乾隆榜啊，那个王腾龙都暂时没能力上去的乾隆榜啊。楚轩却还是不为所动。为什么要惊讶？这打架嘛，总会有输赢的，习惯就好。更何况一个60岁才真19中的废物，被人击败了也很正常吧。沈凝冰跟涂山99表示有点被攻击到了。沈凝冰前世虽然后面苦尽甘来，但他修炼到真一境9重的时候也50出头了，60岁了也才刚刚找到契机开启圣境。涂山99更是重量级，60岁才刚刚踏入真一境，毕竟他是9尾天狐一族，寿命悠长，修炼速度不快，再加上他一直醉心炼丹，修为增长自然缓慢。大师兄，楚轩这是在骂自己废物吧？谢谢，有被羞辱到。然而两人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修炼不过1年多就已经神火气重了，只有萧雨嫣什么都不懂，还在担忧地看着楚轩。大师兄，你千万要小心啊！只能说萧雨嫣此刻也算是吃到没有文化的红利了。看着眼前这个满眼都是自己的师妹，楚轩也不好服了他的意。我会小心的。说着，楚轩还使劲揉了揉萧雨嫣的脑袋。你别说，这小丫头的头发还挺丝滑的，手感不错。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将那什么江无尘放在心上，不就是一个吞天魔体吗？来了的话打就是了。楚轩身上这么多高级词条，两人差距宛若天堑，怎么可能是区区一个吞天魔体就能弥补过来的呢？不过楚轩还是挺期待自己的圣子册封仪式的，因为太玄圣地已经上百年没有立下过圣子了，所以此次大典尤其隆重，规模尤其浩大。虽然只是准备了短短的3个月，但却邀请了周围10几个道域的圣地前来观礼。圣地之下的强大势力更是不计其数，更加遥远的道域之外，也有着不少人不请自来。先不说那些不请自来的人，受邀圣地的访客基本都是年轻一辈的翘楚，其中更是不乏圣子圣女。一些稍弱一筹的势力之中，也有着不少出类拔萃、强势登陆乾隆榜的天才。这么多天才少年，一定很多金色词条吧？最差也得有一个紫色词条吧？姐，你们的词条很快就是我的了。激动之下，楚轩抚摸着萧雨嫣的手越发用力，而且姿势越来越不对，就好像在抚摸一只小狗一样。这种感觉萧雨嫣尤为强烈。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萧雨嫣对此并没有生气，反而是有点害羞。原来大师兄喜欢这种调调。萧雨嫣虽然还是个少女，但脑海中的那个九尾狐懂得多啊。这个九尾狐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也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实战环节，但由于种族天赋的原因，他可是在某方面的知识储备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最过分的是，涂山99对于这些人类十分忌讳的话题丝毫没有遮拦，所以几个月的相处下来，萧雨嫣成功的被涂山99同化了。明明是个黄花大闺女，但理论知识十分丰富。如果是大师兄的话，我愿意的。看着大师兄的脸，萧雨嫣心中已经说了10000次我愿意。只可惜楚轩只是因为即将到手的词条很多，有点兴奋而已。感受到萧雨嫣的情绪变化，沈凝冰忽然觉得心头有些发紧。不知道为什么，
萧雨嫣与楚轩的动作让他的心中充满了危机感，这两人好像要朝着更加亲密的关系发展了。要是放任下去，只怕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出双入对了吧？明明是我先来的，就算是进一步发展，那也应该让我先来。在心中酸涩的驱使下，沈凝冰生生将两人分了开来。时候不早了，大师兄该回去歇息了。师妹，我们也走吧。一通生拉硬拽，沈凝冰终于将恋恋不舍就快要汪出来的萧雨嫣拉了出去。看见两个师妹离去，楚轩也没有继续停留，淡淡一笑就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宫殿之中。虽然他并不觉得那个吞天魔体会是自己的对手，不过先拉一波等级总不会错的。正好刚刚炼丹的时候心有所感，也是时候突破了。另一边，沈凝冰拉着萧雨嫣走到了两人的宫殿前。两人的宫殿相依而立，距离并不远，这也跟两人之前的关系一样，十分亲近。不过今晚两人之间明显有点间隙了。萧雨嫣看着沈凝冰的眼神气鼓鼓的，仿佛面前的师姐刚刚坏了她的好事一样。事实上在萧雨嫣眼中确实如此，明明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师兄的小狗了，都怪师姐，害得自己现在还是个人。师姐，你干嘛？我好不容易试探出师兄的喜好，你就……师姐，你要是也喜欢大师兄，我们可以一起的吗？干嘛要破坏妹妹好事啊？哎呦，师姐，我看错你了。说着说着，萧雨嫣直接哭了出来，婉转凄切，软糯动人，无论是谁听了都会心头一软，除了沈凝冰。但沈凝冰没有回答师妹的问题，只是呆呆站立着，因为此刻的她也是有些迷茫。对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明明自己是风心绝爱的女帝，明明自己是要登临9天10地问鼎那唯一仙位的人，怎么可能会沉沦在男女之事中呢？沈凝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纠结，这么难受，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自己的小手会渐渐地捏了一下楚轩的腹肌一样。有些东西不知何起，不知何终。不过别说，手感不错。对了，师妹刚刚是不是说邀请自己一起来着？她在想什么？自己堂堂女帝重生，怎么可能与其他人一同分享道侣呢？沈凝冰心中对于这个建议嗤之以鼻，但是嘴巴还是很老实的。师妹，我们结盟吧。绝对不是因为她不太自信，只是想要借用萧雨嫣拦住外面的那些女人罢了。听到这句话，萧雨嫣这才停止了哭泣，然后她用那还在哽咽着的软糯声音说道：师姐真好。说完，萧雨嫣展颜一笑，扑到了沈凝冰怀里，使劲地蹭着对方的一对软肋。姐姐心胸真是宽广，是妹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萧雨嫣表面上梨花带雨，心底里却是欢呼雀跃不停，欢快无比。计划通，有了师姐的帮忙，山下那群女弟子就不会有一丁点机会了。至于沈凝冰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嗨，都是师姐妹，没事的。而且就凭自己这修为，也确实降服不住大师兄，打不过找帮手怎么了？动用关系又不丢人。雨嫣妹妹，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的手段这么高级？识海中，涂山久久看到这副模样的萧雨嫣都惊呆了。这还是他印象里的那个萧雨嫣吗？这么高级的茶言茶语，就算是他这个绿茶精通的九尾天狐来了，也不过如此啊。嘿嘿，这不是姐姐教的好吗？别，姐姐我可从来没有教过这个。话刚说完，涂山久久就直接汗流浃背了。妈耶，要是让那个神秘师尊知道这顶级绿茶是自己教出来的，那他涂山久久不得魂飞魄散啊！太玄圣地，太玄峰上，一道强横的气息轰然爆发。这是真一境的气息，是哪位师兄突破真一境了吗？山上正好神火9重的，好像也就王腾龙师兄一人吧。王师兄终于突破真一境了，太好了！这下王师兄终于能登上乾隆榜了。我倒想看看，还有哪个圣地敢说我太玄的不是？太玄峰上，许多弟子感受着王腾龙的突破，七嘴八舌的交谈着，无一例外，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无他，只是因为太玄圣地年轻一辈落寞太久了而已。自从前任圣子100年前莫名陨落后，太玄圣地的年轻一辈就没有了不得的人物了。直至10几年前，王腾龙上山，这个状况才有所改善。王腾龙也十分争气，境界突飞猛进，战力也强横无双，一直牢牢占据着年轻一代魁首的位置。直到楚轩的出现，才让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要不是乾隆榜规定了只有真一境以上的人才能登榜，王师兄怎么可能上不去？一个弟子愤愤道，吐槽着乾隆榜的规矩。怎么，是手上的事情做完了？为什么都聚在这里闲聊？一道威严的声音出现，瞬间打断了众人的议论。圣主好！分辨出声音的主人后，所有人都骤然停了下来，连忙转身行礼。都滚去干活！圣子册封仪式准备好了吗？就在这闲聊。一声令下，
众人顿时如蒙大赦，四散而去。这时候，李长青才看着不远处那个得意弟子，笑着说道：“腾龙啊，突破得很不错，继续努力。”一番勉励后，李长青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你既然有所突破，不如去找楚世直切磋一下，试探一下他的实力。过几天那个江家的吞天魔体要来，我怕楚轩乱来。”听到自己师父的话，王腾龙也是表情一变，显然他也知道这个吞天魔体的厉害。不过王腾龙隐隐中却有着一种感觉，那个所谓的吞天魔体不会是楚轩的对手。弟子知道了，弟子定当尽力。王腾龙的执行力很强，一声告别之后就去到了飞来峰，去得很快很坚决，仿佛王腾龙已经迫不及待地跟楚轩再战一场了。只可惜回来也很快，1刻钟后王腾龙就回来了。楚轩不在吗？李长青问道。师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王腾龙却答非所问。然后一个28岁的孩子放下了所有的尊严，紧紧抱着李长青的大腿痛哭。见状，李长青也是一脸懵逼，怎么回事？不就是去试探一下吗？自己的爱徒怎么一副天塌了的样子？王腾龙往日里向来以地族少主自居，无时无刻都在注意姿态管理，一般情况下怎么可能露出如此软弱的一面？腾龙，发生什么事情了？居然让你如此失态？李长青轻拍着自己徒儿的肩膀，好奇地问道。说起这个，王腾龙浑身颤抖，似乎是经历了什么大恐怖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平静良久，他才组织好语言：“师父，楚轩师兄他刚刚只是用了一根手指，就将我死死镇压住了。”王腾龙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满满的自我怀疑：“师父，我是不是特别废物啊？明明拥有着圣体，却连别人一根手指都接不住。”王腾龙的哭诉还在继续，但李长青的安慰却迟迟没有到来，因为他此刻很开心。虽然很不道德，很对不起自己的乖徒弟，但他确实忍不住了。居然仅凭一指就能镇压腾龙，这么说来，楚小子的战力岂不是接近神王了？不对，接近神王竟可做不到单指镇压腾龙，这最少也是神王4重以上的战斗力。明明只是神火7重，却有着这么恐怖的战力，了不得，当真了不得。一时激动，李长青甚至直接笑出了声。这下稳了，江家小子居然还妄想践踏我太玄圣地的脸面，找死！那小子还想模仿飞仙老祖，做梦！听到自己师父的真心话，王腾龙忽然感觉人生好像有点不太值得了。也罢，洗脚去了。还是洗脚适合我，那些妹妹人又好看，说话又好听，还有礼貌之分寸。明明自己已经支离破碎了，家里父母还等着钱治病呢，他们还劝自己不要乱花钱，真想帮他就多做一会就好。明明对自己有意思，但最过分的要求也只是半个月见一面而已。这种女人上哪找啊？修道，足道也是道，没毛病。王腾龙不知道的是，他好像还真找到了龙血战体的正确用法。龙血战体手痒难耐，渴望战斗，肉搏战也是战，这很合理吧？腾龙，你没事吧？没事，师尊我想通了。那就好。李长青说完就离开了。过几天就是圣子册封仪式，他如今也是分身乏术。若不是江家那小子气焰太盛，他连找王腾龙去试探楚轩的时间都挤不出来。9天10地的另一侧，一个高贵清冷的女子行走在虚空之中，谁也不知道这个看上去就禁欲万分，让人生不出一丝亵渎欲望的绝艳美人，此刻心中在想着什么虎狼之词。我的轩儿都要成圣子了，我这个当师尊的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表示呢？究竟该送什么好呢？地冰？太俗了。地丹？没必要，以徒儿的天赋也用不上这玩意。我自己诚意好像不太足够。想到这里，陆武脸上一红，都老夫老妻了，这样也太敷衍了，要不再给他找个师妹吧？就这么定了，想到了就做。陆武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了数亿里之外。大荒之中，一个十分原始的部族之中，陆武高悬9天。这位道友所来何事？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话语中满是戒备。我来收个徒弟，就是那个没了至尊剑骨的小丫头。陆武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不，那道声音还没说完，陆无圣人王巅峰的威压就直接横盖而下，朝着那株看着早已枯死的柳树而去。仅是一个照面，那柳树就直接动弹不得。同为圣人王，他连陆无一招都挡不住。哼，这是通知，不是商量。陆无一手压在柳树上方，冷声说道。听到这句话，柳树满心苦涩。大人，她是天剑圣朝的小公主，你不能。话音未落，陆无已经来到了那个瘦弱小女孩的身边。见状，柳树也知道自己是无法阻止对方的了，思绪万千，终究化作一声长叹。唉，陛下苦心孤诣，
终于找到一个保存小殿下性命的方法，总归还是失败了吗？天命真就不可违抗吗？其实早在半个月前，整个太玄圣地就已经热闹起来了，许多邻近的圣地与巨无霸势力的宾客都已经到了太玄圣地之中。因为飞来峰是太玄圣地的核心区域，还是一如既往的人迹罕至，楚宣师兄妹才对此感知不强。能够被太玄圣的安排住宿的，自然也不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势力，最少也是有着数位圣王坐镇的大势力。至于其他关里的小势力，则是老老实实在不远处的太玄城中住下，所以这几天太玄城的天空热闹极了，什么蛟龙拉车，各式各样的飞舟飞梭，还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神武坐骑，数不胜数，一时间好不壮观。时不时还有强者为了插队，显露出足以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无数人都为之心惊胆战。但这段时间里面，太玄城却是出乎意料的和平，因为所有人都在等着典礼开始的那一刻。尤其是太玄圣地之中一个江家少年，我倒是想看看堂堂圣地圣子刚刚册封就被人按在地上羞辱，是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江无尘手中拿着一个酒杯，目光看向太玄圣地深处。呵呵，姓陆的，你挡不住主上的，我会让你知道你那些所谓的弟子在主上面前什么也不是。说着，江无尘双眸最深处一抹不祥的气息涌现，随即又消失不见，就如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长夜之中，月亮似乎是有些累了，悄然收回了自己的光亮，天地之间阴沉了下来，直至东方一轮大日破晓，携紫气东来千万里，将人间昏暗一扫而空。当当，8声厚重悠扬的钟声自太玄圣的深处响起，传遍了整个圣地。然而钟声并未就此停止，而是继续飘向圣地之外，太玄城、太玄州，最后钟声回荡在整个太玄道域之中。钟声似乎蕴含着某种伟力，虽然传播极远，但并不嘈杂喧嚣，反而让人耳清目明，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开始了，开始了！太玄圣地的圣子册封仪式开始了。100多年了，太玄圣地终于又有圣子了吗？我记得太玄圣地上一任圣子不到60就陨落了吧？这次的圣子能活几天呢？嘘，慎言！太玄圣地敢再独立圣子，那就是有办法了。而且这次太玄圣地8享太玄中，这代表着此次的圣子地位极高，恐怕会仅次于圣主。不错，一般圣地册封圣子都是6享，8享代表着最高等级的圣子仪式了。这样看来，太玄圣的对这次的圣子很是重视啊。只可惜我们身份低微，无法进去一睹其风采。太玄城中，无数人看着天空中的水幕，窃窃私语着。圣子册封仪式这种重要的事情，太玄圣地自然会在太玄城中投影的，这也是一种展示实力的手段。太玄圣地之中同样也不平静。8享，李长青是疯了吗？这么草率就将这个楚宣定为下一任圣主了，这太玄圣的究竟对此人多有信心啊？听说这个叫楚宣的俊朗非凡，世哲仙人将士，不知道是真是假呢。呵呵，陆无的亲传弟子吗？希望别让我失望了。最后一句话是江无尘说的，他身边数个江家的老者恭敬站立。无尘，这次你就老实点吧，这太玄圣地可不是什么软柿子。一个最为年老的老者开口说道，眼中是藏不住的偏爱。他是这次江家前来观礼的带队人，也是江无尘的护道者。江无尘闻言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将目光放去远方，那个圣子册封仪式举行的方向。各大势力的带头大哥也都不约而同地警告着自家的弟子，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太玄圣地深处的恐怖气息。那是几个模糊的身影，其中一道手中还拿着一把长剑，长剑上是令人恐惧到极致的死亡气息。会死的，绝对会死的。作为各大势力的高层，他们对这种气息并不陌生，所以看到那人的第一时间，他们就知道那代表着什么东西。圣王巅峰老祖，完整极道帝兵。认出圣王老祖与极道帝兵后，让各大势力的高层都傻眼了。不是，至于吗？不就是册封一个圣子吗？怎么感觉他比你们家圣主都重要了？别的不说，李长青那家伙能这么随意就请动极道帝兵吗？他继位圣主的时候都没找阵仗吧？忽然间，所有前来观礼的大势力领头人都感觉脖子一凉。太玄圣的不会册封圣子是假，真正的目的是将他们全部坑杀吧？那完整的极道帝兵不会突然给他们来一下吧？以前这个想法十分天方夜谭，毕竟太玄圣地还没有这个底气。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太玄圣地出了一个十分变态的陆无，那个公认的天下第一强者。如今太玄圣地就算做出这种事情了，他们背后的势力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尤其是江家的队伍，两个老者相互对视一眼，
一切尽在不言中。会赢吗？会死的。两人已经在暗暗祈祷，希望自家少主不要乱来了。诸位，请随我来。一个长老走到众人身前，将所有宾客接引到举行典礼的广场上。广场无比奢华，无数神岛悬浮两侧，作为各大势力的席位。神岛之上，美食神酒一应俱全，霞光普照，宛若仙境。宣读随礼，典礼开场，圣子册封、圣女册封典礼的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井然有序。尤其是楚轩出场的那一刻，更是无比惊艳。天空中五彩神霞交织，鸾翔凤舞，日月同辉，春风度玉池，明月生金掌，耀日照玉虎。地面上更是绽放出朵朵大道金莲，让人目眩神迷。只能说，这种高逼格的场面活，太玄圣地是有点东西在里面的。最后，一个身材挺拔如松的男子走出，那人面容英俊非凡，剑眉斜飞入鬓，如墨的双眉下是一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眸，谈笑间似有万千璀璨星辰流转其中。一头黑发随意竖起，薄唇微微上扬，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直接让前来观礼的无数女修都陷入了疯狂。尤其是那气质，仪式而独立，飘然而绝世，一看就不似人间客，而是一个误入凡尘的仙人。那气质直接让楚轩身边的圣主李长青都黯然失色。一时间，无数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楚轩才是太玄圣地的主人。我操，这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么帅的人，连我潘安也逊色其3分。娘亲，我恋爱了。孩子别闹，那是你的后爹。爹爹，我想嫁给楚圣子。一瞬间，前来观礼的所有女修士都沦陷了，嘶哈嘶哈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些大胆点的甚至已经偷偷换了一套很漂亮的紫色衣服了。别的不说，某个许姓男子说的不错，紫色确实很有韵味。那些女修的姿态也让许多男弟子和男长老应了。别误会，是全都应了。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师姐师妹、师尊师伯，直接就被那个圣子连人带魂勾走了。有些人身边的女修甚至已经开始自顾自地计划着孩子的名字了。最重要的是，那个楚轩实在是太过完美了，从长相到气质没有一丝一毫的缺陷。他们就算心中极度的发狂，也挑不出楚轩的一点毛病。长相完美，气质完美，听说此人的修为也迈入了神境，也没什么毛病。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啊？为什么这个男人不是自己啊？霎时间，无数前来观礼的男弟子铁牙尽碎，后槽牙生生被他们磨平了棱角。就连因为圣子之位归属而对楚轩颇有微词的地族王家，此刻也只能涂炭奈何。哎，怪不得腾龙会落选，光看外在，此人就已经将腾龙完全碾压了，更别说此人的战力不在腾龙之下。王家的前来参加典礼的老祖到楚轩后，前来兴师问罪的欲望全部消散。他是真的服了，此人气质如此不凡，绝对有惊天来历。一向好奇的天机圣地老祖此刻也按耐不住寻根问底的冲动了，直接就拿出家伙事当场开算。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陆无算了半天都算不出来什么东西，这天机圣地老祖就更算不出来了。怎么可能？此人的命数怎么可能是一片空白？我就不信了。消100年寿命，给我算。怎么还是没有？这下天机老祖彻底傻眼了。就算是圣王巅峰，他这100年寿命下去也能听个响吧？怎么这小子比白纸还干净？过去、现在、未来全是空白，仿佛面前的这个人就从来不存在一般。我上早八，自己这100年寿命喂狗了。一声不信邪的他正准备继续，这时候他的耳边忽然有了动静，顿时天机老祖直接僵在原地，然后晦气地将手中东西丢掉。显然有人警告他了。看到天机圣地这位老祖的表现，许多人也是双眼眯起。能让这种级别的神算子吃瘪，楚轩身上明显有问题，此人身上很可能有大帝级别的东西，才能将其因果遮蔽。当然也有可能是楚轩自己就有着十分恐怖的大问题，不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楚轩岂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涉及大帝领域了？这样的话，此子也太恐怖了。看着一众大帝传承的宾客的吃惊模样，李长青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哈哈，这就是我太玄圣地的圣子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圣子啊？这可是飞仙老祖开山大弟子，飞仙老祖只需要收徒弟就好了。我们这些圣地的工作人员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与来宾们的震惊不同，太玄圣地的仪式一直没停。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楚轩已经将所有礼节都走完了，刚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作为今天的绝对主角，楚轩心中却有点失落。他始终没有看到自己心中期待的那个身影。这么大的事情，师尊没看到，真是太可惜了。要是让师尊看到我这副样子，只怕他会直接走不动道吧。
想起师尊的温柔，楚轩笑着摇了摇头。没事，来日方长，师尊还有一点时间才会真正离开，还有机会。不过楚轩也没有太多纠结，因为面前的词条实在是太香了。这次典礼足足来了几十个超然势力，随便找一个人都带着紫色词条的那种，复制不完，根本复制不完。姓名：姬无疆，年龄50，修为真一境5重。词条：绝巅圣人之姿，3子，见到天才。子，这个姬家的核心弟子不错。3子词条，拿来吧你。下一个，姓名：月少白，年龄32，修为真一境2重。词条：大地之姿，今阵法天才。子，还有这个太阴圣地的圣女也不错，小小年纪居然都真一2中了。你的词条很好，所以现在我也有了。楚轩疯狂地扫视着到来的宾客，不断复制着他们的天赋。短短半天的时间，楚轩面板上就多了10几个金色词条，紫色蓝色词条更是数不清了。果然还得是这种天骄汇聚的场合啊，千里送词条，你们都是大好人啊。另一边，宴会之中，江家的神岛气氛格外奇怪。少主，看来那个莫名冒出来的圣子有2把刷子，您看。呵呵，有点东西又如何？终究是肉体凡胎，修炼缓慢。放心吧，就算此子再厉害，也不过是本座的踏脚石而已。本座决定了要走无敌路，那就不会退缩。江无尘把玩着手中酒杯，眼神玩味。酒过3巡，宾主尽欢，终于有人要按耐不住了。离火道域，江家少主江无尘向楚轩圣子请教。出乎意料，江无尘竟然第一个就站了出来，而且还指名道姓的挑战楚轩。圣子仪式上挑战并不罕见，以往这也是一个展示圣子实力的好办法。不过这并不代表着所有挑战都要接受，毕竟圣子代表的是天才，而不是强者。一些很过分的挑战，一些看上去一定会输的挑战，一般来说是可以推脱掉的。就比如现在出来挑战的江无尘。江少主修为高深，我家圣子修炼10日尚浅，还望见谅。没等楚轩说话，身边的一个太上长老就帮他开口了，话语之间还带着一丝怒意。这也是实话，楚轩到现在修行不过1年，而江无尘都修炼10几年了。这江无尘还来挑战楚轩，这真的有点不要脸了。也难怪这位太上长老有点生气。有点意思。楚轩在看到江无尘的时候，则是双眼眯起，看来这家伙不简单啊。姓名：江无尘，年龄40，修为真一境7重。词条：大地之姿，金吞天噬地，金不祥者的注释，红吞天噬地，金能熔炼万物精华，集天地伟力于一身，快速增长自己的修为。不过本身存在限制，无法吞噬等级比自己高出一个大境界的物品，而且吞噬速度与修为挂钩。很明显，这就是对方吞天魔体的专属词条了。不得不承认，这个词条还挺不错的。楚轩看着这个词条也是瞬间了然，怪不得此人的修行速度这么夸张，40岁的真一境8重已经打破了很多大帝年少时的记录了。这个速度就算放在一众少年大帝之中，也是其中佼佼者。只可惜这个词条还有着不小的限制，无法吞噬炼化等级远超自己的物品，吞噬速度也跟修为挂钩。不过也对，要是没有这些限制，这个词条只怕品质远远不止金色了。面前的江无尘修为也肯定不止真一8重。系统复制粘贴，定，正在复制金色词条，大地之姿，吞天噬地，复制成功，加载成功。那这个不祥者的注释又会是什么东西呢？楚轩点开了江无尘最后一个红色词条，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词条绝对不简单。果然，看到上面的介绍后，楚轩瞬间脸上一沉。不祥者的注释，此人身上沾染着不祥的气息，是被不祥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不祥气息会伴随着修为的提高，逐渐侵蚀宿主，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不祥者。注意，此人已经完全沦陷，彻底成为不祥者的傀儡。这一次的词条介绍与其他红色词条不一样，不是单纯的红色，而是十分显眼的血色，每一个字仿佛都是流动的血液。怪不得此人如此着急。看到这个词条，楚轩也是瞬间明白了对方那浓烈敌意的来源。这个江无尘恐怕就是故意前来挑战自己的。至于缘由，自己的师尊可是天命贤师，而自己的这些师妹自然就是天命之子了。看这个江无尘的词条，显然是一个反派。反派找天命之子麻烦，还需要理由吗？看见楚轩停滞不前的样子，江无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呵呵，
楚圣子怎么不敢说话了？难道说堂堂太玄圣地圣子居然不敢应战？就你这种胆小如鼠的鼠辈，也有资格成为圣子？江无尘负手而立，冷笑着嘲讽道，眼神睥睨，居高临下，一副以神明自居的骄傲模样。此言一出，整个会场的人脸色都变了，所有人看向江无尘的眼神都带着惊恐与愤怒。他们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人在如此重要的场合说出这种话，如此发言，简直就是将太玄圣地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妈的，这是江家少主是傻逼吧？修炼这么长时间，居然主动挑战我们家圣子，这里谁不知道楚轩圣子修行不过1年啊？就是，我看这人就是来找茬的，滚出太玄圣地！太玄圣的无数弟子顿时义愤填膺，看向江无尘的眼神中满是怒火。本来还在江家附近交谈的各个势力瞬间消失了，生怕跟江家再扯上什么关系。妈的，这可是太玄圣地，你想死别拖累我！9天之上，圣主李长青也是脸色铁青的看着江家的队伍，眼眸之中阴阳二气不断流转。江老，难道这就是你们江家的教出来的人？说话的同时，李长青身后的伟岸身影也微微一动，仅仅是一个眼神，在场的所有人瞬间感觉心脏都被一只大手死死捏着，体内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窒息感。抱歉，此事是我们家少主不对。被问话的那个江家老祖也是满头大汗，他没有想到那个虚空深处的身影竟然真的手持地兵，对自己散发出了杀气。那家伙是真的想杀了自己，杀了江家的人。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太玄圣子，这重要性也太恐怖了吧！还好吴尘出来前有所准备，让他们2人请出了一柄准地兵，不然江家真的很可能失去吴尘这个天才了。摸到怀中的准地兵，江家老祖的底气也顿时回来了。得意什么？不就是地兵吗？我也有。难道你太玄圣地还能为了一个圣子动用大帝的本命地兵不成？不过此事乃是年轻人之间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插手。江家老祖看着李长青，讪笑着说道。你……李长青刚想说些什么，但却被楚轩制止了。师叔无妨，交给我便是。楚轩说完，一步踏出，腾空而起，转眼间就来到了江无尘的面前。看到楚轩走出，江无尘也是微微错愕，随后心中无名火起，这人怎么可以这么帅？反应过来后，才暗自冷哼一声，不过是一副没用的皮囊而已。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实力才是一切。而且此人是陆无的弟子，已经注定跟这一世一同葬送了。尊上是不会放过跟陆无有关的所有人的。我说那位无比高冷的传奇怎么会收弟子？原来是看中楚兄的皮囊啊！倒是不知道这副好皮囊能不能帮楚兄赢下比试呢？虽然是嘲讽的话语，但楚轩听了之后差点就站不住了。好家伙，难道我跟师尊的事情这么好猜吗？怎么这哥们直接就一语中的啊？不过楚轩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只是脸色平静，淡然说道：哼，江家少主倒是牙尖嘴利，单从这方面来讲，确实有资格担任江家少主。楚轩眼神依旧淡漠，丝毫没有因为江无尘刚刚的话而波动，就是不知道江兄的实力是否跟你的嘴巴一样呢？毕竟空有境界的绣花枕头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少。闻言，江无尘顿时大怒，这个楚轩竟然公然说他嘴硬，还嘲讽他境界虚浮。前者还好，江无尘并不在意，后者则不然，这属于是攻击到江无尘最薄弱的地方了。威力比那一句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更加猛烈，因为他的境界是真的虚浮，谎言从不伤人，真相才是快刀。江无尘为了能够快速增长境界，根基并不牢靠，所以就算有着吞天魔体，他同级战力也比王腾龙等以战斗见长的圣体弱上一筹。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境界，在天才的领域里面，某种意义上江无尘确实是个空有境界的绣花枕头，这也是他这么着急开启无敌路，甚至投靠尊上的重要原因。找死！江无尘全身修为直接爆发，真一八重的恐怖力量瞬间席卷天地，他的身后更是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黑洞异象，一股奇异的威压瞬间弥漫而出。该死，这小子居然如此疯狂，居然直接催动圣体！李长青看着这一幕，眼里也是闪过一丝愕然。江无尘身后的异象正是吞天魔体的异象，黑暗洞灭。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黑洞是红色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异象对于江无尘的战力加持十分恐怖。在这个异象的加持下，李长青估计就算神王3重天都奈何不了江无尘。同时消耗也不小，特别是对于神境来说。对于神境来说，圣体尚未成长完全，驱动圣体的消耗十分巨大，所以一般的圣体拥有者只会在决胜的时候催动圣体。小子，我今天就要杀了你！江无尘说完，
朝着楚轩一拳打出。轰！恐怖的波动瞬间席卷天地，无量拳风如怒涛汹涌，携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势冲向楚轩。江无尘的身上更是有着无边道运不断流转，为这一拳增添了近半威力。天地间仿佛被这股力量所震慑，空气都发出阵阵爆鸣。看见这一拳，太玄圣地刚刚还义愤填膺的弟子们也是瞬间失声。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这个江无尘确实有着骄傲的资本。至少这一拳，圣地之中同辈之人没有人能接得住。好恐怖！此人只怕已经有了神王战力了。楚圣子真的能接住这一拳吗？接不住的话，我是不是就要守寡了？夫君你不要受伤啊！太玄峰上，许多太上长老与老祖也都是十分紧张，他们手中光芒明灭不断，显然随时准备着出手救人。各位师叔师伯不要担心，那江无尘绝不可能是楚轩的对手。这句话一出，场中的气氛总算缓和不少，因为刚刚说话的乃是太玄圣地的圣主李长青。圣主你确定？一个太上长老问道，手中光芒虽然暗淡不少，但依旧没有散去。放心吧，那小子的实力远超你的想象。李长青拍着胸脯自信说道，至于那小子具体有多强，你们等你就知道了。李长青神秘一笑，然后再无言语。天空中，江无尘的拳头转眼间就到了楚轩的面前。面对眼前犹如泰山崩坏的画面，楚轩依旧平静，他只是抬了一下眼眸，右手向前一伸。下一刻，楚轩的手中就多出了一柄长剑，剑名天阳，乃是太玄圣地圣子信物，同时也是一柄准圣器。楚轩手中并不是没有更好的武器，不过对付此人，天阳就够了。嗡！天阳出鞘时，铺天盖地的剑鸣瞬间响起，引得在场的所有神剑纷纷与之共鸣。手握长剑的楚轩双眼陡然睁开，身上顷刻间多出了无尽的大道法则。在浑身阴阳二气的缭绕之下，楚轩朝着面前一剑斩出。唰！一剑光寒千万里，不见日月不见星。霎时间，天地之间再无颜色，所有人的眼中就只剩下了楚轩的那一剑。那无比恐怖狂暴的剑意在天空中肆意汹涌着，整个天地仿佛都为之颤抖。光是看着，无数观众都觉得自己的神魂升腾，仿佛被楚轩的一剑撕裂了开来。就算是神王六重天的强者，在看到楚轩的一剑后，也生不起任何抵抗的心思。怎么可能？看到楚轩这一剑，无数大势力的强大存在都忍不住站了起来，没啥好说的，直接就立正了。江家的两位老祖更是神色大变，身形闪动，想要上去保护江无尘。然而一道无形的压力瞬间将两人死死压着，动弹不得。就算动用准地兵也无济于事。你太玄圣地疯了不成？真的想要动用极道地兵吗？回应他的只有沉默，以及场上风云突变的情形。由于楚轩与江无尘刚刚靠得实在太近，就算那两个江家老祖出手，也无法改变江无尘被压制的事实，顶多就是减轻一下江无尘的伤势而已。可是如今被极道地兵死死压制着，他们连减轻伤势都做不到了。感受到面前恐怖的压迫感，江无尘的脸色瞬间变了。不好！血战八荒，一把血色长刀出现在江无尘手中，仓促地朝着那一剑砍去。江无尘背后的黑洞也在不断发力，是要将楚轩的一剑吞噬，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力。剑光势不可挡，把江无尘的所有攻击全部破除。漫天血色刀气，顷刻之间就被剑意化作虚无。诡异至极的血色黑洞也被直接一剑挑破，最后那一剑势如破竹的落在了江无尘身上。轰！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江无尘直接就被楚轩一剑斩落，重重的掉落在地。那刚刚还桀骜不驯的身体上，顷刻间就多出了一道横贯半个身躯的剑伤，从右肩到左腹，身前的全部骨头都被斩断，露出了其中还在不断跳动的内脏。如果不是胸前的玉佩保护，只怕江无尘此刻已经被分为两段，当场殒命了。伤口上剑光已经尽数消散，只残留着丝丝剑意。然而就是这些残留的剑意，却在不断绞杀着江无尘的力量，让他根本无法修复伤口。看着地上宛若死狗的江无尘，所有人都傻眼了。怎么可能？全场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楚轩，嘴里断断续续的，说话都不利索了。楚圣子之只是用了一剑，就重伤了江无尘。一众宾客眼中满是骇然。地面的深坑中最无法接受现实的江无尘，此刻就如同一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粗喘着气，双眼满是茫然。怎么可能呢？楚轩明明就只是一个神火八重，与自己相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怎么可能呢？那一剑怎么可能这么恐怖？那一剑是如同煌煌天威，威能恐怖无边，让人根本生不起抵抗的心思。接不住，
根本接不住。甚至如果不是身前的玉佩最后关头起了作用，只怕自己已经生死道消了。明明此人的年纪比自己小，修行岁月比自己短，就连境界都比自己低了整整一个大境界。明明自己还有着尊上的指点，为什么还是打不过他？甚至就连他的一剑都接不住。难道说自己真的是一个空有境界的废物吗？这个念头一经出现，江无尘心中的某个信念瞬间土崩瓦解。霎时间，他的内心完全破防，道心完全崩溃，吞天魔体的无敌路一剑之下就此中断。与此同时，一缕猩红跃动，迅速占据了江无尘的神魂。神火进8重，这小子什么时候神火8重了？他前几个月不是才刚刚成神吗？宴席之中，一个大能看着楚轩，手指微微颤抖。他与太玄圣的交好，自然知道一些楚轩的消息。可是，在太上长老的口中，此子不是才成神几个月吗？李圣主，瞒得我们好惨啊！这么一个绝世天骄，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走漏。就是你们这个圣子藏得也太深了。一时间，无数大能纷纷响应，死死盯着作为东道主的李长青。聚焦在所有大能的目光之下的李长青，此刻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他前几天去找楚轩的时候，这小子不还说自己刚刚神火7重吗？怎么回事？几天不见就神火8重了？这年头突破境界比吃饭喝水还容易吗？短短5天，这小子又突破了。这么点时间，连太玄圣地的圣子宴都办不完吧？一般来说，进入神境之后，修行速度会慢上不少。对于大部分天骄来说，从神火到真一大概需要修炼10年。别人10年的路，这小子2个月就快走完了。好家伙，你小子开了是吧？若是李长青的想法被楚轩知道了，估计得给他一个白眼。我楚轩能够有如今的实力，靠的是9×9的努力和那一点点不值一提的天赋。你们别问我，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这么变态。果然是陆老祖的弟子，这天赋简直不对，就是变态。太玄圣主李长青心中已经满是尖锐报鸣，若是有人能听到他的心声，只怕一个瞬间就直接被吵得昏迷过去。这一刻，李长青甚至有种立即离席，去随便拉上10几个女修一起跳舞庆祝的冲动。楚轩这小子真令我欢喜。不过他实际上神态毫无变化，眼神依旧幽深难明，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哼，怪不得李圣主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原来是有如此麒麟儿。这一战是我们江家无尘输了。见到李长青那高深莫测的模样，一个江家老祖叹了口气，随后上前说道：他倒是恭敬，直接就帮江无尘认输，想要保住他的性命。毕竟是一个吞天魔体，就算根基不稳，日后正道希望渺茫，但江无尘成为圣王巅峰还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种潜力巨大的弟子，江家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啧，江老您认输了，您的弟子可没有这心思啊。谁知李长青只是笑盈盈地看着他，完全没有撤去镇压的意思。而且你江家的这个少主可不干净啊。闻言，说话的江家老祖顿时勃然大怒，堂堂地族继承人被当众辱骂不干净，这不是在抽他们江家的脸吗？头可断血可流，地族名声不可辱。这个老人丝毫没有想起刚刚江无尘口中那些更加过分的话语。刚想发怒，江家老祖感受到四周奇怪的眼神和下方那熟悉的极道地兵气息，他直接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怎么可能？江家的神岛上，2个江家老祖对视一眼，眼中尽是不可思议。因为被他们寄予厚望的江无尘，此刻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那股诡异的气息仿佛有生命一般，在江无尘周围缭绕盘旋，丝丝缕缕的红黑色雾气若隐若现。不祥之力，几乎是第一时间，江家老祖就认出来了，这是不祥之力，是那些生命禁区的独有气息，是9天10地3000道域的公敌。如今这万族公敌的气息居然出现在江无尘的身上。瞬间，2位江家老祖就汗流浃背了。无尘，你在干什么？你这是在……两人刚想说什么，但极道地兵的气息转瞬即至，将2人的死死镇压，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楚轩在看到对方词条的那一刻，就传音通知几位老祖了。呵呵，这就忍不住了。广场上，楚轩看着面前被不祥之力环绕，身躯已经修复完全的江无尘，冷笑道：姐，小子你的实力不错，本座很喜欢。被不祥之力环绕的江无尘，此刻已经完全转变了嘴脸，那张原本还算英俊的脸上，此刻却是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小子，本座给你一个机会，成为本座的傀儡，本座许诺你一个大帝果位。江无尘狞笑着说道。不对，此刻的他已经不是江无尘了，而是一个未知的恐怖存在。怎么样，
那可是大地果位，你们这些人争抢一辈子的东西，只要你加入本座麾下，这玩意唾手可得。江无尘狞笑不断，狰狞的眉目之间满是自信。大地果位乃是一种特殊的传承方法，能将一个大地的感悟完整灌输进传承者的脑中。可以说，得到果位之后，正道大地易如反掌。作为一个禁区巨头，他不相信这世间有人能拒绝大地果位的诱惑。然而，楚轩的下一句话直接让他的笑容僵住了。不好意思，大地果位是弱者才需要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楚轩淡淡说道，一双眸子古井无波。不对，还是有波动的。此刻楚轩的眼里出现了一抹嫌弃。我都准先帝之资了，还缺你那个大地果位。到时候要是天道不让楚轩正道，那他直接把天道拆了就好。大地果位，弱者的捷径罢了。好好好，既然你不愿接受，那就去死吧。听到楚轩的话，江无尘脸色十分难看，似乎是恼羞成怒，他身上的气息瞬间变得狂暴了起来，不祥之力疯狂舞动，犹如无数根触手散发着蛊惑人心的气息。江无尘身上更是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色绒毛，霎时间无数大能心头警铃大震，此人不详。不少远远观战的弟子看到江无尘的变化时，双眼瞬间迷离，显然他们已经中招了。仅是一眼，他们就被这不祥之力所蛊惑。渣！醒来！还是李长青一声大喝，这才将无数人从幻境之中拉了回来。许多弟子看着广场中的那个红色身影，心中不约而同的一阵后怕。果然是祸害万族百万年的不祥，这力量太恐怖了。圣子，需要帮忙吗？一个老祖看见这一幕，有些担忧，传音问道。不用了，我正好想试试自己的极限如何。楚轩却直接拒绝了对方，他是真的想试试自己的极限在哪。穿越过来后1年多里面，这还是他第一次能够放手施为，而且我师尊也在，不会有事的。说着，楚轩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天空深处，眼中满是怀念与深情。下一刻，他的回过头来看向眼前的江无尘，不对，应该是红毛怪。剑眉星目之间满是肃杀。来吧，让我看看你这个废物长了红毛之后本事有没有见长。给我死！江无尘一咬牙，身上红光再度闪烁，整个人的气息暴涨。在一身红毛的加持下，那红黑色的光芒更加诡异，顷刻间就蛊惑了无数弟子。在场的许多神王境竟然瞬间沉沦，就连一些心性不定的圣人看到江无尘身上的红光时，都出现了片刻的恍惚。哼！还是李长青一声冷哼，将众人从幻觉中拉了回来。只是醒来后的看到的场面，又让许多修为不足的弟子陷入了自我怀疑。这是幻觉吧？只见广场上，江无尘身上无尽符文闪烁，大道铭文交织，身后的黑洞异象，现在应该改名叫红毛洞了。无意冒犯。异象之中，无数细细绒毛出现，每一个绒毛其上都流转着无数大道铭文。万化神拳！一声怒喝，江无尘裹挟着无尽道泽，朝着楚轩一拳打出。霎时间，地面上无数砖石飞溅，那些只有高阶神王才能动摇的砖瓦，在江无尘的这一拳下，如同草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楚轩站在原地，一点躲闪的意思也没有。师兄，快躲开！就算是向来端庄的沈凝冰，此刻也是心头大惊，瞬间失了分寸。两个绝世美人一脸焦急地朝着楚轩飞奔而去，可两人还没走多远，就又停了下来，因为楚轩的身上涌动着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剑气。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面前那无形的屏障。李长青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长舒了一口气。楚轩与江无尘的交锋可不是这两个刚入门的师妹能够参与的，光是余波，这两人都承受不住。所以沈凝冰与萧雨嫣两人只能不断拍打着面前的虚空屏障，两双桃花眼中噙满泪水。见状，楚轩心中也很是感动。看好了，这一剑会很帅。楚轩的声音在两人耳畔淡淡响起，随后两人眼中就只剩下了一道光，一道圣洁而纯粹、简单但霸道的剑光。明明是普普通通的一剑，却让人仿佛看到了剑道的真谛。明明能够看到他的所有运动轨迹，但就是无法躲闪。楚轩的这一剑太惊艳了，比起方才的一剑还要惊艳上千倍万倍。众目睽睽下，剑光缓缓流动，转眼间就从江无尘的身体之中穿行而过。咻！直至几个呼吸后，剑光破空之声才传到众人耳边。此刻广场上再也没有了动静，刚刚还一拳惊四座的江无尘，此刻已经被楚轩一剑消手，就连神魂也在楚轩刚刚的那一剑之中化作了虚无。一代吞天魔体，地族江家少主就此陨落，直到地上那颗红毛渐渐褪去的头颅时，
场上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包括那些各大势力的大圣、圣王，所有人都在回味楚轩刚刚的一剑。除了2个人，2个本就站在江无尘身后的人。无尘，江家2个老祖看到这一幕，牙眦欲裂地嘶吼着，极度伤心之下，2人甚至突破了极道地兵的封锁，付出了重伤的代价，来到江无尘身边。看着地上已经没了气息的江无尘，2人的双手都在不住颤抖。他们能感受到江无尘已经彻底死去了。楚轩的那一剑彻底将江无尘斩杀，一点残魂都没有留下，他们连搜集残魂重塑肉身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吞天魔体彻底没了。你！2人手指着楚轩，已经说不出任何完整的话。2位江家老祖可别气坏了身子，你们家少主背叛9天10地，你们还要接受问责呢。楚轩也丝毫没有跟这2个老登客气，直接白眼说道：不错，2位道友难道还要帮这个不祥傀儡出头？下一刻，李长青就来到了楚轩身边，对着那2人冷声说道，同时他身上的准地兵气息轰然爆发，直接护住了身边的楚轩。楚轩可是太玄圣的崛起的关键，李长青可不敢让这小子出事。听到李长青的话，2个老祖瞬间脸色大变，他们也知道与不祥扯上关系的下场，那可是要成为万族公敌的。如今江家少主居然公然暴露了不祥傀儡的身份，只怕江家接下来的时间会很难过了。想到这里，2人都狠狠地剜了一眼地上的尸体。臭小子，叛变就叛变了，也不知道藏好点。现在好了，直接连累整个江家了。2人对于江无尘投靠不祥这件事情毫不在意，他们如今心中大恨，也只是因为江家的利益受损而已。师兄，你没事吧？ X2 2道婉转的声音传来，楚轩身边瞬间多了2个小美人。虽然还没有完全长开，各方面发育的空间还很大，但已经可以看出她们倾国倾城、美若天仙的未来了。2女紧张的在楚轩身边转来转去，4只眼睛4只手动作不断，眨眼间就给楚轩上上下下检查了好几遍。楚圣子，你是真的该死啊！圣女你不要这么主动啊！看到2个绝世美人在楚轩身边如此担心紧张的模样，无数男弟子瞬间破防了。一时间磨牙声不绝于耳，一些蘸着水的粉末碎屑瞬间出现在了各个神岛之上，真后槽牙都咬碎了。还好修饰重蛀牙齿的丹药并不贵，甚至还挺便宜的。不过它的需求量十分巨大，销量稳居疗伤丹药前5。毕竟打架斗法嘛，受点伤很正常，掉个牙齿这种事情就更正常不过了。这丹方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疗伤药中的畅销品。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居然弄出来这么一个丹方某不知名狐狸。嘿嘿嘿，姑奶奶的收入又多了不少。楚小子，谢谢你哦。与男修们那冲天的嫉妒不一样，女修们则是还没有回过神来。楚圣子也太帅了。对啊，刚刚那一剑简直就是仙人下凡。什么简直？你这是在质疑楚圣子？楚圣子就是仙人。无数女修嘴角的口水都挂不住了，飞流直下3000尺。神岛之上，水位上涨得飞快。师尊，我恋爱了，我要加入太玄圣地。别吵，师尊已经找好关系了。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师尊了，我是一个光荣的太玄圣地客卿。师尊你吃独食。别吵了，最多我答应你，给你留个小门，到时候你偷偷进来就成。许多女修更是直接想要改换门庭，尤其是瑶池圣地这个全是女子的宗门，更是全员叛徒。他们家圣主的传讯玉牌上全是退宗申请，许多没有过去的弟子在看到楚轩的画像后，也在撰写了申请。瑶池圣主参加个仪式，怎么自家弟子全没了？哦，我也申请了。那没事了。瑶池圣主收起手中有些湿润的诸天镜，脸上红晕迅速连起。不祥之力再现人间，这恐怕只是一个前奏。时隔数千年，那些东西又要卷土重来了吗？瑶池圣主抹去嘴角的垂涎，神情严肃了起来。看来我要去太玄圣的一趟了。我是为了人族延续的大事才去的，绝对不是为了去看看那小子。心头瑶池圣主还给自己辩解了一句，随后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事已至此，我等就先行告退了。江家老祖看着地上的头颅，也是冷静了下来。江无尘已经死了，那他们留在这里也就没有意义了。反而要是继续留着，他们2人很可能就走不掉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出了一个不祥细作，他们2人绝对无法洗脱身上的罪名。要是被留在这里，那他们2人最少也要去无名城驻守数百年，只有杀够了不祥，才能给自己赎罪。可是无名城那种地方，每年陨落的圣王不在少数，他们2人过去了，就算手上有着江家的准地兵，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脱身。手持准地兵的圣王在无名城中死的也不是1个2个了。
想要保住性命，他们只有立即回到江家，依靠着江家的庇护，他们两人才能避免那近乎死刑的惩罚。啧，你们两个糟老头子可真是不要脸啊！在我太玄圣的闹完事了，马脚败露了，还想一走了之？李长青还没开口，天空中就传来了一道清冷的声音。明明是嘲讽的话语，但在那清冷华贵、无比悦耳的声音之下，却完全没有任何令人反感之处。随后，天空中一道青色身影出现，她一袭青色长裙，那完美无瑕的玉足之上没有丝毫遮掩，就这样赤裸地踩在空中，长裙很长，将脚踝之上的部分尽数遮掩。饶是如此，那美妙的弧线仍然在裙摆之下隐隐绰绰，引动着人们内心的无限遐想。身躯玲珑有致，资本很大，是那种把握不住的级别，是个合格的资本家。纤纤玉手轻轻摇动，肆意展示着她那洁白无瑕的肌肤。半遮的面纱轻轻遮住了半张脸，让人只能隐约看到其中的绝世面容。眉似远山横，眸若秋水澄，青丝随意披散，柔顺间散发着别样的美丽。一身气质超然出尘，宛如仙子，不对，是更胜仙子。如此完美的女子，就算是传说中的仙子，也远远不及她半分。这个绝世美人肯定不属于人间。无数前来观礼的嘉宾，无论男女，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们生不起丝毫亵渎、嫉妒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女子太美丽高贵了，双方差距太大，任何负面情绪都只是徒劳。既然如此，那不如好好欣赏这个苍天难造的杰作。然而，这美好的画面只是惊鸿一瞥，下一刻，那美人的身影就模糊了起来。无数大道化作轻纱，朦朦胧胧地将她笼罩着，让人看不真切。飞仙老祖，反应最大的当属江家的两个老祖。飞仙老祖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江家老族冷着脸问道，眼睛死死盯着陆无，脸色不善。另一人也轻轻扣着手腕上的镯子，体内力量暗暗运转，随时准备着出手。什么意思？自然是请两位留下来参与审判了。陆无一步踏出，瞬间到了两人的上方，速度极快，如同瞬移。所有人都没有看清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是两位圣王境的当事人也一脸茫然。但还没来得及思考陆无是怎么做到的时候，那清冷无情的声音再度响起，两位不会觉得在我的地方欺负了我的弟子还能安然离去吧？说话，陆无一只玉手抬起，猛然伸出，霎时间天地间风云骤变，无尽大道纹理骤然浮现。千万里内所有天地元气顷刻间就凝聚成了一只大手，朝着面前的两人狠狠拍下。不好！看到这一幕，江家两个长老脸色大变，连忙联手驱动带来的准地兵，想要抵挡住面前的攻击。同时他们还惊恐交加的大喊，试图搬出江家的名号保全自己。陆无，你真要让太玄圣的与江家彻底交恶吗？有了准地兵的庇护，他们心中也有了一些底气。然而下一刻，他们的底气就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不可置信。轰隆！因为他们驱动的准地兵竟然被陆无生生制服了。陆无凝聚出的巨手一巴掌轻轻挥出，就直接将准地兵抽翻在地。那准地兵挨了陆无一个大逼斗后，意识波动瞬间就清澈了，然后收敛起所有光彩，躺在地上开始装死。明显准地兵直接就被陆无打怕了，根本不敢对他动手。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竟然一巴掌把准地兵打出阴影来了。一时间所有人看向陆无的眼神也都变了，惊恐、害怕、崇拜。江家与太玄圣的交恶，你们也配？陆无冷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仿佛江家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值一提。随后没等那两人说话，陆无再度打出一掌，砰！一声巨响传出，两个江家老祖彻底昏了过去。老李，你将他们好好看着，把他们扒干净之后再丢去无名城。声音清冷而威严，似乎他才是这里的领导者。而李长青也不疑有他，直接就动手干活了。两条大腿肩上扛，两个脑袋晃荡荡，看得出来这位太玄圣主干这活很是熟练，老员工了。刚刚还意气风发的李长青，如今瞬间化身小马仔。这反差的画面实在是让在场的人有些反应不过来。这位仙子是谁？怎么这么厉害？爷爷您闭关千年，自然不知道他。这位可是如今的至尊榜第一，9天10地公认的至强者，飞仙老祖陆无。虽然知道飞仙老祖强大，但我也从来没想过他会这么强大，实在是太恐怖了。对啊，单手镇压准地兵，他真的还是人类吗？最恐怖的是飞仙老祖如今才500岁，日后只怕还能更进一步。难道说这一世的大帝果位已经有结果了吗？宴会众人议论纷纷，不住诉说着自己心中的震撼。无数人看向陆无的眼神中
都带着浓浓的惧怕。能够单手镇压准帝兵的超魔级存在，不怕不行啊！要是这位大神看你不顺眼，顺手给你来一下，那不得青一块紫一块，东一块西一块，你一块我一块啊！看着那无数神色各异的眼神，正在干活的李长青也是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很好，这就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李长青想看的就是他们这种无法掩饰的恐惧、羡慕、嫉妒、恨。这就是我们太玄圣地的飞仙老祖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老祖啊？众人议论之间，天空中的绝世身影已经悄然消失。陆无莲步轻移，下一刻就出现在了楚轩面前，一双大手张开，瞬间将楚轩以及身边的2个师妹揽在怀中。2座伟岸的山峦直接将楚轩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好久不见，宝贝徒儿。师尊别敲了，会变笨的。楚轩捂着自己的头，挣脱了陆无的怀抱。这个师尊一看到自己就搂搂抱抱，打得闹闹的，成何体统，还特地在我头上敲3下。一时间楚轩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片场了，这不是隔壁菩提老祖的戏份吗？3更也太晚了，我天一黑就过去。说完，楚轩也不管身边2个有些呆滞的师妹，抽身离去。仪式还没有进行完呢，场上大半势力天骄的词条都还没复制，他还不能离开，没有人能阻挡楚轩复制词条的决心，就算是师尊也不行。经历了江无尘的小插曲，宴会上的气氛也和谐了不少。这些人心中所想不知道，反正嘴上是十分恭敬的。所有人都在极力赞美着楚轩，生怕得罪那位单手镇压准帝兵的大神。后面弟子间的交流切磋也变得和和气气的，点到为止。你一招我一招，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玩回合制游戏呢。一整天下来，硬是一个受伤的人都没有。由于不祥之力再度出世，而且还将一个地族的少主腐化了。这次的宴会上，许多大能的脸色都不好看，宴会的流程也简短了不少。原定3天的仪式，1天之内就结束了。不过许多大能还是留了下来，共同商议不祥之力的事情。飞来峰上，夜色刚刚登场，楚轩就已经出现在了陆无的宫殿中。师尊，好久不见，徒儿想死你了。看见面前那熟悉的身躯，楚轩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脸上传来熟悉的触感，那极致的温香软玉让楚轩忍不住把头埋得更深了。果然，师尊还是那个香香软软的大美人。好了好了，宝贝徒儿，你就这么想念为师吗？看在你这段时间表现不错的份上，为师就勉为其难的破一次戒吧。看着怀中使劲撒娇的楚轩，陆无那清冷高贵、不容侵犯的疏离感也逐渐褪去。瞬间，他就摇身一变，一张绝世容颜上满是喜悦，一双盈盈桃花眼中早已涟漪泛滥。1日1夜，直到天外的金乌再次从东方爬起，楚轩才恋恋不舍地放开怀中人。小徒弟，能力见长啊！这时候，轮到陆无依偎在楚轩的怀中了。此刻，那个一向清冷、宛如天上明月一般不可亵渎的陆无，脸上挂满了幸福。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就这样留在楚轩身边，永永远远，生生世世，就如同千万年前的誓言一样。只可惜现在还不行，陆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近的有处理那些不知好歹的禁区巨头，远的有寻找那些仙界超级巨无霸复仇，更远的事情还有不少，但不是现在能考虑的。如果用1个字形容现在的陆无，那就只有忙了。这次回来还是正好跟那株禁区逃出来的柳树友好交流完，他给自己放的一个短假。师尊，等我。说着，楚轩俯下头，在陆无完美无瑕的脸蛋上轻轻一啄。明明已经是老夫老妻了，陆无仍然会因为楚轩这充满爱意的动作而羞得满脸通红，心中小鹿乱撞。不会很久的，师尊，我马上就能去帮你了。接下来2人久久无言，只是细细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温度。对于陆无的去意，楚轩自然也是知道的。这一次他并没有说出挽留的话，如果能留下来，他相信师尊肯定是不会离开的。师尊执意离去，那就是无奈之举。对此，楚轩也只能默默接受。没办法，谁让这是身负唯一词条天命贤师的师尊呢？自己唯一能做的只有追赶上他的脚步了。对了，宝贝徒儿，为师还有一件礼物要送你。什么礼物？不会是又一个师妹吧？嘿嘿，我的宝贝徒儿真聪明。放心，这次的师妹绝对合你口味。宫殿之外，沈凝冰跟萧雨嫣也是相顾无言。作为女人，她们自然能够感受到昨天师尊的那个拥抱有多么不寻常。几乎是一瞬间，她们心中的警铃就同时大作。大师兄跟师尊绝对有猫腻，不过好像也怪不得师尊。换位思考，如果他们是师尊，那大师兄现在估计都没时间修炼到金身境了。这么一想，他们2人也就舒服多了。正当2人胡思乱想时，陆无与楚轩从宫殿内走出。与在外面冷冷冰冰的模样不同，陆无在飞来峰中还是比较随和的。小凝冰、小雨嫣，
好久不见。陆无看到两个弟子在发呆，于是直接闪现到他们眼前，和善地说道。这道熟悉的声音瞬间将两人从胡思乱想中拉了回来。见过师尊。看到陆无，两人也是连忙拱手行礼。好了好了，我们师徒之间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陆无摆了摆手，示意两人直起腰。我这次回来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说着，陆无袖子一甩，一个冰肌玉骨、粉雕玉琢的少女出现在楚轩等人的眼前。少女莫约15、16岁，青丝如瀑，眉眼如画，一张俏脸尚未展开，就已经是人间绝色。光是看着，沈凝冰与萧雨嫣都感觉心情愉悦。就是少女脸上那抹苍白，让她看起来有些弱不禁风。还挺和睦。看到沈凝冰与萧雨嫣的反应，陆无也是满意点了点头。不愧是自己精挑细选的弟子，心胸果然宽广。这样，自己不在的时候，楚轩也不会寂寞了。师尊，他是？稍微活泼一点的萧雨嫣低声问道，眼中满是好奇。闻言，陆无清了清嗓子，说道：嗨嗨，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你们的新师妹方洛洛。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她都会是你们的小师妹，记得要好好相处哦。来，洛洛叫人，这位是你的大师兄楚轩，这位是……说着，陆无带着方洛洛认了一遍他的3位师兄师姐。师兄师姐们好，我叫方洛洛。少女的声音空灵婉转，悦耳动听，但其中的虚弱与倔强又让人无法忽视。方洛洛名字不错，落落大方。楚轩看着面前的少女，只能说人如其名，落落大方。这身材确实少了一个大，不过这可能也跟方洛洛那苍白的脸色有关。短暂的观察后，楚轩立即查看了这个新师妹的面板，姓名方洛洛，年龄16岁，修为筑胎9重，词条准仙帝之姿，双红，道法开拓者，红，至尊骨血，红，剑道至尊，金，气运超群，金，准仙帝之姿，才情无双，冠绝亘古。无论多少经历困苦磨难，此人终究能够走上那条大道，有很大的概率成为准仙帝。后续如果有机遇，甚至成就仙帝。道法开拓者，此人拥有着超乎寻常的创造力和领悟力，他对于道法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十分热衷于探索天地间的奥秘，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法与道。至尊骨血，天生至尊骨，以遗失，身躯的潜力十分惊人，骨与血之中蕴含着奇特的力量。此人至尊剑骨已经遗失，新的至尊骨正在孕育中。剑道至尊，剑道天赋卓绝，修炼神速，注定能够成为站在剑道顶端的女人。气运超群，此人气运超群，逢凶化吉，天天捡钱，反正就是运气很好。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小师妹的天赋也太吓人了，这还是楚轩第一次见到带着3个红色词条的人。师尊如此强大，也只不过是2个红色词条而已，而这个小师妹居然拥有着3个红色词条，而且她的天赋资质甚至比师尊还要恐怖。师尊也不过是绝世仙王之姿而已，而新来的方洛洛师妹居然是准仙帝之姿，这个天赋甚至已经超过半个月前的楚轩了。当然，跟现在的楚轩相比，那还是略逊一筹的。在前几日的圣子册封仪式上，楚轩可是足足复制了数千个天骄人界的词条，其中最差的都是蓝色，天赋方面更是人手保底一个紫色词条。能够过来观礼的人，最差都是圣人之姿。综合换算下来，楚轩这一趟仪式下来，可是获得了30多个金色词条。虽然这些词条并不全是同一种词条，看来小师妹很可能是更高等级世界的天命之子了，也不知道师尊是怎么找到她的。至尊骨被挖，怪不得看起来年龄不大，估计是被影响到根骨了。不过这经历怎么听起来这么像荒天地母版啊？怪不得这么多红色词条，连这种天命之子都能找到，天命闲师的作用也太恐怖了。楚轩心中暗暗猜测，看向师尊的眼神也变了，眼中的火热情思瞬间变为了感激。给我送来这么珍贵的几个词条，师尊，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为了报答你，我今晚一定通宵达旦。不过晚上的事情晚上再说，现在重要的是将到手的词条落袋为安。系统全给我复制下来。定，正在复制词条。准仙帝之姿，双红，道法开拓者，红，至尊骨血，红，剑道至尊，金，气运超群，金。丁复制成功，正在加载融合中。定，加载融合完成，检测到已满足系统升级条件，正在升级中。定，升级成功。很快，楚轩的系统面板就焕然一新。新在哪呢？词条的颜色更鲜艳了。宿主楚轩，年龄20，修为神火9重，
词条：他相克，为一；物性逆天，为一；魅力逆天，为一；准先帝之资，四弘，万法通明，弘；至尊体魄，五金，阵法至尊，金加六子，剑道至尊，双金，单道至尊，双金，五子，大道所中，弘加金。看着自己那密密麻麻，最低都是紫色的词条，楚轩心中一阵舒畅。尤其是看着那个红的有些发黑的准先帝之资，楚轩都快要笑出声来了。复制，爽！楚轩的身体也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根骨经脉全部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变化之大，甚至让楚轩一时间都有些掌控不住自己的身体了。如果不是有着系统帮忙遮掩，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恐怕会直接吓傻身边的这几个师妹。不过有着系统的遮掩，沈凝冰等几人根本无法发现什么。唯一一个能够感觉到楚轩变化的是陆无。在楚轩天赋变化的那一瞬间，陆无瞳孔巨震，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下一刻，他的那双潋滟桃花眼中就恢复了平常的冷静。刚刚的变化仿佛只是一个幻觉，陆无好像从来没有变化一样。师妹，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上去这么虚弱？三人围着方洛洛交流了好久后，萧雨嫣开口问道，一双大眼睛中满是疑惑与心疼，同时这也是沈凝冰的疑惑，因为新来的这个师妹明明出落得这么动人，但身上却有着一股浓浓的挥之不去的虚弱感，仿佛这个精致绝美的少女下一刻就会离开人世一般。提起这件事，方洛洛的双眼直接暗淡了下去，几滴清泪不自觉地划过了那如陶瓷般精致的脸蛋。洛洛她本来身怀至尊剑骨，但6年前被至亲挖去了，并遗弃在一个山野村落之中。看到方洛洛已经泣不成声了，陆无开口帮其解释道，显然就算事情已经过去了6年，这个丫头还是没有放下，毕竟是被最亲近的人背叛啊，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能忘怀呢？不过陆无并没有说出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有些东西还是先不要告诉这个丫头吧，她身上的担子挺重的，现在有点变强的动力也不错。听到陆无的话，沈凝冰与萧雨嫣脸上都满是同情，就算他们两人的身世凄惨，但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刻骨铭心的背叛。小师妹如今只有15、16岁的样子，6年前岂不是还不到10岁，对着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下手，那些人可真不是个东西啊。没事的，洛洛，都过去了。两女抱着啜泣的方洛洛，在她耳边轻轻安抚着她，以后飞来峰就是你家，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向来冷着脸的沈凝冰此时脸上挂满了柔和的微笑，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家人，好吗？听到两位师姐温柔的话语，方洛洛也终于从过去的痛苦中挣脱出来。方洛洛终于破涕为笑，粉雕玉琢的小脸含泪带笑，重重颔首，一双眼睛大大张着，似乎是要将眼前的几个身影烙印下来，死死刻在脑海中。陆无与楚轩看着这一幕，也没有立即掺和进去，他们都不会安慰人，还是等等再说吧。陆无一挥手就将楚轩带出到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之中。师尊，小师妹的身世远不止这么简单吧？楚轩开门见山直接问道。他虽然感觉方洛洛是像是荒天地母版，但冥冥之中的直觉又感觉有点不太对。至亲挖去小师妹的至尊骨后，为什么会放她一条生路呢？楚轩能够感觉到小师妹的血脉不简单，很可能是2个至强者的后裔，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留活口呢？就算用那天命解释也十分蹊跷。闻言，陆无也没有否认，轻轻颔首。不错，洛洛她的情况很复杂。说着，陆无发出了一声轻叹。她是天剑圣朝的小公主，她的所有亲人都很爱她，她从小到大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不为过。既然如此，那她的父母为什么要将小师妹的至尊剑骨挖出，还将她遗弃呢？楚轩好奇地问道。师尊的话不似有假，小师妹的父母应该确实十分喜爱小师妹，那为什么要将她的至尊剑骨挖出来呢？还是用那种最残忍的方式？哎，他们也是为了洛洛好。陆无长叹一声，随后说出了从那株柳树嘴里得到的信息。天剑圣地在方洛洛诞生时，就曾经请过天机圣地的一位老祖帮其卜算。那个老祖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帮方洛洛算出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命劫。那个命劫背后的存在，甚至隔着无尽时空，在天机圣地的准地兵打出了一道裂痕。如此实力，只怕天剑圣地倾尽全力也无法与之对抗。无奈之下，天剑圣地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将洛洛的至尊骨挖去，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试图以此帮他躲过那一难。说到底，他们也是可怜人。洛洛的爹娘还真是天真啊。知道事情全貌后，楚轩也是一愣，随即说道：天命天命，如果能够轻易更改，那还叫天命吗？只怕他们的这些小动作也是天道安排好的命运轨迹吧。也就是师尊出手才将洛洛从中救出，保住了他的一线生机。
楚轩缓缓说道，脸色也逐渐凝重了起来。不错，我算过了，两人的一切都在冥冥因果之中。陆无点了点头，承认了楚轩的说法。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陆无看着楚轩，嫣然一笑。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我不在天道之中，我相信我的宝贝徒弟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师妹丧命的。很快你的师妹们可就靠你保护了。就如同曾经那样感受到陆无那热烈的眼神，楚轩也是有点懵。师尊这是什么意思？是在吃醋还是欣赏？好了，我答应您还不行吗？终于被那双狐狸一般的眸子看得有些受不了，楚轩答应了下来。师尊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几个师妹的。楚轩说着就有些伤感。师尊都这么说了，真正分离的日子只怕也不远了。不过如今自己的天赋再度升级，修炼速度只会更加夸张，也不是没有追上师尊的机会。嘻嘻，我就知道我的宝贝徒儿最好了，最心疼为师了。陆无直接抱着楚轩亲了一口，脸上满是喜悦。又是一段温存，陆无才一拍脑门，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对了，好徒儿，我还给你带了点小礼物。说着，陆无玉手一挥，一个白玉池出现在了楚轩面前。白玉池通体椭圆，最宽处莫约10多丈，其中流淌着满满的清澈液体。那清澈并非普通的透明，而是一种能映照出灵魂般的澄澈。那液体散发着淡淡的神秘光晕，如同一层薄纱笼罩其上。泉水微微荡漾，波光粼粼，仿佛每一滴都蕴含着无穷的生机与活力。白玉池一出现，楚轩便能感受到一股纯净而柔和的气息扑面而来，他那原本紧绷的身心瞬间放松下来。这是地仙泉，是我在这段时间在禁区里面捡到的好东西，能够快速增长修为境界，滋补肉身，并且完全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地仙泉是一种非常珍贵且神奇的宝物，每一滴都价值连城。这么一大池子，估计已经足够买下1/10个圣地了。当然是那些没落的圣地，太玄圣地这种如日中天的势力是肯定远不止这个价的。此物对我无用，所以我就拿回来送你了。你跟几个师妹好好商量一下，把它分了吧。陆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神中还有些狭促，似乎他已经有点等不及看到楚轩与师妹共浴的场面了。楚轩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心中有些犹疑。这地仙泉似乎自己并不是一定要炼化不可，不如直接全部送给师妹们。不要拒绝，一定要老老实实炼化此物，后面会有大用的。看到楚轩眼中的迟疑，陆无没好气地敲了敲这个宝贝徒儿的榆木脑袋。这家伙自己都这么给他创造机会了，居然还想着吊死在自己身上，真是的，实在是太胆小太专一，太让人心疼了。曾经他已经经历过一次这种痛苦了，千千万万年不得解脱。如今陆无不想出现再度陷入这个名为深情的泥潭。想到这里，陆无轻轻揉了揉刚自己敲打的位置，眼中满是怜爱。你就这么不想接受你的师妹们吗？师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心早就被你装满了。楚轩无辜地说道。你这么惊艳，让我心中如何容得下其他人呢？痛！师尊你干嘛？楚轩说完就立即抱头哀嚎了起来。他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在说师尊的好话，为什么师尊会对自己动手呢？这力道都快把自己脑浆子打出来了。臭小子，老娘给告诉你，这几个师妹一个都不能放过。老娘辛辛苦苦挑了这么久，就是给你挑的这样的绝世美人在怀，你都不为所动，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陆无大声训斥着楚轩，声音之中罕见的带上了一丝火气。显然楚轩跟师妹保持距离的事情让他很是恼火，这突如其来的斥责也让楚轩有些不明所以。不是，别人对自己的道侣都是严防死守，生怕对方出去沾花惹草的，怎么轮到师尊这里就恨不得自己照单全收啊？这对吗？这正常吗？我是不是走错剧场了？我是不是男人？师尊你还不知道吗？小声嘀咕了一句，楚轩这才服了软。好了，师尊放心，如果师妹们有意思，我不会负了他们的。在私密小空间与楚轩又是一场酣畅淋漓交锋过后，陆无终于再度出现。宁冰，过来一下，为师有话要跟你说。刚出来，陆无就将沈宁冰叫走，与他说起了悄悄话。没办法，这些弟子一个比一个让人不省心。沈宁冰就是完完全全的冰块，就算心里有想法，那冷冰冰的身体也不会去做。这样可不行，为师以后可还指望着这丫头帮忙当代理老大呢。他如此不主动，再加上楚轩那家伙也是个胆小鬼，不动点手脚，两人真的一辈子都没机会了。嘿嘿，还好为师有着先见之明，早就给这丫头弄了个好东西。不过照理说那玩意早就开始发力了，怎么沈宁冰跟楚轩还是这么疏远呢？自己花大代价弄出来的东西就这么不好用，要不再给他加点料，让他赶紧发挥作用。沈宁冰脑海中
一直美滋滋摸鱼的系统忽然打了个寒战。怎么回事？本系统怎么感觉冥冥之中有一股恶寒，仿佛有什么了不得的存在盯上了自己一样？宁冰，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两人走到僻静处后，陆无开口说道。闻言，沈宁冰终于张开了那张欲言又止了很久的嘴巴，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师尊，我那前世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您给我编造的一场梦境？沈宁冰几经挣扎后终于开口了，这是他当下心头最大的疑惑，也是心中最大的症结。从遇到楚轩开始，他就一直在质疑前世的真实性。前世里面他可从来没有看到过楚轩这号人物，明明是相同的开局，为什么忽然会多出来这么一个未知因素呢？这个疑问在两个师妹出现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如今沈宁冰一直都在思考，脑海中那些前世的记忆到底是真是假。那是真的，但不是这个世界的事情。陆无思考片刻后认真说道，我知道这可能很难理解，但就是事实。为师可以跟你保证，你前世的一切都是真的，并无虚假。然后陆无给沈宁冰仔细解释了一番其中缘由。简单来说，就是沈宁冰的前世经历是在另一个小世界中发生的，但是有人花费了大力气，逆流追溯时光长河，回到沈宁冰重生那一刻，将整个世界截取了下来，最后将那个截取下来的世界融合进如今的9天10地之中，所以这个世界才会跟沈宁冰的记忆有这么大的出入。那人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大？沈宁冰听完之后，双目微撑，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在时光长河中逆流而上，还能截取整个世界，这究竟需要多么恐怖境界才能做到啊？没错，这是需要拥有足够的境界才能做到的事情，光有实力还不够。任凭沈宁冰上一世实力如何强大，战力甚至能够逆行伐仙，但还是无法触碰时光长河半分。即使只是一个小世界的时光长河，这是境界的不足，是领悟的差距。不用气馁，好好修行，你日后也能达到那等境界的。陆无安抚道，随后话锋一转，问道：宁冰，你知道你前世为什么会困在最后一步吗？闻言，沈宁冰也是一愣，双眼瞬间涣散，思绪早已飘转天外。不错，他上一世曾经修炼到了大地的顶点，但是却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难题，那是迈不过去的一道天堑。直到走入禁区，他才隐隐约约察觉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对啊，我为什么走不过去呢？为什么呢？本座一生修行无阻，怎么会走不过去呢？对了，我想起来了，我的心似乎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近乎疯魔般的低语从沈宁冰的口中传出。看到沈宁冰如此癫狂的精神状态，陆无也是有点心疼。前世的100余年师徒不是假的，陆无是真拿这小丫头当姐妹。没事，前世的问题就让她过去吧，你现在才刚刚开始修行，有的是机会弥补。乖，听师尊话，别想这么多好吗？说着，陆无指尖泛起光亮，轻轻敲在沈宁冰的眉心上。刹那间，刚刚还无比疯魔的沈宁冰就冷静了下来。师尊，抱歉，我刚刚……沈宁冰看着面前温柔的美人师尊，欠声说道：没事，前世执念未消，很正常。陆无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自顾自地说道：你前世的问题其实就是没有真正经历过感情，心不完整，如何踏遍红尘，立地成仙？师尊，我该怎么办？很简单，跟你大师兄。说到这个话题，沈宁冰瞬间脸红了。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前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表情，这一世会出现如此频繁。可是师尊，你跟大师兄不是，我真的动手了，您难道就不会难受吗？沈宁冰还有后半句话没问出来，但陆无自然是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不会，大道漫漫，伴侣多一些很正常。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他不再孤单。不知道为什么沈宁冰觉得眼前的师尊好悲伤，类似的对话在萧雨嫣与方洛洛身上也有发生。师兄，这是什么？大浴池吗？方洛洛顶着一张大红脸，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的白浴池。短短半天的时间，白浴池已经完全变了样。楚轩在上面加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底下的那个热源。在看到白浴池的第一眼，他就想这么做了，早该泡泡温泉了。这飞来峰什么都好，就是娱乐设施太少，整天修炼有点太累了，偶尔泡泡温泉也是一件美事。这是温泉，里面的液体是地仙泉，妙用无穷，对你很有好处的。楚轩耐心地解释道，多泡泡，这玩意对你身体恢复有好处，说不定你泡着泡着至尊骨就又长出来了。说着，楚轩检查了一下白玉池中的地仙泉储量，这是楚轩刚刚才发现的事情。这个白玉池其实内有乾坤，也不知道这是从哪个家伙的秘地弄出来的，这还能叫泉吗？这明明就是汪洋大海。白玉池自带的空间中怒浪滔滔，放眼望去皆是地仙泉海。
无边无涯，深不可测。师尊，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地仙全都抢来了吗？关于江家出了一个不祥傀儡，还成为了江家少主这件事情，已经成了这几天各大圣地地族最大的话题。江家一位沉睡已久的老祖宗都被此事惊醒，直言道：江家出了这么一个不孝子孙，脸都不要了。你们都忘记了历史了是不是？我们江家传承10万年，有多少人死在那些不祥生物手中？你们现在居然放任一个吞天魔体被不祥侵蚀，还让他成为我江家的少主，那2个瞎了眼的小王八蛋就死在无名城吧，别回来了。江家那位老祖宗骂得很是激烈，甚至骂着骂着就直接吐血了。不过也情有可原，这位老人是真真确确经历过不祥之乱，与不祥生物浴血搏杀过的，如今自己最优秀的后辈居然变成了一个不祥傀儡，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呢？那可是吞天魔体啊，可是有很大概率成为准帝的吞天魔体啊。没了江无尘，江家在这个黄金时代很可能会颗粒无收。许多圣地的高层也来到了太玄圣地议事，商量着关于不祥生物的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江无尘的出现已经为下一次的不祥之祸敲响了警钟。这不祥傀儡都能赶在人族之中如此嚣张了，看来距离下一次的禁区暴动也不远了。禁区暴动是横压在整个9天10地头上的一座大山，每一次禁区暴动都会有数不尽的不祥生物从中涌出，不断杀戮收割着眼前的一切生命。100万年来，那些除之不尽的不祥生物已经在9天10地犯下了滔天杀孽，这一次恐怕也不会例外。既然如此，那他们2人就发配无名城吧，戍边500年。最终在经过好几天的激烈争论后，李长青拍板了对江家2位老祖的处罚文言，那2个老祖瞬间面无血色。500年啊，戍边500年啊，无名城的平均存活时间还不到50年，这不是存心想让他们2个人死在无名城吗？没等2人开口争辩，江家那位从坟里爬起来的老祖宗就第一个不同意。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保守派。不行，才戍边500年，这怎么够？给老子加到1000年，1000年内不准回来。是觉得判决太过保守的那一派。眼睛这么不好使，一个圣体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被夺舍了都不知道，死了也活该。老人疯狂地咆哮着，脸色甚至有一丝狰狞的意味。因为这2人的缘故，江家少了一个吞天魔体，这让这个老祖宗如何能够不恨他们呢？对于他这种已经舍弃了世俗，失去了自我的地族底蕴来说，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持家族存续。既然江老都发话了，那就听江老的吧。李长青还是答应了下来，反正是别人的家事，自己就不掺和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几座无名城都传来消息，不祥生物最近异动很多，很可能会有大动作，所以下一批赶赴无名城的人需要提前出发，大家都回去通知一下吧，尽早定下名单。我太玄圣的已经定好了。说着，李长青甩出了一张名单，上面的墨迹还未完全干透，明显是刚刚写完的。看到上面的一个名字，瑶池圣主等几个与李长青交好的都瞪大了眼睛。你弟弟李金羽也要去无名城？你逼着他去的？瑶池圣主好奇地问道，大大的眼睛写满了更大的疑惑。谁不知道李金羽是李长青的弟弟，只是当年李金羽因为一个死去的女人居然与家族断绝关系，跑到一个犄角旮旯沉沦。没有，他自愿去的，可能是想通了吧。李长青淡淡说道，脸上没有丝毫波动，仿佛这个名字跟他毫无关系。见状，瑶池圣主也只是无奈地笑了笑，挺好一孩子，怎么就这么情根深种呢？不过也好，至少肯出来走动了。对了，你们家新册封的那个圣子在不在？我有个徒儿很喜欢他，想找他要个签名。终于在正常了好几天后，瑶池圣主图穷匕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闻言，李长青看向瑶池圣主的眼神也变了。你不是从来没有徒儿的吗？你说的那个人怕不是你自己？好家伙，无中生徒可还行。在场的都是各大势力的高层，不乏圣地之主、地族族长，自然也都能看出其中猫腻。不过大伙都没有拆穿瑶池圣主，甚至不少在场的不少女性大能此刻眼里都有了光，他们也是为了楚轩而来的。终于能够看到楚轩真人了吗？这就是老娘熬了这么久，开了这么久会的福报啊！看到这些女人的表现，李长青心中也是暗暗吃惊。楚轩这小子怎么这么有魅力啊？宗门里面的就不说了，这一堆圣人起步的迷妹是怎么回事？小姑，你就这么想见见本座的徒儿？瑶池圣主问完不久，大厅之中就响起一道清冷高贵的声音。听到这久违的熟悉声音，瑶池圣主直接抖了好几下，本来高昂的情绪也直接淹了下去。该死，怎么忘记了这个女人了？陆姐，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说有事进去禁区一趟吗？
瑶池圣主支支吾吾地问道，两只眼睛止不住地乱飘乱转，那速度都快成漩涡了。这不是我的宝贝徒儿成圣子了，回来给他送点小礼物吗？陆无淡淡说道。随后他侧过身去，让身后的少年出现在众人面前。顷刻间，场上所有人都被楚轩惊艳到了，英姿风伟，气质如仙。一出现，他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自惭形秽。这就是太玄圣地的新圣子吗？果然一表人才，这气质，这相貌，怪不得能够直接击败王家那小子，成为太玄圣地的圣子。为什么这么惊艳的后生没有出现在我们宗门啊？这太玄圣的真是走了狗屎运了。一时间，场上几十个已经嫉妒到质壁分离的各大圣地高层纷纷看向李长青。不过碍于陆无的存在，没有人敢说什么挖墙脚的话。在至尊榜第一面前挖他的弟子，你不要命了？一些年轻一点的纯情一点的女大能们表现好上不少，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楚轩，双手紧紧捂着胸口，心中暗暗啐骂，我的小心脏啊，你别乱跳了，矜持一点好不好？跳这么快，车灯都快被你蹦出来了。特别是瑶池圣主，坚守了数千年的瑶池清规戒律，在这一刻有些动摇了，甚至他能感觉到灵魂深处某些桎梏也被此刻剧烈的心跳所冲破了。看见这些女修如此表现，陆无也是心头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一群浪蹄子根本配不上我家宝贝徒弟。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轻轻挪了半步，将场上大半的目光拦下，挡住楚轩后，会议厅中明显安静不少。原来那震耳欲聋的帝王引擎声音直接就消失不见。不过场面也变得异常尴尬，偌大一个地方，上百号人，一个开口说话的都没有。片刻沉默后，还是陆无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嗨嗨，关于无名城的事情你们都安排好了？陆无清了清嗓子道，别怪我没提醒，这次的禁区暴动规模很大，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也是他前来这里的目的之一。虽然他也知道这次禁区暴动不简单，但那时候的自己已经不在此界了，根本无暇顾及。几年时间，自己的这些土地也不一定能发育起来，所以到时候就只能靠这些圣地拖着了，再拖个10年8载的，按照楚轩的天赋，说不定能破局。闻言，场上一众圣地大能都是一愣，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会让堂堂第一至尊如此重视，看来这次真的要好好安排这件事了。对了，你们不是要我徒弟的签名吗？也不是不行，拿东西来换，就当是你们给他的见面礼了。很好，陆无的一句话让楚轩又忙活了半天，主要是那些女修签名的东西都皱巴巴的，有些甚至还有味道，显然都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楚轩实在是有点难以下手，不过看在他们词条的面子上，楚轩还是勉为其难的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不愧是各大圣地的高层，这天赋就没有几个差的，保底都是紫色。半天下来，楚轩又多了200多个紫色词条，其中有很多还是一个顶几个的紫色词条。宿主楚轩，年龄20，修为神火9重，词条他乡客唯一，悟性逆天唯一，魅力逆天唯一，准仙帝之姿5红，万法通明红，至尊体魄5金，阵法至尊双金，剑道至尊双金，丹道至尊3金，大道所中红加3金。换算融合了一下，楚轩的天赋又喜提1红。伴随着体内那种脱胎换骨、息骨伐髓的感觉出现，楚轩心中隐隐有种预感，自己距离真一境不远了。果然，想要快速增长词条，还得是这种大佬云集的地方，数量质量都管够，实在是太幸福了。这里一天的收获都快赶得上前面半年的努力了。在敲诈勒索完那些远道而来的大人物之后，陆无也就带着楚轩回去了。回到山上，楚轩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穿着清凉衣衫泡在白玉池中的萧雨嫣。好家伙，这丫头招呼都不打，就直接用上楚轩弄出来的温泉了。而且她身上的衣服似乎是精心安排过的一样，肆意展示着自己的实力。明明没有暴露多少，却让人血脉奔张。看到楚轩回来，萧雨嫣小脸一红，心头泛起一丝羞涩，但她表面上却丝毫没有害羞的意思，反而开心地跟楚轩打着招呼：大师兄，你回来了。说话间，萧雨嫣还刻意站起身，张开双臂，将自己那完美无瑕、冰肌玉骨的四肢也展示了出来。那沾了水的衣物在重力的作用下也紧紧贴着美人的身躯，将曲线描绘得淋漓尽致，诱惑程度直接拉满了。这谁顶得住啊？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要不是楚轩已经被师尊磨练了1年了，这下真就饿了。师妹你先继续泡着，师兄我有点事。说完，楚轩就直接开溜了。顶不住，这个师妹也太会了。关键是那种朦胧的感觉，
被他拿捏得刚刚好。想起刚刚的画面，那美人出浴的场景，楚轩的心都痒痒的。白玉池中看着落荒而逃的楚轩，陆无与萧雨嫣都是一愣，随即相视一笑，哈哈，大师兄他怎么这么可爱啊？萧雨嫣想起楚轩刚刚的动作，笑得花枝乱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狼狈而可爱的楚轩，原来那个高冷傲气的大师兄也有这样窘迫的时候。如果楚轩真的毫无反应，直接就下来一起泡温泉了，那萧雨嫣才真的会绝望。那种表现就说明了这个大师兄真的对他完全没反应。如今楚轩跑了，萧雨嫣反而更加安定了，自己还是有魅力的。大师兄心动了，哈哈，我也没有想过这小子还能有这样的一面。陆无同样很是开心，自己虽然跟楚轩相处甚久，但这种画面还是第一次看见。小嫣嫣做得好，你师兄以后的幸福生活就看你的了。说着说着，陆无拍了拍萧雨嫣的肩膀，半夸奖半鼓励的说道，还是你这只小狐狸会啊，加油，早点把你师兄弄到手。闻言，萧雨嫣也是眯起了一双美眸，两轮弯弯月牙中闪烁着兴奋的光，更像狐狸了。我会的，师尊你放心，师兄一定逃不掉的。听到萧雨嫣的话，陆无放下心来。萧雨嫣在这方面本身就天赋异禀，再加上有那只小狐狸的帮忙，胜算很大。有一就有二，萧雨嫣成了，其他两个师妹也就不远了。不过目前看来，小冰块那边确实需要调整一下了，1个月奖励一次，进度还是太缓慢了。想着想着，陆无身上的衣装也变了，更加清凉的衣物忽然出现。下一刻，那清美的不似人间物的身躯就出现在了白玉池中。啧，宝贝徒儿的想法真不错，这名唤温泉的东西确实舒服。师尊，您是怎么发育的？说着，萧雨嫣就抱住了陆无，把头深深埋进了一对伟岸之中。真软啊，怪不得大师兄这么喜欢。在师尊更衣的一瞬间，萧雨嫣就明白了双方的差距了。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嗨，是指双方的数值差距太大了。虽然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没错。在陆无面前，萧雨嫣就像是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小孩，全方位溃败。怪不得师兄对自己没感觉，原来是吃得太好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操作过这么一个数值怪，师兄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个很平衡的角色呢？在那不见天日的峰峦之下，一种名叫自卑的情绪在萧雨嫣心底滋生。天赋使然，我也没什么办法，要不你多吃点。定，检测到突发事件，系统升级中。定，升级完成。升级后，系统的排名时间改为半个月结算一次，并且统计对象的范围也更加准确，与宿主相差年龄不超过5岁。定，触发特殊事件，本次排名结算中。太玄圣地天骄第50名庄雪，太玄圣地天骄第32名，伊藤不成。太玄圣地天骄第2名，沈宁冰。太玄圣地天骄第1名，楚轩。恭喜宿主在本次排名中获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奖励：神品玄冥珠5颗，妖血果1枚，超感性泳衣1套。沈宁冰还在拼尽全力炼化手上最后一颗天品玄冥珠，冲击经深进中期。脑海中就接连不断的响起系统的声音，怎么回事？不是还有半个多月才结算排名吗？怎么突然就结算了？而且这个奖励是什么鬼？玄冥珠妖血果都很不错，但这个泳衣是什么？泳衣是什么新出的法衣吗？不知为何，这次的奖励居然可以立即领取。沈宁冰怀着好奇的心思将奖励领取了出来。沈宁冰的手上只多了一套衣服，很轻，布料很少。另外2个奖励需要宿主完成惩罚后解锁哦。一生好学的小冰块对这衣服很是好奇，到手后就立即将其展开细细观察，然后他就脸红了。这么少布料的衣服穿了还怎么出去见人啊？到底是哪个不知羞的弄出这种东西来了？这种东西都是什么骚狐狸在穿啊？不知为何，沈宁冰忽然没来由的有些心慌，他总感觉这暴露的衣物来得有些蹊跷，系统会不会强加给自己一个不得不穿的理由？果然，下一刻系统就发力了。叮，本次结算惩罚已出现，穿着泳衣与榜首共浴。叮叮叮，由于宿主不是本次排名的榜首，所以接受惩罚哦。友情提示，一定要对方看到你才算完成任务哦。很好，一套丝滑小连招直接给沈宁冰干红温了。什么狗屁系统，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叮，本系统已经升级完成，无法解绑。这句话更是让沈宁冰眼前一黑。好，谁家好系统升级是为了防止宿主解绑的？白玉池中，陆无忽然打了个喷嚏。阿 T， 谁在骂我？不管了，还是这温泉舒服，宝贝徒儿真会享受啊。看着榜首的名字，沈宁冰心情十分复杂。
紧张、庆幸以及一点害羞。果然是他，还好是他，为什么偏偏是他？穿着这套衣服，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轻浮？刹那间，沈凝冰的内心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半晌过后才回过神来。哼，我就偏不去。沈凝冰的牛劲也是上来了，就算系统软磨硬泡，生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没办法，这次的惩罚有点让他坐不住了。如果对象是其他人的话，沈凝冰也许不会这么在意，事后杀了就行，跟死人没什么好在意的。可是共浴的对象可是楚轩，首先打是打不过的。楚轩虽然只比沈凝冰大3岁，但两人之间已经堪称天差的别大师兄都能暴打神王了。沈凝冰现在才刚刚修炼到金身境4重，他拿什么打？命吗？只怕他燃尽自己的所有阳寿，都伤不了楚轩一根汗毛吧。可是沈凝冰实在是不想穿着这一身漏风的衣服出现在楚轩的面前，他很害怕这套衣服会破坏自己在楚轩心中的形象。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沈凝冰自己都有些茫然，什么时候自己心里这么在意楚轩了？一番纠结之后，沈凝冰还是没有做出决定。茫然之下，他终于走出了房门。小凝冰，过来一起泡温泉啊！陆无的声音响起，一个白玉池映入眼帘。正在纠结的沈凝冰眼前一亮，师尊，要不我们师徒几人一起泡温泉吧？陆无的眼睛也是一亮。不错，正好让你们好好交流一下感情。高端的猎人总会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圣主有什么事情吗？宫殿内，楚轩正在研究手头上的杀伐神通，传讯玉牌忽然响起。没啥事，就是有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李长青的声音很是卑微，仿佛一个请少爷上车的老管家。明明他李长青才是圣主，但偏偏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次的宗门试炼，你能不能进去秘境核心看一下？我想拜托你找一件东西。李长青弱弱地说道。也正是对方说起来，楚轩才想起有这么一件事情。宗门试炼是太玄圣第3年一次的比试，参加试炼的弟子都会进入一个秘境中击杀怪物，获得积分。最后根据积分的排名情况，宗门会给予弟子奖励。当然，试炼中获得的积分也能转化成圣地贡献点，用来兑换各种物品。楚轩对于这种事情其实并不感冒，但对方说出的东西真的让他有些无法拒绝。楚师侄，宗门秘境深处有着关于阶字秘的信息，很可能阶字秘就藏在宗门秘境深处。阶字秘9秘之一，是名满天下超级秘术，每一门难度都不在大地经文之下，甚至还略胜一筹。同样的，9秘的作用也十分恐怖，每一门都能在某个方面突破常识，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力量。阶字秘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门秘术相传由帝尊所创，催动之后能够爆发超越极限的战力。相传曾经有人运气好，动用阶字秘催动了超越自身极限10倍的战力，那人凭此生生用神王之躯与一名圣人平分秋色。最重要的是，动用阶字秘除了短暂的虚弱之外，几乎没有后遗症。可以说在9秘之中，阶字秘也算是最顶级秘术了。如今有了踪迹，楚轩自然是前去查看一番的。反正宗门秘境之中没有什么危险，最高境界不过真一境9重。圣主你将要找的东西跟我说一下，我顺手帮你找找。刚刚聊完没多久，楚轩就眼前一花，只觉得眼前空间变换，斗转星移宝贝图快出来泡澡了。宽大的白玉池边，楚轩看着面前的绝世美景，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几个师妹也在？她们在也就算了，为什么还穿得这么清凉？虽然几人胸前的数值还有着不小的差异，但身下的几对玉足可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几女全都赤裸着双脚，随意展示着短袍无法完全遮掩的风光。那4双白花花的美腿，晃得楚轩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白玉无瑕，温润而泽，似昆山之美玉，如蓬莱之阳枝。足弓如月，弯而不折，指如珠贝，圆润可爱。楚轩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这8个字的真实性。感情老祖宗嘴里的都是真话。虽然这迷人的风光并不是手。大师兄，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难道说你想要二师姐帮你换？萧雨嫣看着楚轩发呆的模样，走上前来晃了晃手。毕竟二师姐换衣服的时候这么温柔，大师兄忘不了也是很正常的。说着还不忘打趣一番楚轩与沈凝冰。此话一出，连陆无看向萧雨嫣的眼神中都带着些惊奇。这小丫头是真懂说话艺术的，一句话直接让3个人红温了。2个当事人直接面红耳赤，脚趾扣地。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刚刚入门的方洛洛了。原来师兄师姐的关系是这样的，怪不得师尊跟我说不要被师兄们的关系困住了。
方洛洛红着脸低着头，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沈宁斌抬起手的那一刻，楚轩就立即扬了扬手中的储物戒，随后光芒闪过，楚轩身上的衣物就换了一套比较宽松的浴袍，料子不厚，但足够将身上的大部分地方遮掩住。楚轩的动作让沈宁斌也是松了口气，还好不用帮大师兄换上浴袍，更换圣子袍还没什么，毕竟那时候师兄身上还有内衬，这换浴袍可是要脱光衣服的，帮男子脱光衣服什么的也太羞人了。虽然说对象是大师兄的话也不是不行，可不知为什么沈宁斌的心中隐隐有些失落，好像自己错过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好了，赶紧下去泡泡吧，这还是我们师徒几人第一次一起放松呢。最终还是陆无拍板，将几人一起推进了白玉池中。真舒服啊！师尊，这是什么好东西？闭嘴，好好泡就完了。当接触到泉水的第一时间，沈宁斌就震惊了。好家伙，这是水是什么玩意？怎么一碰到就感觉有无穷的能量往身体里面涌呢？甚至在这股能量的作用下，沈宁斌感觉自己的太阴圣黄体都有些蠢蠢欲动。这泉水绝对不简单。在脑海中头脑风暴了许久，沈宁斌终于认出来了，这晶莹的泉水是何物地仙泉。这是只有在少部分禁区之中才有些许存量的地仙泉。众所周知，在9天10地中能够与仙扯上关系的东西都不简单，这地仙泉自然也是十分珍惜的宝物。传说中此物出自只有仙人才能出入的密地之中，就算大帝也几乎没办法弄到手，珍贵异常。地仙泉中蕴含着无尽生机，不仅有着疗伤滋补恢复体力的作用，而且还能凝练修行者的根基，帮其弥补缺漏。可以说这玩意是在所有境界都是了不得的抢手货。沈宁斌前世曾经闯入过好几个境地，都没有搜刮出多少地仙泉，堪堪能装满一个小瓶子。眼前这满满一池子的地仙泉让沈宁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说好的绝世奇珍呢？怎么现在跟不要钱一样？这么大一池子，自己前世的不眠不休，抢多少境地才能抢得到啊？师尊，这可是地仙泉，用来泡澡会不会有点浪费？犹豫片刻，沈宁斌还是有点抗拒地问道。毕竟地仙泉有点太过宝贵了，最好还是一点一点炼化。泡澡的话会浪费大部分泉水的。放心，浪费不了多少的，这玩意多的是。陆无豪横地将沈宁斌按了下水，顺便给他展示了一下白玉池里面的空间。当看到那汪洋大海的时候，沈宁斌沉默了。在看到里面那还在汩汩而流的泉眼之时，沈宁斌破防了。好家伙，我说我前世怎么搜刮了这么久，怎么一点收获都没有？原来问题出在这里。这9天10地里的所有地仙泉全被这个好师尊拿走了。这一刻，沈宁斌心中对陆无的好奇与疑惑几乎到达了顶峰。不过沈宁斌冷静下来后，倒也没有因此对师尊心生怨恨。能够拿到这么多地仙泉是师尊的本事，我不气，气死自己无人替。似乎是看穿了沈宁斌心中所想，陆无连忙宽慰了他一番。沉默片刻后，沈宁斌才将自己整个人泡入水中。白玉池中，楚轩与另外2个师妹已经玩闹了许久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3个人瞬间就成了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挂着晶莹的水珠。白玉池中水雾升腾，与格外温柔的月光混杂在一起，如梦似幻，温柔而美好。当然，白玉池中的几个身影才是真正梦幻。地仙泉顷刻间就将他们本就不厚的浴袍完全浸透，湿透了的浴袍在重力的作用下紧紧贴住主人的身躯。刹那间，萧雨嫣那玲珑有致、邻家有女初长成的美妙曲线就这样暴露在楚轩面前。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这丫头的浴袍十分轻薄，本就只比轻纱厚上一筹，在洁白月光的照耀下，朦胧间能看出其中线条。如今进了水，更是变得近乎透明，露出了下方隐隐约约的肌肤，太通透了，简直是遇水即化啊！原本那白玉无瑕的冰肌玉肤，此刻在温泉的滋润下，有些微微泛红，白里透红，很是健康，色香俱全，让人很难不想尝尝味道，太诱人了。楚轩无意中扫过几眼，就连吞了好几口唾沫。没办法，如此美景，就算是神仙来了也忍不住啊。偏偏当事人好像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继续与楚轩打闹着。看到楚轩的表现，萧雨嫣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哼哼，师兄也不是这么难搞定嘛。对于自己的装扮，萧雨嫣怎么可能不知情？故意未知而已。用九姐姐的话来说，这招叫什么来着？欲擒故纵。管他呢，好用就行。萧雨嫣本就仅限于认字的大脑，已经被纯真派的涂山99带上了一条野蛮生长的道路，彻底回不了头了。这个炎帝模板好像拿错了5组剧本。忽然，在沈宁斌彻底踏入白玉池的时候，
楚轩倒吸了一口暖气。没办法，泡温泉呢，冷气不足，只能吸吸暖气了。随后，我们楚大圣子的眼睛就止不住的乱飘，再加上脸上的表情，心虚2个字就快刻脑门上了。萧雨嫣看着楚轩的变化，也是一脸懵逼。发生了甚嘛事了？大师兄不是已经被我吊成翘嘴了吗？震惊之下，萧雨嫣也回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回过头去，萧雨嫣的眼睛也直了。好家伙，二师姐这也太有实力了吧，这规模已经跟师尊差不多了。什么规模？萧雨嫣自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这伟岸的实力跟自己的头差不多了吧？虽然相差不大，但事实上确实没有萧雨嫣的头那么大，还是差了一点的。而且二师姐今天是怎么回事？被人夺舍了吗？怎么浴袍下面居然穿着这么诱人的服饰？布料稀少，堪堪遮住了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全身上下无数美景肆意敞开着，让人目不暇接，目眩神迷。但是那服饰又刚刚好将最诱人的地方挡住了，就如做坏事做到最后一步，对方忽然将你推开了，十分让人火大，欲罢不能。二师姐这么会拿捏人心的吗？别说是大师兄，连我都快沦陷了。看着沈凝冰的身躯，萧雨嫣心中不断哀嚎着。在这一刻，她甚至也有点意动了，一抹嫣红爬上耳根。此时萧雨嫣有些绝望，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努力终究还是比不过二师姐的灵光一现嘛。在绝对的天赋面前，努力真的这么不值一提吗？再一眼望去，萧雨嫣的脸红更甚，大片的胜雪肌肤配合上那贴在身上的半透浴袍，朦胧而神秘，如水中看月，雾里赏花，美丽而又不太真切。水面轻轻波动着，光线轻轻扭动着，山峦也在轻轻摇晃着。水动，人动，心动，萧雨嫣分不清楚。二师姐怎么这么会啊？大师兄的眼睛完全挪不开了。九姐姐，帮帮我啊！看着沈凝冰，萧雨嫣心中依然是翻江倒海。还有师尊和二师姐是怎么长的？这个规模一看就知道很重，这么瘦弱的身子顶着这么大的负担，二师姐真的不累的吗？二师姐里面的衣物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这么性感？难道说二师姐那冰山美人的形象是装出来的？接连不断的尖锐报名与吐槽，让涂山99都有点受不了了。他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丫头这么能叫唤啊？好了好了，你们又不是什么竞争对手，叫唤啥？有这么一个姐姐帮你分担负荷，到时候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涂山99没好气道，同时一双狐狸眼睛忽然有了光亮，似乎在期待未来的场景了。最后一句意有所指，但如今昏了头的萧雨嫣明显听不出其中的言外之意。涂山99是局外人，自然能够看出楚轩的特殊，此人的天赋亘古无双，肉身肯定比一般人恐怖得多。就算萧雨嫣是万药神体，有着如此巨大的修为差距，只怕也很难顶得住。有个能够帮自己分担负荷的好姐妹，这不是好事吗？白玉池中，沈凝冰对于自己泳衣暴露了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眼中只有脑海深处的那个计时器。惩罚任务进行中，剩余时间。以他冰冷的性子，光是迈步进入白玉池，已经花费了所有的勇气了。如今这个精疲力尽的灵魂，只敢躲在偏僻之处，一点一点等待着时间的流逝，丝毫不敢关注现实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对于楚轩的眼神也一无所知。楚轩看着面前场景，脑海中就只剩下了2个字：白大。好像也不是不行。这一刻，他真的开始认真考虑师尊的提议了。凝冰师妹的这身材，这脸蛋，比师尊也差不到哪去，而且这一双腿有过之而无不及。要不是与师尊昨天的一日一夜，只怕小楚轩都要跳出来抗议了。看着楚轩与沈凝冰2人的模样，陆武也是心头狂喜。好家伙，不枉自己的这么努力，这2人终于有点火花了。同时他也有点恨铁不成钢。小冰块，你倒是动一下，师尊都这么给你安排了，你怎么还害羞呢？哎，算了，迟早的事也不用急于一时。真让我今晚看着他们2人啃一起，也确实不太舒服。洛洛，你多吸收一些地仙泉，对你的伤势有好处。第一次飞来峰温泉团建活动，在一片祥和之中结束了，将萧雨嫣的羡慕嫉妒恨、沈凝冰的漠然，还有楚轩迷离的双眼去掉的话，确实挺祥和的。深夜，沈凝冰看着自己身上的衣物，原本羞红的脸色转为一阵惨白。师尊，你害我！终于在回到了自己的宫殿之后，沈凝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师尊给的浴袍太通透了，一想到自己身穿泳衣的模样被师尊与师兄师妹们看得一清二楚，沈凝冰想死的心都有了。我不活了！师尊，你这也太不要脸了！一双珠圆玉润的裸足紧紧扒在地板上，留下了10个深深的凹痕。心中好一顿尖叫，才将之前的尴尬稍微缓解几分。
不过回想起大师兄看自己的迷离眼神，沈凝冰的嘴角莫名勾起了一个甜蜜的弧度。大师兄这很明显就是迷住了，看来我还是有点魅力的。想到这里，沈凝冰心情莫名好转，那双正想撕掉身上衣物的双手也停了下来。哼哼哼，片刻的天人交战后，沈凝冰哼着小曲将身上衣物收拾好。这种好东西可不能丢，万一以后还有用呢。叮，检测到宿主已完成惩罚，完成评分。秉下，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妖神果1枚，神品玄冥珠5颗。本来悲愤交加的少女，此刻瞬间眼前一亮，化悲愤为动力，拿起手中红色的妖神果，就是一口闷。咕噜，味道不错，甜中带酸，就是不要这么多黑色小子就好了，挑出来挺麻烦的。要是楚轩在的话，一定会跟他说一句：师妹，吃火龙果不用秃子的。事业飞来峰上，有凤来仪。陆无这一次留下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半个多月里面，他从未离去。楚轩自然是每天都陪伴左右的，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楚轩不会荒废自己的修炼了。半个月后，楚轩也是久违的带着自己的师妹们走出了飞来峰。与平时的人山人海不一样，今天的飞来峰周围少了很多蹲点的人。不只是飞来峰周围人少，其他许多地方也静悄悄的。整个太玄圣地只有一个地方出乎意料的热闹，守拙峰，宗门秘境的所在地。数万名外门弟子齐聚一堂，在守拙峰下静静等待着秘境的开启。太玄秘境是太玄圣地外门弟子最重要的机缘。据不完全统计，宗门内有1/3的长老都是发迹于太玄秘境的。别看这个比例不高，已经十分夸张了。要知道，宗门内有将近一半的长老都是大家族大势力出身，跟普通弟子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剩下的一半长老里面，有着超过一半的人发迹于太玄秘境，这已经足以证明这个秘境的含金量了。而且这个秘境对于外门弟子来说最为平衡，因为它里面限制了境界上限。这个秘境是太玄圣地曾经的帝尊留下来的，里面有着帝尊大人亲自布置的禁制。禁制有着2个作用，限制年龄，限制修为，只有30岁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入。进入后，所有人的境界都会被限制在化元9重以下。所以太玄圣的曾有人说，太玄秘境可能是9天10地最公平的秘境。终于等到今天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进入秘境，我这次一定要拿到一个好名次。秘境之中有着许多特殊的宝物，也不知道对我的瓶颈有没有帮助。你们听说了吗？这次的秘境好像圣子殿下也要进去。忽然有人开始谈论齐楚轩的事情。圣子大人什么都不缺，怎么会突然来太玄秘境？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太玄秘境的传说了？说不定圣子进去是为了寻找帝尊大人的传承呢。传说中太玄秘境隐藏着一代超级大帝，帝尊大人的传承，所以从前太玄圣地落魄的时候，曾有过无数强者强行进入其中。那时候甚至闹得许多与太玄圣的交好的势力出手了，这才停止这场风波。不过说到寻找传承这件事情，许多人的脸上都出现了一丝不屑。圣子大人只怕是白费力气了，谁不知道这太玄秘境中根本没有传承。就是当年这么多人都没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圣子势单力薄，怎么可能找得到呢？放屁！圣子殿下天纵之才，区区大帝传承根本难不倒他。有人语气过激了一点，好几个女子就直接对了回去。显然他们容不得任何人说圣子的坏话，就算态度差了一点也不行。守拙峰高处，楚轩身边，沈凝冰看着面前的宗门秘境，心中思绪万千。前世他这个时候还在为通脉境所需要的资源发愁呢，进入秘境也是收获平平。既然师尊说前世的记忆都是真实存在的，那记忆中的那些奇遇应当也是真的吧。沈凝冰细细检索着自己的记忆，终于回想起了不少好东西。我记得某座湖中间有一把剑来着，好像还说是什么时钟剑，只有对的人才能拔起来。我看小师妹就很适合，她身上有着一股锐气，是个剑道奇才。还有那个神火葫芦，现在好像还没人发现。我正好也缺这么一个趁手的兵器。一桩一桩的前世密室被沈凝冰从记忆的深处发掘了出来。同时沈凝冰也给每一个宝贝定下了归属。因为沈凝冰并不知道楚轩是为了接字密而来，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觉得师兄是来寻找帝尊传承的。可惜大师兄想要的帝尊传承要等到太玄圣的出问题才会出现。沈凝冰看着楚轩，心中一阵唏嘘。这个事情还是他上辈子在太玄圣的覆灭后才知道的。当时围攻太玄圣地的势力也没有想到，这太玄圣地居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大帝后手。太玄秘境在宗门被灭的那一刻爆发出了毁天灭地的恐怖攻击，
直接将最近的那些势力全部轰杀，数把准地兵都在那一刻毁于一旦。这一世，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次发生了。沈宁斌心中暗暗发誓。走了，二师妹。楚轩扯了扯沈宁斌的衣袖，将她从走神中拉了回来。好，只是还没等少女迈开双腿，她的身子就已经动了起来。感受着手腕上温热的触感，沈宁斌的心思又飞到9天之外了。秘境开启了，早在刚刚沈宁斌思考的时候就开启了。楚轩师兄妹几人都算是压轴进入的那一批了，所以进入秘境的人都看到了楚轩拉着3个师妹狂奔的场景。3个绝世美人就这样在楚轩的手下安安静静的跟着，十分美好，也十分让人不爽。圣子殿下这也太爽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顶得住啊。为什么3人中间的不是我啊？我好恨啊。不是，哥们，你们小2口不对，一家4口能不能背着点人啊？我一个18岁男修看的都羞红了脸。我还活鸡毛啊，跳了。我操，跟与一众男弟子不一样，女弟子们的画风有点不太正经。圣子殿下不要抓他们的手，抓我好不好？不只是手，您抓我哪里都没问题的。圣子殿下看看我，我可不像那些妖艳贱货那样善妒，我想直接加入你们，我也可以喉咙发痛，我也可以双膝磨破。天空中，楚轩拉着几个师妹疾驰而过，留下一群质壁分离的外门弟子。在极端的嫉妒与破防中，他们甚至忘记思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最终还是沈宁斌发现了问题所在。师兄，这里不是限制了修为吗？你怎么还能飞行啊？看着脚下不断变化的土地，沈宁斌有些感觉不真切。地上无数弟子在不断朝着4面8方涌去，如同一群溃散的蚂蚁。上一世他就是地上的蚂蚁大军之一，没有，就只是找到其中几个破绽，能有点小特权而已。楚轩淡淡说道，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似乎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天空中那不断转动的大阵丝毫没有掩盖的意思，想看不懂都难。再加上这半个月里面，楚轩闲着无聊，将太玄圣地所有的典籍都读了一遍，阵道理解已经不亚于所谓的阵道宗师了。仅仅是第一眼，楚轩就将秘境的禁制阵法看了个透彻。懂不懂什么是悟性逆天啊？看一眼就懂了，根本不用看第2眼的。不过看得懂归看得懂，但楚轩并没有办法立即将这大阵破解开来。这个大阵已经绑定了整个秘境空间，如果被破坏了，那整个空间都会崩溃的。这里好歹是太玄圣地的秘境，楚轩可不想闹出什么幺蛾子。找到几个小破绽，有点小特权。楚轩一句话直接将沈宁斌与萧雨嫣2人都沉默了。这还是人话吗？这里可是太玄秘境，那个少年大帝也无法看破奥秘的太玄秘境。从遥远之外而来的方洛洛也许不清楚，但作为太玄道域本地人，沈宁斌与萧雨嫣可是十分了解的太玄秘境的阵法，就算是少年大帝出手也无法破除。曾几何时，太玄圣的没落了，太玄秘境落入了其他势力的手中。那时候他们召集了数百名阵道宗师，研究了数百年，都始终没有任何办法。最后还是太玄圣的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存在，手持极道地兵，这才将那几个势力赶了出去，这个记录才就此作罢。由此可见，太玄秘境的阵法究竟有多么玄奥。甚至此事传出，一位活出第2世，全盘继承了前世记忆的少年大帝也进入其中一探究竟。然而那位大帝最后也是沉默着出来，只给外面好奇的人们留了一句话：帝尊果然精才绝艳，此等阵道造诣实在是匪夷所思。能让少年大帝发出如此感慨，这大阵的玄妙程度可想而知。可是刚刚进入秘境，楚轩如今居然就说他能找到其中几个破绽。最关键的是楚轩说的好像是真话，这样太离谱了。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这么夸张？距离午夜还有些时间，沈师妹你先带我们走走吧。又飞行了一段距离后，楚轩直接将带路的重任交给了沈宁斌。毕竟是女帝重生，这里面有什么机缘，沈师妹肯定了解的，让她带路绝对不会有问题。实在不行就换萧师妹好了，锦鲤体质，随便走走都能捡到宝贝。有这么几个赏心悦目的师妹，可真是人生一大美事啊。听到楚轩的话，沈宁斌也是一愣。啊，我带队吗？我也是第一次进入秘境，对这里可不熟悉。沈宁斌有些犹疑，便推辞了一句。说完，他的双眼对上了楚轩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沈宁斌从楚轩的双眼中感受到了一丝窘迫，就好像那双眼睛已经看穿了自己的一切。没事的，师妹随意指明一个方向就好，没有收获就当出来闲逛了。楚轩微微一笑，依旧用那温柔的声音说道。这一笑看得沈宁斌有些不知所措，小心脏不争气的快速狂欢了起来，
冰山女帝的白皙面容瞬间变成一片绯红。同时，沈凝冰心中也十分不平静。楚轩的话让他心中翻天覆地。师兄这是怎么了？这么信任我吗？沈凝冰心里忽然有些开心。不过也好，这样就有借口去找那些机缘了。这一世有着前世记忆的帮助，他绝对能够以一个惊人速度成长起来。到时候一定要查清楚前世的事情。沈凝冰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自己进入禁区之后，其实还存活了漫长时光，甚至成长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境界。但是他没有记忆了，所以他的心头一直存在着一股紧迫与恐惧，能让一个至高存在失忆，自己前世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敌人啊？不过这一次自己不会再重蹈覆辙了。没问题，凝冰一定不负师兄所托。沈凝冰应道，声音依旧冰冷，但其中明显多出了一抹坚定。虽然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去，说服力大打折扣。怪不得冰冷女帝前世的成就这么高，她的执行力真没话说。说完没多久，他就直接伸出一只柔荑玉手，给楚轩指明了一个方向。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性，指之前还故意做了一些假动作，让自己看着更像是随便指的。对于这些小动作，楚轩也是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丝毫要拆穿的意思。拆穿干什么？这样的沈师妹还怪可爱的。谁能想到前世叱咤9天10地的女帝，如今居然会如此掩饰自己的小心思呢？难道说这就是反差萌吗？四人化作一道流光，一瞬千米。秘境之中，一个相貌平平的青年一刀挥出，直接结束了眼前妖兽的性命。系统，你确定这次的秘境之中有着气运十分恐怖的天命之子存在？青年脑海中响起一道毫无感情波动的机械音。确定，系统已经探查到了世界级别的天命之子存在，请宿主自行寻找。青年名为叶松，也是太玄圣地的外门弟子。不过他比较特殊，如今的灵魂已经换了人了。半个月前，这具身体的主人不知为何一命呼呜，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灵魂鸠占鹊巢，接手了这具身体。原本叶松不想进入这什么太玄秘境的，毕竟他可是绑定了多子多福系统的，只要在外面收服美丽女子就能获得奖励，女子的相貌评价越高，他得到的奖励就越丰厚。都有系统了，为什么还要进入秘境生死相搏呢？但是系统说他检测到这次秘境之中会有最顶级的美女出现，小头控制大头。于是老二直接就发话了，这次秘境他有不得不进入的理由。呵呵，这些大学生真是愚蠢，如此轻易就被骗过去了。系统编号9527都派出这么多系统了吗？这次不能找到那位存在的信息呢？小猫咪，你有点不乖了。楚轩看着面前龇牙咧嘴的紫云虎，淡淡说道：没关系，宠物不乖，摸摸脑袋就好了。随后一掌探出，轻轻拍了拍猫脑袋，砰！下一刻，紫云虎的紫色脑袋瞬间爆裂开来了，那颗曾经吞噬了无数弟子的头颅直接化作了漫天血雾。确实好了，紫云虎再也不可能不乖了，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源上解决掉了。这脑袋都没了，直接就死透了，还怎么不乖？身边萧雨烟与方洛洛看着这一幕，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不过好在有着沈凝冰在，天然的冷气制造机倒也不缺一口两口的。大师兄他这么生猛的吗？这可是能够匹敌住胎境的5阶妖兽啊！小猫这么可爱，怎么可以杀害小猫？猫妈妈会伤心的。虽然两人的话题完全不在一个次元里面，但不妨碍两人的表情达成同步一样的震惊，一样的茫然。只有沈凝冰依旧冷若冰霜，不过沈凝冰的眼神中还是有着一丝悸动的。这只紫云虎在5阶妖兽中都是佼佼者，换作是自己的话，绝对不可能这般轻易就能击杀。虽然都是一击毙命，但一击毙命之间也是有差距的。沈凝冰就看出了自己与楚轩的差距，眼下大家都被限制在化元巅峰，境界上并没有差异，这岂不是说同境之下楚轩的实力超过自己，而且自己根本看不清大师兄出手的动作？这是不是也就代表着大师兄如果对自己出手，自己同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沈凝冰这一刻心中忽然对楚轩多了几分兴趣，他很想知道楚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对于自己的实力，沈凝冰还是有自信的。一路过来，沈凝冰的根基十分扎实，不说同境无敌，至少也是比大部分少年大帝强。再加上前世的经验，沈凝冰自信自己的战力绝对是古今罕见的，能跟自己一战的只有历史上那几位最为强大的存在。如今居然连楚轩出手都看不清了，或许是他利用破绽解除了实力限制呢。虽然沈凝冰没有感觉到化元境以上的气息，但他还是心中暗暗给自己宽慰，毕竟刚刚楚轩的出手实在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好了，小师妹，
你可以去拔出那柄剑了。楚轩将地上的老虎扛起来，转身对着方洛洛说道。说完，他就扛着紫云虎的尸体走开，在湖边上生了一堆火，开始烧烤。这段时间师尊有些不当人了，确实该补补。刚进来就遇到成色这么好的虎鞭，沈师妹果然是大福星啊。楚轩哼着小调，慢慢转动着手上的虎肉，香气很快就弥漫在湖面上。湖面上，方洛洛看着面前陈旧的破剑，心中有种异样感。他能感觉到这把剑在呼唤他，来吧，来吧，将我拔出来。只要拔出来，我就能带领你走出这片天地，成为高高在上的仙。在心中那奇异呼唤的驱使下，方洛洛缓缓走到破剑的面前，双眼迷离。忽然，他重重地摇了摇头，退了出去。呼，好险！直到退了好几步，他才松了口气。这时候，他才惊愕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来到了那石中破剑的面前。剑柄上有着厚厚一层岩壳，红黑相间，已经分不出是锈还是石头。剑身上更是密密麻麻的满是缺口，锈迹与泥土都无法将其修补完全。很好，面对诱惑巍然不动，是个可塑之才。破旧锈剑上传出了一道赞赏的精神波动，声音低沉，但十分模糊，无法辨认其主人是男是女。前辈，刚刚那是对于每个人的考验。方洛洛还没有发问，锈剑中的存在就给了他答案。每一个前来拔剑的人，如果天资过关，就会触发这个考验。在考验中，如果没有忍受住诱惑，那就会被驱逐出这个湖面。锈剑中的存在仔细解释道：小姑娘，恭喜你通过了问心关，现在过来尝试一下吧。越是靠近锈剑，方洛洛的胸前就越发炙热，仿佛那里有着什么东西沸腾起来了一样。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方洛洛也是有些惊讶，自己胸前的骨头早已经消失了，这里也彻底变成了普通人的模样，现在怎么又有变化了？不过还没来得及细想，他的双手就已经放到了锈剑之上，两只玉手抓住剑柄，猛然用力，剑柄上岁月留下的厚厚岩层瞬间碎裂开来，稀稀疏疏洒落而下。只不过还没等落到地上，就被下方骤然放出的浩浩剑气拦截，直接在空中化作了齑粉。方洛洛猛然一拉，那已经在插在地上成千上万年的锈剑瞬间爆发出了恐怖的光芒。嗡，一声剑鸣惊万里。旁边看着的沈凝冰与萧雨嫣此刻只觉得震耳欲聋，这把剑的等级实在是太高了，小师妹很可能拔不出来。虽然剑鸣不断，但萧雨嫣还是十分担心，这剑鸣太过恐怖了，这把剑绝对不简单。无妨，等着便是了，反正这把剑今天跑不掉的。沈凝冰倒是十分冷静，语气中满是淡然，那极端的平静甚至让萧雨嫣耳边出现了幻听。没关系，我会出手。二师姐淡淡说道。方洛洛与锈剑的拔河还在继续，锈剑的来历神秘，有着自己的矜持。方洛洛身负至尊剑骨，体内流淌着至尊血液，就算失去了那根骨头，体魄在铜镜之中也算是名列前茅。双方一时之间还真就僵持住了。方洛洛本来病态苍白的脸蛋，此刻已经完全红润了起来。好了，看来不用我们帮忙了。片刻后，沈凝冰松了口气。话音刚落，天地之间的恐怖剑鸣瞬间消失，那柄锈剑老老实实地躺在了方洛洛的怀中。显然胜负已分，方洛洛还是驯服了这把孤傲的锈剑。不过方洛洛看着地上的一滩粉末，有些茫然。刚刚他似乎看到了一根骨头飞了过来，然后手中的锈剑就直接放弃了挣扎，任由自己拔出。那方向好像是大师兄烧烤炖汤的方向。东西到手了没？到手了，就给过来吃东西了。楚轩的声音伴随着一股浓郁香味一起传来。哇，大师兄的手艺真好，这虎爪炖得太好了。萧雨嫣手上拿着一个比他人都大的虎爪，大口大口地啃着，转眼间就吃得满脸是油，时不时还用脑袋蹭一蹭楚轩，试图用楚轩的衣服擦去脸上的油污，但每一次都被楚轩不动声色地躲了过去。好吃就行，我这手艺说是修炼界之最也不为过。楚轩说着，也拿起一只虎爪，开始享受了起来，4个爪子正好对应师兄妹4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妖巧的事情啊？师兄，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我明明看到师兄还弄了一个大肉。方洛洛好奇问道，一双大眼睛圆溜溜地转着。还没说完，就被楚轩用一大块肉堵住了嘴巴。做完这一切，楚轩才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好险，这丫头差点就说出了一点不能播的东西了。那锅虎鞭汤自然是被楚轩收起来了。这些丫头没有这方面的苦恼，喝了也是浪费，只会流鼻血，不如给自己好好补补。在圣地里面天天被压榨，要不是楚轩天赋异禀，只怕已经油尽灯枯了。而且这么大的家伙，只怕会吓到这几个小丫头。紫云虎的虎爪就已经快有1人高了，这还只是一个爪子。
虎鞭更是1丈多长，要是拿出来，不得给这2个丫头吓死。这种好东西，还是留着自己用吧。虽然这紫云虎等级不高，作用不大，不能说毫无作用，只能说聊胜于无吧。至少心理作用还有的。而楚轩的问题也是出在心理上。穿越前，他还是一个普通人，在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会讲究一下节制的。修炼之后，只要双方没有修炼什么损害对方的特殊功法，那一般就不会有问题。更别说楚轩修行的太玄经中还有着夫妻双方共同富裕的功法。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楚轩心中的紧迫吧，知道师尊要离去的紧迫。这位师兄，请问一下，这里是哪里？您知道该怎么出去吗？正当4人吃得正高兴时，一个身穿外门弟子服饰的青年走了来，惶恐地问道。出于本能，楚轩第一时间就查看了对方的面板。不过这次的系统有些不一样。姓名：叶松，年龄27岁，修为化元3重，词条成神之姿，蓝，魅力出众，子，初级气运之子，为金，域外来客，子。警告，警告，检测到敌对穿越者，请宿主尽快处理。该穿越者乃是某个至高存在用来吞噬这个世界的棋子，第一步就是祸乱太玄圣地，请宿主尽快处理。魅力出众，子，此人魅力十分出众，能够蛊惑身边的人心。由于宿主身负唯一词条魅力逆天，当靠近宿主时，该词条无效。初级气运之子，为金，域外至高存在用特殊手段欺瞒天道，帮他得到的气运之子身份，由于过程不太干净，所以效果大打折扣。该词条效果与紫色齐平。域外来客，子，此人从遥远星球穿越而来，身上牵连着大因果，宿主如果击杀，会引起冥冥之中的至强者注意，请小心处理，不要亲自动手。看着叶松的面板，听着系统的警告，楚轩皱了皱眉。这是什么情况？面前的这个外门弟子是自己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还不能让自己亲自动手解决。终于有点乐子了吗？楚轩看着面前的少年，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化元3重居然能来到这里，此人确实不简单。不过你能撑多久呢？这位兄弟先过来说话，看你样子应该很久没吃东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吧。楚轩亲自招呼了叶松过来，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叶松跟在楚轩身后，眼中一抹怨毒一闪而过。面前的这个男子是什么身份？居然长得这么帅！我叶松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我不允许有比我优秀的人存在。一抹杀意从叶松心底浮现，这抹杀意在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中达到了顶峰。定，检测到 S 级美女。定，检测到 S 级美女。定，检测到 SS 级美女。一连3个系统提示音直接在叶松脑海中炸裂开来。顺着系统的提示看去，叶松这才发现楚轩身前的3个女子，刚刚3人都在啃胡爪，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对方的正脸。现在3人吃饱喝足了，那倾国倾城的脸蛋也终于没了遮挡。一瞬间，叶松就呆住了。太美了！这3人是叶松出生以来见到过最美的女子。回想起自己的身份和系统，叶松理所当然地认为，这3人也将成为自己系统名册的一员。这半个月里面，他轻而易举的就骗到了几个女弟子的身体。他相信面前的3个美女也不会例外。撬墙角第一步，制造机会。所以他对面前的楚轩产生了必杀之心。只要楚轩死了，那这3个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此人气息浑厚，估计实际境界肯定远超化元境，想必是一个天骄，至少也是个核心弟子吧。凭什么他这么帅，地位还这么高？叶松看着楚轩，心中咬牙切齿。他刚来半个月，并没有继承原身的记忆，还正好错过了楚轩的圣子册封仪式。再加上这半个月里面，楚轩一直都没有在外门区域露面，所以叶松并不认识楚轩。他只知道圣地有一个天赋无双的圣子。叶松偷偷打量了一眼3女，心中恨意更甚。只见3个绝世美人都含情脉脉地看着身边的楚轩，眼神都快拉丝了。凭什么他这么帅？凭什么这几个贱人都喜欢他？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进入这太玄秘境。师兄，你就算死在这里，圣地也不可能查出原因，更别说下一次秘境开放是在3年后，到时候我早就成为太玄圣地的宝贝了。叶松看着楚轩的身影，心中恨意不断累加。系统兑换5级佛怒火莲。定，兑换成功。哼，这可是能够灭杀5阶妖兽的恐怖杀招，师兄你就放心的去吧，这几个美人我会好好享用的。想到这里，叶松眼中赤裸的占有欲几乎要溢出来了。师弟，你尝尝这个吧，这是虎肉，大补。说着，楚轩笑眯眯地递了一大块虎肉给叶松。闻到虎肉的香气，叶松也是食欲大动，
顺手将虎肉接过来，大口咬下，鲜嫩多汁，入口即化，人间美味。这么会做饭，留你不得。叶松手中佛怒火莲又激发了几分，可惜还未完全激发，场间一变陡升，只听一声虎啸响起，百兽震惶。吼！一声惊天虎啸，直接将叶松吓得心神俱颤。怎么回事？叶松看着面前的残羹剩饭，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刚刚那个小子说过，这是好像是虎肉，眼前出现的妖兽也是老虎，怎么会有这妖巧合的事情呢？下一刻，丛林中传来一阵树木断裂的声音，砰砰砰，无数碎木横飞，一个身影从数千米之外横冲直撞而来，生生在偌大的森林中推出一条道路。紫云虎，叶松一眼就认出了这妖兽的来历。紫云虎是超凡6境中最为声名显赫的妖兽，其战斗力十分恐怖，3-5个同境界修士都不一定能拿下它，所以它在秘境外围甚至是内部区域都是霸主级别的存在。该死，秘境之中怎么可能会有5阶巅峰的紫云虎？来不及思考其中缘由，叶松当机立断，直接开始夺路狂奔。可是叶松已经沾染上了紫云虎血肉的气息，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逃脱呢？那奔袭而来的紫云虎看了眼地上摆放的整整齐齐的骨头，眼中闪过一丝悲戚，随后一声惊天兽吼响起。吼！身前那原本风平浪静千万年的湖泊，在紫云虎狂暴的音波之下，瞬间掀起滔天巨浪。大吼一声后，紫云虎双眼血红，身上的虎纹纷纷闪耀着紫色的光芒，显然他气急攻心了。砰！虎爪重重拍落在地，3丈多的紫色虎躯一震，化作一道紫色流光，朝着叶松逃跑的方向急速飞驰。天空中，云层之上，一男3女看着下方的画面，脸上满是戏谑。师兄，此人明显心术不正，你为什么不直接将他拍死？萧雨嫣双手捧着脸，看着楚轩问道。不只是他，另外2女也能感觉到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同门弟子很不对劲。拜托，这里可是秘境内外区域的边界，危险程度十分夸张，怎么可能有人会在这里迷路？真当我们是傻子不成？而且3女各有手段，都能感受到那人眼中的淫邪与占有欲。沈凝冰的女帝直觉，萧雨嫣的九姐姐护身，还有方洛洛的至尊骨血，都不是什么能够轻易糊弄过去的东西。这个莫名其妙的外门弟子，居然敢对他们3人心怀不轨。其实刚刚在地上的时候，沈凝冰就想出手将其性命了结，但大师兄暗暗传音，阻止了他的动作。此人身上有些本事，在秘境之中还挺难杀的，不必冒险。楚轩没有跟几人说明叶松的情况，他不让师妹出手，主要是因为那个所谓的大因果，自己的系统都这么提示了，其背后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存在。如此因果，还是不要让师妹们沾染上了。不过，就算自己与身边人不能出手，就不代表着叶松能活着离开了。如今楚轩已经参悟透了太玄秘境的阵法，能够调动其中的部分力量，暗中引导驱动秘境中的妖兽动手便是。杀人者妖兽也，关我楚轩什么事？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世界以后这种奇怪的人会越来越多，以后都小心一点。楚轩淡淡说道，给自己的几个好师妹提醒了一句。既然那个未知的恐怖存在发现了这个世界，那么就肯定不会只有一个叶松，很可能在其他的道域也会出现相似的穿越者。现在提醒一下，终归是没坏处的。3女闻言皆是一致，并不懂楚轩话中含义。楚轩也没有再加解释，只是轻轻一点，4人脚下祥云开始移动，紧紧跟在那紫云虎上空观察下方情况。这也是楚轩刚刚开发出来的秘境漏洞新用法，腾云驾雾。虽然说速度没有自己亲自飞行来得快，但胜在舒服。这云朵软乎乎的，舒服程度堪比师尊的怀抱。这玩意该不会弄出来就是用来当床的吧？无意中，楚轩好像发现了某不知名帝尊的小心思。地上，叶松一路狂飙，瞬息之间就到了数里开外，一时之间竟然将身后5阶巅峰的妖兽甩开了。不过他明显已经到了极限，眼下速度降低了大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紫云虎一点一点靠近自己。该死，为什么这孽畜会死死追着我不放？叶松此刻双眼通红，状若疯魔。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只紫云虎会死死追着他不放，明明取了他同类性命，吃了他同类骨肉的人是那3女1男啊！不行，只能动用佛怒火莲了。叶松的眼中闪过一丝心疼，随后手中出现一朵红色的莲花，莲花上2种奇异的火焰不断交织着，那恐怖的热浪直接让四周的植物全部燃了起来。叶松的右手也瞬间被烧得面目全非。远方，一道紫色流光携带崩山裂石的恐怖攻击朝着叶松杀来。叶松见状，也是举起了手中的红色莲花，轰！
剧烈的爆炸声响彻数十里，热浪混杂着余波席卷千里之遥，含有人迹的原始森林瞬间化作了一片火海，无数野兽不断奔逃，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兽潮。滚滚浓烟中心，叶松依旧站立，但他的身影明显狼狈了不少。在他面前不远处，一具巨大的尸体躺在地上，隐隐之中还能闻到一丝香味。不愧是佛怒火莲，刚刚还活蹦乱跳的5阶巅峰紫云虎，转眼间就变成全属紫云虎了。闻到这熟悉的香气，叶松瞬间就反应了过来，这不就是那个师兄手里肉的味道吗？小畜生，别让我带到你了，这可是我刚兑换的佛怒火莲啊，这可是我伺候了好几个小仙女半个多月才攒下来的积分啊！此刻叶松连掩饰都做不到了，直接将心底的怨恨已全部嘶吼了出来。不过也怪不得他，毕竟他这半个月里面伺候的可是外门人尽皆知的仙女。一想起那几个房间里面那密密麻麻的皮鞭镣铐，叶松就头皮发麻。再想起那几人的正方形身材，叶松的心态更加崩溃。这可是用他半条命换来的积分啊！要是再来上半个月，先不说那深入灵魂的鞭挞，光是那泰山压顶就够吓人的了。那体格，那质量，那力度，会断的，自己真的会被压死的。地上，叶松拖着半残的身躯在地上不停地无能狂怒着。天空中，云层中4个身影若隐若现，静静看着下方的动静。呵呵，你们看，我就说这小子身上有古怪。楚轩看着下方的场景，淡淡说道。身边三女看着下方的场面，也是一时哑然。在秘境之中，这种级别的攻击，只怕几位师妹就算接下来了，也得落得一个重伤的下场吧。三人皆是一阵沉默，显然默认了楚轩的这个说法。刚刚下方叶松引爆的攻击十分恐怖，足足有着筑胎巅峰的威力，而且有着一股奇怪的破坏力，就像是有着2种截然不同的能量在同时破坏同一个物体一样，破坏力十分恐怖。那个堪比筑胎巅峰的紫云虎，在这一击之下竟然直接丧命了。在秘境中，三女扪心自问，确实很难毫发无损地接下这招。师兄，此人的攻击如此诡异恐怖，是从何而来的？萧雨嫣歪着头问道。根据九姐姐所说，那人不过化元3重而已，不可能发出如此威力的攻击，所以刚刚的攻击绝对是他借助某种手段发出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招式他不可能多次使用。楚轩看着叶松那焦黑的右手，眼神冰冷。果然是拥有着系统的人，手段确实不少，只可惜他本身的天赋太过孱弱，根本无法承受那些狂暴的手段。动用一次佛怒火莲而已，居然就差点废了自己的一根手臂。看来那未知存在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刺探信息的工具人而已。怪不得系统不让我亲自动手，原来是不想暴露自己。不过没关系，这秘境里面妖兽管够，5阶巅峰不行，那就换几只6阶的。楚轩一挥手，几道流光再度出现。森林远端，一只更加苍老的紫云虎骤然转醒。何人敢伤吾？吼！这一次的紫云虎竟然已经炼化了喉中横骨，已经能口吐人言了。烈火中央的空白地带上，叶松听到再度响起的虎啸，心中顿觉不妙。2只脚正打算迈步离开，却因为伤势过重，体力不支而摔倒在地。该死！究竟是谁？系统动用替死神符。一阵黑风吹过，地上只剩下了一滩灰烬。外界许多人看着天空中的光幕，窃窃私语。这次的秘境看来有许多娃子藏不住了啊！不过还是圣子圣女们比较厉害，牢牢占据前4名。忽然，一个光幕上急速上升的名字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个名叫叶松的弟子是谁？怎么忽然杀到第5名了？而且还跟第4名的方针传相差不大。这分数怕是击杀了一个5阶巅峰妖兽吧？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我太玄圣地难道又要出现一个麒麟儿？刚开始许多人不知为何莫名就对叶松这名字有好感，这2个字似乎有着什么神奇的魔力。虽然外面众人并不知道叶松是何许人也，但潜意识觉得叶松是个了不得的天才。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一会，直到叶松的名字暗淡了下去。叶松的名字怎么变灰了？是出问题了吗？看来他刚刚应该是趁着2个5阶妖兽对战才能捡漏击杀5阶巅峰妖兽的吧，如今恐怕是被抓现行了。蓦然，叶松的口碑急转直下，几刻钟后甚至没人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了，就好像刚刚叶松名字的魔力瞬间消失了一般。你们看，楚圣子的积分又多了一大截，他是不是击杀6阶妖兽了？凭借化元巅峰的修为就能击杀6阶妖兽，楚圣子的战力也太恐怖了。有这么一个圣子，是我们太玄圣地的幸运啊！太玄道狱中某个偏僻的角落，一个濒死的乞儿睁开了双眼。该死！究竟是谁？究竟是谁在设计我？
我辛苦了半个多月，受尽了苦难才得到的系统奖励啊！甚至连新手大礼包的一次替死神符都折进去了。可嗨，本来叶松的这具新身体就重伤濒死，气急攻心之下，叶松更是一口鲜血喷出。直至这时，他才想起来查看自己新身体的伤势，居然是一具凡体，资质还这么低下。叮，发现地级女子。地级是系统的最低评级，只能说性别对上了。叶松闻言转过头去，看到身边同样半死的另一个乞丐，就一眼他就差点吐出来了，太丑了，身上还有着一股难闻的恶臭。但想到自己的身体，他也只能捏着鼻子提枪上马。什么？这个乞丐四肢都变形了，要是再折腾一下就会死，那与自己何干？这种下贱的货色能给自己这个高贵的主角触发系统奖励，已经是他的荣幸了。这么丑陋恶臭的玩意，就算事后活下来了，叶松也是要灭口的。饿死鬼投胎的叶松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粉色元气越来越浓。地上那个四肢扭曲的女乞丐脸上一抹诡异的笑容，一闪而逝。师兄，那人死了吗？9天之上，方洛洛看着师兄手中的小猫咪，眼里满是星星，嘴角的口水更是擦都擦不完。刚刚尝过了，这种紫色的猫咪不仅可爱，还很可口。楚轩闻言摇了摇头，不知道，此人身上秘密不少，我也不好下定论。说着，楚轩扬了扬手中的紫云虎，正是刚刚攻击叶松的那只6阶妖兽。事到如今，先吃饭吧。此话一出，方洛洛直接欢呼雀跃，高兴地抱着楚轩蹭啊蹭。看得出来，他很想吃这可爱又可口的紫云虎。同样高兴的还有刚刚取得神火葫芦的萧雨嫣。刚才几人正好遇到了一个孕育了一火的葫芦，顺理成章，这葫芦就成了萧雨嫣的所有物。正好我刚刚得了新的异火，这种异火用来烧烤最棒了。说着，玉手在那火红色的葫芦上拍了一下。小家伙，等会好好努力，要是烤糊了，姑奶奶不会放过你的。神火葫芦中传出了一阵委屈的波动。本葫芦真是遇人不淑啊！我体内的火焰可是异火榜上有留名的神火，你居然让我负责烧烤！可是，一想起萧雨嫣体内的那个恐怖存在，小葫芦就蔫了下去。哎，烤就烤吧，能活命就行。生活不易，葫芦卖艺。主人，我这就给你整个活。轰！伴随着一声巨响，手捉风上最后一只6阶妖兽倒在血泊之中。呼，终于清理完了。楚轩长出一口气，看着面前的妖兽说道。他的身后是3个目瞪口呆的师妹。师兄，你是不是破解了太玄秘境的阵法了？萧雨嫣看着楚轩，双目圆称。面前的这个可是6阶巅峰妖兽，境界比2师姐还要高呢。大师兄刚刚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拳，这妖兽就这么死了，这肉体强度也太恐怖了吧。想着想着，他喉头滚动，咽了口唾沫。孩子有点饿了。手捉风乃是太玄圣地的12主峰之一，也是太玄秘境里面的12主峰之一。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理论，整个太玄秘境就是太玄圣地的缩影，但最后被推翻了，因为最后查出来太玄秘境才是祖宗，外面的太玄圣地才是后来者。换句话说，太玄秘境乃是太玄圣地的祖地。地方不错，果然是孕育出帝尊的土地。楚轩看着面前小了许多倍的手捉风，暗暗感慨。时间流转，很快就到了午夜时分。不知为何，太玄秘境中的月亮特别的大，尤其是午夜时分，苍穹上那轮皓月竟能占据1/4个天空。冰凉的月光温柔洒落，给整个手捉风镀上了一层银色。银色随着月亮的流转不断加深，最后竟是开始发亮了起来。整座手捉风都在发光。看到这一幕，楚轩知道是时候了。世人都说九秘之难难于地经，我倒想看看这所谓的阶字秘是不是真的这么难领悟。楚轩淡淡的声音响起，走吧，进去一探究竟。说完，4道身影走入了手捉风中。刚一上山，楚轩就感觉自己的心被漫天银光带着动了起来。虽然人还是在原地，但心神转眼间就走遍了整个手捉风。天与地合，天与地合，人于天地之间，物于天地之间，万物皆于天地之间。楚轩悟了。刚走进手捉风，楚轩就陷入了顿悟状态。二师姐，大师兄他一向这么变态的吗？方洛洛陷入了顿悟的楚轩问道。从小到大，方洛洛身边的人都说她的悟性绝世，作为身负道法开拓者的女人，她也当得起这些赞誉。3天入门大地经文，12岁将天剑圣朝的大地神通修炼到圆满。要知道，这可是许多圣人都无法触及的境界。而此时的方洛洛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迈入筑胎境不久的小女孩而已，悟性之卓绝可见一斑。所以方洛洛一直以来最引以为傲的
不是曾经的至尊剑骨，而是自己那超凡脱俗、匪夷所思的悟性。但是这一刻，看着面前陷入顿悟的大师兄，他有些自卑了。怎么大师兄刚走2步就悟了啊？我怎么什么都没感觉到呢？难道是我悟性太差了？习惯就好。这家伙的悟性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步。沈宁冰瞥了一眼停下的楚轩，淡然说道：“他已经习惯了楚轩的这种夸张的悟性了，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他了。大师兄的悟性就是这么逆天，你习惯就好。”萧雨嫣想起这段时间里面大师兄给自己指导炼丹的画面，也是点了点头。看一遍就能完全复刻自己动作，这悟性已经不能用变态来形容了。萧雨嫣对于楚轩悟性的评价只有2个字：逆天。正当萧雨嫣说话的时候，楚轩已经回过神来了。这阶字密不算难，而且还挺有意思的。短短的几个字，怎么伤害这么高？不算难，那我怎么一点都没悟出来？挺有意思。我看地上的蚂蚁确实挺有意思的。沈宁冰忽然觉得心好痛。楚轩这短短的几句话，伤害好高，字字珠玑，刀刀暴击，伤害太高，以至于沈宁冰一时语塞，都说不出话来了。大师兄，你领悟了阶字密了？方洛洛颤颤巍巍地问道，双眼中写满了不可置信。刚上山走2步，大师兄就悟了，他不会是在骗人吧？真的不算难。楚轩点头确认，随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也就比太玄剑诀那小学生作文稍微难上一点吧，难了一点，但不多。说完，楚轩身上的气息瞬间暴动，战力暴涨3倍之多，几乎无成本的暴涨战力，这就是阶字密的作用。随着楚轩的气息变化，三女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不是，大师兄你刚走2步，发了个呆，你就把阶字密悟出来了，你就这么水灵灵的悟了，还这么水灵灵的用出来了，而且用得这么熟练。要不是几人对楚轩还算了解，只怕都怀疑楚轩是不是早就学会阶字密了。这也太不真实了吧？为什么我明明也在山上？为什么我没有一点感受啊？我来的怕不是一个假的手捉风。好了，你们想学，我教你们就是了。楚轩看着面前目瞪口呆的3个师妹，摇了摇头。他们好歹也是堂堂天命之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这点小事就破防了，以后还怎么承担起天命的重任？看来这一届的天命之子心理承受能力有点不行啊。闻言，三女看向楚轩的眼神瞬间清澈了，就算没有说话，楚轩也能听到他们心中的声音。果真吗？大师兄，没事，这玩意挺简单的，以你们的天资，很快就能学会。楚轩微微一笑，安抚了一句，然后就开始给他们讲解起了阶字密。其实阶字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阶字密的阶就是那句话之中的阶，这句话也是阶字密的关键。阶字密的最大的目的与效果就是调动全身上下的所有力量，爆发出数倍于平日的战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秘诀就是天地同力。人体就是一个小天地，天地皆同力，自然就是人体中所有微元都同时出动，爆发出远超平常的战力。也就是说，阶字密更多的是一个开关，一个能开启人体所有能量的开关。经过楚轩的一番讲解后，3个师妹也各有领悟，其中2人盘膝而坐，直接在地上开始感悟了起来。同时他们身边骤然出现了不少若有若无的道云，显然他们已经有所领悟了。只有萧雨嫣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大师兄，我是不是悟性很差啊？萧雨嫣看着身边2个好姐妹都悟了，自己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心中十分沮丧。她也不想的，可是大师兄的话太过深奥了，她是真的一句话都没听懂啊。文化不高的回旋镖终于在这时候砸到了萧雨嫣的头上。看着面前泪眼盈盈的萧雨嫣，楚轩也是一拍脑门，暗道一声不好。糟糕，怎么忘记这个3师妹身上的鸿运齐天蛊了？这丫头出身将门世家，是真的一天学都没上啊。认字已经是她的极限了，刚刚说的话估计她是真的一点都听不进去。没事，刚刚是师兄疏忽了，我重新再给你讲一遍。楚轩摸了摸萧雨嫣的头，然后轻声给她重新讲了一遍。这次楚轩用更加简单易懂的话语将阶字密的原理讲了出来。简单的来说，那就是让自己浑身上下只有一个想法，干他丫的。只能说确实很简单粗暴，就算是萧雨嫣也是瞬间明了，大师兄太厉害了，他好帅，我好爱。没过多久，萧雨嫣也陷入了顿悟之中。楚轩布下几个防御阵法后，在山上百无聊赖地逛了起来。太玄秘境深处，似乎是被手捉风的动静所惊醒，一个身上满是古朴腐朽气息的残魂苏醒了过来，幽深的目光瞬间穿过重重阻碍，渺渺空间落在了方洛洛的身上。看来这一切终归还是回到正轨上吗？这一次你是否能走出最后一步呢？
骤然，残魂的目光转向了山上一个叼着草根的青年，仅仅一眼，他就认出了对方身上那天人合一的气息，那正是接自密的标志。这怎么可能？从午夜到现在，不过才1刻钟的时间，此人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领悟接自密了？接自密可是9秘之一，被誉为最贴近大道法则的9个秘术，十分难以参悟。就算是开创此秘术的帝尊亲至，也不可能这么快领悟。这小子的悟性究竟到达了怎样的地步了？片刻间领悟接自密，这悟性也太逆天了吧！而且此人还能帮人领悟接自密，此等悟性，就算帝尊众生也不过如此吧。许久，他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呵呵，看来这一次变得有意思起来了。这一次9天10地终于有机会破局了吗？如此说来，帝尊大人的谋划也是时候开始了。手镯峰上，楚轩的3个师妹顿悟了1天1夜后，终于转醒了过来。大师兄，这是什么？三女一醒来就看到了自己身前悬浮着的令牌，令牌样式古朴，上面散发着一股岁月的味道。正面2个太古时期的文字映入眼帘，背面也有着一个文字，但风格却与正面大相径庭，霸气、苍劲、气焰吞天。太玄帝。沈凝冰是第一个认出这3个字的人，毕竟他前世乃是女帝，见多识广，这种太古时期的文字自然也不在话下。不过念出了上面的文字后，沈凝冰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这不是帝尊传承的信物吗？怎么现在就出现了？难道说太玄圣地的末日要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东西是突然出现在你们眼前的，我根本看不清它的来历。楚轩摇了摇头，解释道。他确实不知道这令牌的来历，此物犹如凭空出现一般，突然就冒出来了。这玩意冒出来的时候，楚轩还在美滋滋地吃着火锅呢，谁知道眼前白光一闪，就多出了一个令牌。不过楚轩对于令牌的来历有着大概的猜测，在这秘境之中，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恐怕也只有秘境的控制者了。楚轩并没有将心中的猜测说出，而是转头看向沉默的沈凝冰。凝冰师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刚刚沈凝冰可是念出了令牌上的文字的，想来对此有所了解。沉默片刻后，沈凝冰才开了口。这个令牌很可能是太玄秘境中某个重要洞府的钥匙，那个洞府的最后一任主人乃是帝尊。沈凝冰缓缓说道。前世正是这块令牌引发了修炼界的一场狂潮，不过当时的沈凝冰不在太玄圣地，所以也只是见过画像。事后流传出来的画像与如今眼前的令牌如出一辙，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找帝尊洞府啊！那可是帝尊曾经9天10地最为强大的存在，天生地养，极尽而尊，一个万古未有的超级奇才。如果不是帝尊自我献祭挡住不祥，只怕9天10地早就覆灭了。萧雨嫣与方洛洛听到沈凝冰的猜测后，顿时来了兴致。显然两女对于帝尊十分推崇，不过也难怪，帝尊的大名楚轩也有所耳闻。太古时代最后的希望，天庭的主宰，9大天地之首，可以说此人的大名就算是在100万年后也仍然如雷贯耳。但就是这么一个无比惊艳的存在，却为了万族兴亡自我献祭，生生将挡下了席卷9天10地的不祥之祸。这样的存在怎么能不令人心生敬佩呢？兴奋半天过后，萧雨嫣与方洛洛终于问出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二师姐，帝尊洞府在哪里啊？寻找帝尊传承的第一步，自然是要知道传承在哪。如果不知道钥匙孔在哪，就算是再厉害的钥匙也起不了作用。这一点楚轩深有体会，虽然黑灯瞎火很刺激，但也很伤身体。沈凝冰闻言却是摇了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帝尊洞府十分隐秘，几乎从来没有在世人面前暴露过。这下3个女人都傻眼了，连地方都不知道，这下怎么寻找帝尊传承？总不能等那帝尊传承自己长久，跑到他们面前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事实上还真有。手镯峰不远处，一棵大树散发着金色光芒，神圣万分，一看就知道大树之中暗藏玄机，绝对有着大机缘。秘境深处，一个残魂眼神炙热地看着楚轩4人，眼中满是激动。快进来，都快进来，我都把门开到你们面前了，再不进来就不礼貌了。对此，手镯峰上的3女1男毫无察觉，只是静静沉默着。片刻后，楚轩开口了。既然不知道，那就到处走走吧，说不定就找到了呢。他对于所谓的帝尊传承并不感冒，反而心中隐隐有着一股异样的感觉。这一切是不是有点太顺理成章了？4人刚刚领悟了阶字秘，这所谓的帝尊洞府的钥匙就出现在他们眼前，这明眼人都看出不对了吧？等一下是不是就要把帝尊洞府弄到自己眼前了？大师兄说的对，反正我们也没事做了，就在这核心区域走2圈吧。
萧雨嫣眼前一亮，正好他想留在秘境中。这景色，这月光，要是能够与大师兄两人独处，他不就有机会了吗？要是路上遇到什么高阶妖兽，他直接钻到大师兄怀里，然后再撒撒娇。他就不相信大师兄这都不动心。既然如此，那就到处走走吧。见几个师妹都同意了自己的建议，楚轩也就出发了。至于方向，这不是有个锦鲤小师妹吗？萧雨嫣与方洛洛两人，一个红色气运，一个金色气运，有这两人在，还用担心找不到路？萧师妹，把眼睛闭上。楚轩的声音在萧雨嫣耳边响起，顿时这暧昧的话语让少女涨红了脸。大师兄，师姐师妹还在呢。说是这么说，但萧雨嫣还是听话的闭上了眼睛。同时少女的心中早已天翻地覆，原来大师兄这么直接的吗？根本不避讳师姐师妹的。不过这么霸道的大师兄我更喜欢了，要是能再霸道一点就好了，我都能接受的。就是今天日子不太对，不能更进一步确认关系，太可惜了。不过自己有手有嘴，只要大师兄想要，我都行的。月光下，萧雨嫣那张绝美而妩媚的脸蛋微微抬起，嘴巴轻轻抖动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很快她就等到了，不过不是她想象中的亲吻，而是一只有力的大手直接抓住她的肩膀，狠狠一甩，让她转了起来。大师兄，你这是在做什么？方洛洛好奇地看着楚轩的动作，小小的心灵藏着大大的疑惑。大师兄怎么把三师姐打得转起来了？难道说这是他们之间什么奇怪的情趣吗？可是这样子不会难受吗？成年人的世界好难懂啊。沈宁冰也向楚轩投来了好奇的眼神，他也想知道楚轩这是在做什么。显然楚轩的行为也涉及到这位女帝的知识盲区了。我再决定等会走哪边。楚轩解释了一句，然后静静等待。做选择这种事情肯定是让锦鲤体质来啊。萧雨嫣身上的气运词条可是红色的，这是什么概念？金色词条的方洛洛已经算是天道亲女儿了，萧雨嫣的红色可以说是天道亲爹都不过分。天道亲爹指的路怎么可能有问题呢？就算萧雨嫣随便一指，都有可能是完美答案。这几天里面就已经有端倪了，方洛洛随便走走就能找到一些不错的药材，萧雨嫣则不一样，就算不走也能有迷路的万年野山参撞到他怀里杀。为什么楚轩不亲自动手？那肯定是因为他懒啊。做选择题多费脑筋，不如将这个机会让给可爱的师妹们。楚轩只要当一个脑袋空空的打手就好了。当然楚轩并没有将其中缘由明说出来，这毕竟是他从系统面板上知道的，刨根问底起来他解释不清楚。等到萧雨嫣转了有一会了，已经开始晕头转向的时候，他才开口说道：三师妹，现在找一个你觉得安心的方向停下来。听到楚轩的话，萧雨嫣瞬间知道了楚轩的目的，心中顿感委屈。好你个大师兄，居然把我当作人肉丝男！我看错你了。楚轩的行为激发了少女的逆反心理。哼，你让我停下来是吧？我偏不。我萧雨嫣今天就算是转死在这里，从这手镯峰上跳下去也不会停下来的。看着萧雨嫣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楚轩也是有点无奈，好像自己刚刚的行为被师妹误会了啊。对不起，萧师妹，刚刚是师兄的不是，师兄错了，日后答应你一个要求，好吗？楚轩道歉的声音在萧雨嫣耳边响起，瞬间平息了少女心中的所有不满。大师兄都道歉了，还能怎样？这个语气的大师兄超温柔的。他还说了，日后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太好了，我上位的机会来了。嘿嘿嘿，大师兄真好。得到了尚方宝剑的萧雨嫣心情顿时美丽了起来。安抚过后，萧雨嫣乖乖找了一个自己心仪的方向停了下来。好巧不巧，正好与那棵发光的大树方向相反。既然萧师妹想走这边，那就朝着这边出发吧。楚轩带着3个师妹开始在秘境中闲逛了起来。该说不说，锦鲤确实厉害。在萧雨嫣的指路下，短短1个时辰，众人就捡到了3个大宝贝，其中1个还是破损的圣器，而且还顺利躲过了4、5个帝尊洞府入口。大震之后刚刚苏醒的残魂阿米诺斯，该死，这丫头是什么来头？衰神附体不成，怎么每次都能选到相反的方向啊？残魂心中无比烦躁，已经将萧雨嫣与楚轩的祖上18代都骂了一遍。他从来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把洞府入口放到他们脸上了，这群人居然还能毫无察觉。而且自己的运气似乎非常不好，刚刚有几次明明已经有人快要看到入口了，那附近忽然就出现一些动静，将那几人的注意力转移了过去。阿米诺斯，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这年头连送个机缘都这么难了吗？不行，我就不信了，这群人能一直躲开。忽然
残魂心中涌现了一股该死的胜负欲，他开始动用秘境本身的力量，继续不断在楚轩等人身边安排帝尊洞府入口。不过他显然不懂天道清爹的含金量，又尝试了10几次，都无功而返。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楚轩一行人前后都各自开了一个入口，前面或后面，2选2总不能出问题吧？这一次的气灵残魂自信满满，前后夹击，优势在我，这还能输？我就不信这次还能错过，要是错过了，我当场就把这秘境大阵给吃下去。现实总是残酷且爱开玩笑的，前或后，萧雨嫣选择了后。萧雨嫣一时兴起，追着身边那只调皮的蝴蝶，朝着左边来了一个急转弯。其他3人也不疑有他，跟了上去。前后两边的设计直接作废。操！这一幕直接将气灵残魂气得不轻。他坐镇太玄秘境无尽岁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缠的小鬼。妈的，怎么会有这么眼瞎的人啊！老子都快把机缘塞到你嘴里了，你给我追蝴蝶去了！气灵盛怒之下，直接开始了一顿无能狂怒，疯狂乱砸。整个隐秘空间都被他震得摇摇欲坠，余波阵阵拍打在太玄秘境的大阵之上，引得大阵摇晃连连。不过还好，大部分都无法感知到秘境大阵的存在，所以也就毫无察觉。除了2人，楚轩与沈凝冰，2人看着天空中的细微波动，都是眉头一皱。沈凝冰在好奇秘境之中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上一世太玄圣地是在近1000年之后才轰然倒塌的，太玄秘境中的帝尊传承也是突兀出现。他当时并不在圣地之中，所以对这些事情并不太了解。原本之前突兀出现的帝尊洞府秘钥就已经让他很是奇怪了，如今秘境大阵又出现了奇异波动，这一切都跟他所熟知的前世不太一样。难道说这一世的太玄秘境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过就算世间一切都颠覆了，那又如何？只要前世的修行记忆是真的，那就足够了。实力才是这个世界最关键的东西，只要自己将实力提上去了，那就能巍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楚轩则是在啧舌，这暗中的存在可真是沉不住气啊！这才哪到哪啊，居然就如此大发雷霆！要是等会天道发作了，让萧雨嫣从他的十面埋伏中走出，那不得毁天灭地。楚轩对于那莫名其妙出现的异动自然是知道的，这么耀眼的光芒，只要是个人都能感觉到吧？也就萧雨嫣那个缺心眼的狗运王看不到，每次都将其避开。不过那个莫名出现的空间波动总是给楚轩一种诡异的危险感。楚轩的气运词条可是比萧雨嫣还厉害的，这种直觉绝对不会出问题。那个突然出现的异象绝对有危险，而且他已经将天空中的大阵琢磨明白了大半，如今已经能解放自己的神识了。顺理成章的，楚轩也能感知到大阵的后方有着一位神秘的存在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综合考虑下，楚轩最终决定听之任之，并没有说出那不断出现的诡异波动。师兄，这是我刚刚找到的上古乾坤剑，你看看合不合适？萧雨嫣手里拿着一个戒指，走到楚轩的身边递了出去。这是他刚刚追蝴蝶找到的好东西。上古乾坤戒制作工艺特殊，不仅其中空间十分巨大，而且还能容纳部分活物，最重要的是还有某种特殊含义。表面上他甜美恬静，等待着楚轩接受戒指，内心里他已经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锐爆鸣。大师兄，你一定要接受啊，这可是我们的定情戒指。九姐姐说上古时代男女互送戒指就代表着定情了。大师兄，你接受了我的上古乾坤剑，那就是接受了上古时期的约定，没毛病。只要大师兄接受了，我就直接帮他戴上去，这样就有理由摸大师兄的手了。大师兄的手软软的香香的，嘿嘿嘿。想着想着，萧雨嫣抹了抹嘴角的口水，让自己看着不要这么变态。对于这个戒指，楚轩是不想收下的，毕竟作为一个穿越者，在他眼里男女之间相互赠送戒指有着特殊的含义。不过看着萧雨嫣那期待的眼神，楚轩也不好拒绝。也罢，就算真的有那方面的含义，他楚轩也认了。这里是玄幻世界，对于道侣方面的看法截然相反。无论男女，一对多的情况十分常见，有许多甚至出现了十分畸形的依附关系。毕竟玄幻世界实力为尊，有些人为了实力选择出卖自己，这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师尊都不介意了，甚至这些师妹都是师尊亲自挑选出来的。如此一来，楚轩也就更加放心了。还行。楚轩淡淡的点了点头，随后快速收起戒指，丝毫不给这个丫头动手动脚的机会。他一眼就看出来萧雨嫣心里那些小九九，这丫头绝对想占自己便宜。东西可以收，但便宜是不能被占的。刚入门的小师妹还在看着呢，影响不好。看着楚轩收下戒指，
沈凝冰心中莫名出现一种奇妙的感觉，酸涩、苦楚，还有些许的嫉妒。沈凝冰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想知道最后一种情绪是什么。他现在只知道，他很想将萧雨嫣赶走。师尊，这就是你所说的我前世所缺少的部分吗？很奇怪，但感觉不错。二师姐加油啊！心中如此想着，萧雨嫣不着痕迹地瞟了一眼沈凝冰一眼，眼神中是满满的挑衅，至少在沈凝冰眼中是这样的。对此，沈凝冰的脸上没有多少波动。虽然内心此刻五味杂陈，但数千年的记忆让沈凝冰习惯性地将内心隐藏起来。好了，继续走吧，这半天下来连帝尊洞府的影子都没看见，你也好意思在这撒娇？脸上没有反应，但少女的嘴巴却很诚实。沈凝冰淡淡的声音响起，直接坏了萧雨嫣的好事。萧雨嫣闻言也只能恋恋不舍地松开双手，继续依靠着自己的感觉带路。旁边方洛对这一切十分好奇，怎么感觉师兄师姐们的关系怪怪的？大师兄跟师尊相处的感觉也很怪，他们对于大师兄好像都有一种莫名的亲昵。难道说这是飞来峰的传统，还是说靠近大师兄会很舒服？想着想着，方洛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要不然我也去黏着大师兄。方洛的想法很危险，但少女还不自知。同样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还有楚轩。楚轩看着面前兴致不高的萧雨嫣和那个好像有点得意的沈凝冰，一时间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自从领悟了接字秘以来，他的主要心思都集中在破解秘境大阵上。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情十分重要，甚至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自己的直觉，楚轩向来是相信的。正是这个直觉让他在刚刚身穿过来的时候找到了师尊。如今楚轩的气运还大幅度飙升，这个直觉更不会害他了。一行人继续走着，走走停停，转来绕去，如有神助一般，四人一直刚刚好躲开了气灵部下的所有入口。该死，该死！这年头怎么连送个机缘都这么难啊？数千年来第一次苏醒就遇到了一个衰神。气灵老头急得直拍大腿，力道之大，直接将他那虚幻的下半身都拍散了。啪！虚幻的半截身躯瞬间化作青烟溃散开来，而后丝丝缕缕的青烟又缓缓凝聚，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气灵的身躯更加虚幻了。恼羞成怒，发泄了好一会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妈的，爱谁谁，老子不伺候了！你们不接受帝尊大人的传承，是你们的损失，我才没有很想你们接受传承呢。气灵老头道心几近崩溃，在虚空之中抱着头喃喃低语，丝毫没有注意到楚轩四人已经朝着一个破旧的山洞而去了。这令牌有反应了。方洛惊喜地感受着怀中滚烫的令牌，大声通知着师兄师姐们。其他几人自然也有所感应，纷纷拿出那枚帝尊洞府令牌。令牌挣脱开主人的束缚，朝着山洞深处飘去。见状，楚轩动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到前方没有什么危险后，才走上前去。其他三人也没有犹豫，直接就跟了上去。令牌飘过了一段狭窄的洞道，洞道之中越来越狭窄，正好只能容纳一人通过。楚轩无奈之下，只能侧身进入。到深处时，楚轩甚至都被挤压得有些难受了。上面没什么，主要还是下半身，大腿太粗，正好卡住了，过不去。嗨，不过这点小事肯定难不倒楚轩。楚轩如今可是融合了7、8个圣体级别的金色肉体磁条，稍微一用力，那原本坚硬的岩壁就如同豆腐一般纷纷碎裂。楚轩过去之后，就轮到了沈凝冰。壮硕的胸膛将沈凝冰死死卡在洞道之外。二师姐，你怎么过不去？是太胖了吗？萧雨嫣看着被卡在中间动弹不得的沈凝冰，心中忽然有了一种奇妙的快感。哈哈，二师姐你也有今天，让你长这么大，出问题了吧？大舅一定好吗？师兄喜欢才是王道。来，我帮你挤挤。小狐狸萧雨嫣不怀好意地走到沈凝冰身边，不过沈凝冰下一刻直接气息一震，将萧雨嫣吓了回去。随后沈凝冰运转元气，集中在了自己的肉身之上。我倒想看看，是你这石头硬，还是我的肉身强？咔嚓咔嚓，无数细小的碎石掉下，沈凝冰最终还是过去了，就是洞壁之上多了一道深痕的凹痕。不愧是二师姐，果然凶残。二师姐果然是你，太凶了。看着这一幕，萧雨嫣打了个哆嗦，心中暗自庆幸，还好刚刚没有上去动手动脚的，不然这留下痕迹的就不只是石壁了。自言自语了几句后，萧雨嫣也走入了洞道之中。明明萧雨嫣在那狭窄的洞道并没有什么阻碍，但她还是走得很慢，一只手感受着胸前的空间，心中不断发出哀鸣。
为什么人与人的差距这么大啊？直到身后的方洛洛时再忍不住了，给了这个不靠谱的师姐一脚，这才让萧雨嫣走了出去。初级峡复行数十丈，豁然开朗，这就是这个山洞的写照。数十丈后，一个巨大的洞厅出现在了4人眼前。洞厅之后，一个古朴的石门映入眼帘。帝尊洞，几枚令牌自行飞到石门前，随后光芒大作。嗡！随着令牌的变化，那数十丈大小的石门也开始变得虚幻了起来。不多时，一个1人高的空间漩涡出现在了石门之上。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吧。楚轩见状没有丝毫迟疑，直接走了进去。如今他已经完全破解了这秘境的阵法了，能有如此快的破解速度，还要多亏了前段时间在藏经阁的恶补。师尊归来的这半个月里面，楚轩除了交公粮，就是在藏经阁中参悟典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楚轩就已经将藏经阁的大半典籍看了个遍了，尤其是那些关于阵道的，他看得尤为多。主要是看得快，几个呼吸楚轩就能看懂一个大阵。之所以能有这个速度，还是3个词条共同发力的结果：阵道至尊、双金、悟性逆天、唯一、万法通明、红。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楚轩就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阵道宗师。虽然只是理论上的阵道宗师，不过有着悟性逆天的加持，楚轩有自信能够一眼看懂所有阵法。至于破解，那就得耗费一些时间了。就像如今这样，太玄秘境的阵法是货真价实的大地阵法，所以楚轩花的时间多了一些。他花了足足3天的时间，才将秘境大阵完全掌控。完全掌控秘境阵法后，楚轩终于知道了暗中躲藏着的存在是什么，是一个来自远古的残魂。看样子应该与帝尊有关。啧，看来这所谓的帝尊传承看着诱惑十足，实际上包藏祸心啊。楚轩心中暗暗骂了一句，但也没有放在心上。如今的楚轩已经完全掌控秘境阵法了，就算有问题他也不担心。秉持着来都来了的精神，楚轩第一个走了进去。后续沈凝冰、萧雨嫣、方洛洛几女也跟了进去。漩涡之内改天换地，众人出现在一个鸟语花香的草原上，绿草如茵，蝴蝶纷飞，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里其实不太对。看上去生机盎然，但仔细感受之下却是一片死寂。显然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障眼法。跟着感觉缓缓前进，众人打起了12分精神。天空之上，虚空深处，气灵残魂死死盯着下方的3女1男，脸上满是怨毒。该死，该死！这些人为什么能找到真正的入口？我想夺舍一具合适的肉身，就这么难吗？气灵看着地上的楚轩等人，满眼的贪婪，但脸上却是无可奈何。我不想再困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秘境中了，我要出去，我要拥有自己的人生。他一路上给几人开这么多传送门，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机会，一个夺舍的机会。一旦几个人进入了他开启的传送门中，那就会被他分离开来，总有人会陷入一个落单的境地。他作为气灵，不仅能够控制太玄秘境的阵法，还能从秘境中获取近乎神火境的力量。不要小看这个神火境，在秘境中，神火境的实力已经几乎无敌了。神火境与化元境中间不仅仅是相隔了2个大境界，中间还相差了一次大蜕变，点燃神火的蜕变。可以说，点燃神火已经是一种生命层次上的跃迁了。这是一个人与神的蜕变，凡人是不可能与神灵对抗的，除非他遇到一些常理之外的天才，就像400多年前的那位一样，光是凭借着化元巅峰的修为，就能将一个神火境的傀儡生生打烂。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那种级别的天才，就算是太古时期也没几个。距离这种人上一次出现，才不过400多年，不可能再来一个的。那种恐怖分子，不可能再度出现的。等到楚轩等人分开后，气灵凭借着神火境的力量，还不是随意宰割这些鱼肉吗？但是眼前的现实狠狠给了他一耳光。气灵完全没有想过，居然会有人运气这么逆天。那个叫萧雨嫣的丫头，居然光靠感觉，随便瞎选就能走到帝尊洞府前，而且她一路上还能避开自己设下的所有陷阱，这种运气，气灵也只能说一声服气。妈的，狗运王！不过还有机会，我记得洞府中有一个时空塔，到时候我趁机将那小子截下来就是了。气灵看着楚轩，两眼放光。说实话，他太羡慕楚轩了，一副皮囊天下无双，简直是女人看了都得羡慕的水平，气质更是超凡脱俗，光是在那站着就能迷倒万千女性。最恐怖的是此人的资质悟性，论悟性，此人不到半刻钟领悟皆自秘，堪称前无古人。就算是帝尊当年领悟其他9秘的速度也没有这么恐怖。论资质，楚轩不到22就已经是真一3重的高手了，同样是堪称前无古人的修行速度。气灵作为整个太玄秘境的气灵，
自然能够看出楚轩的真实修为如何。这天赋简直比当年的帝尊都牛逼。理所当然，气灵的第一选择是楚轩。这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太气人了。3个角色每人在旁，居然无动于衷。要是换作是本座，绝对全部照单全收。放心吧，等本座继承了你的肉体，会帮你好好照顾这几大美人的。气灵虚幻的双眼中闪过一丝淫邪。诞生这么久，本座还没有尝试过女人的滋味呢。不过这小子现在还没有发现时间空洞，还不能轻举妄动，万一打草惊蛇了，那就亏大了。慢慢来，慢慢来。这里怎么全是一些功法啊？萧雨嫣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玉简，头都大了。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功法了，毕竟他已经修炼了自己的功法真言9变，正道之前都无法更换功法。沈凝冰与方洛洛随意挑了一些看了一眼后也放弃了，这些全是太古时期的功法，太过粗糙了，不太适合现在使用。所以最终还是楚轩查看了所有。不过有着悟性逆天的加持，楚轩倒也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大师兄，这里好像有一个时空塔。楚轩等4人面前屹立着一座高塔，高塔处立天地间，如一座不朽丰碑。塔身散发深邃光泽，镌刻着无尽的神秘古朴纹路，周围时空之力波动，似无形漩涡，吸引着楚轩的心神。塔下基石巨大坚固，刻满古老咒语与封印。时空塔，第一眼沈凝冰就认出了眼前的高塔为何物。时空塔是上古以前一种大教之中才能动用的特殊手段，有些势力将它称为时空洞、时空界，实际上都一样，其中都是一个与外界流速不一样的空间，让修行者在其中修炼更长的时间。不过在上古时代结束以后，这种空间就十分少见了，主要原因是时空大阵的镇眼原料之一时空蠕虫已经完全灭绝了。时空塔中时间流速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中的时空大阵。根据时空大阵的阵眼等级不同，其能调整的时间流速也不同，最高的比例甚至能够达到100:1。也就是说，在时空塔中度过100年时光，在现实中才刚刚过了1年，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在岁月的眼皮子底下蹦迪了。当年万族正是凭借着这么一个好东西，源源不断的培养天赋出众的天骄，才能抵挡住那铺天盖地的不祥暴动。介绍完时空塔的作用后，看着眼前的时空塔，沈凝冰眼中光彩连连地问道：师兄，我们要不要进去？显然他对于这个时空塔十分异动，这可是能真真切切让自己多出很长一段修炼时间的好东西。进去自然是要进去的，但进去之前，我先跟你们交代好修炼方面的事情。楚轩看着面前的万丈高塔，眼神闪动，似乎他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一样。没给几个师妹刨根问底的机会，楚轩直接将一些注意事项说了出来。沈师妹，完整版的太玄经我已经全部传授过给你了，你按照之前所说的安心修炼便是。萧师妹，这是我这段时间里面搜集而来的异火，应该足够你修炼一段时间的了。方师妹，你记得多吃点东西，好好补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饿坏了身子，会长不大的。楚轩一边说话，一边将东西交给萧雨嫣与方洛洛。最后一句话说出口，萧雨嫣原本那开心的表情瞬间耷拉了下去。我怀疑师兄在嘲讽我，我还有证据。挺凶。什么叫长不大？我明明也不小好吧，只是没有师姐师尊那么夸张，都比自己的头都大了，一只手根本放不下，方向舵掌控不住，非洲的行驶质感很不好的。楚轩没有理会被戳到了痛点的萧雨嫣，而是继续交代着一干注意事项，就像是一个叮嘱儿女的老妈子一样，絮絮叨叨，但让人心中一暖。好了好了，东西都交代完了。终于楚轩大发慈悲，将几个师妹推进了时空塔的大门，他自己则是停在原地，细细感受着时空塔的奇妙。楚轩自然是要借机感受时间法则的。时间法则是9天10地中最为强大的法则之一，时间之力任何人都无法继续抵挡，因此楚轩一直都想要感悟一下时间之力。不过掌控时间法则的人太过稀少，整个太玄圣地都没有一个，所以楚轩一直没有机会感受时间法则的奇妙。如今正好忙里偷闲，小感悟一下。啪啪啪，半晌后，楚轩身后鼓掌的声音响起，一个虚幻的身影走了出来，正是窥伺已久的气灵残魂。看来你是真的感受到了本座的存在了。气灵残魂抚掌笑道，虚幻的脸上写满了惊奇。不错，我不仅知道你的存在，还知道你想干什么。楚轩睁开眼，淡淡说道，青年的声音中不带丝毫感情，根本判断其主人的情绪。哦，那你说说，本座想做什么？气灵负手而立，眼神一眯，一抹狡诈，一纵即逝。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正在不断调取着秘境的力量。看到面前楚轩的表现，他隐隐觉得
有点不对劲，自己的这个猎物有点太镇定了，就像是自己才是猎物一样。你想要脱离这个秘境，对不对？楚轩淡淡一笑，将对方的目的说出。其实在进入帝尊洞府后，气灵在大阵空间里面说过的话，楚轩都一清二楚，甚至从那时候开始，楚轩就已经能够调动大阵将其镇压。之所以留着他，是希望他说出一些关于帝尊的信息而已。哈哈哈，你知道又怎么样？还不是要乖乖受死。被揭穿目的的气灵不再掩饰，一双半透明的眼睛死死盯着楚轩。放弃吧，本座可是有着秘境大阵加持的，能够爆发出神火境战力。你的修为如今被限制在化元巅峰，根本不可能是本座的对手。气灵极力渲染着自己的强大，企图摧毁楚轩的求生欲，这样他在夺舍的时候效果就更好。小子，你的肉身我就笑纳了，我会好好。然而气灵嚣张的声音戛然而止，一只修长的大手将他的喉咙死死掐住，同时一股无力感从他的灵魂深处涌出。你怎么可能？气灵双目圆撑，死死盯着面前的楚轩，眼中满是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掌控秘境的阵法？楚轩嘴角勾起一个讥讽的弧度，帮对方将问题问完。随后他又立即给出了答案。那肯定是因为这里的大阵太简单了，区区大地阵法不过尔尔。你眼里繁复无比的秘境大阵，在我这就像是娃娃写字，简陋不堪。砰！楚轩大手一捏，气灵残魂瞬间崩灭，化作青烟随风消散。下一刻，楚轩手中只剩下了一块温润如玉的骨片。说谢谢了吗？没礼貌。偏偏少年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悦。真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我都大发慈悲给他回答问题了，一句谢谢都没有。算了，下辈子注意点就好，如果有的话。说完，楚轩看着手中的骨片，开始查看其中内容。这是刚刚那个残魂的留下的物品，也是他的根本。刚刚的残魂其实并不算是秘境的气灵，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管理员而已。他只是手中骨片在漫长岁月中诞生出的一抹灵智。很快，楚轩就阅读完骨片上的所有文字。帝尊斩道诀，帝尊斩道诀，最顶尖的大地经文。这是楚轩在通读一遍之后得出的结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帝尊斩道诀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太玄经、皆自秘，已经达到了一个几乎无人能够练到圆满的地步。不过练到大成的门槛却不高，只要按部就班即可。斩却3000道，震我通明心。楚轩又默念了一遍其中的内容，开始深度剖析其中的含义。帝尊斩道诀是帝尊基于道家斩三尸秘术的基础上创立的一门无上功法，通过斩却大道，斩却三尸，从而助人斩断自身的执念、欲望与杂念，实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圆满修成之后，威力巨大，所有曾经斩落的东西都能重新回到修炼者的手下，成为他的力量。不过这最后一刀是我斩大道，还是帝尊斩我呢？楚轩看着手中的骨片，脸上出现了一丝玩味。在他那逆天的悟性之下，楚轩一眼就能看出这门功法有着很大的问题。帝尊斩道诀开始的修炼之中，要斩却大量的情感与欲望，人没了这些就会迷失，会失去自我。也就是说，修炼这门功法的过程是一个迷失的过程。修炼者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渐迷失自我，成为另外一个自己，或者说成为下一个帝尊。圆满前的最后一刀是斩向过去，也是彻底杀死自己。圆满之后，我还是我吗？还是说我成了帝尊呢？楚轩捏着手中的白玉骨，嘴角泛起一抹冷笑。白玉骨听闻了楚轩的话，似乎是被揭穿了什么，直接开始疯狂颤动，一副要逃离楚轩的模样。不过他失败了，楚轩早已经动用了此地大阵的力量，将这块骨头死死镇压住。不过这帝尊斩道诀也不是一无是处，稍微改改还能用。哼哼，拿来吧你。白玉骨中一抹怨毒的精神波动一闪而逝，随后彻底归于沉寂。这时空塔怎么回事？我怎么进不去了？多次尝试进入时空塔失败后，楚轩接受了进不去的事实。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但那很可能会影响到里面的师妹们。稍加思考后，他还是没有强行进入。算了，反正师妹们在里面也不会有事，就不用折腾了。时空塔一时半会也不会打开，找一处地方修行吧。楚轩在时空塔不远处找了个地方，也开始了修行。时空塔中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其中并没有危险，因为时空塔中的空间在未激活的时候是无法容纳活物的，只有激活时空塔后，里面的空间才能容纳活人。如此一来，其中自然不会有风险了。2个月一晃而过，一股惊天气息在时空塔不远处爆发。帝尊洞府中，所有的天地元气瞬间朝着一个地方疯狂涌去。刚刚气息爆发的源头处，一个硕大的元气漩涡骤然出现，不断鲸吞着所有天地元气。
神王境3重，还算不错。出现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满意的点了点头。刚刚进入秘境的时候，他还是真一敬一重，如今短短2个月就已经神王境3重了。就这，还是因为他这段时间里面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修改帝尊斩道诀了，修炼时间并不多。不愧是武红的修炼天赋词条，这修炼速度简直了，还有这吞天噬地也是真的好用。如果让楚轩自行炼化这么多的能量，修炼速度应该不会这么夸张。不过动用吞天噬地的能力就不一样了，一个正常需要炼化1天的丹药，楚轩如今1刻钟就全部炼化了，简直不要太爽。忽然间，楚轩都有点想谢谢江无尘了。如果那家伙还能听到的话，照这种速度下去，我再过2个月就能成圣了吧？楚轩心中暗暗估算着，心情有些激动。再过2个月就能成圣，要是再过1年，岂不是就能追上师尊了？到时候师尊应该不会抛下我了吧？不过进入圣人境界后，修炼速度将会大打折扣，1年时间还是太短了。如今的楚轩已经有所察觉了，神王境的2次突破所用时间是之前的好几倍，到了圣人境界，突破难度只会更加高。楚轩摇了摇头，把注意力转向了时空塔的方向。正好是楚轩刚刚突破的时候，时空塔有了动静。沉寂了2个月的时空塔忽然光芒大作，那尘封已久的大门缓缓打开，3道身影从中走出。沈凝冰变化不大，倒还是从前那副模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高了些许。萧雨嫣与方洛洛则是天翻地覆。萧雨嫣如今除了模样多了些许成熟外，身材完全大变样，2座大山拔地而起，恨不得顶到楚轩的脸上。一双狐狸眼看向楚轩的眼神更加热切。方洛洛的变化虽然也大，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她只是完全脱去了之前的那副柔弱模样，气色正常了许多。身材方面朝着师尊靠拢，柔美的同时又极具力量感。一句话总结，前凸后翘，规模不小。大师兄刚一出来，2个身影就扑到了楚轩的怀中，用肉体诉说着这段时间里面的思念。大师兄，我好想你啊！方洛洛一个拥抱后就跑开了，双眼微微眯起，就像一对漂亮的小月牙。反而是更加年长的萧雨嫣死死抱着楚轩不放。大师兄已经长大了，很大很大的那种，话语中满是怨念。说着，少女还骄傲地挺起了胸膛，也不知道她的身材是用什么手段弄出来的，触感不太对。好了，别闹了，你家这么多东西，不难受吗？楚轩没好气地推开了萧雨嫣，还顺手将萧雨嫣打回了原形。这妮子对自己的身材也太不自信了。平心而论，萧雨嫣虽然规模不大，但也不算小，只是平日里的对手都太超模了而已。你们在里面待了多久了？时间应该不短吧？一番寒暄后，楚轩开口问道。2年。沈凝冰淡淡说道，话语中藏着一丝欣喜。这可是平白多出来的2年时间。这2年里面，他苦修不辍，炼化了好几颗神品玄冥珠，终于来到了神火境9重。凭借着这个突飞猛进的修为，他在时空塔的独立空间中，天骄排名也一直稳坐第1，不过第2之人如今已经换成是方腊洛了。如果不是我一直有着系统的帮忙，只怕已经被小师妹狠狠甩在身后了吧。沈凝冰不着痕迹地看了方洛洛一眼，暗自为他的天赋感到心惊。大师兄，我已经19了，已经成年了。萧雨嫣则是一如既往的跳脱，说着还悄悄将自己的衣裙向下拉了几分，露出更多的雪白。心里的那点小心思都快写在脸上了。1比10几的时间流速比例嘛，看来这个时空塔等级还不低。说到这里，楚轩心中多了一丝惋惜与愤怒，早知道自己就该强行进去的。不过那个欺凌肯定会从中作梗的。对于对方的计划，楚轩是知道的，对方自言自语的时候，他通过大阵听得一清二楚。每念及此，楚轩就忽然有点后悔了。马德，那个残魂死得太简单了，早知道就该留着他，将他狠狠折磨千万万遍的。2年啊2年，这可是整整2年啊！自己修炼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够2年啊！自己如果能够多出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能证到大帝，陪着师尊去仙界乱杀了吧。武红词条准仙帝之姿的含金量，懂又不懂啊。如此想着，楚轩又拿出了那块白玉残骨，狠狠地捏了一把。不过他其实也不算亏，帝尊斩道诀其实还挺不错的，至少楚轩从里面提炼出了不少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分身之法。师兄，我想跟你切磋一下。一直冷冷清清的沈凝冰开口了，一袭黑衣，依旧是那么的冷冷冰冰，不近人情。甚至在时空塔中待了2年，沈凝冰更加冷漠大胆了，都敢对着大师兄发出挑战了。楚轩看着面前绝美的少女，心中一阵惆怅，刚想开口说些什么，身边的气温就急速下降，一股寒意扑面而来。沈凝冰竟然直接动手了。
一柄长剑瞬间出现在了楚轩眼前，上面还萦绕着无尽道泽。一剑挥出，天地之间顿时生出了无尽的阴阳二气，不断搅动着天地风云。圆满级别的太玄剑诀。沈凝冰目光炯炯地看着面前的白袍身影，心中满是战意。他有自信，这一剑即使是真一境九重来了，也要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大师兄前几天才刚刚突破真一境，2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突破多少。自己登顶天骄战力榜的机会来了。看到这一剑的时候，楚轩眼神微微一闪，随后又恢复了正常。差点忘记了，这位师妹是女帝重生，太玄剑诀的造诣高一点很正常。不过这丫头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了？楚轩微微一笑，随后一手探出，2只手指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沈凝冰的剑身上，轻轻并拢。沈凝冰来势汹汹的一剑就直接止住了去势，不能动弹分毫。那漫天道则与阴阳二气瞬间消失，无影无踪，就如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太可怕了！一旁观战的萧雨嫣与方洛洛此时都看得目瞪口呆，2根手指就将二师姐镇压了，大师兄现在究竟是何等实力了？2双眼睛大眼瞪小眼，眼睛中的心思各异。萧雨嫣，看来我强势镇压大师兄的计划泡汤了。方洛洛，大师兄的这一招好帅，我也要学。想不到大师兄实力如此之强。沈凝冰松开长剑，看向楚轩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凝重。既然如此，那师妹我就不再留手，大师兄小心了。说完，沈凝冰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浑身气息迸发。轰！一股白色的光芒从他的身上浮现，让本就清冷的沈凝冰多出了一丝圣洁的感觉。飞仙诀，白光带着一丝不属于9天10地的气息飞出沈凝冰的掌心，霸气绝伦，无坚不摧，无物不破。在这圣洁无比的白色流光之下，世界一切光芒都变得无比黯然，天地万物似乎都失去了色彩。白光横扫而来，瞬间到了楚轩面前。有意思。楚轩看着面前的这道攻击，眉头微微一挑。这一招的攻击力明显已经超越了沈凝冰的极限，超越了神火境的极限。这是一招与阶字秘相似，能与9秘并肩力的禁术。不过就这样还不足以挑战我。说完，楚轩又是一手伸出，挡在了白色仙光之前，狠狠一握。骤然间，那白色流光瞬间消失，天地之间的色彩骤然恢复。沈凝冰看着这一幕，那冰封千年的面容上终于有了动容。怎么可能？这可是飞仙诀，这可是能够与斗字秘相提并论的盖世神术，怎么会被楚轩一手镇压？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沈凝冰有点怀疑人生了。沈师妹，你不乖啊！还没等沈凝冰思考完，耳边就响起了楚轩调侃的话语。随后一声清脆的响声响彻整个帝尊洞府。啪！沈师妹，不好意思啊，刚唐突了，我不是故意的。楚轩不好意思地收起余温尚在的手，抱歉说道。沈凝冰那张冷若冰霜的面容此刻已经彻底融化，红晕在美丽的脸上肆意泼墨，迅速占据了整张俊脸。叮！完成支线任务，用宿主身体的重要部位去击打大师兄的手。任务奖励：圣品玄冥珠1颗。沈凝冰此刻的大脑已经彻底宕机了，完全是一片空白。眼见沈凝冰没有反应，楚轩也就只能自己找话题，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沈师妹，你刚刚的那一招威力不错，就是熟练度差了点，运用起来还有点瑕疵。沈凝冰一直没说话，不仅让楚轩有点着急，还让萧雨嫣急得跳出来了。没事，大师兄你打我吧，我不唐突，我就喜欢这口。我的屁股绝对比二师姐的手感好，小师妹验证过的。萧雨嫣跑到楚轩面前，叽叽喳喳地说着，满嘴虎狼之词，一通自爆，直接将方洛洛也弄得面红耳赤的。同样的，对沈凝冰也是效果拔群，直接就让沈凝冰清醒了过来，佯装愠怒地瞪了一眼萧雨嫣。胡说什么呢？小妮子找打是不是？狠狠地镇压了一番萧雨嫣后，沈凝冰才再度看向楚轩。这一次他的眼神十分复杂，这个神秘的大师兄实在是太变态了，自己明明比他多出了2年的修炼时间，居然还是被他单手镇压。自己与他的差距真的就这么大吗？自己好歹也是10绝体，9天10地之中战力最为恐怖的10种圣体之一，为什么会输得这么轻易呢？辛辛苦苦修炼2年，结果还是被楚轩一只手镇压，那自己修炼的意义是什么呢？沈凝冰有些迷茫了。曾经的绝世女帝心中的骄傲开始溃散，好死不死，小师妹方洛洛的安慰给她千疮百孔的心补上了最后一刀。没事的，二师姐，你已经很厉害了，以前的大师兄想打败你根本不用一只手的，根本不用一只手的，不用一只手。沈凝冰知道这是实话，但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伤人呢？这个真相轻而易举的就击溃了沈凝冰心底的最后防御。
成年人的破防只在一瞬间。沈宁冰一双桃花眼中出现了久违的温热，他被楚轩打哭了。看到沈宁冰的反应，楚轩也是莫名其妙，怎么就哭了呢？难道说刚刚那一巴掌真的对沈师妹伤害这么大？不过沈宁冰到底还是十分坚强的，并没有哭出声，只是一双美眸中噙满泪水而已。这副模样倒是让楚轩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样的沈师妹到底需不需要安慰呢？大师兄，你如今什么境界了？萧雨嫣好奇地问道。沈宁冰的厉害他是领教过的，虽然只是比自己高了一个大境界，但战斗力却是断层领先。可以说楚轩是如何报答沈宁冰的，沈宁冰就能如何报答他。这段时间比较忙，修炼时间不长，也就神王3重而已。楚轩摸了摸头，没事的，大师兄你没能进入时空塔，修炼慢多少？萧雨嫣轻轻拍打着楚轩的肩膀，想要安慰一下他。毕竟师兄因为一些特殊缘故没能进入时空塔，实在是太遗憾了。话说到一半，才反应过来楚轩说了什么。本来还心怀不轨的少女，直接吓得跳开了好几步。神王3重天，师兄你开了。也不怪萧雨嫣反应这么大，就算伤心欲绝怀疑人生的沈宁冰与没心没肺的方洛洛，此时也是一脸惊骇地看着楚轩，凤眼中写满了震惊与释然。原来大师兄如今的境界这么恐怖了，怪不得刚刚沈师姐打不过他。可是大师兄修炼速度怎么这么夸张呢？要知道他们可是在时空塔中不惜一切代价的苦苦修炼了2年，才有如此大的进步的。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楚轩的进步夸张。短短2个月，他就在神境中横跨了足足1个多的大境界。神境的修炼跟前面超凡6境可不一样，对于他们这些天才圣体来说，超凡6境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能飞速进步，但神境不一样，神境每次突破都需要消耗漫长的时间。没看见沈师姐这2年里面也才刚刚突破到神火9重吗？这已经是极为夸张的速度了，在大地苗子里面都算是一骑绝尘的那种。太玄圣地里面的另一个圣体王腾龙，可是在神火境中消耗了整整8年时光的。可是二师姐的修炼速度与大师兄比起来，好像有点不够看啊。2个月的时间，从真一境1重到神王境3重，这也太离谱了吧！编故事都不敢这么编的。不过看大师兄刚刚动手的气势，应该不是假话。你这个大师兄简直就不是人。萧雨嫣脑海中涂山99也发出了由衷的惊叹，饶是他活了这么漫长的岁月，也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突破速度。你还是不要跟你的这个大师兄比较了，他的天赋已经不属于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了。21岁的神王境简直太离谱了。我记得好几个活出第2世的大帝重新修行后也没有这么离谱吧。涂山99啧舌了好久，心中忍不住将楚轩与记忆中的传奇比较了一番，结果显而易见，楚轩轻松将对方碾压。师兄，你是怎么做到的？方洛洛在听闻楚轩的境界后，心中的那点小骄傲也荡然无存。原本他以为自己半年时间从神火1重修炼到神火7重已经十分恐怖了，可跟大师兄的速度比起来，真的就像老奶奶走路一样，太慢了。就这样修炼就好了，有感觉了就突破。楚轩的回答理所当然。很好，3个师妹的心灵又受到了一次暴击。就这样修炼就好了，有感觉就突破，你听听，这是人话吗？3人极度震惊之下，直接呆立在原地，久久没缓过神来。好了，该回去了，秘境也快结束了。最后还是楚轩开口，将3位触落的亭亭玉立的大美人唤醒过来。太玄秘境持续3个月的时间，如今已经接近尾声了。不过由于楚轩一开始的时候斩杀了许多5、6阶妖兽，所以积分十分恐怖，第1的位置稳如泰山。不只是楚轩，其他3个师妹也是稳如老狗。回到飞来峰，楚轩又开始了与师尊那没羞没臊的美好生活。只不过这次好像师尊喜欢玩点不一样的。楚轩眼前一片漆黑，身体动弹不得。虽然以往这种黑暗游戏也挺多的，但这种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还是第一次，更刺激了。乖徒儿别怕，师尊在呢。耳边师尊的声音轻轻回荡着，身上多出了一道冰冰凉凉、酥酥痒痒、若即若离的触觉，是一只手。也许是因为黑暗的缘故，楚轩的其他感官格外敏锐，能够轻松感觉到那是什么，甚至他还能够感受到那只手上的所有细节。只不过怎么感觉这只手跟师尊的不太一样？不过没来得及思考，对方就杀了过来。一瞬间，楚轩就明白了其中原因。大师兄别睁眼，我是师尊。师尊你害我。结，乖徒儿你就好好享受吧。师尊，你这是把3师妹往火坑里推啊，这丫头以后见到我不得躲着走。楚轩看着不远处昏迷不醒的萧雨嫣，心中一顿无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这么嘴硬的。少来，
为师这不是在帮你吗？陆无看着楚轩，眼中满是温柔。更何况，你刚刚好像也挺乐在其中啊。说着，陆无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怎么样，为师的眼光不错吧？虽然是事实，但这句话从师尊口中说出，楚轩总有一种怪异感，仿佛对于自己身边人的问题，师尊比自己还急切，生怕自己身边没人似的。楚轩看着眼前恢复了清冷不可方物的师尊，心中有些恍惚。师尊确实不错。楚轩低声喃喃，不知说的是师尊还是师妹。长久无言。师尊，你这次还会回来吗？最终还是楚轩打破了这长长久久的沉默。自从昨晚触感不对开始，楚轩就有预感了，师尊又要离开了，而且下一次相见很可能就是师尊飞升仙界前夕，否则师尊不会这么着急的。如果沉默可以留住师尊，楚轩宁可一直沉默下去，但可惜并不行。我知道你很舍不得，但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有着必须离去的理由。不过你放心，为师保证，等一切都解决之后，一定会回来陪你的。我们几人一定能够长长久久的。陆无轻轻抚了抚楚轩的面庞，似乎是想要仔细记住楚轩的脸上的每一个细节。好了，按照你如今的修炼速度，用不了几年就能够追上我了。要是实在受不了，到时候再来找我便是。陆无看着楚轩的脸，笑着说道，笑容格外温柔。宝贝徒儿，有时候分离是为了更加长久的陪伴。很快，我们就能长长久久了。痛痛痛！萧雨嫣醒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这动静也吵醒了他脑海中一直沉睡的涂山久久。昨晚开始，涂山久久就一直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封锁在了兜率祖符之中。兜率祖符正是萧雨嫣脑海中的那枚神秘符箓，能够有效提高持有者的炼丹成功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但那不是现在的萧雨嫣能够解锁的。我去，妹妹你遇到巨人族了。神识扫过萧雨嫣的身体，涂山久久直接被吓了一跳。好家伙，这也太残暴了！这丫头估计得在床上躺好久了吧？涂山久久心中暗暗啧舌。没有。萧雨嫣的话语断断续续的。想起昨晚的事情，他还是又羞又恼，还有一点心有余悸。师尊也真是的，大师兄这么厉害的事情，早说啊！虽然萧雨嫣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远远低估了楚轩的实力。早知如此，就不缠着师尊了。大师兄一定很看不起我吧？少女想要夺门而出，逃离飞来峰，但还没有起身，就被不堪重负的身体拦住了去路。好痛啊！少女的眼角泛起晶莹的泪珠，两只玉手在不断敲打着身边的地板，一整个就是在无能狂怒。下手这么重，大师兄，我恨你！虽然好像全程都是他自找的，楚轩被师尊使了法术，压根动不了，但不管，就怪大师兄。九姐姐，有没有什么丹药能够帮帮我的？这一次的回忆实在是太丢人了。是有，但品级都不低。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某方面兴趣的驱使下，萧雨嫣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炼丹水平突飞猛进。大师兄，师兄，我想去查清楚沈家覆灭的真相了。楚轩宫殿之外，沈凝冰说道。沈家自然是沈凝冰背后的家族了。重来一世，虽然还是无法避免沈家的惨案发生，但沈凝冰这一次想要快点将背后的真相找出来。上一世虽然沈凝冰也替沈家报仇了，但由于时间久远，通往背后真相的所有线索都被切断了，再加上后来太玄圣地的灾难，让整个太玄道域都毁于一旦。沈凝冰后来就算是正道成帝，也无法找到其中真相。师妹如今的实力确实足够回去复仇了。楚轩淡淡点了点头，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他们师兄妹从太玄秘境出来已经7天了，境界巩固的已经差不多了。沈凝冰如今已经神火9重，战斗力更是直逼真1 9重，对付当初的仇家绰绰有余。不过真的会这么简单吗？楚轩看着沈凝冰面板，心中涌现出一股狐疑。姓名沈凝冰，年龄20岁，修为神火9重，词条大地之姿，双金，横压一世，金黄天血脉，金天命之子，红。沈凝冰的资质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一点小变化，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天命之子的隐藏词条。这是系统上次升级之后才能看到的词条，能跟天命之子扯上关系的事情，一般来说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心中的那股质疑一出现，楚轩就决定了这次出门要摇人。虽然楚轩对自己的实力很是自信，圣人之下他无敌，但面对圣人，他是真的没把握。楚轩的实力绝对是过硬的，
但最硬的还是天命之子的惹事能力，说不定就牵扯到什么圣人大圣，对方恼羞成怒，直接动手。这里可是9天10地，广阔无垠的3000道域之内，圣人的数量可不少。只不过平时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事情，没办法出现在人前罢了。就像太玄圣地，总体上的圣人可不少，足足3位数之多。万一有圣人想对他们动手，那就危险了。此事干系不小，师妹你且随我来，找圣主要几个护道者。师叔，事情就是这样的，二师妹她想要回去调查一下家族的事情，我感觉这件事情不简单，所以过来找你要2个护道者。楚轩对着面前和善的李长青叙说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沈宁冰也适时补充了不少细节。太玄峰上，李长青听闻了2人的话语后，眼里满是欣慰。好，不愧是陆老大的弟子，是个能成大器的料。我太玄圣的终于有一届正常的圣子了。楚轩正常就正常在，出门终于知道找自己要几个护道者了。要是前面几任圣子有这脑子，还会死得这么轻易吗？还没突破圣人，就敢一个人大摇大摆的出去浪，这不是在找死吗？一群没脑子的蠢货，真该死啊！既然楚师侄你开口了，我这个做师叔的自然不会吝啬。老兄，你去找几个祖师过来，跟着圣子圣女前往调查。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敢在我太玄道域勾结魔门胡乱诬陷。话音刚落，李长青身边的一个黑脸汉子就应声退下，前去禁地之中寻找老祖去了。对了，3个月后我人族天骄武道大会就要在虚空道域举行了，师侄乃是我太玄圣地的代表，切莫忘记此事。说到这里，李长青提醒的时候还特意加重了语气。没办法，这可是汇聚了人族绝大部分天骄的比试，他们太玄圣地就指望着楚轩上场呢。人族天骄武道大会规模怎么样？楚轩之前对这件事情也略有耳闻，但一直没有深入了解。他只知道这是一次年轻人的盛会，仅此而已。这是人族规模最为庞大的盛会之一，几乎90%的天骄都会参加。李长青给楚轩特意强调了90%二字，毕竟他可是很了解楚轩的性子的。虽然楚轩不喜争斗，但很热衷于教好各方天骄大能。这件事情从圣子仪式上，这小子那压不住的嘴角就能看得出来。既然如此，我会去看看的。闻言，楚轩也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对于楚轩来说，天骄与大能就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堆明晃晃的词条，这都是自己变强路上的美好资粮啊！人族天骄齐聚一堂，各类词条熙熙攘攘，自己焉能有不去之理？还是老李了解自己，专门提醒自己，过去收割词条不愧是师尊的好狗腿子。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之前处理江家老祖的那一幕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那自觉的行为，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狗腿子，那种善后的工作绝对没少干。想到这里，楚轩看向李长青的眼神都和善了不少。又是一番友善的交流后，黑塔汉子带着2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出现在大殿之中。2位老人一男一女，鹤发童颜，看向楚轩的眼中满是期许。很明显，这就是李长青为楚轩等人安排的护道人了。楚师侄，这是太玄圣地的老祖，这位是林枯荣林老，这边这位是王琼华王老。李长青给楚轩介绍了一下2人，随后转身对着他们郑重嘱咐：林老、王老，圣子圣女的安危就交给你们了。这几个年轻人是圣地的未来，一定不能出任何闪失。闻言，2位老祖也是严肃了不少。放心吧，圣主，这2个孩子的资质我们知道，就算是死，我们2个也会护住他们的。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放心了。直到走出太玄峰，沈宁冰都有点如梦初醒。怎么回事？为什么圣主居然会派出2个圣王给自己师兄妹护道？难道李长青想趁着这个机会去攻打太玄道域其他势力吗？也不怪沈宁冰如此惊讶，这可是2个圣王强者，2个站在世间巅峰的人，在如今这个准地不出的年代，已经是人间最为强大的力量了。可就是这么2个绝世强者，居然会心甘情愿的给自己护道？不对，这2人好像是冲着大师兄去的。那没事了，大师兄的天赋确实值得如此动作。师妹，你对于沈家的惨案有什么猜想吗？回到飞来峰后，楚轩侧过头来问道。查案不是过去随便找个人问问就行的，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何况这还是一桩涉及师妹亲人的灭门惨案，有点头绪，但我猜测他们并非真正的凶手。说到这个话题，沈宁冰的语气就彻底冷了下来，明显他对那幕后真凶恨之入骨。不过这一次我不会错过背后的真相了。说着，沈宁冰走回了自己的洞府，开始默默整理思绪。黑色背影孤单寂寥，带着几分萧索的味道，那感觉就像是一只落单的狼王，默默走向阴暗处舔舐伤口。看着这一幕，楚轩不知为何心头一紧，不过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被旁边另一个身影转移了过去。3天不见，
萧雨嫣终于从那重创之中缓过神来，不仅缓过神来了，她甚至还有继续挑战的欲望。俏脸嫣红，双眼迷离的萧雨嫣紧咬着嘴唇，朝着楚轩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师妹，你吃了什么？隔着老远，楚轩就闻到了萧雨嫣身上的药香味。不用想，这妮子肯定是自己捣鼓了一些丹药服用了，也就是万药神体不惧怕药毒，才经得起她这般折腾。不过不得不说，这丫头的除了数值比不上师尊，其他地方确实很好，主动、热情，情到深处还会角色扮演，绝对是一个绝品尤物。说实话，萧雨嫣的数值在9成女修中绝对都是鹤立鸡群的那种，放在楚轩前世已经是那种完美比例了。但她运气不好，参照目标都超模了，天天看到货真价实的一个头两个大，也是难为这个丫头了。这种环境，就算是大柳岩来了也得自卑。西西，大师兄你猜？萧雨嫣笑盈盈地看着楚轩，一双桃花眼中情愫潋滟，如星辰闪闪。说到大字的时候，她语气之间还刻意加重了一下，其中意味不言而喻。大师兄，你猜对了，师妹有奖励哦。少女身躯微微前倾，不太合身的宽大衣袍瞬间不再与肌肤贴合，大片的无瑕白玉若隐若现。面容之上，一双美眸早已紧闭，睫毛轻轻颤抖着，嘴巴微微嘟起，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任君采撷，我见犹怜。萧雨嫣的这副模样，将这8个字完美诠释了出来，看得楚轩有些热血沸腾。师妹，你这是在玩火？三师姐，你怎么腿都在发抖啊？要我扶你一下吗？方洛洛看着面前双腿不停打颤的萧雨嫣，发出了天真的声音。不用了。萧雨嫣低着头，红着脸，拒绝的声音低若蚊蝇。昨天还十分大胆的一双眼睛，如今已经低到了地上，丝毫没有抬起来的胆子。不知道少女，不对，如今应该是女人了。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在羞愧自己那背叛盟友的偷吃，还是昨晚那依然不堪一击的战力。都怪大师兄，他要是不这么心疼我，直接让我昏过去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温柔？非洲上，萧雨嫣扶着墙，艰难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心中依旧是昨晚的无限旖旎。楚轩则是在船头看着面前的无尽云海，虽然眼前的景物不同，但两人心中所想相似。不得不说，小作坊下料就是猛，居然能鏖战连连，看来这强身健体的药雨嫣没少嗑啊。回想起昨日，楚轩也是有些惊呆了，萧雨嫣这丫头是真的不要命啊，真是个倔强的丫头，得找个机会治治这丫头嘴硬头铁的臭毛病。怎么治？嗨嗨，自然是用爱感化了。师兄到了。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了楚轩的遐思。不知为何，楚轩能感觉到沈凝冰的话语中带着一点不悦，没再多想，楚轩摇了摇头，将昨夜的事情驱逐出了脑海。好，我这就停下。楚轩一掐法诀，华丽无比的非洲急速下落，转眼间就在万里焦土的中心停了下来。这里就是我沈家的族地了。沈凝冰看着面前已经化作了一片焦土的地面，双眼莫名酸涩，明明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了，为什么还会这么悲伤呢？为什么脑海最深处的儿时记忆如今会如此清晰呢？严厉的父亲，温柔的母亲，一直打闹但亲密无间的姐妹，过往的一幕幕袭来，瞬间将一颗冰冷的心击得粉碎。沈凝冰前世如此冰冷，正是为了躲避记忆中的温暖。如今真正回到这个地方，他营造了上万年的冰冷防线却是这么的不堪一击，甚至还反戈相向，让他心中的痛苦浓烈上千倍万倍。师兄，我……没等沈凝冰那哽咽的声音说完，一个温暖的怀抱就将他紧紧包围。想哭就哭吧，不要总藏在心里。楚轩轻声说道，一只手轻轻抚着少女的秀发，感受着身边的温柔，沈凝冰再也克制不住压抑的情感，直接放声大哭了起来。哇呜哇呜，没有其他的话语，只是单纯的哭泣，压抑了长久岁月的痛苦与悲伤，终于在这一刻彻底释放了出来。千年的悲痛，万年的孤独，都融入了这一声声痛哭之中。曾经沈凝冰曾经说过，不过些许风霜而已。可如今真正开始面对这一切，他才真正看清楚自己，原来这一切自己从来没有放下过。不远处，方洛洛与萧雨嫣两人看着在楚轩怀中嚎啕大哭的沈凝冰，一时间也是湿了眼眶。显然他们也被沈凝冰那极致的悲伤所感染了，他们无法想象究竟是多么深沉的苦痛，才能让一向冷傲高洁的二师姐如此失态。原来二师姐也会如此悲伤。赤子之心的方洛洛不自觉地迈开双腿，想要上去安慰一下嚎啕大哭的二师姐，但萧雨嫣伸手拉住了她，让她好好哭一场吧，她并不需要安慰，需要的只是发泄。萧雨嫣摇了摇头，制止了方洛洛的行为。萧雨嫣是方洛洛。良久后，楚轩怀中的哭声才渐渐微弱了下来。
是，师兄，不好意思啊。沈宁冰挣脱开面前的怀抱，红着眼睛低着头。经过了半个时辰的发泄，沈宁冰心中的苦闷终于消解了大半，但那浓浓的忧伤还是挥之不去。没事，如果真的想念亲人，那就努力修行，日后回溯时光长河，将人救下便是。楚轩摸了摸沈宁冰的脑袋，故意弄乱了他的秀发，试图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听到楚轩的话，沈宁冰瞬间眼前一亮。师兄说的对，只要实力够强，就能逆转时空，将亲人救回来。自己不就是这样重获新生的吗？怎样，你感觉好些没？见沈宁冰眉宇中的郁气终于散尽，楚轩开口问道，声音依旧是那样的温柔。这彻骨温柔让沈宁冰的脸蛋瞬间就红了好几个度，一时之间竟然与微红的眼眶融为一体。好多了。不过毕竟是沈宁冰，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声音中气十足，虽然还是有些哽咽，或者说磕巴。少女的心思总是让人捉摸不定。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楚轩转过身，朝着天上躬身行礼。两位师叔，还请出手截取时光剪影，弄清楚沈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楚轩说完，虚空中一阵扭曲，一道身影从中走出，正是楚轩的护道者之一琼华老祖王老。王老看着楚轩与沈宁冰，满目慈祥。既然圣子有请，老身自当遵命。说着，王老一步踏出，高居9天之上，双手之间无尽大道铭文不断闪耀，朝着四面八方飞去，瞬间就笼罩了方圆万里的所有焦土。就从沈家核心区域开始查探吧。说完，王老眼神一凝，双手掐诀连连，一瞬之间变化万千。时光剪影聚。终于在千万次变化后，王老一声暴喝，大道铭文齐齐暴动。嗡！在无尽大道的共鸣之下，一个由闪耀的大道铭文组成的光幕出现了。光幕中，两人对峙的场面出现，两人的身后是许多强者。大哥，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了。三弟，你为了这个家主之位，竟然联合外人，你就不怕引狼入室？哼，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已经拜入一位圣者名下，这区区沈家，我早就不在乎了。如今回来，只是为了给师尊一份投名状而已。唰！被称为三弟的男子长剑一挥，瞬间刺穿了大哥的胸膛。给我杀，一个不留！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沈宁冰看着这一幕，心中满是茫然。三叔他明明是最拥护爹爹的，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是那个所谓的圣者将他蛊惑了吗？沈宁冰的怀疑不无道理，毕竟沈家最强者也不过神火境，面对圣者的蛊惑根本无法反抗。但楚轩却看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你那三叔很可能已经完全堕落了。你是说？沈宁冰惊讶地看向楚轩，眼中多出了一丝神采。他从心底里就不觉得自己的三叔可能会背叛沈家，自然对刚刚的结果很不满意。如今楚轩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自然让他喜出望外。不过短暂的喜悦后，接踵而来的却是细思极恐。堕落一词，沈宁冰前世获得如此高的成就，自然不陌生。这个词语指的是不祥之力侵蚀，完全堕落就是此人已经被不祥之力完全掌控，彻底化作不祥傀儡了，就如同之前的江无尘一样。对，此事很可能与所谓动乱有关。不过师尊说过，不祥之力同时侵蚀操控生灵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沈家有什么是值得他们如此大动干戈的呢？楚轩好奇地说道。一言惊醒梦中人，沈宁冰这才想起来自己三叔叛变前的最后话语。小宁冰，三叔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你去给三叔送一封信。沈宁冰能够逃过一劫，正是因为他的三叔提前3天将他送出了沈家，送去了万里之外。只可惜他还没有去到目的地，就收到了消息，沈家遭到了灭门惨案。气急之下，沈宁冰连送信的任务都忘了，直接就全力赶回沈家。不过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赶回去的时候，整个家族都已经没了生命气息，家族多年的积累也随之一空。修为不高的少女当时磨破双手手脚，连续3天3夜没有合眼，终于让记忆中的所有人都入土为安。不过当时似乎好像没有三叔的身影。沈宁冰这才想起来当时唯一的缺漏。当时的沈宁冰太过劳累，以至于没有多加思考就昏了过去。醒来后，脑海中就多出了数千年的记忆。想到这里，沈宁冰这才想起来那封如今依旧躺在自己储物界中的书信，连忙将其展开。沈宁冰终于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小宁冰，他们的目标是你，快跑，不要回头。信上的话语很短，但字字都是用血写就，满目猩红，瞬间占据了沈宁冰的整个脑海。结合楚轩刚刚的话语，沈宁冰如何不明白那不祥之力是为了他而来？更准确的说，
对方的目的是占有他的太阴圣皇体，就如同之前拥有吞天魔体的江无尘一样。原来我才是沈家灭门惨案的根本原因。果然，石绝体只能给宿主带来不幸。在知道真相后，沈凝冰忽然就消沉了下去。显然，他有点就受不了这个真心，他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师兄，沈凝冰回过头来，两只眼睛里面写满了悲伤。如果没有这个石绝体，我的家人是不是就能回来了？悲伤的深处，还有着一种名为死志的东西存在。沈凝冰的脑海深处感受着他如今的精神状态，那一抹猩红肆意生长，宛如狂欢。不会，没有这个体质，沈家的事情迟早会发生。不祥之力如今如此猖獗，就算这次沈家没事，那下次呢？谁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度发生呢？楚轩破天荒地收回了自己的温柔，转而严肃了起来。相反，你应该感谢这个体质，因为是他让你有了复仇的资本。别做傻事，知道吗？声音很是严肃，与以往的温柔截然相反。楚轩知道沈凝冰并不是真的想寻求一个答案，而是钻牛角尖了。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家人，是这个自己引以为傲的体质害死了自己的家人。楚轩说的这些道理他肯定都懂的，但心底对于家人的愧疚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对事实再也看不真切。简单来说，如今的沈凝冰有点入魔了。虽然楚轩知道这其中还有着一些奇异力量的挑拨，但能够影响到沈凝冰，说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是重要。现在跟他说清楚了，对日后的修行也有帮助。终于在楚轩的提醒下，沈凝冰冷静了下来。看到自己的话有效，楚轩趁热打铁。更何况你真正应该怪罪的是那不祥之力，是那些协助毁灭沈家的人，他们才是杀害你家人的真凶。明明他们才是凶手，你才是受害者好不好？为什么要在这里怪罪自己呢？受害者有罪论要不得，与其内耗自己，不如责怪他人。终于，沈凝冰的眼睛亮了起来，其中那令人窒息的悲伤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名为仇恨的火焰。师兄说的对，明明是那些人动的手，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会生出如此想法呢？回过神来的沈凝冰忽然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他连忙再度抬手查看手中信件，果然上面丝丝缕缕红色，诡异气息升腾。不祥之力，哼，看来这幕后之人也挺厉害的，居然连这个都算计到了。楚轩看着信件，眼中没有丝毫意外。沈凝冰的三叔就算当时意识是清醒的，但身上也早就带着深深的不祥烙印。这用鲜血写就的书信，恐怕也是那不祥之力刻意为之。多谢师兄。想清楚前因后果后，沈凝冰也是一阵后怕。没想到这个不祥之力居然能够如此轻易就找到了自己道心中的瑕疵。如果不是师兄在边上，只怕沈凝冰自己一个人还真的无法挣脱。要是放任下去的话，虽然不至于真的死亡，但道心破碎是注定的结局，甚至还有可能被那不祥之力趁虚而入，侵染堕落成不祥傀儡。如果不是师兄的话，恐怕师妹我今天就危险了。楚轩也是坦然受之，没事，我们是师兄妹，相互帮忙很正常。不过楚轩清楚，就算没有自己在场，沈凝冰也不会有多少危险。他可是拥有着天命之子词条的人，怎么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出事呢？在走到最后一步前，天道是不会让他轻易陨落的，顶多就是过得悲惨一点而已。就像是沈家的事情一样，看那血性上的不祥之力浓度，只怕写信之人早已经完全堕落了。事情发生前3天却正好醒了过来，还让沈凝冰逃过一劫，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对于自己的3个师妹，楚轩一直都知道，她们身上一定有着某种宿命，甚至就连自己的身上也有着某种宿命，只是目前自己的实力不足，还看不清罢了。总有一天我会跳出这一切。楚轩心底暗暗发誓，他很不喜欢这种任人摆布的感觉，当然被师尊摆布除外。不用动还能爽，这是摆布吗？这是享受。师兄，去范家吧。片刻过后，沈凝冰开口说道，眼中闪烁着幽幽光芒。我想知道范家与不祥傀儡合作到底得到了什么。这一刻，沈凝冰又恢复成了那个杀伐果断的冰山女帝，再也没有方才的那种迷茫。看到这样的二师妹，楚轩也是松了口气。虽然刚刚的那个二师妹很是让人怜爱，但那不是她自己。那种即使不用靠近也能感受到的悲伤与痛苦，实在是太容易压倒一个人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对一个修士修行的最大魔障。当你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什么呢？这样的心态，就算继续修炼下去，也很可能会出问题的。相比起来，还是现在这个清冷高贵的傲娇少女模样更加有人味，也更加令人安心。出发吧。楚轩拂袖带着几人回到了非洲之上。
不过二师妹脑海中的那抹猩红倒是一个问题，如果放任下去，说不定就是下一个江无尘。有空问问师尊，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自从上次最后的温存过后，陆无又再度消失了。这一次的消失无声无息，让楚轩跟4个师妹都措手不及。不过楚轩能够感觉到陆无依旧还在9天10地之中，但给他的传音一直没有回应，应该是进入了一些十分特殊的区域，比如说一部分特殊的生命禁区。一些奇异的生命禁区中就拥有着能够屏蔽传音预符的力量，师尊应该就是进入其中了。不过出来之后，师尊还是能够收到的。先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回去圣地翻一翻典籍，找一个能够暂时遏制不祥之力的办法就好。只要能够压制几年，楚轩就有自信能够成长到那种与不祥巨头并肩的实力。准仙帝之姿配合上吞天噬地与悟性逆天，这完美的联动简直就是修炼神器。准仙帝之下，楚轩只要有能量，境界提升都不带停的。要不是楚轩追求每个小境界的完美，他现在甚至已经能够迈入圣人境了。稍一发呆的时间，非洲就已经穿越了数万里之遥。众人很快就来到了范家的地盘上。范家的人很是齐全，就算是老祖800年前养的大黄狗，他的后代也被找了回来，养在范家的地盘上。只不过范家的人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都怪你，非要跟那什么沈三合作，现在好了，整个范家都被你害惨了。一个老人指着另一个老人愤愤说道，如果不是嘴里的牙齿都掉光了，只怕此刻还能听到老人咬牙切齿的声音。当初你不也去了，大家都干了，就别在这逼逼赖赖。就算我不同意，你们不也一样会同意吗？一群大尾巴狼还在这给老子装上了。另一个老人丝毫不留情，直接劈头盖脸一通臭骂，别吵了，反正都是等死，这样死前好歹没有遗憾了。范家家主悻悻开口说道，太祖宗您不会以为我们还能活下去吧？此话一出，刚刚还在争吵的2个老头瞬间就没了声音。是啊，他们都被太玄圣的全部关押在此了，怎么可能还有机会活下去呢？这个事实在沈宁斌拜入太玄圣地，成为真传弟子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那可是太玄圣地啊，统治整个太玄道域的超级巨无霸。太玄圣地啊，光是圣人，太玄圣地就有着不下3位数，更强者都有着不少。而他们范家呢，别说圣人了，就连真意境强者都没有，两者之间简直就是天渊之别。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面前，无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唯有刚刚最后说话的范家家主眼中出现了一丝猩红，显然他也是不祥之力的傀儡。呵呵，猎物终于上钩了，我倒是想看看陆无的弟子到底成色几何。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范家主心中豪情万丈。这可是主上的恩赐，这可是他将沈三生生吃掉的福报。我就不信那个叫楚轩的小子能够挡得住大圣境的一击。那小子一死，其他人也就自然就手到擒来了。结，太阴圣皇体的滋味可真是令人眼馋啊。最后一句不知道是范家主的欲望，还是不祥之力的想法。范家府邸中，一道流光划过，随后一艘飞舟出现在了高空之中。神识扫过范家府邸，2位太上长老皱了皱眉。大厅中的场景实在是太过不堪入目了，死亡的压力果然会将人逼疯。这范家如今真的已经全员疯魔了。哼，给你们3个呼吸的时间，将衣服穿上，违抗者死。林老一声冷哼，天雷般的声音直接在众人耳边炸响。范家大厅中，数千人瞬间神色大变，顾不得还没有分开的连接，纷纷开始套上衣物。只有少部分脸上纹丝不动，甚至脸上满是解脱。作为少有的受害者，他们早就不想活了。3个呼吸过后，林老的力量准时到场，一只无形的大手朝着范家众人盖压而下。砰砰砰，一瞬间，上百个没有动作的范家族人瞬间同时炸裂，化作了漫天血雾。剩下的范家族人面面相觑，眼中情绪复杂，庆幸、恐惧意犹未尽，但没有人敢发出一点声音，生怕等下惹恼了那位大人物。好死不如赖活，就算他们已经疯魔，但他们仍然对于生命十分渴望。做完这一切后，林老才向楚轩示意可以进去了。收到林老的信号后，楚轩才将飞舟缓缓降下，停在低空处。楚轩通过飞舟的特殊功能知道了里面的情况，为了防止教坏小孩，他特意让林老对其中进行了一波警告与清理。这里面的场景实在是太变态了，那个范家的家主刚刚甚至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当狗牵着走，那场面看着就辣眼睛。师妹们还是个孩子，真看不得这么变态的场景吧。好臭。迈入大厅的第一步，方洛洛就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大厅中充斥着一股十分难闻的恶臭味，酸臭、尸臭以及某种难以言说的恶臭混杂在一起，令人发自心底的不适。很明显，
这是数千范家人这2个月的战斗成果。不只是他，楚轩一行人几乎全部都有相应动作。2位太上长老楚轩与沈宁斌4人同时选择了闭气，萧雨嫣则是更加直接就选择了换人。时隔多天再度登场的涂山99看着面前混乱的大厅，也是一阵恶心。这些人是原始动物吗？玩这么大，真就不怕老了挨护宫的大逼斗？就算是礼法淡漠的妖族，也没有这么混乱的场面，也就只有那些真正灵智未开的野兽才会做出如此行径。下贱，恶心。九尾天狐感觉自己的眼睛受到了侮辱。林师叔，直接施展控魂吧，没必要浪费时间。楚轩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说道。周围这些范家人眼中全是野兽一般的光芒，想来是完全沦为欲望的奴隶了。正常问话恐怕是没什么结果的，不如直接一些，直接施展控魂之术，让他们实话实说。控魂之术乃是一个常见且实用的秘法，施术者可通过神秘的力量侵入他人的灵魂深处，掌控其思维和意识。一旦被此术控制，无论意志多么坚定之人，也会在瞬间失去自我，沦为施术者的傀儡。他们的记忆会被肆意翻阅，心中的秘密无所遁形。被控制者会如同提线木偶一般，机械地回答施术者的每一个问题，吐露最真实的想法和过往的经历。但这门秘术施展要求很高，最少也要超越对方2个大境界才能保证成功，不然有几率会失败反噬施术者。闻言，林老也是明白了楚轩的意思，他一步踏出，身上气息直接爆发，轰！瞬间，整个大厅内上千范家族人瞬间跪倒在地，眼中满是惊恐。此刻，他们脑海中只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想法：好恐怖的力量，根本无法反抗。林老是圣王，就算是圣人在他面前无法反抗，更何况这些小鱼小虾。要不是楚轩施展控魂之术的条件不足，早就自己动手了。无比浩瀚，如同泰山一般的精神力瞬间笼罩了1000丈大小的大厅，将每一个范家族人全部死死压制住。南弥洛随着一阵能够直击神魂的低吟，范家所有人的双眼都失去了焦距。沈师侄，已经好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就问吧。做完一切后，林老转身对着沈宁斌说道。闻言，沈宁斌躬了躬身，表示自己的感谢。你就是范家家主。随后他上前一步，看着那个正襟危坐的范家家主冷声说道。是。对方也是冷冷回答。从那双死寂的双眼中，沈宁斌看不到任何的情绪。这就是控魂之术的坏处，对方只能回答，不能述说。而且这个秘术对神魂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事后也可能问不出什么话了。你们从沈家得到了什么？还有，沈三去哪了？沈宁斌厉声发问，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显然他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冷静。我范家能从沈家得到什么？自然是沈家的所有财富了。沈三？沈三死了，你拜入太玄圣地那天死的。范家主看着面前的绝色少女，呆呆地说道，如同一具傀儡一般，完全符合中了控魂之术的所有表现。看着如此表现的范家主，林老的脸色也是放松了下来。看来对方确实已经被自己控制住了。哦，沈三死了，他是怎么死的？楚轩刻意走到范家主跟前，好奇问道。他似乎是觉得眼前的人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所以姿态十分放松，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沈三死了，是因为他违抗尊上的命令，违抗尊上命令的人都得死。似乎是想到了这么恐怖的事情，范家家主浑身都开始颤抖了起来，一双眼睛中更是不断涌现着猩红。看到对方如此表现，林老的直觉告诉他事情不对。下一刻果然出事了，包括你。范家家主转过身，忽然朝着楚轩一声大吼，死吧！话音未落，他的身上忽然爆发出了恐怖的不祥之力，猛然一拳向前打出。那被红色不祥之力裹挟着的拳头瞬间带动了无比惊人的风压，破碎重重虚空，直冲楚轩而去。最要命的是，一拳上带着圣人大圆满之力。不好！看到这一幕，林老顿时亡魂皆冒。楚轩他如今财神王境，就算再怎么天才，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这一拳的。该死，自己怎么就这么大意呢？心中暗骂了自己好几句。林老放出了自己那独属于圣王巅峰的恐怖气息，试图阻止对方，只可惜还是慢了一步。那堪比圣人大圆满的一拳已经到了楚轩身前。圣血符，谁在算计我太玄圣地的圣子？看到范家家主手中光芒的那一刻，林老瞬间勃然大怒。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手中乃是何物。圣人血符，需要抽干一位圣人的所有血液与道行才能制作的歹毒符箓。这种物品一般来说都被各大圣地级别的势力严格管控，小型势力根本无法找到制作方法。偶尔出现1-2枚圣血符，事后还都被查出来，
跟某些圣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林老第一时间就怀疑是不是有其他圣地想对楚轩不利。毕竟楚轩可是飞仙老祖的大弟子，也是太玄圣的有史以来天赋最为惊人的圣子。太玄圣地与飞仙老祖的仇人都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忽然冒出来一个仇家，十分正常。找死！不过眼下并不是思考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保护楚轩。林老身上属于圣王的气息猛然爆发，刹那间方圆千里内虚空震颤连连，天摇地动。只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那范家家主十分歹毒，专门引诱楚轩走到他的近前，才释放圣血符，符箓能量已经将楚轩完全笼罩。这个距离之下，圣血符已然激活，就算林老将范家家主打成碎末，也无法阻止圣血符的爆发。楚轩危矣！林老此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轩被这圣人的舍命一击完全吞没。该死！别让我查出来是谁，否则我一定让你用血来偿还。此刻的林老愤怒至极。楚轩身边三个师妹也是瞬间紧张了起来。虽然他们不知道范家家主手中的是什么东西，但那恐怖的气息仅是余波都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如此恐怖的攻击绝对不是神境能够发出的，绝对到达了圣人境界。大师兄！方洛洛与萧雨嫣顿时花容失色，竭尽全力想要来到楚轩身边。沈凝冰手中更是泛起无量白光，径直朝着楚轩身前而去。不过他们的动作很快就顿了下来，因为他们的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温柔声音。无妨，一切都在计划之内。圣血符面前，楚轩丝毫不乱，眼眸微眯。说完，他也是暗自叹了口气，果然自己才是那个倒霉蛋。不过想来也是，自己这里三个师妹全是天命之子，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死去。林老他们离得远不说，这实力摆在这，根本杀不掉。这么下来，能动手的人不就只剩下楚轩一个了吗？不过楚轩对此也毫不意外，因为他早就知道面前的这个范家主不对劲，毕竟人家面板上明晃晃的就写着呢。姓名：范大吴，年龄888岁，修为神火七重，词条成神之姿，蓝，气运不俗，蓝，不祥者的注视，紫，不祥者的注视，紫。此人已经成为了竞技巨头的傀儡，彻底被不祥之力吞噬了理智，极度危险。范大吴的不祥者的注视词条没有江无尘那般红的令人心惊，令人毛骨悚然。可能是因为他的天赋境界太低，对于那些竞技存在来说，不值得花费太多心思吧。对于词条的变化，楚轩也是没有丝毫意外，对方只是一个边陲世家的家主而已，要不是跟沈凝冰有关，只怕一辈子都见不到不祥之力。这个词条的等级自然不可能高。哈哈，死吧！都怪你，就是因为你将那个贱人收入圣地，才会害得我范家如此凄惨。看着面前圣血符发出的夺目光芒，范大吴眼中闪烁着无尽的疯狂。如今的他心中最恨的人，其实并不是沈凝冰，而是楚轩。在他眼中，如果不是楚轩出面将沈凝冰收入山门，范家就不会遭此灭顶之灾。楚轩才是害范家沦落到如此境地的元凶。什么太玄圣地圣子，给我死吧！这圣子天赋如此恐怖，如果在此陨落，想必太玄圣地会十分心痛吧。能拉上这么一个大人物陪葬，痛快。范大吴的笑声十分猖狂，听得赶来的林老心都沉入了谷底。那枚圣血符闪耀破空，带着足以重创普通圣人的力量，直逼楚轩。光凭这么一张破纸，就想要我的命，你是不是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正当圣血符刚刚要引爆的时候，楚轩的声音响起，让范大吴一愣。眼前的男子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淡定态度，没有多少改变，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嘴角那带着几分讥讽的弧度了。还是说，你们这些被不祥之力侵染了的傀儡，脑子都这么蠢呢？楚轩说完，手上的手镯忽然发出了刺眼的光芒，嗡！恐怖的力量瞬间涌出，直接将那圣血符全部包围住。刚刚还散发着毁天灭地力量、威压无双的圣血符，在玉镯的力量下瞬间沉寂了下去，恢复了一开始的模样。泛黄的黄纸之上，红褐色的符文龙飞凤舞，但却没有丝毫的力量涌现。唰！短暂的闪耀后，漫天的无形力量瞬间消失，楚轩手上的手镯也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毁天灭地的恐怖攻击瞬间瓦解。你怎么可能？范大吴猛然瞳孔一缩，看着楚轩手上的玉镯，双眼之中满是震撼、惊骇与迷离。这可是能够重创圣人的圣血符啊，怎么这么轻易就被人接下了？要不是尊上恩赐，范家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宝物。可是就是这么一件大杀器，也无法伤到楚轩分毫。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方才的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作为一个神火七重，范大吴完全没有看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派你来的，居然这么蠢。楚轩看着面前双眼迷离、身上红色气息不断翻涌的中年男人，嗤笑着说道：我堂堂太玄圣地圣子，身上怎么可能会没有护体宝物？就凭一张蕴含着一个废物全力一击的破纸，也想杀我？说完，楚轩没有再度理会对方的反应，直接将手伸出，按在对方的脑门上。死！大手忽然爆发出一股浩瀚巨力，砰！范大吴的头颅瞬间破碎，无头尸体摇摇晃晃坠落在地。哼，找死！同时，林老的声音响起，带起一股恐怖的波动，瞬间将地上的无头尸体碾压成了齑粉，消散在天地之间。不过，范大吴却并没有彻底消散。聚魂！只见林老又是一声冷哼，他的身边瞬间开始泛起奇异的波动，一股发自神魂深处的吸引力从林老的手中迸发而出，无数看不见的东西在林老手中汇聚。嘶！顷刻间，林老手中就多出了一个虚幻的红色人影，看其面容，正是刚刚化作飞灰血雾的范大吴。不过，眼下的范大吴明显没了灵动的意志，与行尸走肉没区别。圣女有什么问题赶紧问，我这个法术只能维持1刻钟的时间，时间过后，此人的神魂就彻底消散了。林老转过头看向沈宁冰说道。有着前世的经历，沈宁冰自然知道林老刚刚做了什么。这是一门审讯的时候常用的法术，名唤拘魂术，能够在敌人死后将敌人的残魂短暂聚拢，并询问对方一些事情。不过这个法术有着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时间太短了。双方境界悬殊越小，那法术维持的时间就越短。即使是圣王出手居下一个神火境的神魂，也只能维持1刻钟而已。正是知道这些，沈宁冰也没有过多耽误，直接开始问话。我三叔去哪了？死了。闻言，沈宁冰就算早有预料，也是心头一缩。那个即使对抗不降，也要拯救自己一命的三叔，真的死了。怎么死的？尊上处死的，还把他美味的尸体赏给了我。说到这里，范大吴的神魂出现了一丝波动，明显他对这件事情记忆十分深刻。说到美味的时候，他虚拟的舌头还舔了一下嘴唇，如此动作瞬间楚轩师兄妹知道了其中的意思。这个变态居然将沈三的尸体吃了。就算沈宁冰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么恶心的话时，还是陷入了沉默。短暂的安静后，沈宁冰继续开口：尊上是谁？不知道，我只知道尊上是一个大势力的接班人，我的力量都是他赐予的。尊上是什么境界？不知道，但应该在圣人以上。尊上有什么特征？年轻，戴面具看不清面容，喜欢穿青色衣服，喜欢把玩折扇，手上有着一个。噗一声闷响响起，场上异变陡升。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范大吴的神魂就瞬间消散。距离1刻钟，时间上只差了10个呼吸不到。而施术者林老，苍白的头发下满是汗珠，显然拘魂术已经到了极限了。圣女不好意思，老夫实在是撑不住了。林老满脸歉意的说道，看向沈宁冰的眼神有些不好意思。他能感觉到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丫头很是重要，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让他很是愧疚。林老说笑了，他的神魂早就已经腐朽，能够问出这么多已经是极限了。沈宁冰没有在意这些事情，反而转过头来开始宽慰起林老。作为最接近范大吴神魂的人，他自然能看出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其实范大吴的神魂不是时间到了而消散的，而是触发了某些神魂或者记忆的禁止才会消散的。沈宁冰上一世那么多次施展拘魂术，自然知道正常消散的神魂是怎样的状态。这范大吴神魂消散太快了，明显就有问题。不过沈宁冰也没有细说，能够设下这种深入神魂的记忆禁制，对方要么是对于神魂一道有着深刻理解的圣人，要么是一个实力十分强大的大圣。无论哪一个，都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够对付的。现在先将范家的人赶尽杀绝吧。刚刚那个范大吴居然想对大师兄不利，找死！你的九族我沈宁冰收下了。本来沈宁冰还只是打算清算范家的主脉与那些参与了沈家惨案的人，但这范大吴居然如此不识好歹，那就别怪他了。在楚轩面临危险的那一刻，沈宁冰忽然觉得心头一紧，同时一股无边的愤怒骤然占据了他的脑海。他只感觉自己仿佛就要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虽然后面楚轩并没有出事，但这股愤怒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一直伺机待发。如今正好有了宣泄的口子。飞仙诀，一道仙光穿云破日，划破无尽长空而来，照耀在范家大院中。漫天光点出现，无尽的光芒如同飞雪一般，纷纷扬扬，缓缓降落。一股强大无比、霸道绝伦的气息骤然升起，
横亘在无数范家人的心头。不知是霞光绝世，还是气焰太盛，天地之间万物顿时失了颜色。嗡！骤然之间，数千范家人才骇然发现，恐怖的飞仙光束已经落在了他们的身上。片刻后，范家大院中响起了接二连三的倒地声音，扑通，扑通，扑通。数千名范家人眼中带着茫然、惊骇与无数情绪，不断倒落在地。那数千对眼眸中什么情绪都有，但唯独没有一样东西：生机。沈凝冰一记飞仙诀，直接就将数千范家人屠戮殆尽。因果追寻，将这里的范家人全部杀光还不满足，沈凝冰还不断手中掐诀，使出了一招因果追寻术，一道氤氲之气浸没在范家人血液汇集而成的血泊之中，不断浸染推算着其中的因果。很快，一张血色地图就在血泊中浮现。沈凝冰将血色地图拿起，地图上的庞大的信息随之涌入他的脑海。地图很是粗糙，但上面却有着不计其数的红点，那是所有剩余范家人的位置信息，每一个红点就代表着一个流淌着范家血脉的人。这种就算是范家家主都无法知道的事情，此刻居然被沈凝冰找了出来。很好，这家伙的九族都在这里了，接下来就要开始追杀了。接下来的好几天，沈凝冰都在不断杀戮着，每天都有无数范家血脉死在他的手上。这狠辣的手段，这决绝的态度，看得楚轩都是惊叹连连。不愧是女帝重生，这手绝活九族消消乐弄得不丑。一连7天，沈凝冰都没有合过眼。这7天里面，他不是在杀人，就是在杀人的路上。他的这几天的最高击杀记录是1天39300多人，只差几百人就凑够4万了。这还是因为这些范家人逃得太分散了，沈凝冰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要是对方聚在一起，只怕不出半天就能全部杀光。大师兄，二师姐这样下去不会有事吧？方洛洛看着浑身上下散发着浓浓血腥味的沈凝冰，满脸愁容。以前二师姐虽然也是冷冷冰冰的，但方洛洛能够感觉到她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每次有什么问题，二师姐只要有空都会帮他们解答。在方洛洛眼中，飞来峰的师尊与其说是陆无，倒不如说是大师兄与二师姐更合适。如今沈凝冰变成这副模样，方洛洛也甚是心痛。有着同样感受到的还有萧雨嫣，不过萧雨嫣的心里更多的是害怕。要是二师姐知道自己偷吃成功，会不会也这样对自己啊？当初的结盟还是自己提出的，二师姐这不得直接加大力度。那恐怖的仙光如果落在自己身上，一定很痛吧？痛，你要是还能感觉到痛，那就算你命大。涂山99对萧雨嫣的想法嗤之以鼻，这玩意落在你身上，只怕你一个照面就得没命。你咋不说被你那师尊全力打一掌也很痛呢？听到九姐姐的话语，萧雨嫣更加害怕了，娇小的身躯瑟瑟发抖，生怕被二师姐发现异样。大师兄，千万不要跟二师姐说。看着萧雨嫣这副害怕的模样，楚轩只感觉好笑。这丫头跟着师尊一起折腾自己时，那股子悍勇气是哪去了？怎么在沈凝冰的压力下，直接变成小鹌鹑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不过沈凝冰这样杀下去，倒也确实不是办法。这范家好歹也是一个传承久远的神火家族，族人没有100万，也有几十万，这么杀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后面还要前往虚空道域，姬家的地盘上参加人族天骄武道大会呢。想到这里，楚轩揉了揉眉心，有什么禁术是能够根据血脉隔空杀人的呢？思索片刻后，楚轩忽然想到了一门秘法——血脉追魂咒。二师妹，你手上还有着范家人的精血吗？想到办法后，楚轩第一时间朝着沈凝冰开口问道。有的，大师兄，你想要做什么？沈凝冰好奇地看向楚轩，似乎在疑惑，大师兄要这肮脏的精血做什么？我只晓一门禁术，能帮上你的忙，所以想要试一试。闻言，沈凝冰也没多问，直接就将一滴血液甩到了楚轩的眼前。应该够了。楚轩看着面前黄豆大小的血液，点了点头，随后双手在空中不断写下笔画，用神力在空中写下无数符号。半刻钟后，楚轩忽然将所有的符号都打入了那一滴范家人精血之中。在符号进入后，原本沉寂的精血突然有了动作，无数的小刺出现在精血的表面，不断涌动着，透露着一股诡异的威胁。砰！短暂的涌动过后，一声脆响出现，只见那精血骤然炸开，化作了无数流光，朝着四面八方而去。感受着精血上那诡异的致命威胁，方洛洛好奇地看向楚轩。师兄，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门禁术，名叫血脉追魂咒，能够根据精血对相同血脉的人发动攻击。看到刚刚飞出去的那些流光了吗？每一道都足以灭杀神境以下的任何人，攻击范围足足有着10万里。楚轩摸了摸方洛洛的头，解释道：这门秘术
自然是他从太玄圣地的藏经阁中学会的。其实这门秘术并不罕见，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根本不外传。这么好用的斩草除根秘术，自然是被各大圣地牢牢掌握的。再加上这门秘术十分难以修炼，所以也就声名不显。沈师妹，你看看你那血脉寻踪图上还剩下多少的目标？原本沈宁冰只当楚轩是在尝试帮助自己，并没有注意范家人的信息。血脉追魂咒是一门圣阶禁法，修炼难度十分之高，没有圣人修为几乎无法学会。沈宁冰也不是没想过动用这一招，但实在是修为不支持，所以楚轩施法的时候，他只当是楚轩在做尝试。不过当他看向血脉寻踪图的时候，瞬间呆住了。只见血脉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红点竟然直接消失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几乎都是在10万里之外，只有少部分比较闪亮的红点才能留存下来。不过就算他们活了下来，也显然受了不轻的伤势，那原本明亮的红点如今已经十分暗淡，有几个已经慢慢失去了光彩，就算是神境也在楚轩的攻击下殒命了。楚轩没说错，他真的用出了血脉追魂咒，而且他还反向虚标了，连神境都扛不住他的隔空攻击。想到这里，沈宁冰看向楚轩的眼神更加震惊。震道、丹道、剑道，修炼还有什么是这个男人不会的呢？他真的还是人类吗？如此妖孽的天赋，即使是前世，沈宁冰也只在传说之中窥见过指灵片爪。这么恐怖的存在，师尊是从哪里找来的？你这个大师兄难道是仙人转世不成？同样震惊的还有萧雨嫣脑袋里面的涂山99，那可是圣阶禁术，修炼难度不亚于大圣神通的圣阶禁术。你这师兄神王境就学会了，这还有天理吗？那是也不看看大师兄是谁。说到这里，萧雨嫣倒是很是自豪地挺起了胸膛，那可是我萧雨嫣男人，能不厉害吗？说着他低声补充了一句，要是不厉害就不会让我3天都动弹不得了。臭师兄也不知道温柔点。太玄道域玄风州，方圆10万里内10多万人几乎同时惨叫出声，随后迅速没了气息。他们有的横卧于街头巷尾，有的倒在自家屋舍之中，有的则扑倒在田间地头。但相同的是，他们的表情狰狞，令人胆寒。而且最为诡异的是，这些人死前都紧紧捂着自己的心脏，仿佛是被来自心脏深处的力量扼杀的一般。这件事情第一时间就惊动了玄风州的许多大能，无数维持秩序的修士前来查看。可在查明了死者的身份关系之后，无数前来探查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避而不谈。为什么不敢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过一定会保护城内修士安全的吗？一个身材近乎正方形的妇人站在自己的暴毙的丈夫儿子身边，脸上带着跟死者一样的狰狞。我丈夫平日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你们就是这样报答他的。我警告你们，要是不查个清楚，那我就将你们收受贿赂的事情捅出去，到时候谁都不好过。妇人说话之间，眼中还带着异样的光芒，显然她的目的并不在于真相。刚刚这些人的态度她看得很清楚，杀害自己丈夫儿子的凶手显然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这些人肯定没胆子得罪的，所以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查下去的。为了息事宁人，他们应该会稍作退让，给他一笔不菲的封口费，这才是妇人的最终目的。冷冰冰的丈夫儿子哪有烫手的零食香啊？妇人面前的一众修士也不是什么善于之辈，自然能够轻易洞察对方的想法。只不过在妇人说完话之后，他们没有丝毫受到胁迫的意思，反而是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就像是刚刚听到了什么有意思的笑话一样。范夫人，你是在开玩笑吗？你们一家3口今天死得整整齐齐的，哪里有什么活口啊？就是，事情很清楚了，范家3口人突发心脏疾病，在家齐齐暴毙，多么正常的事情啊！跟一个死人废什么话？如此不识好歹的废物，就别跟他浪费时间了。几个修士气息轰然爆发，瞬间压得范夫人喘不过气来。你们想干什么？我的丈夫儿子刚刚死亡，你们就想对我做出这种事情？你们这些男的真恶心，赶紧把气息撤了，不然我找城主投诉你们。范夫人直接变了脸色，强行忍着身体的不适，朝着几人怒目而视，言语上更是十分激烈。一群脑子里只有男女之事的废物，居然也敢对我动念想，还装作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没人跟你们说这样的行为很幼稚吗？就算你们杀了我，我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这副慷慨激昂的模样，倒是让几个修士有些无语。不是大娘，你怎么敢的？你这模样真的配吗？就凭你这正方形身材，真的有人看得上你吗？你要不是有个好儿子死死护着，凭你做过的事情，范家那家伙早就将你赶出家门了。哼，该早点下手的，这家伙就该死。他哪来的错觉，感觉大伙对他都有企图的啊？真的会有人喜欢这种类人生物吗？
你别说，范家那小子就喜欢，也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一声冷哼响起，数道气息汹涌而出，朝着妇人的心脏而去。砰！你们！妇人话还没说完，她的心脏就已经停止了跳动，七窍之中瞬间流淌出了大量血液，脸上的狰狞比之地上的丈夫儿子还恐怖上不少。那双刚刚还因为自己的精明而得意的眼睛，此刻充满了绝望。她完全没想到，这群平日跟自己丈夫称兄道弟的修士，居然会如此果决地痛下杀手。明明这些人昨日还是十分谄媚的，平日里一直待在象牙塔中的妇人，第一次体会到了修炼界的残酷。原来这个世界终究是拳头大小决定一切的吗？早就听说这姓范的养了一个没脑子的妻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早知道就不来了，这家伙也太恶心人了。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全没了。这对夫妻平日里背靠着范家，城主给范家一点脸面而已，这家伙真觉得自己有能耐了是吧？这种情况在方圆万里之间都有发生，无数与范家有关的人背后依靠的大厦瞬间崩塌，开始面临无尽的清算。其实早在之前，他们的生活就大不如前了，几乎都处于事事碰壁的处境中。但那时候太玄圣的毕竟没有动作，其他人也不敢真正动手。如今范家已经彻底倒了，也就没有顾忌了。10万里外的地方，上万个范家族人齐聚于此，人海中每个人都神色凝重，眼中满是惊慌失措，内心无比惶恐。他们紧紧地聚在一起，不断讨论着对策，似乎想从彼此身上汲取一丝勇气和安慰，但那深入骨髓的惶恐却始终如影随形，难以消散。怎么办？沈家的小妞就快要杀来了。我接到消息，刚刚家族的魂灯熄灭了大半，定然是有人动用了血脉禁术。该死！那小妞在太玄圣的真的如此得宠？这种代价这么大的禁术都有人帮他施展？小族长想想办法啊！这样下去，我们范家真的就要死绝了。众人将目光投在了一个年轻男子的身上，他是范大巫亲口指定的范家接班人，范家小族长。这段时间里面，也是他的带领着范家的许多旁系子弟在外逃亡。年轻男子看着面前的情况，也是陷入了沉默。终于良久后，他才开了口：这件事情我也没什么办法，此人的血脉禁术连神境都能抹杀，我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小族长说道，脸上满是绝望。他刚刚才跟范家的一位神火一众的强者互通过传音，谁知道对方下一刻竟然就直接死去了，连给自己通报一声的时间都没有。正当小族长想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人群忽然慌乱了起来。不好，他们来了！一旦激起千层浪，刚刚还算有序的范家人群瞬间就慌乱了起来。我不想死啊，大人饶命啊！小族长想想办法啊！霎时间，超过半数的人跪倒在地，颤颤巍巍的哭天喊地。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那股力量的侵入，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了整个密室，将无数范家人压倒在地。实在不行，那就舍弃肉身吧，夺舍一个凡人也比就此消亡好。年轻男子看着感受着心脏深处那股悸动的力量，心中也是十分慌乱。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也十分痛苦。那股力量在不断揉捏着他的心脏，仅是片刻就已经让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转头看向自己身边的一具肉身。筑胎境以上都能舍弃现有的肉身，转而去夺舍他人。但一般来说，这种事情基本很少发生在大势力之中，因为夺舍只能占据境界比自己低的躯体，还不一定能成功。即使成功了，更换躯体后也无法增长寿元。这么操蛋的限制，直接杜绝了大部分人夺舍的欲望。毕竟谁的筑胎境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修炼而来的，楚轩除外。原来的肉身上不仅承载着修为，还有着自己的肉身血脉，没了这些，他的修炼速度将会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夺舍还有着失败的风险。夺舍对象如果意志顽强的话，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反抗圣人级别的大能夺舍。这种情况也给夺舍这件事情带来了十分繁多的可能性。冒着夺舍失败、神魂不合的风险，舍弃自己的肉体血脉，降低自己的修为，还无法增长寿元，这种亏本买卖，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去尝试。除非真的有不得不更换肉身的理由，就如同眼下的范家人这样的情况。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他人的血脉秘术给锁定了，如果对方的秘术爆发，他们将会直接两人带神魂一同灭亡。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更换肉体。没了修为，总比没命要好吧。无数筑胎境以上的范家人悄然将目光转移向了身边跟随来的仆从。作为一群贪生怕死到极致的修士，他们怎么可能没有留下后手呢？这些是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夺舍材料，事前已经给他们用过药了。虽然这具临时准备的身体不一定契合自己，但起码不会出现夺舍失败的情况。
至于身边那些修为低下的族人，他们的死活跟老子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死人生前带来的书童而已。他们死了，正好给我打掩护呢。上百个形状不大，但面容苍老的神胎悄然浮现，朝着身边那个痴痴傻傻的仆人而去。一定要快，沈家那小妞慢点来，差一点就好了。但还没等他们完全结束，头顶上就传来了一道震耳欲聋的响声，轰隆隆，恐怖的震动不断传来，直接将所有范家人的动作全部打断。伴随着无数碎石的掉落，密室的上方出现了一道刺眼的强光，一个无比奢华的巨型船手紧随其后，在强光的照耀下，就这么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密室的上空。片刻后，范家人抬眼望去，只见一艘金碧辉煌的超级飞舟静静停在密室的上空。那飞舟实在是太大了，这数千丈的密室都无法容纳它的一半船体。飞舟周围，一个淡黄色金色护盾正在帮他抵挡源源不断的落石，防止非洲的乘客因此受伤。不知道是哪家的大人降临此地，让小人这里蓬荜生辉。大人们突然造访，小的们准备不及，若是有冒犯，还请大人见谅。小族长强撑着脸上的笑容与身体中的痛苦，说道，一双眼眸中满是惶恐。他作为范家见过世面的人之一，自然是知道这艘飞船有多贵重。这种如此豪华的超级飞船，就算是那些大城池的城主也无法拥有。别的不说，光是这数万丈的规模，就不是普通圣人能够动用的。9天10地之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洲的规模与其主人的实力有关联。神火境强者100丈，真一境500丈，神王境1000丈，圣人境10000丈，大圣5万丈。也就是说，这艘飞船之上最少有着一位大圣境或者与之一个级别的人物。这种级别的人物，最少也是各大圣地圣子圣女。事实确实如此。一个气质如仙、帅得人神共愤的身影从中走出，正是楚轩。当楚轩走出的那一刻，所有范家人都咬牙切齿了起来，并不是他们不认识楚轩，恰恰相反，他们可太认识这张脸了。就是此人将沈家的最后一个余孽收下，将范家彻底逼上了绝路。可以说，在场的范家人都快恨楚轩恨得入骨了。但让他们咬牙切齿的原因，并不是这个，而是那来自于心脏的无边痛楚。那血脉禁术正式发动了。看到楚轩的那一刻，小族长那强撑着的笑容忽然就僵了下去，就像忙活了一天的综艺嘉宾回来看到黄师傅精心准备的满桌佳肴。最令人痛苦的是，其中分量最足的是一道9转大肠。显然面前的小贩还不够老辣，无法像和老师一样以身为饵，布置一个惊天邪恶计划。双眼中满是愤怒与怨恨，如同一只择人而噬的野兽。怎么，范小族长对我有意见？楚轩笑眯眯地看着对方，但注意力却在另一个次元的文字上。他是下来复制词条的，能够进来这里的范家人，虽然修为不太行，但好歹也是个绿色词条打底。蚊子腿再小也是肉，总比没有好。姓名：范大秦，年龄178岁，修为神火一重。词条：神王之姿，三蓝，气运不俗，安不祥赐福，子不祥赐福，子被微量不祥之力加持过，天赋得到了增强，但日后体内的不祥之力有着复苏的风险，一旦复苏，此人将会立即沦为傀儡。复制中，复制成功。显然，这个范大秦就是范大吴辛辛苦苦藏起来的，与不祥存在合作换来的范家希望了。神王之姿对于范家来说确实不错，也难怪藏得这么深这么远，差点都跑出了沈宁斌的追踪范围了。只可惜这种外力强行拔高的天赋，会比与生俱来的天赋差上一筹，不一定能兑现出天赋的上限。不是每个人都像楚轩一样有一个不讲道理的系统的，只是对方明显脑子不太聪明，居然敢直接聚集这么多范家血脉，是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吗？还是说这是沈宁斌身上的天命之子使然，让他的敌人智商自动减100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楚轩不得而知，他只知道自己刚刚说完，面前的范家人就大片大片的倒了下去，如同满地被收割的麦子。沈师妹这一手血脉追魂咒也不赖，有我一半风范了。将词条复制完，楚轩立即回到了非洲上。其实楚轩在船上也能复制下方的词条，但距离太远，难免有缺漏。在范家大院的时候，就是因为太远了，没能将其中的词条复制完。这也怪沈宁斌下手太快了，一道飞仙诀就直接将大半人都秒了，这还复制鸡毛。所以楚轩这次学聪明了，直接过去近距离观察，不出几个呼吸就将所有人的词条都复制了一遍。管你有没有用，直接复制了再说，又不一定非要加载。他当然没有将复制而来的词条全部加载，他只是加载了一些主力词条和一部分基本无害的词条，其他的就先留在系统的神秘空间中吧，日后说不定能用上。
楚轩的直觉告诉他，这些词条后面很可能会派上用场的。你怎么还没死？走了一圈，楚轩才发现，刚刚出来迎接自己的范大秦居然还有气。虽然如今也是很惨就是了，七窍之中不断涌出鲜血，整个心脏的地方都多出了一个大洞，里面全是血肉碎片。你……没等范大秦回话，一道仙光飞来，直接将他的头颅洞穿。不只是他，场上所有活着的范家族人全都被那仙光直接刺穿。刹那间，范家人悉数殒命。那一路疾驰的仙光上，甚至带上了一丝红色。这威力，这速度，看得楚轩都有点啧舌。也不知道师妹这一招是哪里来的，这恐怖的威力绝对比太玄剑诀还要大。楚轩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真真切切研究过了，只可惜没有复制出来。沈凝冰的这一招，由于其中的意蕴加持，威力十分惊人，其中的奥秘更是堪比楚轩接触过的阶字秘。楚轩能够感受到，这一招绝对是一个绝世存在创立的无上杀招，这也是楚轩光靠看无法将这招复制出来的原因。这一招与阶字秘一样，都需要有一种名为真意的引领，才能真正领悟。就是可惜，沈师妹她还是没有注意到释放这招的时候的问题。虽然楚轩无法偷学，但他能够看出沈凝冰这招存在什么问题。楚轩相信沈凝冰肯定也知道自己的飞仙诀存在一点问题，只是那个犟丫头一直拉不下脸，不肯来找自己问个清楚而已。这女帝重生什么都好，就是好面子了。看来得找个机会主动跟她说一下，不然她一本子都学不会不耻下问了。楚轩如此想着，身形连连闪动，直接回到了非洲的最深处。下一刻，非洲启动，一道耀眼光束从非洲的船首射出，瞬间一道堪比圣人交锋的冲击骤然爆发，落在了密室之中。轰！整个密室瞬间崩塌，不对，是直接气化。所有范家余孽此刻全部尸骨无存。原先的空间中出现了一个直径万丈的完全真空地带，圣人一击之威，恐怖如斯。短暂的静止过后，那座藏匿着密室的山峰轰然倒塌，滚滚尘雾经久不散，差点忘记毁尸灭迹了。还好没忘记。飞船上，楚轩擦了擦头上不存在的冷汗，长吁一句，看着地上自己刚刚弄出来的杰作，也是心中暗自吃惊。师尊给的东西果然好使。甲板上，沈凝冰也看着下方的滚滚尘雾，暗自出神，但他所想的却是其他的事情。这禁术真如此简单？沈凝冰把玩着手中的鲜血，心头有些震惊，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在楚轩的指点下，居然真的将血脉追魂咒用出来了。不错，刚刚的那一次，这楚轩的悟性也太过逆天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沈凝冰这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楚轩悟性的强度，当然楚轩的魅力也在发力，疯狂地增加着沈女帝对他的好奇心。就连沈凝冰也没注意到自己放在楚轩身上的注意力越来越多了。要是陆无知道这一幕，估计脸都要笑歪了。小凝冰，你这很危险啊！蓦然，沈凝冰想起了秘境中楚轩说过的话，他连忙运起飞仙诀，整个人瞬间光芒大作，如同天仙。只是那好似天仙一般高洁清冷的脸上却带着一丝困顿。他似乎没说错，我这飞仙诀的运转确实有些滞涩，要不有空去问问他。非洲一路向东，朝着虚空道域的方向而去。甲板上，楚轩的三个师妹久违地坐到了一起，享用着面前的美食，说着闺中秘话。雨嫣，怎么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看不见你？饭桌之上，沈凝冰好奇地看着这个自己的亲手拯救的师妹，他总有种感觉，这个师妹瞒着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被沈凝冰这么一问，萧雨嫣心中顿时慌张了起来。怎么办？师姐她好像发现什么了，要是被她知道我偷吃了，那不得把我打死。回想起前几天里面沈凝冰的满身杀气，萧雨嫣就打了个寒战。嗨，师姐，我这段时间修炼偶有感悟，所以闭关的时间长了一点。说话的时候，萧雨嫣的声音有些嘶哑，似乎喉咙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感受着喉咙处传来的异样，萧雨嫣心中充满了懊悔，早知道就不答应师兄了。三师姐，你的膝盖怎么回事？不小心摔跤磨破皮了吗？眼尖的方洛洛一眼就发现了身边萧雨嫣身上的另一处不对的地方，开口问道。方洛洛说完，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盯着萧雨嫣，似乎想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下萧雨嫣更加无地自容了，早知道就穿一件厚实一点的裙子出来了。刚刚下楼的时候体内一伙冲突，不小心摔了一跤。含糊其辞的解释完，萧雨嫣连忙端起手中的碗筷，直接开始大口扒饭，生怕自己的师姐妹又问出什么奇怪的问题。没一会，少女就风卷残云的吃完了面前的饭菜，逃跑似的回去了自己的房间。看着萧雨嫣落荒而逃的背影，沈凝冰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小师妹，
你说你三师姐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没有啊，人生在世，修行路上有点磕碰在所难免。三师姐可能只是今天特别倒霉呢。雨嫣呢？她这么快就吃完了吗？楚轩下来的时候，餐桌上就只剩下了2道芡饮。三师姐，她好像有点不舒服，就回去休息了。方洛洛抢先答道，高傲的小脸微微扬起，一副渴求表扬的模样。楚轩也是会意，在她的头上轻轻抚摸了2下，以示嘉奖。既然她不太舒服，那就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吧。这些菜都留一份，我待会拿过去给她就好了。来吧，尝尝我这刚刚出炉的好东西。楚轩一挥手，桌子上瞬间多出了3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这也是他这顿饭姗姗来迟的原因。楚轩话音刚落，方洛洛的筷子就动了起来，直接就将一大块肉夹到了自己的口中。肥瘦相间的肉块入口即化，一股不可言说的美味瞬间充斥了小丫头的整个口腔。美食带来的极致愉悦顿时占据了她的整个大脑。好吃，大师兄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爱死你了。方洛洛看着自己的大师兄，双眼中放出了强烈的光芒，那感觉就像是下一刻就要将楚轩也吃掉一样。旁边沈宁冰也浅浅尝了一口，虽然反应没有方洛洛那么夸张，但一双藏着万千心事的美眸瞬间就清澈了。这几乎是他2辈子加起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也不知道楚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修炼方面如此恐怖也就算了，现在做菜也这么好吃，简直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或许这家伙真的能帮我解决飞仙诀上的问题。心中的万千震惊思绪到嘴上最后就只剩下了4个字，确实不错。女帝的矜持让沈宁冰的夸奖还是有些含蓄保守了。闻言，楚轩对着冰冷的二师妹有些无语，有点太过傲娇了，好在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沈宁冰夹菜的速度与方洛洛都不相上下了，慢点慢点，等会雨嫣那份就没了。楚轩看着盘中那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的菜肴，连忙阻止了面前2人的风卷残云。还好我那个生病了的师妹还能剩下一点不错的美味。楚轩收起了差点就全军覆没的菜肴，没好气的看了面前2人一眼。沈宁冰闻言也是低下了自己的小脑袋。楚轩的话让他想起来刚刚自己说过什么了，明明这么美味，自己的嘴巴怎么就这么硬呢？沈宁冰第一次觉得自己该好好管教管教自己的嘴巴了。师兄，你这么关心三师姐，你们不会有什么事情吧？看着面前空荡荡的桌子，方洛洛出其不意地问道，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好家伙，这一句话直接给楚轩整得汗流浃背了。这就是少女的直觉吗？如此精准。眼下的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楚轩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了。其实楚轩与萧雨嫣现在的关系确实有点微妙，那丫头里里外外已经全部都是楚轩的人了，但他却死不开口，仿佛很是害怕提及这件事情一样。如此一来，楚轩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2人的关系了。师兄妹，2人都已经负距离深入浅出的交流过了许多次，相互细致了解过对方的长处与不足，关系显然已经在这个等级之上了。道侣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要不就趁着这个机会将事情说出来。不过楚轩还没来得及说话，沈宁冰打断了他们的问答。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多嘴，刚刚的菜没吃饱是吧？沈宁冰没好气的将方洛洛的耳朵拎了起来，一副大姐大的模样。感受着耳边那熟悉的大手，方洛洛再也没了刚刚那古灵精怪的气势，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清澈，宛如大学生一般的清澈。二师姐，我错了。方洛洛挣脱了那只拿捏住他命运的大手，连忙求饶道，但认错态度明显很敷衍。不过二师姐，人家明明也不小了，怎么就不能问这件事了？说着他还骄傲地挺起了自己的胸膛。确实不小，不愧是楚轩身边天赋最高的女子，这恐怖的天赋还在发育之中就已经赶超沈宁冰了。这架势，楚轩怀疑他日后甚至有机会超过师尊。好你个小妮子，居然还敢顶嘴了，看我不！沈宁冰闻言更是生气，一只手高高扬起，作势要打。师姐你自卑了，师姐你嫉妒我。见状，方洛洛连忙躲避，一个闪身直接逃回了船舱之内。沈宁冰紧追不舍，2人很快就消失在了船舱的拐角处。楚轩看着这一幕也是微微一笑，这个小师妹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能让沈宁冰如此开心的，她还是独一份。这样的生活真美好啊，就是萧雨嫣多爱惜一下自己，那就更好了。摇了摇头，楚轩拿着刚刚的菜去到了萧雨嫣的房间中。小妮子，吃点东西。楚轩走到那蜷缩在被窝里的身影前，轻轻拍了一下里面的人。手感不错。虽然萧雨嫣胸前的天赋不足，但身后的天赋可不差。师兄，你这是？楚轩没说话，
直接将那些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放在桌子上，任由那极致的香味肆意侵袭着少女的鼻腔。眨眼间，楚轩面前的那一团棉被就换了一个方向。好了好了，这是我特地留给你的，赶紧尝尝吧。楚轩没有继续惯着萧雨嫣，直接将她从被窝里面揪了出来，放在桌子前，然后他亲自夹起那些菜肴，将它们送到了萧雨嫣的口中。美味入喉，少女的双眼瞬间亮起。很快，几道菜就消失了大半。大师兄，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忽然间，娇小可人的少女口中冒出了一句很是惊人的话语。楚轩闻言也是呆住了片刻。虽然现在是正经的吃饭阶段，但这话怎么听着就这么奇怪呢？短暂的头脑风暴过后，楚轩明白了过来。好家伙，这不是穿越前的某些传媒剧作中的经典台词吗？虽然他很想现在就说出心中所想，将两人的关系确定下来，但不知为何，他心中的恶趣味占据了上风。别说话，继续吃。又是一大口菜肴，将少女的口腔塞了一个满满当当。大师兄，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楚轩身边，萧雨嫣可怜兮兮的耳边低语道，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一张俏脸上神色不明，期待、失望、害怕，唯独没有安心。明显，楚轩刚刚的恶趣味发作，让他很是失落。另一边，沈宁冰的房间内，方洛洛正一脸委屈地看着自己的二师姐，自己敬爱的大姐头。说起来，她们师姐妹三人在时空塔中一同度过了2年的时光，感情已经十分要好，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所以，对于萧雨嫣的变化，两人也看在眼中。作为一个心思缜密的铁憨憨，方洛洛几乎可以肯定，三师姐跟大师兄之间绝对有问题。沈宁冰也多多少少有些察觉，但她一直没有勇气面对这件事情。二师姐，大姐头，我都这么帮你打探情报了，你怎么就怂了啊？方洛洛委屈地说道。白天她问出那个问题，就是想要真正打探清楚大师兄与三师姐之间的关系，谁知道自己的主将居然会主动退让，直接错失大好机会。我也不知道。说起这个，沈宁冰也是一脸茫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抢在楚轩面前说话，仿佛自己的内心本能的在抗拒楚轩的答案一样，自己绝对不想听到楚轩否定的回答。毕竟沈宁冰与萧雨嫣本身感情就不错，虽然某人好像偷吃成功了，但沈宁冰没有丝毫怨恨他的理由。这件事情上面本来就是个凭本事，再加上楚轩又不会被独占，所以沈宁冰甚至希望楚轩不要否认萧雨嫣的身份。但是自己好像也不想听到楚轩肯定的回答，要是听到了肯定的答案，自己好像会很难受。想到这里的时候，沈宁冰甚至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什么时候居然会因为这种男女之情难受了？明明前世的他可是一心向道的坚定修行者，心中从来没有过其他念头，哪里像这一世心中多出了这么多奇妙的情感？虽然感觉也不坏就是了。看到自家大姐头迷茫的模样，方洛洛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猜测。二师姐，你不会也喜欢上了大师兄了吧？方洛洛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就如同白天拷打楚轩一样，直击要害，一击毙命。我没有。说到这个话题，沈宁冰瞬间慌乱了起来。真没有吗？师姐你怎么这么急啊？看到沈宁冰的反应，方洛洛心中瞬间了然，得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真没有。沈宁冰斩钉截铁地说道。虽然大师兄很帅，确实是冰山女帝的菜，说是长在了沈宁冰的心坎上也不为过。虽然大师兄很是温柔，对他的所有问题都是十分耐心的解答，但是沈宁冰对于楚轩只是单纯的师兄妹感情，绝对没有其他变质的想法，绝对没有。更何况大师兄不是已经有了萧雨嫣了吗？我怎么可能抢雨嫣的男人？没事的二师姐，感情又不是什么单向的连线游戏，我看师尊与大师兄也不干净，你还在怕什么？方洛洛笑着说道，纯真笑容天真烂漫。二师姐，你要是真没想法，就别怪师妹，我也开始行动了。到时候师妹我也得手了，二师姐你可别哭鼻子。9天10地中，一个生命禁区中，无尽荒凉面前千万里，数不尽的丘陵遍布了整个生命禁区。每一座丘陵都很有气势，有的阴气冲霄，有的祥瑞缭绕，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其中散发着无比强横的气息，每一个最少都能够抗衡圣人。在这无尽丘陵的面前，就算是圣王巅峰，甚至准地强者都不敢放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端恐怖的地方，一个9天10地无人敢放肆的地方，今天却出现了久违的吵闹。滚出来！一道响天彻地的女声响起，如同一道惊雷落下，瞬间唤醒了整个禁区。整个禁区都陷入了一片震动之中，恐怖的音波在禁区中不断扩散，一瞬千里万里，无数不祥傀儡瞬间崩溃，化作飞灰，消失在天地之间。广袤的大地上，无尽丘陵连连崩溃，
转眼间，超过20%的丘陵就轰然炸裂，里面的气息更是彻底消散。够了！许久过后，禁区深处终于有了回应。一个满身红光的虚幻身影来到了禁区边缘，抬头看向虚空深处。陆无，你究竟想干什么？呵呵，我想干什么？你动了我的弟子，还问我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没有找齐自己的残躯，就没有办法灭杀你们？一个青色倩影出现在虚空之中，神色清冷，语气冷厉，语气之中甚至透露着丝丝森然杀意。哼，那明明是你后来才收的弟子。红色身影一声冷哼，但却说着服软的话。没办法，这些事情他确实做过。沈三体内的不祥之力就是他种下的，或者说是他的化身种下的。沈宁冰的家族变故也是他一手策划的。入侵沈宁冰，如今还待在沈宁冰识海中的那一缕不祥之力也是他的。我的那些布置都是很早之前就定下了的，我也无法更改。这种事情也不是本座所愿。不得不说，这些活了无尽岁月的存在说话都很有意思。明明是认怂的话，但却能说得这理直气壮，甚至还能说出一副占据上风的感觉。宝贝徒儿说的果然不错，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实在是太会装了。那又怎么样？你的不祥之力出现在了我徒儿面前，就是最大的错误。陆无丝毫不听对方的辩解，手上无尽大道瞬间浮现，缭绕在那青葱玉指之上。还有，你看到我居然敢先迈出左脚走出来，不知道本座最讨厌这个吗？说完，陆无的白玉藕臂直接挥出，天地之间顿时爆发出了不可直视的光芒。轰！无数蕴含着天地之理的大道符文不断爆发，肆意淹没着整个生命禁区。霎时间，刚刚还一片死寂荒凉的生命禁区终于有了动静。不过这个动静有点大，整个禁区都在拼命摇晃，陆无攻击落下的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大片的直径千万里的真空地带。陆无随手发出的攻击竟然将千万里空间内的所有存在全部湮灭了。陆无，你疯了！感受着陆无的攻击，禁区深处的那个不朽存在也是心头狂震，内心惊骇不已。你真要跟吾等于死网破不成？闻言，陆无轻声嗤笑：七，就你们这些苟延残喘，一辈子都没机会成仙的废物，居然也妄想跟本座鱼死网破，你们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说着，他裸露在空气中的完美玉足轻轻一点，空中那曼妙无双的青衣身影骤然消失。下一刻，陆无就已经出现在了生命禁区的中央。随后，他眼中金黄色道纹闪烁，整个人犹如解除封印一般，气息不断暴涨。为了几个连圣境都不到的小辈，你竟然要提前解禁，你真是疯了！你可知道这样做会有怎样的下场吗？你这样是在撕毁100万年前的约定。禁区主宰撕心裂肺的大吼，显然他也很不希望陆无真的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疯。虽然各大生命禁区中的禁忌存在是合作关系，但日后瓜分血食的时候可是要各凭本事的。如果陆无真的发疯了，就算无法击杀自己，也会毁掉自己100万年来积攒的所有力量。这样的话，就算日后收割成功，自己也无法得到多少好处。这个疯女人就是要毁了自己。想到这里，禁区主宰的嘶吼更加痛苦，声音中甚至带着一丝哀求：陆无，你赶紧住手！但陆无充耳不闻，周身光芒越加闪耀，无尽金色光辉明灭不定，各色各样的大道符文浮现，无穷无尽，生生不息，席卷天上地下六合八荒。霎时间，天地寰宇乾坤之中全是蕴含着极致恐怖气息的陆无身上散发而出的大道符文。青色身影周身更是浮现出了无尽虚影，虚影之中无尽世界投影其中，每一个世界中都有着数不尽的生灵在祭祀叩首，传出着古老而晦涩的吟唱声，宛如大道梵音，万古至理。无尽世界投影缭绕在陆无身侧，仿佛落叶围绕母树，孩子围绕母亲。这一刻，这个青衣女子就是万千世界的主宰，无尽诸天的至高。原本就被轰击的荒凉无比，凄凄惨惨戚戚的生命禁区，此刻更是彻底开始崩溃，无尽大地不断崩溃着，千万里的裂痕肆意贯穿着苍茫大地。无尽丘陵之中，那些常人眼中无比强大的存在，此时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原地，不敢动弹分毫。这些至少也是圣人境的存在，在陆无攻击的余波之中毫无抵抗之力，他们存活的唯一办法就是乖乖待在原地，等待着自己主人的慈悲。只是他们的主人真的愿意拯救他们吗？答案是否定的。禁区主宰虽然此刻睚眦欲裂，嘴上不停咒骂，但在感受到陆无身上的气息时，还是很是识趣的直接逃遁。一道血色流出现，想要冲破万千世界的封锁，只可惜晚了。陆无双眼冷漠，伸出一只手朝着面前的血色流光方向狠狠一抓，轰隆隆，玉手与流光之间，亿万里之间的空间尽数坍塌。
直径亿万里的生命禁区瞬间陆沉，那刹那间已经吞遁走了数亿万里之遥的血色流光也瞬间暗淡了下去，只留下一句不甘的怒吼：不！哼！敢欺负我的弟子，这就是下场。说完，青色身影收敛起漫天神光，迈动不着寸缕的玉足，消失在了天地之间。无尽虚空之外，7、8个身上带着同样红色气息的存在，冷眼看着陆无的动作。哼！没想到此人竟然如此冲动，为了一个弟子，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啊，没有想到这位抵挡了吾等近100万年的存在，居然是如此冲动之人。不过，此人既然动用了那种力量，那他距离飞升也就不远了。这样一来，我们的计划也能提前开始了。结，牺牲一个长生，换取一次收割的提前，这笔买卖不亏。长生啊长生，你的那些血石就让我们来替你收下吧。诸多禁忌存在看着被陆无重伤的红光，丝毫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不过毕竟是苟延残喘了100万年的禁忌存在，逃命手段还是不少的。微弱的气息再度散发出了恐怖光芒。嗡！一声风鸣响起，被陆无重伤的存在瞬间消失不见。哼，跑了吗？不过无所谓，楚轩已经回来了，这些废物先不起什么风浪。陆无看着那人消失的地方，一双桃花眼微微眯起。既然如此，我也该寻找前世的残躯了。仙界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陆无随手一招，生命禁区之下一块金银玉骨飞出，毫无阻碍地融入了他的身体。就是不知道融合了前世的身躯后，宝贝徒儿能不能再拿一次为师的原因呢？非洲在高天之上急速飞行，楚轩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安安静静的修炼，马上就要去参加人族天骄武道大会了。楚轩当然要好好准备一番，但这武道大会其实对于楚轩这种年纪的天才来说很不友好。因为修士寿元悠长的原因，这个天骄武道大会分为了3个赛道：幼年组、青年组与壮年组。幼年组的年龄范围是100岁以下，青年组是100岁以上1000岁以下，壮年组则是1000岁以上的。由于一般都是一群老油条走过场，所以一般也被称为养老赛道。楚轩与师妹们参加的正是幼年组。这幼年组也不是很幼年啊，这是楚轩知道分组依据后的第一想法。你管那个90多的糟老头子叫幼年天骄，但没办法，修士寿元悠长，武道大会又是40年才举办一次，如果年龄不放宽一点，只怕会错过不少天骄的出世。也就是说，我的对手很可能是乾隆榜的前几名。不过无所谓了，还有2个月的时间，好好修炼一下，肯定能到神王巅峰，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楚轩继续静下心来修炼，无论怎么分组，遇到什么对手，先修炼肯定没错。虽然楚轩的词条很猛，在天骄之战中也能够轻松越级而战，但楚轩并不想这样。如果境界跟得上，谁会想去逆行伐仙呢？我都准先帝之资了，就该境界碾压啊！2个多月的时间，楚轩到时候说不定已经成为圣人了。22岁不到的圣人，就问你怕不怕？楚轩记得眼下的乾隆榜第一，99岁的高龄也就神王8重吧。不知道对方到时候对上楚轩的时候会是什么感受呢？那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吧。是时候给这些9天10地的天才们一点小小的准先帝之资震撼了。神王4重了，速度还行，1个月之后应该能到神王8重。另一个陈设简单的房间中，一张十分朴素的白玉床，沈宁冰静静躺着，等待着自己的系统结算。不知为何，在听到了方洛洛的那句话之后，沈宁冰的心一直静不下来。一朵浓重的阴云不断侵袭着少女的心灵，让她患得患失，紧张多虑，手指脚趾全部都在不自觉地扭动着，就像是有一样心爱之物即将要被人抢走了一样。所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沈宁冰也不知道，因为她近万年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正当沈宁冰迷茫的时候，一道冰冷的机械音打破了她的胡思乱想。太玄道域天骄排行榜公布倒计时，3、2，又到了这个时候了吗？沈宁冰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了自己的系统。我已经比大师兄多修行了2年，不知道能不能缩短一些我们之间的差距呢？追上楚轩是不指望的了。自从楚轩击败吞天魔体后，沈宁冰就知道自己很难追上这个大师兄了。如今唯一的指望就是缩短一下2人之间的差距。叮，本次排行结果公布，太玄道域天骄第50名，庄雪。还是他。太玄道玉天骄第49名，尹英英。太玄道玉天骄第5名，萧雨嫣。萧雨嫣的名次让沈宁冰有些意外，不知不觉间3师妹居然都成长到这个地步了。仔细思考后，沈宁冰也就释然了。师妹身负万药神体，还修炼着一门吞噬异火就能升级的功法，有这个排名也正常。不过第4名就让沈宁冰有些意外了。
太玄道域天骄第4名，王腾龙。什么时候，这个地族少主居然这么落魄了？到底是谁如此厉害，将整个地族少主记了下来呢？系统很快就给出了沈凝冰答案。太玄道域天骄第3名，方洛洛。不过也对，除了小师妹，也没人有这本事了。方洛洛的天赋沈凝冰看在眼里，如果不是自己有着系统的奖励，只怕早就被这个小师妹甩在身后了。太玄道域天骄第2名，沈凝冰。太玄道域天骄第1名，楚轩。看着最终的排名，沈凝冰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但不知为何，沈凝冰心中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他记得没错的话，这破系统好像还有惩罚，对吧？叮，榜单已公布，恭喜宿主登临榜2。奖励：神品玄冥珠5颗，圣级凤魄1枚。检测到未完成惩罚，奖励暂缓发放。本次惩罚任务：待在榜首身边1尺之内，最少持续3个时辰。1尺之内，你不如让我直接贴上去。1尺相当于一个手臂的距离，男女之间这个距离已经十分亲密了，只有那些关系超越了朋友的男女才会长久维持这个距离。沈凝冰看着这个惩罚，心情十分凌乱，气愤、茫然，反正没有抗拒，相反，甚至有着一点点期待。要不找师兄请教一下飞仙诀。很快，冰山仙子就找好了理由。没办法，这个圣品凤魄太吸引人他了，绝对不是想要待在楚轩身边。非洲之上，黑衣少女伸手指向楚轩的眉心，轻轻一点，纤纤玉手的指尖处，一抹微弱的光芒一闪而逝，正是沈凝冰将飞仙诀的口诀心法传授给楚轩。沈凝冰的系统奖励并没有什么不可外传的限制，所以他也没有吝啬。然后少女就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述其中的要诀。师兄，听懂了吗？少女一双大眼睛看着面前的俊秀青年，心中一种别样的思绪在蔓延。真是好看，天地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呢？就算看上一辈子也不会腻啊。基本都听懂了。楚轩点了点头，平静说道。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还动了动，似乎在思考其中的问题。不过这也在沈凝冰的预料之内，毕竟飞仙诀是沈凝冰接触过的难度最高的那一批杀伐神通了。虽然系统没有说明这门神通的等级，但沈凝冰知道他绝对不比阶子密差，甚至沈凝冰隐隐之中有种感觉，飞仙诀的等级还在地级之上。这是一门超越了所有大地神通的终极杀伐之术，这是一门不属于9天10地的终极杀伐神通。因此飞仙诀的参悟难度着实恐怖，就算是有着前世女帝记忆的沈凝冰，也花费了好几个月才能勉强入门。不过这门神通的使用门槛不高，尚未成神就已经能够使用，那就好。这门神通十分晦涩难懂，参悟时间长一些是很正常的。沈凝冰开口道，说的时候还同时偷偷观察楚轩的反应。他知道大师兄的悟性很好，但这飞仙诀确实非同寻常，就算是再高的悟性，也不可能一下子将其吃透。就算沈凝冰有着顶级大帝级别的深厚积累，也花费了许多时间才堪堪入门。希望大师兄他不要因为这门功法而怀疑自己。不过沈凝冰想象中的困顿与迷茫并没有继续出现在楚轩身上，相反，楚轩刚刚已经思考好了今天中午该吃什么菜了。刚刚楚轩转动眼珠子的9成9时间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相比较于飞仙诀，还是中午吃什么更让楚轩纠结。这个可是千古难题好吧。其实在收到飞仙诀心法的第一时间，楚轩就已经看懂了，同时他也知道了沈凝冰的问题出在哪里。不过看那个滔滔不绝的少女讲话很有趣，楚轩也就没有打断对方。大师兄，你真的听懂了吗？似乎是担心楚轩不太诚实，沈凝冰又重复了一次。我真听懂了。面对对方关切的话语，楚轩微微点头。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说着，他指尖上出现了一道华丽至极的光芒，正是飞仙诀。这一刻，沈凝冰感觉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大师兄，你在说什么东西？你刚听我讲了一遍，就想要教我做事，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啥？大师兄你说什么？沈凝冰被吓得都有些结巴了。你没在跟我开玩笑吧？没有，你有什么不懂的吗？说着，他指尖上出现了一道华丽至极的光芒，正是飞仙诀。看到这熟悉的光芒时，沈凝冰整个人都傻了。我操，大师兄手上的是什么东西？这不是自己苦苦修行了几个月的飞仙诀吗？怎么感觉大师兄用的比自己还流畅啊？一时之间，沈凝冰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看着少女震惊的神情，楚轩心情更加美妙。美好的一天果然要从刷新师妹认知开始。真的，你现在运转这门神通的不够流畅，问题出在……
楚轩收起了戏弄的心思，仔细给沈宁冰讲起了他飞仙诀上的不足。说着说着，他还走到了沈宁冰的身边，帮他仔细矫正姿势。神力运转的时候，这里需要放松一点。楚轩的手不断接触着少女的娇躯，一点一点纠正着少女体态上的不足。手指、手臂、肩膀、头颅、后背、腰腹、大腿，楚轩的双手逐渐将少女的所有误差调整了回来。虽然有着黑色长裙的遮挡，但还是十分爱美。沈宁冰甚至能够感觉到楚轩双手之下之稳健脉搏，但他却丝毫没有拒绝的意思，甚至还主动靠了靠。惩罚完成度 5%。 沈宁冰脑海中任务完成度在不断的上涨，但作为当事人的沈宁冰却毫无察觉的意思。他此刻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飞仙诀的奥秘之中，因为他能感觉到在楚轩的调整下，自己飞仙诀的运转确实顺畅了许多。不对，不能说是许多，已经是天翻地覆了。大师兄说的没错，自己在这方面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短短3刻钟，沈宁冰对这门神通的理解就已经到了几乎大成的地步。要知道，他辛辛苦苦修炼参悟了几个月，也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不过也是大地圆满的长久感悟，怎么抵得过悟性逆天的片刻指点呢？此刻沈宁冰已经彻底被楚轩那逆天的悟性折服了，只是看了一遍就将一门等级超越了大地神通的功法完全参悟，而且还能将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揉碎了喂给自己。这悟性也太恐怖了，大师兄真的还是人吗？半天之后，楚轩终于将沈宁冰的所有问题都纠正了过来。就是挺奇怪的，为什么这个师妹明明是女帝转世，这悟性就这么差呢？许多简单的问题自己上手纠正了这么多次还改不好，关键是对方好像还故意贴了上来，尤其是腰部的几个穴位，明明他都知道在哪，还让自己指出来。好家伙，我怀疑师妹是故意的。楚轩心中提出了合理质疑，但手上的动作还在继续。故意就故意吧，反正我又不吃亏。你还别说，这手感真不错。直到楚轩说要开始做菜了，沈宁冰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叮，恭喜宿主完美完成惩罚任务，解锁额外奖励。额外奖励抽取中。叮，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装备兔耳朵头饰。兔耳朵头饰能够与佩戴者通感，宛如真实存在的兔耳朵一般，十分敏感，而且扯不烂，扯不烂，扯不烂。这个特殊装备的介绍怎么看着这么不正经呢？通感也就算了，毕竟这种东西修行界中不算少，但这个扯不烂是什么鬼？这玩意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暴力拉扯啊？我怀疑这不是正经装备，而且有着十足的证据。作为一个拥有着近万年记忆的女帝，沈宁冰虽然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但也不是一无所知。看着那多次重复的扯不烂3个字，沈宁冰心中顿时有了画面了。呸呸呸，大师兄才不会这么暴力。虚空道域一处茶馆中，许多茶客正在闲聊。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无名城外发生大事了，有人将一整个生命禁区都打沉了。沉默的还是仙灵，那个埋葬了无数强者的仙神墓园，起码10万个圣人级别的存在，就这般轻而易举的被抹杀了。闻言，一众茶客瞬间骇然，纷纷握紧了手中的茶杯。大量滚烫的茶水不断抖落，但无人在意。将整个禁地毁灭，这是何等伟力！就算是准地巅峰也不一定能做到吧？不是不一定，而是肯定不行。除非他能请动极道地兵。难道说是个大禁区的禁忌存在内讧吗？有人提出了猜想。这件事情我也略有耳闻，听说是那些禁区巨头在围剿一个从仙界下来的生物。我怎么听说是一个无上巨头的子嗣被不祥侵染了，一怒之下带着极道地兵直接杀了过去。谁知道呢？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战力绝对超越了准地，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了。这威力也太恐怖了，超越准地的战力，那位出手的存在也太过变态了吧。嘘，晋升，万一冒犯的话语被那无上存在感应到了，那就不好了。此话一出，茶馆中顿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强者辈出的年代，无数口无遮拦的人都在大放厥词中诡异自爆。后来一位准地巅峰强者的出言警告，才让人们明白了其中真相。原来念出无上强者真名的时候，会牵动冥冥之中的因果，让那位强者有所感应。运气不好的话，触到绝世强者的眉头了，可不得直接爆体吗？短暂的沉默过后，众人自觉地寻找着新的话题，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来到了不久后的人族天骄武道大会上。哎，这次的武道大会，你觉得谁会夺魁？我感觉是姬家的长空弟子吧，他可是乾隆榜第1啊。我也觉得，而且这次的武道大会在虚空道域，那可是姬家的地盘，主场作战说不定有加持呢。我倒是感觉
瑶光圣地的圣子也很有可能登顶，听说他最近的圣光术有所突破，很可能已经接近圆满了。闻言，在场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接近圆满的圣光术，那岂不是说圣境之下无人能挡？瑶光圣子在最近的乾隆榜中本就排名前3，如今由此突破，岂不是能够轻易登顶？看来瑶光圣地为了这一次的武道大会已经开始拼命了。不只是瑶光圣子，其他大势力的天骄也有不少有着重大突破。他们乾隆榜的名次没动，只是在试敌以弱迷惑众生罢了。如此说来，这一次的武道大会各家底牌尽出，这下有看头了啊！楚轩的非洲之上，3位师妹久违的聚在了一起，开始说起闺中秘话。上一次3人举行这种私密小会，还是在上一次呢，具体时间还要追溯到时空塔之中。这乾隆榜也太不靠谱了，大师兄这么厉害，居然才排到第30名。萧雨嫣看着面前光幕上的排名，很是不服气，脸蛋都被气得圆鼓鼓的了。虽然某人心中清楚，这脸上的变化另有缘由，没办法，谁让大师兄低调呢？基本上没有怎么在外人面前显露过实力，也就只有我们知道大师兄有多恐怖。方洛洛双手托腮，心不在焉，两眼放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沈宁冰更是全程没有说话，心思全在身上残留的余温上。可恶，虽然这是事实，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大师兄的排名这么低啊！萧雨嫣看着这个排名，心中很是难受。大师兄的恐怖之处，他可太有发言权了。光是那无比强横的肉身，就足以横扫所有真一境的对手。这个可是九姐姐检查过萧雨嫣的身体后亲自得出的结论。九姐姐那一句惊叹，萧雨嫣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好妹妹，你被圣境巨龙糟蹋了。能让一个圣王巅峰的九尾天狐说出这种话，楚轩的恐怖之处可想而知。放心，武道大会上自有分晓，实力不会骗人的。终于，一直没有说话的沈宁冰开口了，将情绪激动的3师妹安抚了下来。而且，这次的武道大会也是我们3人大放异彩的好机会。楚轩房间中，俊朗无双的白衣青年，双眼紧闭，浑身上下气息涌动，大量道则与神火不断冲刷着他的躯体，将他体内的神性洗去，留下一股孤高的圣洁。若是被一般神王看到了这修炼方法，绝对会直呼变态。因为楚轩竟然在修炼神王境的同时，不断完成着圣技。神王境的修炼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神体与神魂的结合，诞生出更加精纯的神力；另一个则是神魂与天地道则的结合，一步一步掌握圣人之力。前者是通过神火完成的，后者则是通过道则完成。一般来说，两者不会同时进行，但楚轩，我全都要。两者之间有着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一般人根本无法让神魂同时结合2种力量。这2种力量一旦处理不好，有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剧烈的神魂爆炸。这种爆炸由于是在针对神魂与大道根本的，一旦发生就极其容易留下道伤。再加上双管齐下的修炼，并没有比分开修炼多出多少好处，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能节省大半的时间。所以就算是大地重修，也没有几个人能同时进行2种蜕变。而楚轩选择这样修炼，自然是因为他速度快。这种齐头并进的修炼方式，只要修炼到了神王巅峰，就可以尝试突破圣人。至于那些所谓的副作用，楚轩一点都不担心。开玩笑，他堂堂准仙帝之姿，再加上悟性逆天，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如果这种修炼方法出问题了，以楚轩的悟性都能再创一条相似的路，直接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不过这条路前人走过，是切实可行的，所以楚轩的修炼破境也是那么的顺畅，就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很好，神王8重了，还有1个月的时间，成圣应该没问题。非洲之上，在楚轩一行人到达虚空道域姬家道场的3天之前，一股浩瀚的神圣之力轰然爆发，随后在非洲通体密密麻麻的法阵之中，这股气息又瞬间消失，从头到尾没有维持过一个刹那，就好像头脑片刻失神之间产生的幻觉一样。整个船上只有3个人感觉到了异样，正是2位圣王老祖与沈宁冰。其中2位圣王老祖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这小子是不是在修炼什么特殊功法？怎么感觉他身上多出了一股圣人之力？有可能，我听说最近很多圣地的传人为了参加武道大会都练了类似的特殊功法。我记得修炼这一类的功法代价可不小，看来长青那小子对他很是看重啊，居然将这么多资源给了他。废话，20出头的神王，你不是一样看重他？只能说老2口的感情挺不错的，说着说着还吵了起来。嗨嗨，2位老祖，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沈宁冰走到2人的面前，开口提醒道。
大师兄他真的圣人境了。还没等沈宁冰多说几句话，两人的反驳就异口同声的传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别看两个老头刚刚吵得挺激烈，但对待外人倒是十分统一，就像是两个演练了多年合击之技的道侣一般。事实上两人也确实是，两人虽然都只是圣王巅峰，但精通合击之术，相濡以沫了数千年，联手之下甚至能够抗衡准地。21岁的圣人，就算是陆无那个变态丫头，也没有这么夸张的突破速度。王老摇着头，有些梦呓的出言否定道：当年的陆无可是王老看着成长起来的，在他记忆里，陆无已经是完全打破了常规的绝世天才了。在毫无资源的情况下，从太玄圣地一众弟子中杀出来，22岁入门，25岁突破神王，30岁成圣，100岁成就圣王巅峰，这种速度亘古未有，就算是现在的楚轩也无法比肩。在王老眼中，没有陆无给的那些资源，楚轩不可能有现在的境界。如今的楚轩不过是吃到陆无身份的红利罢了，再加上成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光是神魂与神体与天地法则的2次结合，就需要漫长的水磨功夫。楚轩到现在修行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够2年，这么一点时间，怎么可能突破到圣人境界啊？林老明显也同意这个说法，要是那小子真的成了圣人的话，那我就把小王的袜子吃了。说着，林老还挑衅般的看了自己身边的女子一眼，仅一眼，已经经历了数千年耳膜斯病的中年女子就脸红了起来，讨厌。不过两人的态度都很明显，他们不相信楚轩能够这么快成就圣人。面对对方的这个态度，沈宁冰也是有些无奈，没办法，这是老人家的通病，他们会因为自己曾经的见解而无比固执，不相信新时代的变化。就好像现在两位老祖不会相信有人能够打破师尊陆无的记录。原本沈宁冰也是不信的，但经历过飞仙诀之后，他知道这个师兄绝对不能以常理来衡量，凡事都往最夸张的方向想，那就对了。他沈仲生女帝宁冰真的对这个大师兄彻底服气了，这种毫无漏洞的全方位压力，就算是前世那个无比惊艳的师尊也没有让他如此窒息。不过沈宁冰也没有继续与两位老祖争辩，事实就是事实，等大师兄出来了自会有分晓。没了沈宁冰的劝阻，两位老祖继续那絮絮叨叨的嘴皮子斗争。最开始还是口角斗争，但很快就直接升级到肢体冲突。对此沈宁冰的评价只有一个：呸，为老不尊，勾勾搭搭的也不避着点人，不知廉耻。看着看着，沈宁冰忽然又有些羡慕了，不愧是老东西，床头打架床尾和。说起来已经1个多月没有感受到那个温暖的手掌了。冰山女帝忽然有些羡慕两位老祖了。沈宁冰叫上了2个师妹，在甲板上吃着火锅，这还是楚轩会教他们的吃法。锅用的是一只万年玄龟的龟壳，自带海鲜汤底；火用的是萧雨烟炼化的异火，一朵品阶不俗凤凰火焰，烧出来的汤底带着一丝辣味，连调料都省了。3人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着，各自心不在焉的等着自己的大师兄出来。就在半天前，大师兄就发传音让他们先准备食材，等下一起吃火锅。3人很是高兴，直接早早在这摆好了东西，打算等着楚轩到了再一起吃。但没办法，火锅实在是太香了，谁家好人能顶得住这诱惑啊？不过还好，楚轩也没让几人等多久。3人没吃多久，他就来到了船头的甲板上，身上气息内敛，但一举一动又无比契合天地大道，宛若顺从天理。看到楚轩的第一时间，沈宁冰就知道自己没有猜错，大师兄果然成就圣人了。看样子他应该是走的2边同时融合的路子，不然圣人之力不可能这般内敛的。他的天赋究竟有多夸张，居然真的能够突破圣人？同时震惊的还有萧雨烟脑海中的涂山99。我勒个飞天大槽，萧妹妹，你这大师兄是什么情况？怎么半个月不见，他都他妈得成就圣人了？这个世界终究是成了这般颠老的模样吗？实在是太我槽了。只能说这个九尾天狐确实很没有素质。萧雨烟此刻十分想在脑海里施展个脏话屏蔽的法术了。别啊，妹妹你这样跟直接屏蔽姐姐有什么区别？似乎是知道萧雨烟心中所想一般，涂山99连忙求饶。说着他还开始给萧雨烟解释了起来，这不是看到你的大师兄成就圣人了，太过震惊了吗？一时间有点忍不住，委屈妹妹了。我等下一定说出更多丹方，让你师兄教你。涂山99如今已经彻底成为教科书了，对萧雨烟的教导只剩下了给出丹方与手法，剩下的就交给楚轩一点一点言传身教。听到涂山99的求饶与补偿，萧雨烟也没再多说什么，毕竟每次过去找大师兄请教，自己都能说起来，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看着萧雨嫣流口水的模样，涂山久久就知道这丫头又想了。但九姐姐早就接受了这一切，没办法，谁让这小妞是兜率神符认定的主人呢？反正有兜率神符护着，这丫头也不会出事。她的癖好怪一点就怪一点吧。末了，她还是看了楚轩一眼，再度发出感慨：22岁的圣人，我勒个乖乖，这也太夸张了！就算是大地重修，也不可能这么快吧？这家伙还是人类吗？大师兄，你身上的气息变了。火锅边上，还是方洛洛第一个开口提起楚轩的变化。洛洛说的不错，师兄我刚刚有点小突破。楚轩平静地点了点头，说道。这回答听得沈凝冰一阵无语。小突破？你管神王道圣人叫小突破？那整个9天10地之中，这么多的准圣都可以去死了。准圣境正是一般情况下完成了神魂与身体结合，正在进行神魂与天地之力结合的修士。楚轩则是直接跳过了这个阶段，能够如此顺畅3个多月走完神王境与准圣境的所有阶段，此人的天赋究竟是有多变态啊？悟性逆天也就算了，这天赋也这么变态，还让不让人活了啊？虽然早有预料，但看到楚轩的那一刻，沈凝冰还是无比的震惊。大师兄说笑了，如果从神王到圣人也是小突破，那修行路上就没有几个大突破了。原来人无语到极点，真的会笑出来的。沈凝冰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沈凝冰说话的时候，在圣人2个字上故意加重了几分，似乎是在通知某些人，应该说在通知某2位老人。果然，片刻之后，2道强大的气息轰然爆发，2个衣衫不整的老祖看着楚轩怔怔出神，这动作将萧雨嫣与方洛洛都吓了一跳。没事，先吃菜吧。作为当事人的楚轩却没有丝毫的反应，就好像他没有看到2个凌乱的老祖一样。2位老祖也丝毫不恼，只是静静地看着楚轩吃火锅。很快，师兄妹4人就将堆积如山的肉鱼菜全部消灭掉。看到楚轩吃完，2位老人才上来问道：圣子，你真的突破到圣境了？林老那张带着不少皱纹的脸上，笑容如同菊花一般灿烂。旁边风韵犹存，面色潮红的王老此刻也神色凝重，似乎楚轩的这个答案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楚轩身上有着陆无留下的秘宝，能够遮掩住自身的境界气息，再加上楚轩自己如今也迈入了圣人之境，所以2人现在已经无法查探到楚轩的具体境界了。虽然看到楚轩身上的变化后，2人已经信了90%。神华内敛，圣洁无瑕，举手投足之间暗合天地之理，正是圣迹圆满的标志。不过这种大事始终还是需要经过本人承认才能算数。我运气不错，正好有所感悟，顺手之下就突破了。楚轩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只不过说的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顺手的事。但2位老祖的身体第一时间就立正了。不是哥们，你在说什么新奇的小众词汇？运气不错，有所感悟，顺手，这几个词语分开来倒是十分常见，怎么组合在一起就这么让人无法理解呢？你确定运气不错，有所感悟的时候，真的有人能够顺手能突破到了圣人境界？如果突破到圣人真的这么简单，一个道域神王不说10万，最少也有个7、8万，怎么可能整个道域的圣人加起来都没有1000个呢？那些一辈子卡在神王巅峰与准圣境界的那些人，他们怎么不突破呢？是不想吗？一时间2人都有些哑然，面对这么一个超乎常理的超级天才，他们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变态吗？面前这家伙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千言万语哽咽在喉，终究还是说不出什么来。从无到有，2年不到就成圣，夸张，这实在是太夸张了。1年走完凡人6境，半年左右走完神境，照这个速度下去，你明年是不是就要证到大帝了啊？2位老祖，看来你们都猜错了呀。没等2人继续说话，沈凝冰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脸上还挂着戏谑的笑容。我怎么记得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大师兄不可能是圣人来着，而且有人好像说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就吃点什么。说着，沈凝冰的眼神看向了王老的身下，虽然年纪不小了，但圣王巅峰的修为摆在那里。王老的身段依旧停留在女人最有韵味的少妇阶段，浑身气息如同一个熟透了蜜桃，让无数男人看着就十分心动。被沈凝冰那戏谑的眼神盯上，王老顿时老脸一红。这个死老头子口无遮拦也就算了，居然还把自己搭上，真是该死！今晚一定好好惩罚他一下。没够10次，这家伙别想走。不过林老脸上却没有一点不自在，反而还有点兴奋，似乎他早就想做这件事情了一样。啊，死老林，
你干什么？一声娇呼响起，王老死死捂着自己的裙底，那已经挂上了不少岁月痕迹的脸上出现了少女般的羞涩。小王，我林枯荣向来说到做到，你就从了我吧。这位林夫人，你也不想你的丈夫兼道侣沦为无姓之人吧？还是熟悉的味道。这猝不及防的恩爱画面，师兄妹四人狠狠地塞了一嘴狗粮。楚轩看了沈宁冰一眼，眼神中带着些错愕。这是什么情况？沈宁冰将半天前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楚轩瞬间明白了过来，你上当了，林老哥这骗吃骗喝呢。看他的那兴奋的样子，这家伙恐怕是蓄谋已久了。楚轩笑着说道。闻言，萧雨嫣顿时眼前一亮，原来还能这么玩。不过两位老祖的感情可真是好啊，如此岁数了还这般如胶似漆。明白过来后，沈宁冰也没有继续与两个老人计较，反正都是自己人，也没有什么损失，计较也没啥意义。要是继续不知好歹，还指不定被这两个老不休的塞多少狗粮呢。好了，没几天就要参加武道大会了，这段时间里面有什么不懂的就赶紧来问我吧，正好给你们好好补习一下，争取在武道大会上取得一个好成绩。楚轩甩手，一股无法抗拒的天地之力出现在三个师妹的身上，下一刻四人的身影就从甲板上消失，再度出现已经是在非洲一个专属练功房中。大师兄，我们年纪还小，为什么不等下一次武道大会再参加呢？没有下次了，40年之后我早就离开九天十地了，40年后我早就离开九天十地了。这句话如果放在前世，就算是一个准帝说的，沈宁冰也绝对会嗤之以鼻。40年内离开九天十地，这就连他这个大帝都做不到。不过那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眼下九天十地飞升的路还在。沈宁冰前世正道之后，之所以还长期留在九天十地，就是因为飞升之路断了，一场浩劫引起天道的莫名变化，随后大帝的飞升之路就此中断。就算沈宁冰修炼到了大帝境的尽头，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只能出入各大禁区寻找办法。最后记忆在一个古老的荒地之中断绝，再度醒来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年少时期。但楚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沈宁冰却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想想也是，一个修炼1年多就成圣了的超魔存在，40年内成就大帝也不是不可能。那件事情还要数百年才发生，自然不会影响到大师兄飞升。大师兄，你要去了，我也要一起。性子更加热烈直接的萧雨嫣与方洛洛闻言后立即就围在楚轩身边，四只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楚轩，如同两个被抛弃的宠物。没事的，我会尽量带着你们的。楚轩摸了摸两人的脑袋，没在这话题上过多纠结好了，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吧，你们在这次的武道大会上也要好好表现。楚轩话锋一转，将话题拉回到了三人的修行上。方洛洛不愧是身负双红词条准仙帝之资的天命之子，短短2个月境界又再度有了突破，如今的他已经是真一静一重了，这速度甚至已经让沈宁冰有了十足的压力。萧雨嫣也不差，身负上古奇异功法真言9变，只要吞噬一火就能快速升级，如今已经是神火9重了。当然3个师妹中最强的还得是沈宁冰，有着系统的奖励，沈宁冰的修炼速度一直比方洛洛快上一筹。炼化了系统发放的圣品凤魄后，沈宁冰的太阴圣皇体已经全部激发，修为也来到了惊人的真1、2重。虽然3人在时空塔中待了2年，实际上修炼时间是2年半左右，但这个速度也十分骇人了。至少在修炼界来说，除了楚轩与陆无这2个怪胎之外，算是前无古人。这是前世的沈宁冰想都不敢想的修炼速度。大师兄，太玄剑诀的这一招是不是有些缺漏啊？方洛洛率先发难，直接占据了楚轩小课堂的第一个位置。这里可以这样。就这样，楚轩开始了早上方洛洛，下午沈宁冰，晚上萧雨嫣的愉快生活。嗨，前面2人都是正常补课指导，绝对没有一点其他的意思。3天之后，楚轩的非洲终于在虚空道域的虚无城落了地。虚无城乃是虚空道域最大的城池，也是虚空道域霸主姬家的大本营。姬家乃是100万年前人族先贤虚空大帝的家族，一直都是9天10地中最为强大的几个地族之一，如今更是争夺到了这一届的人族天骄武道大会的举办权。再加上姬家这一次出了一位与虚空大帝有着同样体质的天骄，所以这一次的武道大会格外隆重。姬家甚至邀请了万族中一些与人族交好的巨头前来观赛。非洲缓缓落下，楚轩师兄妹4人出现在无数人的视野中，4人的外貌顿时在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好漂亮的仙子，这几位仙子的容貌已经不比美人榜榜首的那位差了吧？美人榜乃是某个不知名势力发布的榜单，其中囊括人族万千美人，
但还是遗漏了不少明珠，比如说楚轩的师尊陆无。陆无这种级别的强者，那个势力是万万不敢评价的，这是真的会带来杀身之祸的。我感觉甚至已经超过美人榜首了。这3位美人实在是太美了。不错，这3人的虽然气质各异，但都与自身的容貌相得益彰，都可谓是无比惊艳。3个师妹一出现，顿时成为了画面的焦点。毕竟是3个各有特色的绝世美人，实在是无法低调。中间的男子是谁？实在是艳福不浅啊！仙子，看那小子的眼神都快拉丝了，我好恨啊！为什么中间那个人不能是我？顷刻间，楚轩就成了无数男人的公敌。妈的，凭什么他能被3个这么倾国倾城的美人环绕其中啊？但在仔细看了一眼楚轩的相貌后，他们也就瞬间了然了。长这么帅，此人该不会是那3位美人的小白脸吧？臭不要脸的小白脸，小心死在这3位美人的肚皮上，死了最好，这样我就有机会上位了。这种美人就是让我死，我也愿意啊！一时间，非洲降落的广场上充满了咬牙切齿的声音，无数男子仇恨的目光聚集在了楚轩身上，甚至连美女都忘记看了。感受到这无尽的仇恨目光，楚轩也是有些无奈。早知道就不用圣人之力，将自己的气质收敛起来了。这收敛起自己的仙人气质后，什么阿猫阿狗都敢看自己了。以前自己没有收敛的时候，这些人可是只敢在心里自卑的。果然，玄幻小说中的主角遇到这么多麻烦，多半是因为太过低调了。楚轩叹了口气，随后将自己的气质释放出来。本来还想着收敛气质，少点沾花惹草的，以普普通通的貌于潘安跟你们相处的，这下没办法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装了，摊牌了。我是世间第一美男子。随着一股出尘绝世、超凡脱俗、羽化而登仙的气质出现，楚轩在众人眼中的形象骤然变化，所有仇恨与愤怒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无尽的自卑与破防。这家伙怎么这么帅啊？感受到这剧烈的变化，楚轩嘴角微微勾起。果然，在修行界中，只有用巨大的差距将这些人压服了，他们才会真正闭上自己的嘴巴。这如仙一般的气质，效果很好。男修们怨恨的目光瞬间全部消失了，徒留羡慕。但也带来了新的一波问题，那就是女修们的眼神。在楚轩放出自己气质的那一刻，广场上所有的女修瞬间心有灵犀一般，全部扭过头来。在看到楚轩的那一刻，她们眼睛全都直了。这个男人是谁？他也太帅了吧！呜呜，师尊，我恋爱了！别吵，师尊也在看。短短几个呼吸，在场的许多女修就已经幻想出了与楚轩3万年没羞没臊的美好生活。有些胆子大会来似的，已经偷偷将自己的长裙往下拉了不少了。一道十分明显的疤痕，瞬间让他在身边一众严严实实的女修中鹤立鸡群。但楚轩只是冷漠的扫视一周，随后就收回了视线，自始至终都没有多看一眼。规模不大，线条一般，没啥好看的，跟萧雨嫣比起来实在是差远了。唯一支持楚轩刚刚扫视下去的理由，就是这些人的词条了。放眼望去，方圆数千里的广场上聚集了何止100万修士，这数量庞大的修士正是楚轩前来此地的目的。楚轩的系统现在机械音都快喊冒烟了。叮，复制成功，叮，复制成功，叮，复制成功。转眼间，楚轩就复制里超过100万人身上的词条。但最令楚轩兴奋的是，他目前连这里的1半人都没有复制完。就是可惜100万人里面就5000来个紫色词条，其中大多数还是最低级的圣人之姿。楚轩心中暗暗惋惜。其实这跟地方有关，这里并不是各大圣地非洲降落的地方，而是广大次级势力降落的地方。各大圣地的人，非洲要么就直接朝着自己的驻地而去，要么就是用其他方法通行，反正不会经过这里。所以这里的人基本都是小型势力的门徒与长老，有望圣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十分了不得的天才了。楚轩故意挑选这里降落，也是因为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修士。在9天10地中，其实还是超凡6境的修士占了大多数，能够成神的修行者都是少数了。不过话是这么说，但即使是超凡6境的修士，他们身上也最少带着一个绿色的词条，只要词条数量上去了，质量问题系统会帮忙解决的。叮，检测到宿主复制词条数量已经达到100万，升级条件达成，系统升级中。叮，升级完成，已解锁新功能，词条炼金。就在楚轩花了好几个呼吸，又复制了数百万人的词条之后，系统传来了一阵不一样的提示音。还有意外之喜。看着脑海中的提示，楚轩也是一阵意外。不愧是自己的系统，这升级速度也是一流，说升级就升级，绝不磨叽。这眨眼间的功夫就直接升级好了。不过这词条炼金功能是什么意思？
楚轩好奇地点开了这个功能的介绍：词条炼金，将一定数量的同级词调制换成更高级的词条。注意，特殊类型词条不可置换。感觉有点鸡肋啊。楚轩看着这个功能，一时间有点迷惑，这不就是词条融合吗？怎么还能专门出一个新功能了？不过当楚轩操作了一番之后，才知道这个功能的具体作用。简单来说，这个功能比词条融合升级更加有用，它能将不同类型的词条融合，然后升级成更加高级的词条。不过相对应的，这个功能也有弊端，在同样的升级条件下，炼金生成的词条是随机的，只有花费融合词条5倍的代价，才能合成出一个指定的已经拥有的词条，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垃圾回收站。我现在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所有词条了。短暂的思考后，楚轩明白了这个功能到底有多厉害。这下好了，前面那么多复制了但没有加载的词条终于有用处了。一时间，楚轩复制的速度更快了，每个瞬间楚轩的面板上都会多出数以万计的词条。楚轩甚至连加载都懒得加载了，专心扫视人群。对于已经成圣了的楚轩来说，一个呼吸之间复制10万人并不难。片刻之后，楚轩的已经将广场上所有人的词条都复制了一遍。系统中修炼天赋之类的词条已经自动合成出了一个比楚轩身上的天赋还恐怖的词条了：一阶巅峰先帝之姿，彩5红。这是由10个红色词条合成出来的彩色词条。光是看着那流光溢彩的词条面板，楚轩就知道这个词条绝对自己的准先帝之姿厉害。这炫酷的 RGB 效果让楚轩有些回到穿越前了。系统，你真的没有收某些登场的广告费？系统毫无回应。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他的处理范围了。不过楚轩也就是随口一说而已，并没有多么在意。炫酷点好啊，词条不炫酷一点，我怎么知道它的等级有多高呢？早在楚轩看到那不祥者的注释的时候，楚轩就有点心动了。原来词条能也有这么炫酷的特效吗？好想弄一个。又看了两眼脑海中的那个不断闪烁着走马灯的词条，楚轩将注意力转回了现实。现在还不是加载词条的时候，鬼知道这彩色词条加载的时候会不会闹出什么大动静。等到了太玄圣地的地方再加载也不迟。走吧，你们的比赛就快开始了，先过去太玄圣地的地盘吧。楚轩说着就迈开步子，想要带着3位师妹离开。但可能是因为楚轩这次比较低调，所以终于有没脑子的纨绔子弟过来闹事了。一个年轻男子升空，下一刻就出现在了楚轩等人的面前，拱手道：这几位仙子请留步，我乃是庭云州罗家少主罗庭云，专门为几位仙子设下了接风宴。话里话外满是高傲，同时暗中一股圣境的气息轰然爆发，直接朝着楚轩师兄妹4人而来，大有将他们当场镇杀的势头。气息落下后，罗庭云笑眯眯地看着3女，继续说道：不知几位是否赏脸？此人一眼都没有看楚轩，全程盯着3位师妹，眼中满是火热。说着他还侧过身子，摆出了一个请的手势，似乎对于面前的美人已经势在必得。看见罗庭云的动作，场下一片哀嚎。完了，罗家少主出手了，这几个美人有难了。罗家少主怎么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在赛场附近观赛吗？没想到这几位仙子的魅力这么夸张，连罗家少主都被吸引来了。这下他们有难了啊。对啊，整个虚空道域谁不知道庭云州罗家的少主是个变态，他的别院中每天都得死不少女人。我听说一个圣人的都交代在他手中了，结果那个圣人还得低声下气的给这位大爷赔罪。没办法，谁让他是罗家的少主呢？罗家可是拥有着圣王的超级势力，就算是圣地的核心弟子也得给他3分薄面。场间无数人看向楚轩4人的眼神顿时变成了怜悯，仿佛在看几个死人一样。在他们眼里，楚轩等人可不就是死人吗？罗家少主为了这3个绝色美人，绝对会将那个男人斩草除根的。这种事情他也不是第一次做了。那些死在他别院的女子，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带着家室的，她们死的时候，甚至丈夫孩子还在眼前呢。当然，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就好。如果现在说出来，只怕罗少主会不高兴的。罗家虽然比不上那些圣地地族，但处理他们这些小修士还是没什么问题的。罗庭云看着面前的3个倾国倾城的美人，眼中满是贪婪与火热。他这辈子玩了几10年的女人，都没有见过这种这么极品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外域宗门这么托大，居然敢将这种角色堂而皇之的放出来。不过这几人都在外围降落了，想来也不是出身什么大势力。罗家得罪不起的大势力都有各自的专属山峰，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既然如此，本少主就却之不恭了老3，要是他们不从，那就直接动手抢人，那个小白脸直接杀了就行。罗庭云神识波动，对着身后虚空中的圣人护卫说道。说完，他继续看着面前的3位美人，眼里的淫邪丝毫不加掩饰。感受到那莫名而来的圣人威压，
沈凝冰三女都是一阵趔趄，只有楚轩丝毫不为所动。看着三女的反应，罗庭云心中更加激动。他们身边没有圣人级别的护道者，他们绝对不是大势力出身。在美色的蒙蔽下，罗庭云丝毫没有察觉到楚轩的不对劲。师妹们，是我不好，出门没有看黄历。楚轩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想到，这虚空道域环境这么差，出门随便走走就能踩到狗屎。楚轩安慰了一下正在暴怒边缘的几个师妹，然后一步踏出，来到他们身前。太玄剑诀，死！楚轩没有丝毫沟通的欲望，直接就祭出了自己那已经真真正正圆满了的太玄剑诀。咻！阴阳剑光不断闪烁，圣人之力不断轰鸣，天地大道不断咆哮。霎时间，恐怖到了极点的攻击骤然爆发。感受到面前的攻击，罗庭云瞬间变了脸色。作为罗家少主，他对于青年身上的气息波动并不陌生。圣人，面前这个青年竟然是一个圣人，而且是那种战力极强的圣人。这种恐怖的气息，罗庭云只在自家那个大圣境的父亲身上见到过。老三舅！罗庭云的呼救尚未说完，声音就戛然而止。一道剑光划破长空，轻轻挑过他的咽喉。随后，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罗家少主瞬间失去了所有气息，宛如一个死物一般直直落下。啪！下一刻，广场上就多出了一滩模糊的血肉。虚空中藏匿的那个罗家侍卫看到这一幕，也是头皮发麻。他刚刚连少主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同为圣人境，面前此人的实力怎么与他相差这么大？此人能够有如此可怕的战力，来头绝对不小。仅是刹那，这个罗家侍卫长就对楚轩的身份有了判断。想通之后，他的脑海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想法：快跑！身体比脑子快，他念头刚刚出现的时候，身体就已经转过去了，但双腿却始终无法迈开，因为他的身体上已经多出了一道白色仙光。仙光穿透了他的身体许久，将他的生机彻底湮灭后，他的耳边才响起楚轩淡漠的声音：飞仙诀，死！仅仅是一个照面，楚轩就连出2招，直接将罗家少主与他的护道者一起瞬杀了。说谢谢了吗？帮你解决了人生大事，连句谢谢都没有，本地的势力真是太没礼貌了。呸！楚轩站在那贪烂肉上空，轻呸了一声。这惊天变化让场上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做完这一切，在场下众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楚轩就已经回到了3个师妹的身边。走吧，凡人的苍蝇已经解决了。下一刻，4人化作流光，朝着武道大会中太玄圣地的地方飞掠而去。众人反应过来时，天空中那几道身影早已经无影无踪，只留下地上众人面面相觑。我操！刚刚我看到了什么？那个帅哥居然是圣人，还将罗家少主一剑斩杀了。不止，我也是圣人，我隐约中看到那小子还出了一招，很可能连罗家少主的护道者也一同斩杀了。不错，罗家少主出了名的怕死，身边绝对不可能没护道者的。那护道者这么久了都没动静，肯定也出事了。你们说的护道者是不是他啊？忽然有人指着天空说道。闻言，众人齐齐抬头望去，只见天上虚空中忽然出现一阵波动，天空中出现一道虚空裂隙，一个身穿罗家服饰的中年男子尸体从中掉落出来，还没来得及落地，就已经化作了飞灰，消失在天地之间。但在场的人强者不少，仅是一眼也有人认出了那人的身份，那是罗家罗三，一个圣人中期强者。此人尤为擅长防御，曾经能够应接圣人后期的强力一击，防御力十分恐怖。点破中年男子身份后，众人又是一顿震惊。显然这个罗三在他们之中也算是凶名赫赫。刚刚那位公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居然能够将罗三一击秒杀？此人的实力恐怕已经到了圣人境的巅峰了吧。不管如何，此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这次罗家只怕是踢到铁板了。楚轩对于这些人的心理一无所知，几句话的时间，他们几人就已经来到了太玄圣地的山头上了。正巧前来接引沈凝冰参加比赛的工作人员也到了。打扰一下，哪位是沈凝冰沈圣女？您的比赛就在下一场，很快就要开始了。一行4人刚刚来到太玄圣地的神岛上没多久，一个姬家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开口问道。沈凝冰一步走出，我便是，走吧。说着就跟上了那工作人员，就要随之前往比赛场地。等下，我能一起去吗？楚轩一步探出，来到工作人员面前询问道。不是他不想在这神岛上看直播，而是他发现了这神岛上的镜花水月术法看到的人都无法复制他们的词条，只有宿主目力所及的目标才能够复制词条哦。系统提示的声音也适时响起。听到楚轩的问题，工作人员也没有丝毫意外，这种亲近之人陪同前往参赛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
他直接就同意了。可以，但非参赛人员无法进入比赛准备区域，只能在观众席上观看。二位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请随我来吧。提醒了一些注意事项后，他就走在前方，带路前往比赛场地之中。沈宁斌与楚轩也跟了上去。路上，两人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沈宁斌偶尔睁眼看向楚轩的眼神带着些许安心。加油，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楚轩交代了一句之后，就目送沈宁斌进入比赛的准备场地中。他自己本人则是来到了那个能够容纳上千万人的观众席上。楚轩自己眼下并没有比赛，李长青为他动用了泰拳圣地的保送名额，直接保送到64强的那种。武道大会正赛是直接从64强开始的，其中有一半是各大圣地的保送名额。每个圣地都有着举荐保送人的机会，但举办方还会根据战绩进行筛选，挑选出其中最为合适的32人，作为武道大会的32个种子选手，而其他人则需要从海选第2轮开始。经过重战斗，最终前32人能够进入正赛的64强。上千万的参与者最终角逐出一个最强天骄，可想而知，这人族天骄武道大会的含金量有多足。观众席上与其说是观众席，不如说是一个浩瀚的平原。平原的中间，一个擎天白玉柱直上云霄，其中无数个擂台布设其中。这里正是这次姬家举行武道大会的擂台，准确的来说是幼年组的擂台。青年组与壮年组的破坏力太过恐怖，白玉柱还无法承受。白玉柱的周围是无数特殊的阵法，能够让观众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自己心系的战斗。千万观众在平原上观战，无数人心潮澎湃，他们满怀期待地观看着擎天白玉柱中的战斗，关注着每一个惊人天骄的出世。他们虽然有的生不逢时，有的天赋不足，在这大事之中无法熠熠生辉，但如今能够看到这么多天骄巨头的出世，也算是一种安慰奖了。当无数年后自己垂垂老矣，也能与后世的小孩有着充足的谈资。想当年，你太爷爷也是看过某某大帝年少的模样的。与那无边无际的人潮相似，楚轩此时的心情也很是激动。人，好多的人，比那个广场还多的人，这么多人得带有多少词条啊！而且能进这里看比赛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要么有钱，要么有实力。有实力的词条质量就不会差，有钱的身边一般都有护卫，实力差不到哪去，词条质量更不会差。至少这里词条的平均水平肯定比之前降落的地方要高上一筹。千万人在看比赛，而楚轩在看千万人，准确的来说是他们头顶的词条正在复制词条。圣人之姿，子目力惊人，安复制成功，正在复制词条，复制成功。楚轩第一次觉得原来看人也是这么累的，复制词条可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体力活。整整半个时辰，楚轩这才将观战席的观众全部看了一遍。很好，又是3个彩色词条入手，期间还有着不少红色词条的诞生，但楚轩并没有急着加载。等他复制完词条的时候，自家的二师妹也正好登场了。楚轩作为大师兄，自然要好好看着自己师妹战斗的。虽然这个师妹的战斗经验应该比自己还丰富。沈宁斌登场时脸上还有点不悦，刚刚那2个神火镜修士也太墨迹了，明明只需要几个呼吸就能解决的事情，他们2个硬生生打了1个时辰。看来我得快点了，否则大师兄就该着急了。大师兄的时间如此宝贵，我不能将他的时间浪费在这里，我不能耽误大师兄的修炼。沈宁斌想到这里，双目骤然锐利了起来，无尽寒意自其中散发而出。若是沈宁斌前世相识的人看到了这双眸子，一定会惊呼出声。那个叱咤9天10地的至强女帝回来了。擂台另一边，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修士走了上来，眼神晦暗不明。此人正是沈宁斌的对手，来自一个圣王势力。这位姐姐，等会能手下留情吗？打架好可怕的，我怕疼。那人怯生生地开口说道，声音雌雄不变，婉转动听，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奇异的波动。厚重的面罩之下，一双眼睛露出来，其中满是可怜。观众席上，楚轩看着自家师妹的对手，压力更小了。区区圣人之姿的神火镜，二师妹挥手可灭。就是这茶味有点令人作呕，也不知道他一个大男人是怎么能这么恶心的。我的眼睛脏了。擂台上，沈宁斌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意思，侧过头去，少女看向一旁的裁判，清冷而好听的声音响起：能开始了吗？听着这淡漠无比的声音，神王境的裁判头上冷汗直流。不知为何，他在面对沈宁斌的时候，会有一种直面家族老祖的感觉。开始。在这莫名的压迫感下，裁判直接宣布了比赛的开始。裁判的声音还未落下，沈宁斌手中就有光芒亮起。大师兄刚刚好像就是这么施展的。沈宁斌这次的施展飞仙诀，
开始刻意模仿起了楚轩的动作。不知为何，他感觉楚轩的动作比自己的更加自然。如果能学会，这很可能就是自己飞仙诀彻底圆满的契机。这是他作为女帝的直觉。飞仙诀，沈凝冰心中一声低吟，玉手轻轻一拈，世间万古光华骤然暗淡，仙光掠过半个擂台，直冲对手而去，如同天外惊仙。我勒个去，这是什么东西？这也太夸张了吧！一瞬间，飞仙诀的恐怖光芒直接占据了千万人的双眼，同时还在进行的上百场战斗，在沈凝冰的一道仙光之下尽失了颜色。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被这惊世骇俗的光芒所牢牢占据。好美的光芒，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不用怀疑，你不是在做梦。这种美丽至极的光芒，凭你那贫乏的想象力根本梦不到。那美丽至极的仙光顿时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当然，场下也存在着不少实力不俗的高手，他们能够看得出这仙光之下的恐怖威力。这光芒不仅美丽，而且十分致命。我在里面感受到了真意境巅峰的威力。幼年组有这种级别的恐怖攻击力，只怕已经有资格登上乾隆榜了吧？可我怎么没听过这两个选手的名讳呢？难道说是哪家的暗中培养的绝世天骄？就不能是对方还没有突破真意境，硬性条件不足，无法登顶？说着说着，有人提出了一个荒谬的想法，但很快就遭到了剧烈的质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是有人能在神火境爆发出真意境巅峰的威力，我当场将这椅子吃下去。擂台上光芒逐渐散去，里面的情况也逐渐明朗。毫无意外，沈凝冰获得了胜利，而对面的那个奇怪的男子则是双眼紧闭躺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了。他的腹部有一个小洞，前后通透，其中还能看到血肉内脏在蠕动，显然是刚刚那缕仙光留下的伤口。其实这还是沈凝冰手下留情了，此人的真实战力不过真意境3重，如果不是他偏转了攻击，只怕对方已经一命呜呼了。胜者太玄圣地沈凝冰。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的结果被宣布了出来。这位仙子，您今天的赛程已经结束了，您是否还要留下来观赛呢？那神王裁判用十分复杂的眼神看着沈凝冰，震惊、畏惧、欣赏，还有一点如见鬼神，反正就是各种情绪都拉满了。这是这些天里面他见过用时最短的比赛，别人偷袭的都好歹还装模作样鞠个躬行个礼，但这姑娘是真的不装啊，说开始就开始，直接就动手了。重点是别人还真有本事，一下直接将对手秒了。如果自己反应快点，这比赛的记录还能更快。有着如此实力，沈凝冰自然也就能够受到特殊关照。后续的几场比赛他都直接不用参加，直接就保送海选下一个阶段。这也是武道大会给予天骄们的特权。不用了，我还有事。冰冷而又不近人情的声音响起，沈凝冰拒绝了裁判的提议，转身离开了擂台。看着沈凝冰的背影，观众席瞬间爆发出了恐怖的惊呼。刚刚说话的人呢？快吃，给老子吃！哥们，我开玩笑的。当然，这不是主要旋律。妈呀，这是谁家的仙子？实力如此惊人也就算了，这相貌还这么出众，还让不让人活了？要是跟这种仙子说句话，就是让我修为飙升也愿意啊！好小子，还想连吃带拿是吧？也不看看对面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闻言，刚刚说话的人脸上出现了一丝疑惑，那仙子是什么身份？你没听说吗？他是太玄圣地的人，别人可是圣地门徒，看那天赋，只怕是某个圣地老祖的弟子，圣地真传。此等人物，我们只怕是这辈子都见不到一次了。回答他的人翻了个白眼，同时各大圣地级势力的观战区也爆发出了一阵阵爆鸣，实在是太惊艳了。师尊，我要学这招，这一招也太帅了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太玄圣的有这一招啊！这个女娃娃的实力才是关键。我没看错的话，此女肯定没有超过25岁，不到25岁的神火9重。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闻言，这个圣地的神导瞬间沉默了。这个年纪与修为的含金量，他们可太懂了。他们的圣子惊世骇俗，刷新了多项圣地纪录，神火9重的时候也足足有着30岁。沉默是此刻的神导。瑶池圣地的反应更加直接，这种绝美天骄居然被太玄圣地抢了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宫装美妇人咬牙切齿，恨不得将面前的一众长老扒皮抽筋。那婀娜完美的身段，在众多弟子长老眼中，已经与恶魔没了区别。圣主息怒，此人是前段时间太玄圣地新册封的圣女，应该是太玄道域的人，我们注意不到是很正常的。可恶啊，这种天骄就该是我瑶池圣地的。长青老贼，你这家伙的狗运怎么这么好啊？瑶池圣主化身咬牙切齿连连，但想起自己的偶像太玄圣地的传奇，又将情绪收敛了回去。师兄，
让你久等了。沈凝冰身形一路闪烁，很快就来到了楚轩面前。急切的少女连纷乱的鬓角都没来得及整理，就匆忙开口，说完还大口喘了喘气。没事，我如今已经踏入圣境，不差这点时间。楚轩摆了摆手，示意沈凝冰不必放在心上。而且圣境修行与前面不同，出来看看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事实也正是如此，楚轩出来一趟多了好几个彩色词条，加在之后的修炼速度可是现在是10倍100倍，这不比待在密室里修炼快多了。听到楚轩的话，沈凝冰也是一愣，道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前世修行到大地境界，沈凝冰自然知道圣境该如何修炼。圣境修行困难主要在于感悟，但事实并不是这么一个事实。大师兄，你的如此逆天的恐怖悟性，这区区大道感悟怎么可能拦得住你？你可是能够瞬间学会飞仙诀的男人，飞仙诀不比圣人境的粗浅大道感悟难领悟多了。按照学习飞仙诀的速度，沈凝冰甚至觉得只要楚轩有足够的能量，他甚至能直接通关圣人境。大师兄这么说一定是为了安慰我吧？他真的，我哭死。冰山女帝的少女心在这一刻又开始了胡思乱想，一颗年轻的心脏止不住的乱跳，直至已经回到了太玄圣地的神岛依旧没有平息。而楚轩对于这一切毫无察觉，他只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加在人生中的第1、2、3、4、5、6、7个彩色词条了。系统加载彩色词条先帝之姿，全部加载。定，正在加载词条。先帝之姿，彩，定，加载成功。楚轩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的神魂、体魄、根基，甚至是对于各种大道的天赋都忽然之间拔高了不止一个等级。不对，不是拔高，而是一种升华。前后的天赋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光是原地提拔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夸张的变化。如果说楚轩之前的潜力是100，那融合了彩色词条后，他的潜力值就瞬间暴涨到了1万。同时他对于各种大道的理解也深了不止一个量级，许多原本还有些迷雾的大道尽头如今直接豁然开朗。甚至在系统的强化完全释放出来后，楚轩头顶的天空中还有雷鸣作响，天罚的气息经久不散。楚轩的天赋已经超出了此界天道的理解了，如此恐怖的天赋直接就被天道当作异类威胁，本能的想要将其清除。虚空深处，一股充斥着毁灭气息的闪烁着黑色光芒的劫云瞬间成型，一股苍茫混乱的气息瞬间充斥了楚轩的整个房间。混沌雷劫，这可是地境之下修士所遇到的最强劫雷。我操，不至于吧？不就是天赋比这里的本地人好了一点点吗？楚轩也是被这突如其来混沌雷劫吓了一跳。该死的天道，真就天赋太好也有罪是吧？真天赋好到遭雷劈。感受到那股毁灭暴虐的力量正在快速接近，楚轩连忙运转起自己创造的一门功法偷天诀。随着功法的运转，楚轩身上那恐怖的天赋气息逐渐收敛了下来，那虚空深处的暴虐混沌雷云停了下来，仿佛失去了目标一般。片刻后终于缓缓散去。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偷偷留了一手。早在太玄圣地的时候，楚轩就对这种事情有了预感，所以他将太玄圣地藏经阁中的所有功法都看了一遍，再配合上方落落的红色词条道法开拓者，创造出了偷天诀。这个功法没其他用处，只能用来隐藏自己的天赋，对于其他人来说完完全全就是鸡肋，也就楚轩这种变态能够用上。词条的力量完全加载完毕后，楚轩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楚轩，年龄21，修为圣人前期，词条他乡客为1，悟性逆天为1，魅力逆天为1，六阶先帝之姿6彩，万法通明8红，无上仙体3红，大道所中4红。不知道是系统升级的原因，还是楚轩复制词条太多的原因，之前的丹道、剑道、阵道啥的都全部被融合进了万法通明之中，但词条各自的作用还是在的，只是不显示了而已。也好，这样我的系统面板就干净很多了。楚轩心中暗暗安慰自己，虽然还是那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的面板看得爽，不过这点小小的不快，在看到那个流光溢彩的六阶先帝之姿6彩的时候，直接就烟消云散了。6彩叠加，那炫目的 RGB 达到了一个快要亮瞎眼的程度，炫目程度也跟楚轩的修炼速度成正比。照这样下去，我怕不是什么都不做，过2天都能变成圣人中期。楚轩暗暗估算着，他现在的修炼速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离谱的程度，就算他不修炼，啥都不做，修为也会自己蹭蹭往上涨，那速度
比自己加在前认真修炼的速度都快上几倍。这就是6阶仙帝之姿的含金量吗？此刻的楚轩有些震撼。不过想想也是，仙帝可不是大帝，仙帝可是远在大帝之上的无上存在。从系统给出的词条来看，大帝之后是真仙、天仙与仙王，仙王之后是准仙帝，准仙帝之后才是仙帝。能够成就高阶仙帝的，绝对都是天赋无比惊人之辈，甚至很多从出生起就已经是大帝，甚至是真仙级别的存在了。与他们相比，楚轩如今就如同一个幼年期的婴儿。如此一来，修炼速度自然不可能慢。感受到体内自己攀升的修为，楚轩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既然如此，我好像不用修炼了，到处复制词条不就好了？修炼，那是天赋的事情，而我楚轩现在要做的是帮天赋修炼，不对，是升级。我记得姬家的虚空城设置了好几个会场的，趁着还没有比赛，赶紧转一圈。楚轩回想起武道大会的相关信息，一个会场就是6个彩色词条，这还有5个自己没去过的会场，那岂不是还有30多个彩色词条在等着自己？30多个彩色词条啊，6个已经这么夸张了，楚轩都不敢想30个彩色词条之下，那修炼速度该有多么恐怖。全部复制一遍，那不得一天突破一次。想到这里，楚轩顿时激动了起来。在他眼里，这次的武道大会已经变质了。武道大会，词条自助，不行，我要赶紧动手。只有系统复制了的词条才是真正的好词条。二师姐，你那是什么招式？也太帅了吧！沈宁冰所住的客房中，2个少女骤然闯入，十分兴奋地询问起了自家的二师姐。看到2个活泼的师妹，沈宁冰的脸色也柔和了不少。那是我偶然得来的神通，名唤飞仙诀。听到沈宁冰的回答，方洛洛的眼睛闪了闪，似乎这个名字中有什么东西很是吸引他。飞仙诀，仙，好美的名字。师姐，你能教教我吗？方洛洛直接缠着得胜归来的女帝开启了撒娇模式。我也要学，我也要学。旁边的萧雨嫣也装模作样的撒起了娇。好好好，但这门神通十分难学，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沈宁冰拗不过他们，无奈说道。沈宁冰倒也没有藏着掖着的想法，虽然飞仙诀的威力绝伦，但这并不是他最压箱底的招式。只是飞仙诀确实困难，沈宁冰很担心2位师妹能不能学会。轻轻一点2人的眉心，将口诀心法传授过去之后，沈宁冰开始给2人详细讲解其中细节。沈宁冰其实不用担心的，学不会，根本学不会。二师姐，你的这门功法怎么这么难？二师姐，你是不是在骗人？二师姐，我是不是很笨？2个丫头直接就开始哭鼻子了。无奈之下，沈宁冰忽然想起了楚轩给自己讲解的画面，要不然将大师兄的话照搬过来。好了好了，我重新讲一遍。这里应该……沈宁冰使用了技能复读，成功命中2个单位，效果拔群。很快2个师妹身上都闪耀起了淡淡的光芒。房间中3个身上带着圣洁光羽的少女相顾无言，各自沉默。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自己的想法。方洛洛，好精妙的神通，我居然找不到任何瑕疵，能够弄到这种神技，二师姐也太厉害了。萧雨嫣，好有意思的神通，黑暗里给自己描绘出一个轮廓的话，光剑挑战，师兄肯定会很兴奋吧？嘿嘿嘿，今晚就动手。虽然有一个人的想法好像不太对劲，但没关系，这都改变不了沈宁冰此刻的震惊。沈宁冰，我真的这么不适合讲课吗？怎么师兄的话效果这么好？甚至楚轩的话都不是专门给2个师妹说的，但还是成功帮助沈宁冰，让2个师妹成功将飞仙诀修炼入门。这也就说明了楚轩的话语直接就点明了飞仙诀的真意，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迅速理解入门飞仙诀。随便看2眼就能够精准总结一门超越地精神通的真意。大师兄的悟性究竟是有多逆天啊？本来沈宁冰已经很高估楚轩的悟性了，但现在看来楚轩悟性的高度还远在他预估之上。曾经到达过大地巅峰的沈宁冰，此刻只觉得自己的想象力还是太贫乏了。大师兄究竟是什么悟性怪物啊？早知如此，当初就该直接找大师兄的。忽然沈宁冰的心头出现了一丝懊恼，并且在急剧放大。要是当初找大师兄教我，岂不是能省下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当初这么辛苦参悟这门神术的模样，真是活脱脱一个小丑啊！曾经美好的艰苦奋斗经历，此刻却化为了有些羞耻的黑历史。真的，我真傻。当晚楚轩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直接2眼一黑。这不只是视觉上的黑，而是一种连带着神识也全部蒙蔽的法术。顿时楚轩面前没有丝毫光亮，
在这极致的黑暗之下，楚轩的其他感官变得十分敏锐，尤其是空气中那若有若无的轻微鼻息，明明十分轻微，甚至不如拂面微风，但轻轻洒落在楚轩的皮肤上，却是酥酥麻麻的，宛如微弱的电流。那感觉在经过黑暗的放大，直接让楚轩的内心都泛起了波澜。本就十分激动的楚轩，此刻直接被挑逗得蠢蠢欲动。但黑暗中人似乎是知道了楚轩的意图，一只纤细嫩滑的青葱玉指放在了他的唇上。楚轩心中有些期待。蓦然，楚轩眼前出现了丝丝缕缕的光芒，很是微弱，但却是黑暗中唯一的光，如此微弱，也如此耀眼。在光线的勾勒之中，3条完美的曲线出现在了楚轩的眼前。3条曲线勾勒出了一个无比曼妙的身姿，在光线与动作的交错之下，这身躯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诱人。即使楚轩对这身躯已经十分熟悉了，但还是狠狠的心动了。这丫头怎么这么坏？这种考验，就算是老干部来了也顶不住啊！雨嫣，这可是你自找的。涂山99，喂，丫头，你答应我的事情呢？我怎么还是在黑屋里面啊？你这舞蹈还是姐姐我教你的，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臭丫头，姐姐下次不帮你了。这个问题怎么听着这么奇怪呢？楚轩很怀疑这丫头是故意的。我确实干了，但这事我真不清楚。楚轩说着，也用圣人之力探查起了自家小道侣的情况。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萧雨嫣如今的经脉宽度是原来的好几倍，神力流转速度也比之前快了数倍不止。最夸张的是，她的神火也比之前旺盛了数倍。这就代表着萧雨嫣的根基底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不是服用了天才地宝能够解释的了，唯一的可能就是三师妹的天赋发生了变化。想到这里，楚轩赶紧打开系统，查看起了萧雨嫣的面板。姓名：萧雨嫣，年龄19岁，修为神火9重，词条：绝巅大地之姿，双金，丹道至尊，双金，大道所终，红，天命之子，红。自己的师妹怎么变成绝巅大地之姿了？而且这个变化还是在这2天里面发生的。楚轩很确信，之前在船上背着另外2个师妹的时候，楚轩可没有少查看萧雨嫣的情况。那时候她的经脉远没有现在这么广阔，体质也没有现在这么厉害。这2天里面，雨嫣的变化不多。楚轩心中暗暗盘算，除了学会飞仙诀，就只剩下我昨天运转的阴阳交泰篇了。楚轩之前并没有运转这门秘法，主要原因是楚轩不希望自己与师妹的相处出现太多的杂质。好吧，其实就是楚轩忘了，不过也不能怪他，毕竟这门秘法他上次使用还是在1年前呢。与师尊没羞没臊的时候，2人修为差距过大，这秘法也不能说没有作用吧，至少是用处不大。难道说这门秘法能够改善另一方的资质？不对，那之前跟师尊实践的时候怎么没反应？楚轩陷入了沉思。这2天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好像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楚轩自己的天赋。还是说是我的天赋太高了？双修秘法产生了奇妙的联动，在一股神秘力量的影响下，楚轩心中出现了一个猜想。随后在这个思路之下，他直接明白了大概。正宗的双修功法都讲究一个阴阳共济，没有进行深入相互了解还好，并不会触发这种特殊情况。可楚轩与萧雨嫣的情况恰恰相反，功法运转之下，双方本源相互接触，相互交融。楚轩如今已经是6阶仙帝之姿，本源实在是太过强大了，与萧雨嫣的本源稍微接触一下，就能让他得到了不小的好处。当然楚轩理论上也不亏，因为他得到了万药神体的部分特点。可我不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词条了吗？这部分特点有毛用？楚轩心中吐槽了一句，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有没有多大的损失也就无所谓了。嘿嘿，我就知道大师兄对我最好了。萧雨嫣笑嘻嘻地附上了楚轩的臂膀，一双桃花眼中水波盈盈，眉目妩媚如画，任谁看了都要骂一声妖精。好了，你等下还有比赛呢，还想不想要参加武道大会了？楚轩没好气道，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别留遗憾。闻言，萧雨嫣顿时喜笑颜开，她听出了楚轩话语中的意思。师兄，你是要带上我吗？我就知道师兄最好了，比臭师尊好多了。师尊可是抛下他们师兄妹一走了之的，大师兄还记得带上自己。2者高下立判了。激动之下，少女抱着楚轩的脸就是一顿狂亲。治疗好少女身上的伤势后，楚轩就带人前去比赛场地。这一次楚轩自然是换了个观众席。武道大会作为人族最为鼎盛的赛事之一，现场自然不会只有数千万的观众。昨天楚轩所落座的只是其中一个观赛场地而已，今天
楚轩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之中。如果说昨天的场地是西方风格的斗兽场、足球场模式的话，今天这个场地就是典型的东方风格，秀林青竹，流觞曲水。不过这风格与楚轩并没有太大关系。楚轩眼中只有人，或者说只有词条。看着这无边无际的人海，楚轩心中默念：系统开启自动复制模式。然后正当他准备开始手动复制的时候，系统提示来了：叮，检测到系统权限不足，无法开启该模式。照这么说，你还真的能自动复制啊？我就随口一说，壮壮气势而已啊。不过这也是好事，以后解锁这个功能之后，复制速度会快上不少。自己现在一息之间最多也就默念10万次复制，在这1000万级别的人潮中，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了。算了，眼下赶紧复制要紧，只要一直复制下去，这个功能迟早会解锁的。楚轩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叮，词条成神之姿，蓝，复制成功。叮，词条气运不错，蓝，复制成功。楚轩系统空间内的词条数量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增长着，照这样下去，恐怕很快就能凑够10个彩色词条了吧。楚轩心中有些期待，不知道10个彩色词条会不会合成新颜色的词条呢？怀着这方面的疑问，楚轩复制词条的速度更快了。胜者太玄圣的萧雨嫣，与昨天不一样，萧雨嫣的比赛格外顺利。楚轩复制完后不久，他就轻松取得了胜利。同样的，他也被列入了海选的种子选手之中。但楚轩与萧雨嫣回去的路上不是很顺利，一群乌泱泱的跪倒在楚轩两人离去的路上。圣子大人，之前是我罗家的人不懂事，冲撞了大人，现在我来给大人赔罪了。一个中年男子跪倒在地，用膝盖跪着走到了楚轩的面前。不得不说，这家伙跪着走路还挺熟练的，应该是老手了。你们是？楚轩也很是意外，这些家伙是哪来的？我是罗家的家主，也是那个冲撞殿下的畜生的爹。那个畜生冲撞圣子殿下，还对各位圣女出言不逊，罪该万死。圣子殿下教训的是，中年人毫无征兆的就给楚轩磕起了头，求生欲都快溢出屏幕外面了。经此人这么一说，楚轩有点印象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来着。思索片刻后，楚轩一拍脑门，想起来了，这些好像是那个拦他路的傻逼的家属。这2天楚轩光是忙着复制词条，把这事给忘了。回头得跟林老说一声，让他过去做做好事，将那罗家所有人都送去跟罗庭云做个伴。这杀人还带售后的，自己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啊。楚轩对自己安排很是满意。大人，您要怎样才能放过罗家？您尽管说，只要做得到，我罗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罗家主一咬牙，开出了一个十分卑微的条件。如果杀死罗庭云的人是其他势力的话，罗家主只怕不会如此卑微。但偏偏是太玄圣地，那个拥有着当世第一人的太玄圣地，打是不可能打的了。就算姬家愿意庇护他们，也挡不住那个飞仙老祖的一掌。作为圣王老祖的亲传弟子，罗家主深知圣王境之间的天差地别，都是圣王境，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与蝼蚁的都大。飞仙老祖吹口气，他们罗家就得灰飞烟灭。你没看飞仙老祖连准地兵都不放在眼里吗？哦，死了儿子都能这么忍辱负重，看来罗家主是成大器的人啊。楚轩戏谑地看着罗家主，后面半句话并没有说出口。那就更留你不得了，但我的条件很简单，你教育好儿子就行。小孩子嘛，教育不好是正常的，多教育几次就好了。楚轩淡淡说道，眼神淡漠。此话一出，罗家主顿时汗流浃背了。不是，大哥，不对，大爷，我那儿子都死了，我怎么去教育他？难道你要把我也送走吗？事实上，罗家主想的确实不错，楚轩可没有给自己留仇家的习惯，就算是这种转手将自己儿子卖了的也没有。更何况，如果不是此人故意骄纵，那小子怎么可能这么嚣张？那个已经成灰了的小子，只是这件事情的果，因与根本还在这个罗家主，或者说罗家上。罗家主什么时候启程，去给你的宝贝儿子好好上一堂思想教育课？楚轩继续问道，身上的杀意毫不掩饰。圣子殿下真的没有商量的空间了吗？罗家主匍匐在地，浑身犹如筛糠，颤抖不已。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不想死，他的3000后宫还在等着他呢。哼，罗家主如果想要整个罗家一起过去上课的话，也没关系的，我心善，不会拒绝的。楚轩微微笑道，明明语气这么温柔，但其中的话语却那么让人不寒而栗。好，老夫甘愿受死，还请圣子殿下不要为难我罗家。罗家主在一番天人交战后，咬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家主不要。他的身后几个心腹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但没人敢看向楚轩，因为罗家主在来之前就交代过了，不能看向太玄圣子。万一他们眼神不对，
丢了性命也是分分钟的事情。但更多的罗家人眼神晦暗不明，甚至要有一丝期待在其中，似乎他们乐于看见罗家主死亡。你可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楚轩的声音冷了下来。见状，罗家主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挺着上千年的腰杆，终于在这一刻佝偻了下去。罗家主整个人瞬间就苍老了不止10岁，希望圣子殿下信守承诺。说完，叩首起身。罗家主一掌拍在自己的天灵盖上，顿时那张有些沧桑的脸上七窍流血，当场没了气息。倒也识相，省了我不少功夫。看着面前的尸体，楚轩点了点头。既然此人如此识相，他也就少杀几个吧。林老，将这罗家的主脉清洗了吧，强大的支脉也别放过，留下几支不到圣境的就好。楚轩对着身后说道。他确实没有将罗家赶尽杀绝，这不是还有几个全是老弱病残的支脉吗？没毛病。闻言，罗家的队伍中顿时群情激愤。你不讲信用，你这个……但叫骂声还没完全响起，就已经结束了。所有罗家随行而来的人全部化作飞灰，消散在天地之间。楚轩收回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啧，看来你们的素质也不高啊，正好过去一起补课了。正如前面所说，他可没有给自己留下仇敌的习惯，能给罗家剩几个支脉已经很给面子了。虽然这些支脉很快也就会被韦四的群狼灭掉就是，不过这跟我可没关系。罗家是林老灭的，支脉是其他势力灭的，我可全程没动手，何来的不讲信用一说呢？楚轩对着风中的灰烬微微一笑。做完这一切，楚轩牵起了萧雨嫣的手。好了，先回去吧。系统加载词条。定，正在加载词条。4阶先帝之姿，4彩，检测到已存在同类词条，正在融合中。融合成功。楚轩迫不及待地看向自己的面板，想要知道10个彩色词条会不会能够合成下一个等级的词条，但系统让他失望了。面板上天赋词条一栏十分醒目，祭道之姿10彩，看来暂时没有办法解锁更高级的颜色了。楚轩的好奇心被泼了一盆冷水，不过这天赋的加成倒也不算小。到达祭道之姿后，楚轩的修炼速度更快了，他甚至能够感觉到圣人中期在朝他招手了，看来过2天就能突破了。